神龙帝国第9安全区，高3年级1701班。闹哄哄的教室像是菜市场一样，一个个学生交头接耳，兴奋不已。10年磨一枪啊呸，磨一剑啊，终于可以上战场了。是啊，好激动，还有点小怕怕。怕什么？叫声哥哥，出了安全区，哥罩着你。终于可以杀怪升级了，1701班最强，非我赵日天莫属。牛逼牛逼，赵日天第一。很快，一个戴着眼镜、身材苗条的女老师走了进来。女老师走上讲台，拿着一叠 A4 纸打印的材料，脸色严肃，缓缓道：安全区马上就要开放了，所有高3应届生即将迎来人生最重要的考验，踏出安全区。你们有30天的期限，记住，只有30天。30天后的中午，安全区大门会再次打开，时间是3个小时。活着回来，你们才有资格继续活下去，享受安全区平民的待遇，否则死。女老师声音沉重了几分。作为你们的班主任，我还有最后几句话交代给大家。第一，任何情况下开动脑筋，猥琐发育，不要浪。第二，怪物虽然诱人，但没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加重要。第三，离开了学校，不要相信任何人。说到这里，女老师脸上闪过一缕忧伤。她今年已经42岁了，带过了8届毕业生，每次都会强调安全区外的危险性。可无论她怎么苦口婆心，活着回来的学生每年都在减少，折损率超过 50%， 尤其是一些天资垫底、天赋也垫底的学渣。林峰，女老师脸色陡然一寒。教室角落，一个趴在桌子上正在呼呼大睡的男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都这时候了，这个学渣居然还在睡觉。要知道，林峰是全校出了名的差生，不仅是最垃圾的一品根骨 G 级天赋，还拥有菜的抠脚的初始属性。不出意外，只要一踏出安全区，林峰就会成为第一个祭天的人类，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关键是，你上课睡觉就睡吧，还特喵的睡觉打呼噜，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睡觉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叔能忍，阿姨也不能忍啊！给我起来！女老师一个黑板茶就扔了出去，狠狠敲在了林峰的脑袋上。1，林峰头顶飘过一个红色的数字，噗嗤！哈哈！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笑死爷了！这小子天天睡觉，真不把生存历练当回事啊！有什么用？他这水平走哪里不是经验宝宝、送分小王子？是啊，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H 级天赋的学生。那天觉醒仪式的时候，校长都傻了。哈哈，校长亲口说，觉醒仪式问世以来，从未听说还有比 G 级更垃圾的 H 级。我记得校长说小刀扎屁股，开眼了。哈哈哈！满堂笑声，让本来还有几分紧张的践行仪式一下子轻松了不少。林峰迷迷糊糊抬起头来，望着班主任恨铁不成钢的眼神，还有周围人冷嘲热讽的奚落声，脸上顿时露出一缕苦笑。他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来自2023年，本来也是一个学渣，但上课睡觉的时候，一个恍惚穿越到了2073年，也就是50年以后。这个年代，灵气复苏，万族觉醒。原本的地球文明自40年前被300米高的灭世洪水、10级的岩浆地震、极端高温和寒冷强行按下了重启键，地球进入了5维空间，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主神空间。在这里，人类和亿万其他维度的生命共享一个家园。幸存的人类只能在安全区内苟延残喘。为了生存下去，人类凭借智慧开启了觉醒仪式，获得了操控内境和掌控魔法的能力。猎杀安全区外的魔兽，可以获得经验值、宝箱和各种神秘奖励，还有隐藏任务、古神废墟、宝藏秘境等各种高维地图随机刷新。人类需要不断升级变强，才能延续火种。也因此，年满18岁的高3学生会被强制送出安全区，在为期1个月的生存历练中，要么活着回来，要么死路一条。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一看，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1，经验值0-100，生命80，伤害5，防御3，速度2，潜力点0，声望50，战力黑铁1星，根骨1品，天赋一线生机 H 级，0.000001%概率进入无敌状态，免疫一切伤害和负面效果，持续10秒。H 级，果然垃圾。林峰苦笑更甚，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3天前，盼星星盼月亮的金手指终于出现了。林峰觉醒了一个额外的能力——梦境寻宝。梦境寻宝 SSSS2 级，每次睡觉达到一定时间，可以触发寻宝事件，答对了得到对应的奖励，答错了判定为白入梦，自动醒来。这
林峰当时就傻眼了 ，SSSR，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级别的天赋，但一句话，试试就知道了。第一天晚上，小试牛刀，梦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樵夫，路过独木桥的时候，斧头掉河里了。一个老头从河里飞出来，问自己掉的是金斧头、银斧头还是铁斧头。林峰说是铁斧头，结果那老头哈哈大笑，手里变戏法一般拿出一把盘古斧。老夫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斧，哪有铁斧头？醒来吧你！于是林峰一脸郁闷的醒了，翻来覆去想去找回盘古斧，但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终于睡着了，还是碰到了那个老头。可是这一次不是斧头掉进去了，而是和自己一起砍柴的哥们儿掉河里了。老头又从河里飞出来，请问你掉下去的是金哥们儿、银哥们儿还是铁哥们儿？擦，这也行。林峰咬咬牙，铁哥们儿。那老头再次大笑，我只有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没有铁哥们儿，哈哈。然后一道浪花袭来，林峰又醒了。这下林峰懂了，特喵的，这妥妥的欺负老实人啊！今天虽然是离开安全区的日子，但林峰咽不下那口恶气，上课的时候又强迫自己睡着了。这次老头子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一个仙气飘飘、略微冰凉的山洞。山洞最里面的石床上，侧身位躺着一个倾国倾城、香飘蓝麝的女帝。女帝半醒半昧，睁着眼睛，连足没有穿鞋，涂了红色指甲油，稍一动作，白纱长裙就从美腿上掉落下去了。容颜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声音却犹如慵懒的猫。SSSSS 级技能，新手套装，还有我，你是要？林峰二话没说，一个耳刮子扇在了女帝的脸上。我要 SSSSS 级技能。女帝捂着被扇红的脸，骂骂咧咧走了。叮！你获得 SSSSS 级技能无限血轮眼。来不及狂喜，林峰脑袋一疼，醒了，捂着脑袋抬起头来。善良的班主任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无力的摆摆手。算了，一颗老鼠屎打坏一锅粥，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安全区马上就要开放了，大家跟我来，出发！林峰急忙低头一看，自己的属性面板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技能，无限血轮眼 SSSSS 级，开启后永久获得对方的技能，且无使用等级和魔力限制。第二章复制成功，获得飞行术。林峰混在人群中，和其他同学一起乘坐一辆校车离开了学校。学校外，天空低沉压抑，高楼大厦直插云霄。这还是林峰第一次看到学校外的世界。很远的地平线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城墙，据说由数千人类强者联手建造，并且打下了上古禁制，可以抵挡3阶以下巨兽的攻击。至于3阶巨兽到底有多强，从林峰零零星星的记忆中，大概就一个概念，神一般的存在。坐在车内，林峰很快就收回了目光，专心致志研究着自己的新技能无限血轮眼。前排侧边的徐菲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徐菲菲是一个黑长直，选修魔法师，擅长玩火，人长得也不错，清纯可爱，短裙丝袜，有班花之称。虽然车里所有学生等级都是1级，但不得不说，学霸们的理论知识都是很扎实的。一些富二代靠着殷实的家底，早已在随身背包中装备好了生存物资，比如各种精良装备、高级药水、逃生卷轴等等。一离开安全区就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不出意外，撑过30点的考核期，就可以再次回来享受荣华富贵了。而林峰上辈子是个锅儿，这辈子也是个锅儿，还是个学渣，根本没有其他学霸那么扎实的基本功，一切只有靠自己。能不能在安全区外活下来，如何复制别人的技能，就显得很重要了。林峰锁定了徐菲菲，心中默念复制。只见林峰瞳孔急缩，眼瞳像是被拉长的望远镜叶一样，出现了一圈圈诡异的涟漪，瞳孔之外闪过一道紫光。成了！来不及惊喜，叮！无技能波动，复制失败。晕！林峰心里暗骂，好像不能强行 copy 别人的技能，要等别人发动技能后才能剽窃过来。这样的话，只有和徐菲菲组个队了。但问题是，徐菲菲这种学霸，班里人趋之若鹜，不用想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只有想其他办法了。林峰心里有些着急，他现在一点生存的资本都没有，真要是离开安全区，那就太危险了。正在这时候，到了，请下车。车门开了，周围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学生像是赶考的考生，正排队等着离开安全区。根据规定，这里不能停留任何非考核学员之外的人，因此班主任就没下车了，只是含着泪在车上送别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区外很危险，非常危险，极度危险。但咱们班是火箭班，有 B 级天赋1人 ，C 级天赋12人 ，D 级天赋40人 ，H 级天赋1人，已经很厉害了。只要不冲动行事，同学间相互帮助，一定可以共度难关。说到最后，班主任眼泪都要出来了。林峰虽然成绩不好，但老实说，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下车的时候，回头安慰道：“放心吧，老师，我们不会有事的。”林峰这么一说，周围同学神色诧异，几个女生望向了林峰，叹道：“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是啊，作为唯一一个 H 天赋的学生，真正应该担心会不会出事，其实是林峰本人才对。林峰苦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独自下了车，抬头一看，高大的城墙近在咫尺，一个青衣老者漂浮在城墙上，双手背在身后，用扩音魔法朗声道：“第9安全区石安，在此警告诸位后生，根据神龙帝国末世律法第531条，年满18岁且高中毕业的你们，正式结束安全区保护期限。我奉命送大家离开安全区，成王败寇，适者生存。希望诸位不要辜负帝国的栽培，也希望你们能活着回来，成为下一代帝国的守护者。守护之门开！”热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了。老者做出了一个阁下何不随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的动作。随着他抬手，轰隆，轰隆，巨大的城墙一分为2，露出了一条宽敞的豁口。城墙外笼罩着一层看不清虚实的迷雾，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声悲壮的兽吼：“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冒进。”老者冷声道：“还不出发？3小时内未离开安全区，杀！”这一下，众人不敢怠慢，浩浩荡荡的人群像是迁徙的牛群，穿过大门，涌向了安全区之外。林峰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快的吗？我还没复制到保命技能呢。突然，林峰看向了飞在天空上的老者。咦，飞行？试试，复制，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飞行术。哈哈！林峰大喜，打开技能面板一看，飞行术6级技能，你可以御风飞行，每秒消耗魔力0。成了！林峰大喜过望，良久，才跟着其他同学一起踏出了安全区的大门。走出大门的一瞬间，感觉碰到了一层水波屏障。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响起：“你离开了第9安全区，你获得神龙帝国赠送的新手奖励劣质的短剑+1，你获得小生命药水+3，小魔力药水+3，小体力丹+3，你获得生存帐篷+1，等级宝箱+1，排名宝箱+1。30天后，等级超过10级，可以再次返回安全区。祝你好运！”就这，打开背包，取出系统赠送的武器，一把80公分左右、锈迹斑斑的铁剑，拿在手里，感觉杀不死一只鸡。抬头看着远处，迷雾已经散开了，露出了一片灰败的大地，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有几只秃鹫在啃食人类的白骨。这就是末日后的世界。周围的同学们战战兢兢，朝着远处缓慢行走。走着走着，嗷呜！山野周围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狼群，狼群朝着学生大军围拢了过来。顿时，人群尖叫四起，惊恐万状。是狼，3级的巨化山狼，怎么这么倒霉？出门就遇到狼，说好的史莱姆呢？1级史莱姆，我要1级史莱姆。你去问狼要吧，我就不赔了。先跑为敬。同跑+1。刚才还齐心协力的学生们，下一秒顿作鸟兽散。几个边缘的学生还没反应过来，瞬间被狼群扑倒，发出一声声凄厉惨叫后，尸骨无存。第3章，快看，那小子会飞！林峰所处的1701班走在稍微靠中心的位置，身边一个公子哥前一秒还在安慰着女同学：“不要怕，哥有极品宝剑，做哥女朋友吧，哥带你飞。”极品宝剑按照装备劣质、普通、精良、极品、传奇的等级划分，已经是上层货色了，比帝国赠送的垃圾强多了。但下一秒，公子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煞白，尿了一地。狼？怎么会有狼？不是1级史莱姆，在2级哥布林吗？怎么一下子到3级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3级，对于只有1级的学生而言，已经严重越级了。这个世界中，等级划分极为苛刻，越级战斗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哪怕1级也不行。这种情况下，对于周围的学生们而言，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跑。垃圾，还不快跑！几个学霸带头狂奔，根本不敢回头，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似的。几个逞能的富二代拿出武器，试图反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越级战斗的危险，虽然父母给他们提前准备了精良装备和高级药品，
但因为生命值太低了，根本架不住山狼的撕咬伤害，几口下去就被咬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了。啊啊啊！伴随着几声惨叫，反抗者全部阵亡。咯巴喳喳，鲜血染红了大地，饿狼咬碎大骨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周围的女生们腿都吓软了，发出了恐惧至极的哭声。呜呜！快撤！徐菲菲娇斥一声，抬起手来，手掌上出现了一根银白色的精美法杖，法杖顶部宝石爆发出红彤彤的魔力之光。伟大的火精灵，听从我的召唤，火球术，去！短暂的吟唱之后，法杖一挥，一枚火球脱手而出，飞向了狼群，正中一头狼的狼脸。山狼打得脑袋冒烟，追杀速度明显延迟，但狼势浩大，像是汪洋大海一般，有几千上万头。就算被魔法攻击了，不但没有怯阵，反而激发了凶性。更多的山狼蜂拥而来，杀向了林峰所处的班级。徐菲菲不敢久留，拉起地上的女生，转身就跑。整个班级队伍瞬间分崩离析了。学生们逃的逃，跑的跑，被狼群疯狂追杀，可以用溃不成军来形容。林峰躲在人群后面，见机不对，直接开启飞行术。哥就不陪你们玩了，告辞。只见他身体一轻，不等狼群靠近，犹如嫦娥奔月一般，扶摇直上，腾空而起。林峰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很快飞到了上百米的高空，俯瞰大地，长吁了一口气。擦，这么多狼，难怪老师千叮万嘱，这根本就是送死啊！想到这里，林峰只感觉一阵后怕，要不是自己偷了个飞行术过来，在这么多狼群的围攻追杀之下，地级天赋的学霸都栽了跟头，何况他一个 H 级的垃圾了。对了，他的本命天赋是一线生机，有1%概率进入无敌状态，但以他多年的王者荣耀抽皮肤经验，别说1%了，就是1%的概率都能玩得他倾家荡产，还1%？做梦去吧！现在得找个地方升级。飞在高空，林峰眉头紧锁，以他目前的实力，连一头巨化山狼都解决不了，更不可能是狼群的对手。等级太低，天赋也太弱了，只能自保。如果能复制 copy 一些技能，把等级提升上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是……等等！林峰眼睛一亮，逃跑的徐菲菲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徐菲菲一边逃跑，一边释放技能。徐菲菲是法师，在这个世界中，职业包括物、法、御三类。物理根据武器分为刀、剑、臂、盾、弓；魔法根据元素分为火、水、雷、土、风，对应力量、灵巧、毁灭、防御和速度5大职业特性。同时，物理还有鼓舞者和圣骑士2大稀有职业，魔法也有黑暗法师和光明法师，对应控制和治疗2大特殊属性。除此之外，还有御兽师、亡灵法师2个以御为核心的特殊职业。而徐菲菲是火系法师，只能使用火系魔法，因为等级只有1级的缘故，她唯一能够释放的魔法就是火球术。借用一下。林峰嘿嘿一笑，在徐菲菲释放火球术的一瞬间，复制，盯住徐菲菲的技能，出手过程3秒不到，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火球术，搞定 ，so easy。打开技能面板一看，火球术1级技能，释放一枚直径20厘米的小型火球，造成150%魔法伤害，冷却 5S， 消耗魔力0。不错不错，白嫖一个火球术，关键是释放不要魔力啊，太牛逼了！林峰暗自窃喜，他虽然是学渣，但也知道魔法师释放魔法是要消耗 MP 的，魔法师的 MP 和战士的 HP 一样重要，没有魔力值的魔法师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羊羔。也因为魔力值的限制，徐菲菲的火球术虽然伤害高，但实际造成的伤害极不稳定。释放一枚火球后，要休息很久才敢释放第2枚。一旦魔力值打空了，只有吸火歇菜的份。而他复制的技能无魔力限制，等于说他可以无限扔技能，那就是法师机关枪啊！美滋滋，走，找个地方试试去。想到这里，林峰不再停留，朝着一个人少的方向飞去。而慌乱的人群刚开始因为太过混乱，根本没注意天上有个人。这时候，一个眼尖的学生突然抬头，看着天上飞过的男生，整张脸迅速从迷茫变为震惊。快看，天上有人！是的，好像有人在飞啊！怎么可能？飞行术不是6级技能吗？至少60级才可以掌握，怎么会有人飞？等等，那个人怎么好像是林峰？去你大爷的，怎么可能是林峰？那明明是我爹！爹，你终于来救儿了，
呜！放狗屁！那明明是我家少爷，少爷，你看把老奴拴哪里比较合适？爹，快下来带走，这里好危险啊！少爷！人群尖叫，惊恐，不断朝着林峰招手呼喊，可林峰跟没听见似的，加速飞走了。第4章无伤打野，虐杀史莱姆。在人少的地方，林峰降落了下来，眼前出现了一片草地，草地上一只只蠕动的史莱姆正眯着眼睛晒太阳。不远处，3个学生正手握武器劈砍着一只史莱姆。嘿咻嘿咻嘿咻，加把劲，再加把劲！擦，这怪怎么这么难杀，累死我了！得了吧，有史莱姆杀就不错了。听说隔壁学校遇到狼群了，被杀得片甲不留，那可真倒霉啊！狼群至少3级吧？这1级怪物都皮糙肉厚，跟乌龟王八蛋一样，3级怪物那还得了？小心有撞击！靠，这家伙撞人挺疼啊！别说了，专心点，争取今天把等级升上去。不抓紧的话，30天后10级都难办。唉，升级吧。林峰走上前去，细细一看，史莱姆是一种软泥状生物，像是果冻一样，实际身高有半米左右，浅蓝色，水汪汪的。遇到攻击的时候会发狠，使劲撞人。从被撞倒的学生一屁股坐在地上，脸上龇牙咧嘴的模样来看，绝对很疼。要击杀一只史莱姆，还得3个学生齐心协力才行，稍有不慎可能会被史莱姆活活撞死。就从你们开始吧。林峰没有心急，找到一只落单的史莱姆，深呼吸一口气，手掌一抬，心中默念火球术。一枚碗口大小的火球应声而现，炙热的烈焰逆风招展，把林峰吓了一跳。玩火危险啊，赶紧扔出去。火球飞向了史莱姆，噗，打在史莱姆的身上，冒起一缕黑烟。史莱姆勃然大怒，转头盯住林峰，蹦蹦跳跳，在3米开外奋力一跃，朝着他狠狠撞来。好凶！林峰一惊，史莱姆如此惊人的跳跃力，一旦被命中，威力不容小视，连忙开启飞行术，脚下一轻，迅速腾空而起，飞到10米高度的空中，居高临下俯瞰着史莱姆。小样，和我玩？咧嘴一笑，又是一发火球朝着史莱姆当头灌下。砰！30，威力不错，可以看到史莱姆的血条下坠了1/10左右，而大部分普通人的伤害只有5点左右。林峰复制的技能不是按照他的伤害值计算，是按照被复制者的实力计算，所以打出了远远超出他实际攻击力的伤害。也就是说，拥有 B 级天赋的徐菲菲很可能魔法精通，不然不可能在1级的时候就造成30点的伤害值来。由此可以推算，史莱姆的生命值在300左右，普通人要击杀一只史莱姆，连续攻击60下才可以做到，难度可见一斑。而对于林峰而言，要击杀一只史莱姆只需要10下就可以了，还是魔法好用。林峰兴奋笑道，说着手上的动作也不含糊，飞到史莱姆的头顶，咻咻咻，一发接着一发火球甩向了史莱姆。史莱姆过不着他，急得原地打转，1分钟左右，血条消失不见，被林峰活活折磨而死。砰！史莱姆爆掉了，留下了一团亮晶晶的能量，能量自动朝着林峰飞来，融入了他的身体中。叮！你击杀了史莱姆，获得经验值+1。+1？这是经验值？林峰微微一惊，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中多出了一些力量，但没有达到饱和状态，似乎获得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升级了。林峰又看了看自己的经验值面板，从1级升2级的经验值要求是100点，也就是说要击杀100只史莱姆才能升到2级，还有99只，慢慢来吧。林峰保持着飞行速度，朝着其他史莱姆又飞了过去，锁定一只史莱姆，追在他的屁股后面，穷追猛打，打打打！火球术+1、+2、+3。10分钟左右，林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接连击杀了10只史莱姆，总共获得了10点经验，没看到其他任何东西。爆率感人，和老师讲的怪物可以爆出极品装备有点出入。不远处的几个学生好不容易击杀了他们的那只史莱姆，很快就注意到了林峰。我靠，那谁啊？居然会飞？不会吧？难道是传说中的 S 级飞行天赋？羡慕2个字，哀家已经说累了。是啊，这种低级怪物根本不能飞行，也不会远程攻击，那还不是活靶子？喂，大神，带带我们可以吗？几个学生羡慕嫉妒恨，朝着林峰的方向跑来。林峰回头看去，给几人留下一道冷漠的背影后，不动声色地飞走了。不一会儿，
林峰找了块新地方，这里有1级的史莱姆，还游荡着几只2级的哥布林。2级的哥布林又叫做小哥布林，末日后觉醒的一种尖嘴猴腮生物，在低端冒险区很常见。皮肤绿油油的，身高 1.5 米左右，手握半米长的木棍，会追杀和狩猎敌人。因为等级差距极为悬殊的缘故，2级冒险区根本没有其他人。这里大概是1级和2级交界处的地方，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就这里吧。林峰找准一只史莱姆，很快就把史莱姆击杀了。看到边上的小哥布林，也扔了一发火球过去，反正不要魔力值。20，晕，魔抗这么高，林峰吃了一惊。差距也就1级左右，但伤害削弱了1/3。小哥布林的生命值也明显比史莱姆多了不少。林峰扔了30发火球下去，才把小哥布林搞死。叮！你击杀了小哥布林，获得经验值+2，还不如杀史莱姆呢。掐指一算，还没有杀史莱姆划算。想了想，林峰不再纠结越级杀怪，安安心心猎杀史莱姆了。半个小时左右，经验条上涨了1半左右，又坚持了半个小时。一道悦耳的系统提示在耳畔响起，紧跟着头顶落下一道雄浑的力量灌入身体中，整个人仿佛如遇春风一般暖洋洋的。叮！恭喜冒险者，你升级了。查看属性面板，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2，经验值0200，生命120，伤害8，防御5，速度4，潜力点1，声望50，战力黑铁1星，根骨1品，天赋一线生机 H， 属性值提升了 50% 左右，还获得了一个潜力点。潜力点根据根骨高低，最高10品根骨可以获得10个潜力点，最低就是林峰这种只有区1个潜力点，因为只是一个1品根骨。潜力点的作用就是可以分配给其他4个属性，分配给生命的时候效果乘以5，聊胜于无吧。林峰把可怜的一个潜力点点给了伤害，伤害从8变成了9，下次做梦的时候非得要个10品根骨，不然太亏了。想到这里，林峰心里平衡了一点。正在这时候，耳边突然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救命！救命！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好像是刚才那3个同学。第5章复仇，史莱姆之王。林峰飞了过去，很远就看到一大群史莱姆正在追杀3道人影。啊！其中一道人影没跟上脚步，被史莱姆撞翻在地。不出一会儿，被狂怒的史莱姆们活活撞死了。另外2个人发了疯似的逃命。正常情况下，他们3个人齐心协力，只能抵抗1只史莱姆。一旦遭到多只史莱姆围攻，后果就是黄泥扒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看到林峰后，2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朝他飞奔来。大神，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死去的是一个男孩子，还剩下1男1女，看样子都是同班同学。这会儿，女孩子快要被吓疯了，披头散发，精神失常。如果林峰不出手的话，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林峰眉头微微皱起，望着史莱姆大军中一只浑身冒着红光、头戴金色王冠的史莱姆，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史莱姆要主动攻击人了。BOSS！ 林峰浑身巨震，眼神意外又惊喜。史莱姆 BOSS 又叫做史莱姆之王，在冒险世界中 BOSS 数量极其稀少，而且等级极高，实力也极强。击杀 BOSS 可以掉落宝箱，打开宝箱可以获得各种奇珍异宝，奖励丰厚。但因为 BOSS 实力太强，还拥有各种超能力的缘故，一般人并不敢轻易招惹 BOSS。而这3个老老实实的学生，不小心碰到史莱姆之王，只能说是倒霉透顶了。正好升级了，要不试一试？林峰稍作犹豫，朝着2人的方向飞了过去，捏住法杖，提了一口气，对准发狂的史莱姆大军，一发火球术精准送上，给爷滚！火球打在了领头的史莱姆身上，领头的史莱姆被打得翻了个跟头，后退了2米。36，升级后伤害值提升了6点，效果明显。但这群史莱姆数量有12只，加上1只史莱姆之王，总共13只。史莱姆之王的等级至少5级，按理说不是林峰现在这水平可以击败的，但考虑到自己拥有保命技能飞行术，也不是不可以挑战一下。万一成了呢？史莱姆大军被林峰的火球术吸引了注意力，放开了2个学生，朝着林峰扑来。2个学生得以脱险，跑到安全地方，回望林峰，感动得五体投地。多谢大神救命之恩，多谢，多谢！呜呜呜！小女子无以为报。
林峰没有搭理两个学生，看了一眼后，收回目光，准备凝神对敌。突然，耳边一道劲风袭来，危险！敏锐的第六感让他全身汗毛都倒竖起来了。迅速回头，瞳孔急缩，只见史莱姆群中飞出一枚篮球大小、宛若肥皂泡的气泡弹，正是史莱姆之王的杰作。从气泡弹的尺寸来看，威力不容小视。靠！该不会被我虐了？不服气，史莱姆之王报仇来了！林峰冷汗直流，很有这个可能，因为他会飞行术，普通史莱姆拿他没办法，而史莱姆之王会远程攻击，这不明显针对他来的吗？情急之下，迅速抬起手臂格挡飞来的气泡弹，砰！跟挨了一榔头似的，只感觉胸口一疼，气血翻滚，晕乎乎的。100！林峰脸色微变，要不是升级后血条变成了120，这一发气泡弹，他可能就无了。跑！来不及多想，给其他2个被救的学生喊了一声后，转身就飞了。史莱姆之王一蹦3米远，朝着他狂追而来。林峰飞出100米后，试图反击，却发现火球术的攻击距离和史莱姆之王的气泡弹攻击距离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要么不去招惹史莱姆之王，要么就要承受史莱姆之王的暴怒复仇。还好，林峰的飞行术来自青衣老者，速度极快，要逃跑的话并非难事，可是要击杀史莱姆之王的话，又显得有些天方夜谭了。不行，得想办法。林峰飞到了高处，拉开了和史莱姆之王的距离，望着史莱姆之王就在下面等着自己，眉头紧锁，犯难起来。伤害太高了，血量肯定也很厚，这怎么杀？不杀的话，难道把 BOSS 拱手让人？对了，我速度快，能不能找机会偷袭试试？林峰咬咬牙，将心一横，从背包里取出系统赠送的3个血瓶，吃了一个，把血条回满，再次朝着史莱姆之王飞去。凭借速度优势，飞到史莱姆之王的屁股后面。火球术，一发火球甩过去，史莱姆之王立马转头过来。气泡弹，吐出气泡弹和火球撞在一起，啪！一声爆炸，气泡弹穿过火球呼啸而来。好强！林峰大惊，明显气泡弹比火球厉害多了，但经过火球削弱后，气泡弹威力有所减弱，速度变慢了。林峰轻轻一闪身，躲开了气泡弹，绕到其他方向，又投下一枚火球术。结果，史莱姆之王扭动身躯，回击了一颗气泡弹，攻击频率和林峰的频率一模一样。林峰尝试了10分钟，横竖也奈何不了史莱姆之王。自己看似有无限 MP， 史莱姆之王好像也有无限 MP， 根本不缺蓝。打了10分钟，打了个寂寞，这下难办了。林峰再次拉开距离，看着虎视眈眈、毫无退意，仿佛要和他大战到地老天荒的史莱姆之王，一个脑袋瞬间变成2个大，速度比我慢，这点毋庸置疑。但火球术总不能贴着脸砸过去，总有施法间隔，威力上又无法和气泡弹抗衡，没用啊！挠头，速度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优势，无限 MP 也不行，主要原因是施法间隔太长。林峰脑海中一丝灵感闪过，似乎想到了什么，望着地上的史莱姆之王，嘴角露出一丝贱笑来。你给我等着，我待会儿就回来。说完，林峰不再停留，朝着一个人多的方向加速飞走了。第6章升级，法师加特林。很快，林峰飞到了一群学生的上空，这群学生有10人左右，前面有抗怪的战士，后面有输出的法师和射手，正在猎杀史莱姆，一次可以同时拉2至3只史莱姆。隔着很远，林峰就捕捉到了魔法光芒。就你们了！拉低距离，林峰盯住了释放魔法的3个青年。这3个青年也注意到了林峰，因为林峰的写轮眼有释放距离限制，太远了看不清楚，必须50米内才可以复制粘贴。这么近的距离，自然会发现天上飞着一个人了。大家认真点，有大神在观战。你才发现吗？我早注意到了。别说话吵我，我特喵的手抖，刚才那一发水球弹应该没歪吧？没注意啊。对了，我刚才那一箭有没有射中？大概什么水平？会不会被笑话啊？我手心手背都是汗，拜托别说话了，越说我越紧张啊。靠，就你紧张我也紧张啊。这大神至少60级吧。飞行术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样飞啊？对了，他好年轻，你们没发现吗？岂止是年轻，帅呆了好吧。花痴，鄙视。林峰耐心围观了一会儿，等几个青年把技能完整释放了一遍。3个青年分别是风系法师、
水系法师和土系法师，没有火系法师，如果有，技能也不能重复拥有。很快，系统提示响起，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水球术。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风刃术。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得刺术。好了，林峰微微一笑，又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飞去。没一会儿就找到一个雷系法师。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雷球术。哈哈，望着技能面板里面多出来的4个技能，林峰开怀大笑，不再停留，原路返回。隔着很远就看到了还在原地跟河豚一样怒气冲冲的史莱姆之王。挺犟的呀。林峰拉近了距离，在史莱姆之王20米外的安全距离停下来，笑道：尊敬的王者，本人林峰郑重向你宣布，法师机关枪正式升级为法师加特林。林峰抬起手掌，手上冒起了一团滋滋作响的雷电法球。史莱姆之王微微一愣，可能和林峰交手了这么久，没发现小子玩得挺花呀。啥时候学的雷电？不是一个法师只能掌握一种魔法吗？当然，复制的除外。好了，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顶得住火球，顶不顶得住水土风雷。给爷死！一声暴喝，林峰加速冲向史莱姆之王，大手一甩，雷球术凝聚成型的雷电法球狠狠朝着史莱姆之王砸去。结果史莱姆之王吐出一发气炮弹，砰！刚打散雷球，却发现画风一转，火球、水球、风刃、地刺，1秒一个，各种魔法技能纷至沓来。5秒的冷却时间被林峰彻底玩明白了。火球术5秒一个，这个没问题。但问题是，我为什么非得只学火球呢？反正不要魔，所有技能通通安排上。这一下，史莱姆之王傻眼了。要是可以骂人的话，一定会骂一声：你小子不讲武德！气炮弹5秒一个，只能抵挡一个魔法技能，其他4个技能没有任何悬念，在史莱姆之王的身上炸开了花。砰砰砰砰，20、15、24、18，伤害参差不齐，但没关系。对于林峰而言，能破防就 OK， 因为也有的是技能，秒速输出，连续不断。林峰围着史莱姆之王360度转圈，密密麻麻的魔法技能不断打出，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狂轰滥炸，残忍至极。史莱姆之王不断施法气炮弹，垂死挣扎，但双拳难敌4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在一个接着一个魔法技能的侮辱之下，血条缓慢下坠，下坠到一半左右，史莱姆之王慌了。此刻的史莱姆之王王冠都被林峰打歪了，转身就跑，跑进了史莱姆群中，企图借助周围的史莱姆分担压力。想跑？林峰冷冷一笑，追杀而上，凭借极快的速度保持稳定的输出节奏，追着史莱姆之王暴揍。1分钟、2分钟、5分钟 ，BOSS 的血条厚得惊人。林峰软磨硬泡，杀了1个小时才把史莱姆之王杀死。砰！一声清脆炸响，史莱姆之王爆了个天女散花，大量的药水、道具、材料、装备散落一地，闪闪发光。在最中心的位置出现了一口高度半米、黄铜色的宝箱，青铜宝箱。与此同时，系统的天籁之音如期而至。叮！你击杀了史莱姆之王，获得经验值加100。叮！全区通知，冒险者林峰在新手历练中击杀了5级史莱姆之王，奖励声望加100，极品装备加1，洗髓仙丹加1，以资鼓励。叮叮当当，林峰的背包中自动添加了系统奖励的道具。与此同时，距离林峰几公里外的1701班，班花徐菲菲还有其他学生们抬头望天，全部惊呆了。谁来着？林峰？重名吧，大哥，怎么可能是林峰？一定不是我们班那个，绝无可能。5级史莱姆之王，我的天老爷，这是新手能杀的吗？开挂了吧，兄弟，你可是新手啊！厉害，太厉害了，难以置信。洗髓仙丹啊，羡慕死了，羡慕死了。这一刻，整个神龙帝国的新手冒险家，还有众多留意系统广播的各大工会会长、势力大佬、集团 CEO 同样呆滞了。一个新手怎么可能击杀5级 BOSS？ 是啊，这才2个小时，正常升级不超过2级，击杀3级怪物都够呛，何况是5级 BOSS？ 来人，马上去查，这事情背后一定有人作弊，如果坐实，必须严惩。查什么查？
作弊的话怎么会有系统奖励？哦，也对，但是怎么可能？这林峰是谁？1个月后大学招生的时候给我好好盯着。是，连10级冒险者也不敢轻易招惹的史莱姆之王，被一个新手击杀了，放在整个神龙帝国也是前所未有的奇闻。另一边，林峰拿着系统奖励的丹药放在阳光下仔细研究起来。洗髓仙丹，哇哦，好东西！洗髓仙丹，洗尽一髓，破茧重生，可以重塑你的资质和根骨。没有犹豫，林峰轻轻张嘴，把丹药吞了进去。呼噜咚叮，使用洗髓仙丹成功，你的基础属性发生变化，请注意查看。第7章，食品根骨开始起飞。再次打开属性面板，林峰大喜过望，我靠，逆天了！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2，经验值100-200，生命150，伤害16，防御9，速度6，潜力点9，声望50，战力黑铁2星，根骨食品，天赋一线生机 H， 一飞冲天。曾经的垃圾属性不见了，所有属性全部拉到了最高。基础属性满格，根骨满格，潜力点补偿9点，战力提升了1个段位，达到了黑铁2星。除了天赋没变，其他全部变了。好肥的 BOSS 啊！林峰大感震撼，这一枚洗髓仙丹可以说让他的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查看背包，检查系统奖励的极品装备，名称清风法杖，品阶极品，属性魔法伤害+45，魔法穿透+8，魔法命中+5，技能简易，该装备5等级佩戴限制。不错，这下魔法伤害更稳了。把法杖拿在手里，林峰跃跃欲试，目光盯住不远处的一只史莱姆。火球术，一发火球术甩了过去，90，史莱姆的血条暴跌了1/5左右。击杀一只史莱姆，原本要10下，现在的话只需要5下，杀怪效率可以说是翻倍了。但实际上，因为同时掌握了5大魔法的1级技能，这意味着林峰击杀一只史莱姆，可能只需要连续释放一遍火球、水球、雷球、风刃、地刺，算下来只需要5秒。真正的效率提升不是1倍那么简单，应该是10倍。老师说的没错，宝刀配英雄，红粉送家人，好装备真是太重要了。林峰又朝着史莱姆之王爆掉的位置走去，查收地上的物品，一件件收进随身背包里面。随身背包是这个时代每个冒险者觉醒以后就自动获得的一个小空间，大小有10立方米，可以自由分配大小。林峰把它分成了100个格子，储存和取出物品都很方便。收进背包以后，系统发出自动提示：定，你获得小生命药水+8，定，你获得小法力药水+5，定，你获得小体力丹+2，定，你获得金钱+105，定，你获得破损的王冠加工物品+1，定，你获得史莱姆之王的唾液任务物品+3，定，你获得强化宝石+3，定，你获得声望勋章+1，定，你获得2级技能卷轴爆裂火球+1，定，你获得普通的头盔+1，定，你获得普通的马靴+1，定，你获得普通的布甲+1。收拾完毕 ，BOSS 出品必是精品，其中3件装备林峰都不用放进去，就地消化了，给自己佩戴上头盔、马靴和布甲。名称普通的头盔，品阶普通，属性魔法防御+10。名称普通的马靴，品阶普通，属性移动速度+5。名称普通的布甲，品阶普通，属性生命值+30。穿在身上以后，安全感提升了不少。其他物品就先放进背包了，就算用不上，但冒险地图上的爆率极低，所有爆出来的物品都可以兑换金钱。对于没有依靠的林峰而言，他不会觉得自己会和钱过不去。随后又朝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走去，青铜宝箱。听说这玩意儿会开出极品，林峰围着宝箱走了一圈，两眼一直在放光。他捡了3件装备，也才普通而已，唯一一件极品还是系统赠送的极品装备，可见精良。极品等装备制造难度和产出难度都不一般。深呼吸一口气，林峰打开了宝箱。这是，两眼一瞪，一颗椭圆形的鸵鸟蛋出现在林峰的眼前。宠物蛋。林峰的脑袋上出现了3个问号。晕，咋没听说还会开出宠物蛋的呀？不是说宠物蛋爆率为0，开箱率不到1%，还能被我碰上欧皇附体？林峰呆住了，盯着宠物蛋看了半天，金闪闪的，好像有些古怪。
查看物品数据，露出一行简单的信息：史莱姆之王宠物蛋未孵化。不管了，孵化试试。把宠物蛋抱出箱子，默念孵化。孵化失败，请用血迹孵化。血迹，讲究啊！林峰无语，这才回忆起脑海中零零星星的血迹信息，咬破食指指尖，挤出一滴鲜血，滴落在宠物蛋之上。叮，孵化成功，你获得新宠物史莱姆之王+1。被鲜血滴落的地方开始出现一丝丝蛛网状的裂缝来，噼噼啪啪，扑叽！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一坨浅蓝的果冻直接飞到了林峰的脸上，橡皮泥一样在林峰的脸上亲热的蹭来蹭去。这就是史莱姆。林峰露出了笑容，把果冻扣下来，放手里端详起来，好像挺可爱的啊。拳头大小，圆滚滚，软糯糯，水汪汪，还会眯着眼睛笑。查看属性：宠物史莱姆之王，未命名，种族兽，等级1，经验值0-100，生命10，伤害1，防御1，速度1，潜力点0，战力黑铁1星，品级 G， 天赋吞噬 SSSSS 级，吞噬一切物品，提升自己的属性和能力。技能普通攻击，气泡弹吐出一团气泡，造成100%魔法伤害，射程10米，冷却 5S， 消耗 MP5。咋一看这坨果冻挺垃圾的，再一看，等等 ，SSSSS 级天赋，没搞错吧？这真的是我的宝宝？林峰瞬间傻眼了。按照宝宝品级分类 ，ABCDFG 7个等级 ，G 级史莱姆绝对是垫底的。可事实上，眼前的史莱姆宝出其不意，剑走偏锋，一个 SSSSS 级的吞噬神级，将他的潜力彻底拉满。只要用心培养，很快就会成长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怪胎，甚至碾压神兽。死！林峰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好半天才平复下来。叫你什么呢？看着果冻一般的史莱姆之王，略微沉吟，那就叫你果果吧。正满心欢欣把玩着果果，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几道陌生的人声。BOSS 在哪里？就在这边。咦，怎么不见了呢？ CNM， 你忽悠我们？不，大哥息怒，我刚才真的看到在这边，绝不会错。闻声看去，5个男子一脸阴沉的朝着这边走来。发现他以后，表情一愣，又看到了地上打开的宝箱，几人对视一眼，不由分说把林峰团团围住。小子，我们先发现的 BOSS， 谁让你动手的？第8章等级狂飙，开始冲榜。你们先发现的？林峰想了想，可能是他去复制技能的时候，有人注意到史莱姆之王了。但史莱姆之王并非一个人可以处理的，于是跑回去搬救兵。他刚一杀完，恰好这群人也到了。看着眼前的5人，领头的青年身着小西装，气质冷傲，目光阴鸷，没有多余的表情。他胸口处挂着的一个鎏金吊坠，耳坠上佩戴了一枚银色带钻石的耳饰。如此精美的配饰，恰恰在说明这小子身份肯定不简单。和林峰一样，青年也是初出茅庐的学生，但因为家境不同，起点并非是一样的。眼前的青年明显就是一个有爹的富二代，战斗力可能已经超过青铜1星，达到青铜2星了。这个 BOSS 也没写你们的名字吧？我不能杀。林峰又补充了一句，同时背着手不动声色地收起了果果。小子！一个带路的青年跳了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臭骂道：老子就说怎么半天找不到 BOSS， 你他妈的抢怪 CNM 的。回头又对领头的西装青年说：大哥，这小子把 BOSS 抢了，你看箱子还在呢。西装青年微微点头，目光看了一眼箱子，又看向了林峰。看到林峰身上穿着的普通布甲、普通头盔，还有普通马靴，眼神中掠过一丝不屑。掉的东西都交出来，然后滚！青年冷冷说道。林峰先是一愣，随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可能这个富二代并不知道5级史莱姆之王到底是什么实力吧。和很多富二代一样，刚开始甚至都觉得3级的巨化山狼不过如此。真正遇到巨化山狼的时候，一个回合就一命呜呼了。这周围也没什么人。林峰左右一看，又缓缓望向西装青年，微微眯缝眼睛：你确定要来抢我的东西？那青年神色一厉，呸了一口唾沫：别他妈废话，给不给？林峰退后了一步，拿出清风法杖，紧握在手，冷笑道：我辛辛苦苦打来的，说给就给。笑话！说到最后，林峰眼角横肉狂跳，一股狠劲一下子就上来了。给？绝不可能。而这富二代可能在学校里作威作福惯了，丝毫不把林峰的警告当回事。妈的，给我上！一声令下，
几个青年拉开架势，朝着林峰攻来。总共5个人，一个拿剑的剑客，一个拿匕首的刺客，一个拿弓的弓箭手，2个拿魔杖的法师。而青年的职业正是一个法师。青年摸出一根金色法杖来，盯住林峰，冷声唱道：“伟大的火精灵啊，听从我的召唤。”这是魔法施术的过程，有一定时间。而林峰的复制技能连施术时间都省了，孰强孰弱，不言而喻。不等几个人攻击到来，林峰再次朝周围看了一圈，确定没什么人目睹现场后，下一秒火力全开，没有任何吟唱，大手一挥，火球术、水球术、雷球术、风刃术、地刺术，5个技能，1秒1个，朝着青年狂袭而去。五颜六色的技能绚丽夺目，迷人又危险。青年魔咒还没念完，抬头一看，傻眼了，什么鬼？这尼玛！还没骂出声，被一枚碗口大小的火球打得当场冒烟。90，青年的头顶一根不长不短的血条，一半的血线没了。第2个魔法技能接踵而至，砰！水球对准青年的胸口，狠狠撞去。青年离地30公分，倒飞而回，嘴里狂喷鲜血，躺在地上没了声息。其他4个青年全部惊呆了，望着林峰不断挥舞法杖，1发、2发、3发，魔力直向是不要钱似的，无缝释放，狂轰滥炸。这时候他们可能明白为什么眼前的男人可以单挑史莱姆之王了。可是晚了，砰砰砰，一枚枚魔法球相继轰在了其他几个青年身上，几个青年血条暴跌，1秒残血，2秒就被送走了。不出半分钟，5个青年全部倒下，曝尸荒野。林峰继续抬头，朝着周围一看，没有看到任何人影后，把头盔往下扯了扯，一声不吭，匆匆离开了现场。天色正在逐渐变暗，末日后的世界，夜晚会有一轮苍月，大地镀上银白色的光辉，不算黑暗，却也足够冷清。林峰脸色冷漠，在一处被封山坡猎杀2级的小哥布林，等级达到2级后，又有极品魔杖，杀怪速度快了很多。小哥布林的血量在600左右，只需要攻击8次，小哥布林必死。因此，林峰没有飞在天上猥琐杀怪了，而是背靠山坡，肆意轰炸周围的小哥布林。爆炸的声响会惊动附近的小哥布林，不需要拉怪，这些怪物听到动静后又会哇哇乱叫着跑来，挥舞着木棍子，不断加入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林峰等级升到了3级，熟悉的力量又来了，全属性再次提升了不少，还获得了10个潜力点。潜力点，好东西啊！林峰把所有潜力点全部加给了伤害，没有点防御。道理很简单，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继续埋头杀怪。只见一个又一个魔法光芒四射，威力十足，在哥布林的怪群中炸开了花。可以说，林峰一个人的火力比10人的普通新人战队还要猛。哇哇，滋滋，吼吼，攻来的哥布林惨叫连连，很快就化为一团团无色的能量，融入了林峰的身体中。升级后，伤害又提升了5点，加上潜力值增加的20点伤害，现在击杀一只小哥布林只需要6下了。林峰面色冷酷，脑海中闪过各种数据。此时的他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学渣，更像是一个冷静、沉着、一丝不苟的学霸。每发魔力弹可以击退小哥布林1米左右，连续攻击小哥布林，小哥布林就无法靠近我3米范围内。去掉小哥布林的移动速度，我最多只能同时攻击3只怪。想到这里，林峰又看了看3级到4级的升级经验值，0500，升级难度提升了，不过还能接受。小哥布林一次只提供2点经验值，他很快就计算出，升到4级只需要击杀250只小哥布林，想想就有点小激动。这样的升级速度绝对不算慢了，应该能追上升级大军的第1梯队。不过也不知道其他人现在什么进度了。想到这里，林峰点开了社交频道，里面有帝国、安全区、班级、战队、好友聊天功能，还有一个排行榜功能。刚一打开，一连10条置顶消息，触目惊心。班级公告：何洁被3级巨化山狼击杀。班级公告：李佳琦被3级巨化山狼击杀。班级公告：何勇被2级小哥布林击杀。班级公告：王超被1级史莱姆击杀，其中王超死得最惨，死于1级史莱姆。这种情况下，死的时候估计都得用带血的手指在地上画一个惨字才能瞑目。略过这些系统默认的置顶消息，林峰很快就发现群里竟然有很多艾特自己的消息，
陆玉林峰，林峰别装死，是死是活，冒个泡。赵平哲林峰，草死垃圾，说个话啊！刚才系统提示那个人是不是你？刘凯赵平哲，做梦去吧！要是我们班林峰，我直播吃翔3斤。廖华刘凯，一样，我倒立吃翔3斤。张丽萍，别催了，我要是林峰，我早出来说话了。陆玉张丽萍，哈哈，说的有道理，这年头叫林峰的真多，我刚看排行榜上根本没看到林峰的名字，又怎么可能击杀5级 BOSS？ 张丽萍，排行榜，天啊，辣眼睛！我不要看排行榜，我能活着返回安全区就心满意足了。吴娜，我支持张丽萍，希望大家都能活着回去。没有搭理这些消息，林峰直接跳到了排行榜上，榜单之上，一个个卧龙凤雏跃然其上。第9章杀入100强，班花主动邀请。排行榜可以看到各区最强的100人名单。第1名莫冷1班5级，第2名雷浩然4班5级，第3名于笑笑7班5级，第4名吕雪1800班4级，第5名周子良1200班4级，第99名肖雄1500 3级，第100名徐菲菲1701 3级，第100名也才3级，和我差不多，算是跻身第1梯队了。林峰心里暗暗点头，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卧虎藏龙，有很多天赋惊人、背景实力雄厚的新人，他本来就一穷二白，要追赶上去难度不小。而且倒霉的是，他们班级所走的路线遇到了狼群，伤亡惨重，升级节奏也断了。后面他为了击杀史莱姆之王，也耽搁了不少时间。现在能靠近100强名单，已经很不错了。10万人中的100强，也算是千里挑一的强者了。再努力，连徐菲菲都进入100强了，我应该也快了。想到这里，林峰心态沉稳了一些，手上的动作也不含糊。火球术、水球术、雷球术，抬起魔杖，对杀来的小哥布林怪兽们一顿狂轰滥炸。在他身边2米左右的地方，果果也在帮他卖力杀怪。果果还小，现在才1级，杀起怪来奶凶的，会狠狠撞击怪物，还会喷射熟悉的气泡弹，每次攻击都能造成1的伤害，算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了。林峰把果果放在身边，其实就是在帮果果混经验。每次怪物死亡的时候，一部分无色能量会进入果果的身体里面，果果的经验值也在逐渐提升。杀了一会儿，林峰看果果累得气喘吁吁，瘫在地上吐出小舌头，笑道：咋就不动脑子呢？你最厉害的能力明摆着是吞噬啊，放着技能不用，杀怪能有什么效果？果果眼珠子转了一圈，从眩晕的迷茫状态慢慢变成了醒悟和兴奋的状态，小脑袋一转，发现怪物群中不知什么时候掉落了一瓶药水出来，蹦蹦跳跳跑过去，跳到了药水的上面。吞噬中，林峰看到果果进入了一个特殊状态，身上出现了淡黄色很浅的提示字眼。下一秒，生命值+1，果果头顶冒出了一行绿色的小字，飘过去就消失不见了。果然，这货要发育起来还得放开了吃才行，而且什么都能吃，也不忌嘴，5角吞金兽啊！林峰露出了苦笑，有些无奈，也有些惊喜。一瓶药水就可以让果果生命值+1，那果果胃口实在是太好了。小小果冻，潜力无限。你先别升级了，果果，这些东西我也懒得捡，你就帮我收拾收拾，药水、道具什么的就吃了，装备的话给我送过来。果果退回来2米，鸡果叫了一声，算是答应了。林峰笑了笑，再次把目光投向小哥布林群中，法杖频繁挥舞，不断落下一个个经过魔杖增幅后的魔法技能。120、110、105，小哥布林们被杀得节节败退，很少杀到林峰3米范围内，偶尔杀过来了，制造了一些混乱。但林峰默默计算着每一只小哥布林头顶的血条，先杀残血，再杀其他不长眼的，慢慢又击退小哥布林的进攻。最危险的时候可以做到以1挡4，超过4只小哥布林的话，林峰只有招呼果果赶紧撤了。砰砰砰，轰轰轰，啊！山坡之下，林峰的冲击之旅一刻不停，1个小时左右，一道华丽的光芒洒下，大量的力量涌入身体中，揭示着他的肌肉，清醒着他的耳目。林峰浑身一震，又升级了。低头一看，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4，经验值01500，生命280
伤害88，防御16，速度9，潜力点10，声望50，战力黑铁2星，根骨食品，天赋一线生机 H。 在技能面板中可以看到自己掌握的技能，技能飞行术、火球术、水球术、雷球术、风刃术、地刺术。另一边，果果的头顶一道七彩华光一闪而逝，融入他的身体中。叮，你的宠物果果升级了，果果也2级了，但捡了一个小时的垃圾。果果属性已经远超2级属性了。果果回来。林峰把果果叫回来，查看了一下果果属性：宠物果果，种族兽，等级2，经验值0200，生命45，伤害5，防御4，速度2，潜力点1，战力黑铁1星，品级 G， 天赋吞噬，技能普通攻击，气泡弹。不错呀。林峰摸着果果的脑袋，果果眯着眼睛，舒服地瘫软在他的手掌上，像是要融化了一般。仔细观察，发现果果还长大了一点，原本只有拳头大小，现在有碗口大小了，应该会随着等级提升，逐渐长成半米直径左右的成熟体史莱姆。正准备关闭属性面板，突然右下角聊天频道内滴滴答答，细小的系统提示音响个不停，这是有人在艾特他。点开系统提示一看，班级群里炸开锅了。陆玉特大新闻，特大新闻，林峰上排行榜了，快看，林峰上排行榜了。柳宁城，真的是我们班林峰啊，比菲菲还高了。张丽萍林峰，我先说好，我从没说过你坏话啊。对了，我好像记得谁说要吃翔3斤，微笑。刘凯张丽萍，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廖华林峰，我不信，除非你带我升1级，我才心服口服。王散林峰，大哥可以带我飞一下吗？坐标 413.623， 跪求了。吴娜林峰，林兄，还有我。赵日天林峰，林哥，以后叫我小赵就可以了。班级群彻底裂开了，其中心态最为崩溃的还是曾经的班花徐菲菲了。徐菲菲不仅人美声甜，乖巧懂事，还一直是班级里的最强学霸。高中3年，任何理论科目、实践科目成绩都是第一。如今倒好，被一个林峰给抢走了。在消息中间，最醒目的一条消息还是来自徐菲菲的邀请了。徐菲菲林峰，方便一起组队吗？不愧是班花，惜字如金，气质拿捏得死死的。但一句话就把态度表露出来了。林峰打开排行榜，果然自己的名字出来了，而且刚好压住了徐菲菲一头。第1名莫冷1班5级，第2名雷浩然4班5级，第3名于笑笑7班5级，第4名吕雪1800班5级，第5名周子良1200班5级，第99名林峰1701 4级，第100名徐菲菲1701 4级。100强了。林峰微微一愣，看着徐菲菲发来的邀请，犹豫了一下，回复道：你在哪里？第10章第2神技透析之眼。1刻钟左右，林峰找到了徐菲菲。徐菲菲身边不止他一人，还有另外4个学生，都是班里的学霸，2男2女，分别是杨金宇、曹武、柳宁城和张丽萍。杨金宇是班长，一个笑容满面、令人如沐春风的公子哥。曹武不太喜欢说话，跟个木头人似的，板着脸，有种生人勿近的感觉。柳宁城是个 JK 萌妹，身材苗条，偶尔有几分神经质。张丽萍温文尔雅，情商高，班级里的交际小能手。这样一个5人小队，结构挺牢固的，难怪起点不高，徐菲菲还能冲上前100。并非徐菲菲个人实力强，团队力量也是功不可没的，挺热闹的呀。林峰走了过去，礼貌笑道。徐菲菲回头看来，露出了甜美笑容，歪歪偏头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老师说了，只有合作才能提高生存率，倒是你。停顿了一下，直言道：这么厉害，一个人都杀上100强了。杨金宇大笑道：哈，我早说了，林峰这小子不简单，你们不信，这不实锤了吧？柳宁城看他的眼神不无幽怨，好家伙，都4级了，要不是系统把你揪出来，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张丽萍，别说那么多了，林峰，史莱姆之王报了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瞅瞅。曹武斜眼看来，对，给看看没？几人你一言我一句的，有些意外的热情。林峰倒也没有见外，拿出果果，这个鸡果。果果从他的手里跳到了他的肩膀上，很配合的冲几个同学叫了一声哇。这一下3个妹子惊呆了。
下一秒，像是见到崇拜了10年的爱豆一样，朝着林峰撒腿奔来，瞬间就把他围在了中间。即便是高冷少语的徐菲菲，看果果的时候，两眼都在放光，小手蠢蠢欲动，无处安放。宝宝，对对，是宝宝，真的是宝宝耶！羞羞，羞羞，好可爱，可爱死了啊！林峰，我可以摸一下吗？就一下，一下就好了。看得出来，妹子都要被果果给萌化了。杨金宇和曹武脸上露出无法掩饰的羡慕之色，深藏不露啊，兄弟，宝宝都有了。强！林峰苦笑道：“只要他不介意，我无所谓。”林峰想多了，果果这小 SP 怎么会介意3个美妞的抚摸？张丽萍很干脆的把果果抱进了怀里，果果也毫不客气，在张丽萍的身上挤来挤去，开了一身油水。徐菲菲和柳宁成，你摸一下，我摸一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好 Q 啊！9494，跟果冻一下。对了，林峰，他叫什么名字？我猜叫萌嘛。球球，肯定叫球球。叫果果。林峰无奈道：“果果，哇，真好听。是啊，太好听了，就叫果果。哎呀，没想到林峰还挺浪漫的嘛，羡慕了。什么时候我能有只果果这样的宝宝？听说宝宝很贵啊，没有历练前也无法培养，就算有宝宝，宝宝要分经验，一般人可养不起。是的，这样，林峰，以后你就跟我们混了，果果归我，其他归你。哪有什么其他？要不你归他吧？放屁，明明是你想归他。哈哈，嘻嘻，几个妹子闹成一团。这个地方是一个刷小哥布林的地方，周围怪也不多。夜晚的时候，所有冒险者的体力都会大幅下降，即便有充足的体力单，也无法补充上来，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才能继续杀怪或者冒险。我看今天就先到这里，要不多休息一会儿，明天再继续升级。杨金宇走上前来提议道。徐菲菲点头，其他人纷纷答应。那就这么定了。林峰看出来了，徐菲菲5人中并没有自然领袖，是班长杨金宇负责提意见，其他人献言献策，一起决策，加上几人的实力和底子都不差，在这里混一混，他觉得还是不错的。当然，林峰可不是为了班花的邀请来和班花发展关系的。徐菲菲为他贡献了一个火球术，听说徐菲菲还会3级魔法火云术，这意味着徐菲菲一定掌握了火系魔法的2级魔法爆裂火球。这2个魔法，林峰必须拿到手。但是魔法等级越高，对施术者的要求就越高。爆裂火球要5级才可以施展，火云术要10级才可以施展。这也是为什么面对狼群，徐菲菲只会使用火球术的原因，因为等级不够，魔力值跟不上，达不到释放魔法的最低要求。除此之外，林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找一个稳定的栖身之地。他最强大的能力并非写轮眼，而是梦境寻宝。但问题在于，要做梦的话，必须有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本来他想把果果培养起来，睡觉的时候让果果保护自己，但看着只会在徐菲菲3女身上揩油的果果，短时间内是别指望果果能有什么出息了。而混在徐菲菲等人身边，有同伴相互保护，安心睡觉就问题不大了。今晚的话，我和曹武轮流守夜，你们就先休息。还有你，林峰。杨金宇走过来拍了拍林峰的肩膀，热情道：“以后多多指教啊。”客气了，都是同学。林峰笑了笑，随后不再耽搁时间，一群人找了一处偏僻的山壁。林峰从背包里取出系统自动发放的帐篷，就地入眠了。至于其他人，刚开始都睡不着，在外面叽叽喳喳聊天，但慢慢的，众人也意识到要在这个末日世界活下来，不休息是不行的。随着月亮升上中天，周围渐渐安静下来，各自睡去。夜色凄迷，万籁俱寂，林峰早已进入梦境，迷迷糊糊中进入了一个逼仄的洞穴。穿过洞穴，熟悉的山洞再次出现了。山洞中仙气飘飘，白雾皑皑，雾气流动间看见了一个国色天香、半遮半掩的女帝，还是上次那个女人。她半卧在石床上，半醒半醉，姿态慵懒，白纱长裙，可爱连足，修长美腿，若隐若现，只不过冰冷的俏脸残留着一丝杀气，居高临下俯视着她，轻启檀口，声音飘出：“再给你一次机会 ，SSSSS 级技能，终极冒险套装，还有我，你是要？”林峰没有任何犹豫，大步上前，又一个耳刮子扇在了女帝的脸上。别废话 ，SSSSS 级技能，叮！你获得新技能透析之眼，透析之眼 SSSSS 级，透析一切属性、宝藏以及弱点。第11章，弱点攻击，招招暴击，透析之眼。
从睡梦中醒来，林峰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笑容。搞不清楚这又是什么逆天技能，但不管了，只看这个5S 前缀，那就一句话，牛逼就完了。胡思乱想中，想着要不要回去再搞一些神器、神装、神丹之类的，但和之前一样，横竖睡不着了。这么说来，每天只能进入梦境一次了。摇摇头，放弃了入睡想法，打开排行榜一看，第一名雷浩然4班6级，第二名晋胜13班6级，第三名吕雪1800班6级，第四名邱成龙305班6级，第99名王林星1499班5级，第100名枭雄1500班5级。多少？林峰一愣，下一秒整个人瞬间直起身来。我靠，这些人疯了，不睡觉连夜刷级。排行榜上的第一名赫然已经6级了，其他人咬得很紧，好几个6级的正在全力争抢第一。原本的榜一大哥好像叫莫什么了，挺有逼格的，现在已经掉出前10了，而他和徐菲菲被甩出了100强之外。这么拼的吗？不至于吧。林峰两眼错愕。对了，好像最先升到10级有一个宝箱奖励，历练结束后等级最高的新人也有排名奖。查看背包，在背包的角落里，林峰找到了系统赠送了2口宝箱。等级宝箱10级后打开时间越早获得的奖励越丰厚。排名宝箱新手历练结束后自动开启，等级越高获得的奖励越丰厚。根据经验，系统出品必是精品，比如自己正在使用的清风法杖，难怪咬这么紧。算了，我也得抓紧了。林峰拉开帐篷，朝外面一看，天上月轮昏暗，星辰寥寥，看起来差不多是凌晨5点左右。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轻微的爆炸声。走出帐篷，原来徐菲菲、柳宁成等人早就醒来了。5个人结成战斗小分队，正在拉怪、杀怪、猎杀附近的小哥布林。走近以后，徐菲菲注意到他了，回头来忙说：“你醒了呀？不好意思啊，看你睡得沉，没喊你。”说着挥舞魔杖，一发火球术打出去，把杀来的小哥布林爆掉了。没事，我这性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林峰挠头，噗嗤。徐菲菲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哈哈。张丽萍大笑道：“你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嘛。”柳宁成像是有点起床气势似的，不满道：“睡觉有什么错？哼，要不是看其他人升级太快，我还想向林峰学习呢。”杨金宇热情招呼道：“林兄，你是法师是吗？要不和菲菲站一起打后排？”杨金宇是一个剑客，比较有绅士风度，在前排和小哥布林打得有来有往，偶尔粗心大意会被小哥布林一棍子敲猛，又换曹武顶上。另外，张丽萍也是法师，柳宁成是弓箭手，2个前排，3个后排，整个队伍还是很有节奏感的。不用，林峰拒绝了杨金宇的邀请，他不是来和他们一起刷怪的。又说：“我也是法师，再和你们一起的话，前排就顶不住了。”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石林：“我去那边刷，咱们不用隔太远，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杨金宇一惊，朝着林峰手指的方向看去：“那要不你带个人去？带曹武去？还是你一个人？”徐菲菲和柳宁成望着他，眼神中有些担心。张丽萍笑道：“他还需要什么帮手？他一个人杀了5级的史莱姆之王，你们忘了？”徐菲菲浅浅一笑。柳宁成嘀咕道：“要不带我去？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大腿。”“那我们4个怎么办？”杨金宇愣道：“好了好了。”林峰摆摆手：“你们就在这边，我有果果，能行？好吧，那你小心，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告别徐菲菲等人，林峰独自朝着石林的方向走去。在石林外一处怪物较为密集的地方停下来，徐菲菲等人也在看着他远去，发现他选择的位置怪物数量巨多，一个个头皮发麻，瞠目结舌。不会吧，林峰要在那里刷怪？那里至少5只哥布林，他顶得住？是啊，我们5个人最多只能拉2只哥布林，他一个人想抗5只，相信我，这家伙可能是个变态。校长当时想的没错，唯一一个 H 级天赋的男生怎么可能是泛泛之辈？好了，别管他了，大家看着前面，小心怪物。林峰抵达了目的地，观察四周，这里的怪物数量很多，每次拉怪可能会面对5只小哥布林的进攻。从昨天的经验来看，他每次最多只能顶住4只小哥布林，5只的话就有点赶鸭子上架了。但是他已经找到应对办法了，那就是透析之眼。林峰在安全距离外停下来，打开透析之眼，朝着一只小哥布林看去。正常情况下，怪物只会显示名字，
血条以及血条颜色。颜色分为红、绿、灰，代表着危险、困难和正常。但此时，在透析之眼下，林峰却看到了小哥布林的完整数据，连底裤都给小哥布林扒下来的那种。怪物透析：小哥布林，种族兽，等级2，经验2，属性透析：生命580，伤害25，防御12，速度8。爆率透析：小生命药水+1。弱点透析：两腿之间必定暴击。怪物评语：能打不算本事，能生才叫牛逼。哥布林祖训。怪物数据瞬间就一览无遗了，这也太强了吧！林峰看得目瞪口呆。透析之眼不仅让他看到了怪物的全部属性，还能看到怪物弱点，攻击弱点必出暴击。更浮夸的是，居然可以提前看到怪物要掉落什么宝贝，这不是挂吗？林峰又尝试了一下去透析其他怪物，发现哥布林的基础属性都差不多，但爆率透析却有很大区别，有的什么都不掉，有的会掉落药水、物资、金钱，没看到掉落装备的。不是说没有，应该是概率极小，普通小哥布林几乎不掉落装备。这么搞的话，以后杀怪可以直接捡贵的杀了。林峰思绪电转，他有点明白这个技能该怎么用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了。最强大的一点，不是看破弱点，应该是爆率透析。这个属性让他可以在亿万怪物中找到产出最高的那只怪物，提前知道自己可以获得什么回报，想要什么就一定会产出什么，又能节约时间，又能提高效率，用得好的话，收益将是极为惊人的。不愧是5S 技能，果然牛逼。等等，林峰一惊，只见一个小哥布林似乎不能忍受他极具侵犯的目光，挥舞着木棒，带着七姑八婆朝他杀来。我就看看，又不犯法。靠，非礼勿视啊！找死！法杖一挥，火球出手，新一天的战斗正式开始。第12章，潜入石林，打开新战场。掌握弱点攻击以后，林峰的攻击变成了招招暴击。哦！小哥布林凄厉的惨叫声隔着很远，都让徐菲菲等人听得毛骨悚然。这声音怎么这么瘆人啊？杨金鱼只感觉菊花一紧，胯下微凉，咋整出杀猪叫来了？难道林峰杀的怪和我们杀的不太一样？应该是一样的，但这叫声也太惨了，痔疮手术都没这么惨啊！别说了，我瘆得慌。火球、水球、雷球，连绵不断的攻击朝着哥布林的马赛克部位不断招呼而去。每次攻击打得小哥布林一蹦3尺高，扔掉棍子，捂着下面嗷嗷乱叫。不少小哥布林被打得直接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如遭重创一般，丧失了全部战斗力。暴击300，暴击286，暴击324，只要2秒就可以击杀一只小哥布林。周围的怪物源源不断涌向林峰，林峰背靠着石壁，不断挥舞着法杖，一个又一个魔法把涌来的怪物们全部击杀。怪物死后化作一团团无色的能量，在消散的时候自动朝着林峰飞来，融入他的身体之中。部分怪物死后会掉落一些奇怪的物品，还有道具。林峰没有理会，一团水汪汪的果冻像是嗅到了骨头的修狗，蹦蹦跳跳找到掉落的物品，瘫软在物品之中，把物品吞噬进身体之中。头顶还不断闪过绿色的数字，生命+1，伤害+1，防御+1。时间1分1秒流逝。4级升5级的经验值要求很高，要1500点，但林峰的升级速度快得惊人，约莫半个小时左右，一道华丽的力量之光从天而降，落在了他的身上。5级了，定，你的等级提升了。林峰心头微颤，但脸上不见一丝表情，继续拉扯小怪，蛇皮走位，暴躁杀怪。为了提升伤害，他把升级后获得的潜力点再次分配给了伤害值，加上升级带来的属性提升，总共提升了40点左右，平均可以打出暴击340左右的伤害来。击杀小哥布林依然是2下1只，就这么杀了一会儿，突然林峰抖了个机灵，不对啊，多少？耳边的系统提示让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仔细一听，定，你击杀了小哥布林，获得经验值1点，不应该是2点吗？对了，我已经5级了，而小哥布林才2级，难道是等级差距太大，削弱了获得的力量？有这个可能。林峰在课堂上踢梦脚的时候，偶尔也听老师提起过，怪物的能量和人类能量有一个匹配度的问题，如果等级差距太大，会导致能量强度不匹配，明明怪物也掉落了能量值，但实际上给人类提供的升级经验却会变少，该换个地方了。
林峰放下了魔杖，继续在这里杀怪，已经收益不高了。抬起头，朝着徐菲菲等人看去。因为杀怪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移动位置，现在已经距离徐菲菲等人有点远了，只能大概看到徐菲菲等人忽明忽暗的身影。算了，不管他们了，反正也没什么危险，待会再去找他们。想到这里，林峰收回思绪，正准备换个地方，突然身后一道疾风袭来，是石林。来不及反应，只感觉肩膀上传来一阵剧痛之感，扭头一看，一支锋利的剑簇扎在自己肩膀上，50血条被打掉了1/10，哪来的老硬币？林峰先是一惊，随后勃然大怒，回头看去，在石林的缝隙中发现了偷袭的始作俑者。那是一只身高 1.6 米左右、机灵古怪的绿皮怪物，看模样依然是哥布林，但手握弓箭，穿着破烂皮甲，脸色苍老，瞳孔阴狠。透析之眼打开，怪物透析，大哥布林，种族兽，等级4，经验6，属性透析，生命850，伤害65，防御28，速度15，爆率透析5，弱点透析，两腿之间必定暴击。怪物评语：呵，人类，卑贱的种族。吉尔特，4级怪物。林峰微微清醒了几分，退后2步，重新打量着眼前的石林。石林中一根根楼高的石柱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石柱歪歪斜斜耸立在大地上，上面缠绕着各种藤蔓植物，像是森林一般苍翠葱绿。而这里生活的怪物正是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末日生物——大哥布林。看着大哥布林手里拿着的武器，林峰知道来活了，拿起魔杖，一发火球术就朝着林中的大哥布林扔去。大哥布林身法矫健，朝着边上躲闪，竟然让开了火球轨迹。火球落空，但下一秒，一发接踵而至的水球狠狠砸在了大哥布林的胸口。砰！大哥布林跌跌撞撞后退3步，头顶冒出一个血红色的数字，120，有点水平。林峰冷冷看着大哥布林，眼前的怪物穿戴了装备，身法灵敏，可以躲避弱点的位置，对魔法的抗性明显提高，还擅长弓箭，一看就不是那么好惹的了。那就让我看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魔法多？林峰恶狠狠扯掉了肩膀上的剑矢，再次挥舞法杖。雷球术，一发雷球出手后，法杖急挥。地刺术，锋刃术，连续3道魔法前仆后继攻向了大哥布林。大哥布林慌忙抬起弓箭来，射出一箭，在打飞了雷球术后，力量抵消，弓箭和雷球术都消散了，但剩下的2个魔法却不受阻拦的继续前行。大哥布林试图射箭反击，可是来不及了。砰砰，2声闷响，大哥布林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条损失了接近1半。小样，让你再搞偷袭，给我死！林峰又甩出5发魔力弹，大哥布林躲掉了1发，射掉了1发，但拿另外3发就没办法了，还被第3发魔法命中了致命部位，打出了暴击伤害230，血条跌空，一头倒地。足！林峰走了上去，看了一眼地上缓缓消散的尸体，尸体消散后，化作微弱的力量融入了他的身体中。丁，你击杀了大哥布林，获得经验值6，还行。杀1只大哥布林等于杀6只小哥布林，1只更比6只强，那就在这里刷怪吧。回头看了看石林外的小哥布林们，林峰微微摇头，手握法杖，大步朝着石林中走去。至于果果，跟在他的脚丫子后面蹦蹦跳跳，也一起进入了石林之中。第13章，后来居上，进入10强。石林中的怪物也是哥布林，但等级来到了4级，比小哥布林提升了2级，属性强度几乎翻倍了，击杀难度大大增加。林峰杀入石林后，杀了半个小时左右，朝周围一看，擦，迷路了。石林中杂草横生，曲径通幽，通道的模样几乎一模一样，看不出什么区别。走着走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打开排行榜查看进度，第1名莫冷1班6级，第2名雷浩然4班6级，第3名吕雪1800班6级，第4名晋胜13班6级，第5名邱成龙305班6级，第87名林峰1701 5级。在87名的位置，林峰看到了自己，也不算很落后。今天的话，升到6级肯定是没问题的。5级到6级的升级经验要求是5000点，只是击杀大哥布林的话，要击杀800多只。石林中
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碰到零零星星的大哥布林，一路杀来，林峰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突然，前方的岔口处一个奇怪的火盆吸引了林峰的注意力。火盆？怎么会有火盆？望着高度 1.5 米，由石柱搭建，顶部有凹槽存放兽油，正烈烈燃烧的火盆，林峰眉头微微皱起。难道哥布林有自己的文明，或者说组织？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说……林峰眼睛一亮，有 boss！ 哈哈，我他娘的真是太聪明了！林峰咧嘴一笑，既然这里有火盆，哥布林有一定文明特征的话，那么可以推断出此地一定有一个类似于王的存在，那就是 boss。一想到 boss 会掉落各种宝贝，林峰顿时来了精神。正在这时候，哦，最前方的石林中杀出一个手握剑盾的大哥布林。见过弓箭手哥布林，对于拿着左手盾牌右手短剑的哥布林，林峰还是第一次见。透析之眼先开为敬。怪物透析，哥布林护卫，种族兽，等级5，经验8，属性透析，生命1050，伤害80，防御49，速度18。爆率透析，中生命药水加1，弱点透析，两腿之间。怪物评语，哥布林禁地，闲人止步。拉多维尔，好家伙，5级了。林峰稍微退后了一点，眼神微凝，不等哥布林卫兵靠近，法杖一挥，连续不断的魔法攻击朝着对方狂轰滥炸而去。10秒不到，定，你击杀了哥布林护卫，获得经验值8。捡起地上的一瓶中生命药水，看了看身后嗷嗷待哺的果果，馋的你小子，扔给了果果，摇摇头，不再停留，径直朝着哥布林护卫出来的方向走去。走出20步开外，前方的哥布林护卫数量激增，一次性冲过来7至8只哥布林护卫。这么多的吗？林峰眼睛一亮，心里又兴奋道，那说明我找对地方了， boss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看对方人多势众，林峰也不慌张，一边后退一边释放魔法。对方看似人多，但火力上和林峰不在一个层面。等完全跑到了林峰跟前的时候，数量只剩下一半了。哦！愤怒的哥布林挥剑砍向了林峰，却见林峰身体一轻，腾空而起。没想到吧，爷还会飞。林峰笑看着这群傻子怪物。哥布林护卫等级看似不低了，防御和攻击力都很不错，但他的飞行术是60级才能学习的高级技能，对于大部分低级怪物而言，称得上是降维打击。只要没有远程攻击，他就是无敌的存在。而石林中除了拿着弓箭的大哥布林，这些哥布林护卫全部是近距离战士，在林峰目前就属于活靶子了。正好拿你们升级也不错。林峰飞到哥布林护卫上空，水火风雷土5类魔法轮番轰炸这些哥布林护卫，把哥布林护卫炸得鸡飞狗跳，全程无伤刷怪，连魔力值都不需要。而他的经验值刷刷上涨，一路往前飞去，没看到一只远程攻击怪物，全部是拿着刀剑的哥布林卫兵，堪称为他量身准备的免费经验池，只管刷就完了。杀了一会儿，不要魔不掉血，还送经验。果果也不用杀怪，跟在屁股后面捡垃圾，还能混经验值。林峰自己都觉得这也太 bug 了。当然，一切都归功于那个青衣老者的飞行术。在低级怪物区，飞行术的作用可以说是逆天。本来预计一天升到6级，结果1个小时时间，系统提示突然到来，叮，你升级了。流光溢彩的升级之光洒在他的身上，等级再次提升。而系统的提示并没有完，紧跟着又提示道，叮，全区公告，林峰1701班，等级达到6级，初次登顶等级榜前10，奖励声望加100，大力丹加1，以资鼓励。什么东西？大力丹？取出系统赠送的宝贝一看，大力丹，高级丹药，服用后力量永久加10，注意，该丹药每7日最多服用1粒，否则有爆体而亡的危险。力量这个属性约等于伤害，除了增加伤害值，还会增加负重能力，但这种属性没有显示在主要属性面板中，要通过全部属性面板才可以看到。永久加力量，药效还是很猛的啊！林峰捏着丹药放进了嘴里，只感觉一股热流涌入丹田之中，跟吃了10全大补丸一样，那就是一个字，猛。叮，你服用了大力丸，力量加10，头顶飘过一个属性增加的数字，等于升了1级后提供的10个潜力点，效果不错。而且因为等级提升，林峰的伤害值再次提升了不少。攻击5级的哥布林卫兵，普通攻击达到了150点，暴击能打出300点伤害来。1秒一个魔法技能，只需要4发魔法就能干掉一只哥布林卫兵。而让林峰有些意外的是，又过了半个小时不到，叮，
全区公告：林峰1701班，初次登顶等级榜前5，奖励声望加100，体魄单加1，以资鼓励。前5了。林峰一愣，突然想到了什么，打开等级榜一看，第1名莫冷1班6级，第2名雷浩然4班6级，第3名吕雪1800班6级，第4名晋胜13班6级，第5名林峰1701 6级。第14章新王出场，进退两难，等级依然没变，但因为经验值的百分比提升了，排名跃升到了第5名。林峰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升级速度高歌猛进，这才半小时时间就直追等级榜前3了。因为升级速度太快的缘故，原本1701班的一群学生们全部傻眼了，班级群内彻底炸开了锅。王散林峰，峰哥带一下，跪求了。肖慧林峰，大哥你买挂了吧，发个链接我也买个去。张丽萍林峰，林峰你告诉我你跑哪去了，我能瓜子板凳矿泉水混个前排吗？杨金宇林峰，哈哈峰兄猛啊，一眨眼又开飞机去了，帅帅帅。刘凯廖华，看到没有，别人林峰升级跟开飞机一样，像你只会打。廖华刘凯，葛老子。安全区内的长老、校长、盟主、会长等人也被林峰这个名字惊到了。不对啊，这林峰是谁？怎么可能进入前10？所有人冒昧问一下，林峰是哪位长老的后人？可以告知一下吗？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林峰好像是我们学校那个唯一的 H 级天赋学生。胡闹！王校长 ，H 级怎么可能冲进前10？你当老夫老糊涂了不成？一天之内升到6级，没有任何背景，奇怪，真是奇怪。是啊，没有背景的话，能升到2级都不错了，6级不简单啊。而距离林峰几10公里外的一处沼泽中，一个叫莫冷的男子，眼角狭长，目光阴鸷，一剑斩断眼前的一条7环毒蛇，抬头望天，难以置信道：半天时间不到，从5级升到6级，直追前3了，怎么可能？难道他也服用了9牛丹？还是他知道某种怪物更加容易猎杀，经验值更高？反正击杀史莱姆和哥布林是绝对不可能升级这么快的。这个林峰到底有什么本事？而等级榜第2的雷浩然，此时此刻正在100里外的一个山谷中击杀食人花。山谷极其隐蔽，不是有高人指点的话，根本发现不了这里。搞错没有？难道林峰也知道食人花可以掉落百花果？一旦服用百花果，就可以吸收灵气，获得额外的经验值。但问题是，方圆100里只有这里有食人花，也没见林峰在这里啊。雷浩然百思不得其解。而排名第3的吕雪，正在一处山洞中猎杀蜘蛛。蜘蛛数量多，怪物密集，又因为他获得了一本火焰之书，可以增加魔法强度，把火球术直接升级为爆裂火球，这使得吕雪的杀怪速度极快。但是不断出镜的林峰让吕雪秀眉微挑，低声自语：1701班，没听说有什么高手啊？他也有元素之书是吗？还是有增加经验值的道具，比如我的夺灵玉佩吧？老爹不是说这种玉佩整个第9安全区只有1枚吗？吕雪低头望着自己腰间悬挂着的1枚玉佩，夺灵玉佩，吸天地灵气，养日月精华，增加10%获得的经验值。真奇怪。吕雪摇摇头，不再多想，继续杀怪了。所有的等级榜高手，要么身怀绝技，要么身怀秘宝，或者有高人指点，比如9牛丹、夺灵玉佩、升级宝地等等。以9牛丹为例，9牛丹借9牛二虎之力打通任督二脉，服用后一定时间内获得的经验值翻倍。除非爹妈身居高位，否则不可能拿出这种价值连城的宝贝来。但在所有人的记忆中，林峰给人唯一的印象，除了一个 H 级天赋，就只有上课打呼噜了。哪来的本事？在等级榜上叱咤风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呢？10林内，林峰终于见到了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威的怪物——哥布林之王。这是一只头戴王冠，身着长袍，手握法杖，形如巫师的哥布林。他身高在 1.8 米左右，法杖的长度却高达2米，像是一根9环锡杖耸立在身侧。周围是一片空地，有半个足球场大小，人高的火盆围成一圈，悠悠火光驱散着周围的阴暗。透析的结果让林峰倒抽一口凉气。怪物透析，哥布林之王，种族兽，等级10，经验3000，属性透析，生命18500，伤害400，防御156，速度42。技能透析，回春术、雷球术、落雷术、连锁闪电。爆率透析，
秘境钥匙+1，转职令牌+1，3级技能卷轴，连锁闪电+1，其他若干。弱点透析，王冠，王冠，王冠。重要的事情说3遍。怪物评语：我的魔法天下无敌，没有之一。结。奇拉尔，麻烦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林峰知道 BOSS 的属性远超普通小怪，一般而言，要击杀 BOSS 都得群起而攻之，一个人要杀 BOSS 几乎或者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有了透析之眼后，看了一遍属性后，才感受到 BOSS 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接近2万的生命值，高达156的防御力。按照林峰目前的伤害值来看，每次可能只能刮掉 BOSS 约莫10-20的血量。相比起 BOSS 18500的生命值而言，无疑是搓澡堂的专业刮痧小师傅了。而6级后，林峰的生命值仅有450点，在 BOSS 400点的基础伤害之下，只需要1下就可以回家找妈妈了。这怎么打？突然感觉自己找 BOSS 的茬好像有点异想天开了。林峰躲在角落里，望着远处的哥布林之王，挠头发愁。此时哥布林之王正坐在王座上，几个哥布林一族的女子端着果盘生肉正在供奉国王，还有2个贴身的哥布林美女在给国王捶胳膊揉腿。当然这里的美女只是相对于哥布林而言，在林峰眼中和美女一点都不沾边。打还是不打？林峰进退两难。第15章，调制毒药毒杀 BOSS。 打吧，打不过；不打吧。透析过后的爆率可以看到价值连城的秘境钥匙，以及新人们梦寐以求的转职令牌。转职令牌，持令牌者可进入转职圣殿，开启转职任务。好吧，林峰拍了拍脑袋，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又到了开动脑筋的时候了。林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仔细研究了一遍。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6，经验值5690-12000，生命450，伤害152，防御32，速度15，潜力点0，声望250，战力黑铁2星，根骨食品，天赋一线生机 H， 技能飞行术、火球术、水球术、雷球术、地刺术、锋刃术。装备：清风法杖，普通的头盔，普通的马靴，普通的马甲。特殊：无限血轮眼，透析之眼。我想想，是不是哪里还有提升空间？林峰索性坐在地上，像是一个考古学家一般，盯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指指点点，认真琢磨起来。按照这样的升级速度，要通过升级击杀哥布林的话，没有10级不现实，甚至20级了都未必敢冒这个险。BOSS 的伤害太高了，我只有区32点防御，明显不够看。就算我可以飞，可这货是法师啊，飞也没毛用。蓝兽、香菇，研究了半天，从属性面板中，林峰没找到任何对敌之策。这里需要重点交代一下，林峰虽然是个学渣，不喜欢听课，但对兵法多有研究，尤其是孙子兵法，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然于胸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很喜欢思考、搞研究、心思敏锐的原因。既然阳的不行，林峰只有考虑玩阴的了。要不搞偷袭？不行，他那么多血，总不能一下秒了他吧？借刀杀人呢，找个怪物大佬锤了他。但石林那么大，借谁的刀？或者说，先来一招调虎离山，把他勾引到其他怪物大佬那里去。对了，他不是喜欢美女伺候着吗？美人计呢？找个美女哥布林，食物中下毒，毒死他。哈哈，我他娘的真是太聪明了。最终，林峰敲定了2套行动方案：借刀杀人加调虎离山，还有美人计加下毒计。究竟选择哪套方案，需要视情况而定。随后，林峰不动声色地撤出了 BOSS 区域，开始寻找石林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大佬。无论是借刀杀人还是调虎离山，必须得有其他借力的怪物才行。但失算了，找了一大圈，没发现一个可以借用的大佬。整片石林中除了哥布林还是哥布林，俨如一个哥布林王国。所以方案1就这么夭折了。于是林峰只有采取方案2，寻找毒物。通过毒物，借助哥布林美女之手，给哥布林国王下毒。毒蛇呀，毒草啊，毒花呀，都行，我不嫌弃。林峰在石林中到处寻找，没找到毒蛇，但石头缝里的一株绿油油的三叶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通过透视之眼，可以看到三叶草的详细数据。植物透析三环草，微毒，属性透析，毒属性伤害加10，持续60秒。药理透析，可搭配其他药草制作黑心膏，效果提升3倍，伤害10点，持续60秒。那肯定不够啊！
林峰放弃了采摘三环草，一路继续寻找，在一个偏僻角落找到了心仪的宝贝，一朵鸡冠子模样，五颜六色，一看就不太寻常的花朵。植物透析，迷魂花，剧毒，属性透析，毒属性伤害加30%，持续600秒，中毒时间内概率混乱目标。药理透析，可搭配其他药草制作迷魂散，效果提升3倍。好东西！林峰眼睛一亮，当然还得感谢透析之眼，透析一切目标，实在是太好用了。取下迷魂花以后，林峰找了个角落，用2块石头把迷魂花碾碎，挤出汁水，用药瓶装着，脸上露出了贱兮兮的笑容。我也不是药师，迷魂散就不做了，就这每秒30，持续10分钟的毒药效果，也够那 LSP 喝一壶了。现在毒药有了，第2步就是如何放毒了。收起毒药，林峰朝着 BOSS 的方向飞了过去，在靠近哥布林国王200米左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正在给国王送餐的哥布林美女。通过透析，林峰注意到哥布林美女的等级并不高，只有2级，可以推断出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伺候国王以及给国王端茶送水了。就你了！林峰找了一块石头，绕到哥布林美女身后，瞄准对方的后脑勺，一石头下去把对方砸晕了，蹑手蹑脚走过去，在掉落的水壶中倒入了毒药。刚倒进去，拐角处传来了脚步声，林峰急忙拉升高度躲了起来。几个哥布林卫兵听到了动静，匆匆赶来，但没发现什么情况后，只以为头顶的石头松动了，没当回事，把地上的哥布林美女唤醒，端着被下了毒药的水壶继续送餐去了。非常顺利，林峰心花怒放，连忙跟上，在 BOSS 的巢穴外找了根石柱藏起来，小心翼翼伸出了脑袋。只见国王的宝座上，哥布林国王还在享受几个美女的大保健。送餐的哥布林美女送上了茶水，哥布林国王端起了水杯，动作略微停顿，嗅了嗅水杯，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而石柱后，林峰心都跳到嗓子眼了。终于，哥布林国王还是没有怀疑自己的贴身侍女，昂起头，把茶水一饮而尽。哈哈，林峰心头乐开了花，成了。与此同时，也就是喝下毒药的下一秒，哥布林国王脸色大变，一把推翻了餐桌，抓起法杖，对送餐的哥布林美女叽里呱啦训斥着什么，情绪非常暴躁。那哥布林美女惊恐万状，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可是晚了，国王陛下法杖一挥，一枚雷球术脱手而出，地上的美女被雷球命中，全身迅速抽搐，身子一歪，一命呜呼了。其他哥布林美女一哄而散，而国王陛下转身疾走，朝着一个火盆走去，打翻火盆，又用法杖击碎了石柱。石柱爆掉后，掉落出了一瓶药水来。林峰的笑声戛然而止。什么玩意儿？击碎石柱可以获得隐藏奖励。晕，那瓶药水是？林峰神色大骇。透析之眼打开，物品透析，高级解毒药水，属性透析，服用后解除每秒100点以下的中毒状态。第16章 BOSS 杀手，再下一城。林峰傻眼了，没想到哥布林国王还藏着这种宝贝。眼看对方就要拿到解毒药水了，林峰不敢耽搁时间，急忙飞出来，法杖击挥，朝着哥布林国王释放了一枚火球。想解毒？没门儿！此时的哥布林国王情绪极为暴躁，看到林峰杀出来，没有任何犹豫，念动魔法，叽里咕噜，魔杖朝着林峰一指，雷球术，一枚雷球迎上了火球。雷球的体型更大一些，撞上火球后，火球消散，而雷球削弱了一半。林峰又放出一枚水球，把雷球打散了。哥布林国王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似乎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等级并不高的人类竟然可以同时掌握如此多的魔法。当然，让哥布林国王震撼的还在后面。雷球，地刺，锋刃，又是3道魔法，1秒一个。林峰的施法速度快得惊人，眨眼时间就开启了加特林模式，朝着哥布林国王狂轰滥炸起来。魔力值就像是不要钱一样，一个连着一个的魔法连续不断，没有停歇的迹象。这似乎也是林峰可能击败哥布林国王的唯一办法了。论威力，他的魔法伤害在哥布林国王目前不值一提，每发魔法只能打出10至20点的伤害，还不如毒药造成的伤害高。因为服用了毒药的缘故，此时哥布林国王的头顶每秒掉血30，持续流血。原本就是绿皮怪物的哥布林国王，中毒后绿的都要发光了。眼看林峰穷追猛打而来，哥布林国王脸上怒气更甚，面朝林峰紧握法杖，嘴里念念有词。叽里咕噜，周围的魔力涌动更强烈了。林峰瞳孔急缩，这是2级魔法，这样的魔力涌动
已经不是一级魔法可以衡量的了。也就在林峰暗感不妙的时候，噼啪，天空中一道闪电朝着他狠狠砸来，犹如一把利剑一样，直插天灵盖。是落雷术。落雷术2级电系魔法，单体伤害，拥有施法速度快、命中率高的特点。施法后，哥布林国王看也没看林峰，径直朝着解药走去。想来已经认为林峰必死无疑了。以落雷术的速度和伤害，林峰这种初出茅庐的小虾米不可能挡得住。然而，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林峰没有念动任何咒语，在落雷术靠近的一瞬间，法杖击挥，一道一模一样的落雷术迎上了飞来的落雷术。一样的技能，也是落雷术，两两相撞，林峰被碰撞的余波震飞了出去，但是很快又从地上爬了起来，毫发无损。林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心有余悸道：还好我复制得快。哥布林国王瞳孔圆瞪，似乎无法相信这小子怎么还会2级的雷系魔法。刺奥！大怒之下，哥布林国王再次挥舞法杖，空气中涌动出大量的雷电元素，并且像是沸腾的开水一样变得异常活跃起来。眨眼功夫，又一个威力更大的魔法朝林峰砸去。连锁闪电！连锁闪电，这已经是3级魔法了，属于10级后才能掌握的法术。可让哥布林国王完全呆滞的是，林峰一边后退一边挥舞法杖。连锁闪电，同样甩出一道连锁闪电，还说：哎呀妈呀，谢谢老铁，一口气送我2个新技能。弱归弱，菜归菜，但拼技能的话，林峰从来就没怂过。而且经过验证，复制的技能不仅是学习掌握技能那么简单，还会完全复制对方的技能强度。比如连锁闪电，伤害值不是按照林峰的属性计算，而是按照被复制的目标属性计算。复制后，如果林峰实力变强，技能还会得到加强，其中的变态之处不言而喻了。当然，情急之下的尝试，让林峰发现自己也上了个瓜当。早知道怪物的技能也可以复制，击杀史莱姆之王的时候，我怎么就智障了呢？唉，其实林峰也不算智障了，他当时只是想到了去复制其他技能，没想到直接复制史莱姆之王的技能。解题的思路是有了，只是过程稍微复杂了一点而已。视线回到眼前，林峰笑看着血量狂跌的哥布林国王：小样，没招了吧？现在来尝尝你自己技能的威力如何。落雷！一声高喝，林峰甩出一道落雷，射向了哥布林国王。哥布林国王急忙回应一道落雷，可是刚处理掉第一道落雷，连锁闪电，新的魔法技能又来了。因为不需要吟唱咒语，林峰的技能始终比对手会快一点。密密麻麻的闪电交织在一起，朝着哥布林国王当头砸下。噼里啪啦，400，爽！比之前的魔法威力提升了40倍。又因为还在中毒状态，哥布林国王血条急速下滑。哥布林国王慌了，不再搭理林峰，快速朝着解药走去。看样子是打算靠着高达18000点的生命值，扛着林峰的伤害，先把毒解了再说。但林峰发现了哥布林国王的企图后，法杖挥舞得更快了，一个又一个技能朝着哥布林国王扔去。但是哥布林国王根本不理会林峰，解毒心切得很，一把抓住解药，朝着嘴巴里面倒去。靠！林峰眼珠子一转，对了，弱点，又是一道落雷术下去，对准哥布林国王的皇冠。啪！皇冠被打飞了出去。正在喝药的哥布林国王表情一愣，然后他竟然犹如见鬼一样，万分惶恐地看向了飞走的皇冠，嘴里发出一声惨叫。嗷！放下了解药，连滚带爬朝着皇冠爬去。这一下林峰懂了，搞半天这畜生要全不要命啊！难怪弱点是皇冠，这可不是怪物弱点，准确说是人性的弱点。林峰笑了笑，不再给哥布林国王机会，一手攻击皇冠，一手攻击哥布林国王。哥布林国王惨叫不断，根本不理会林峰的攻击，追着遍地转圈的皇冠到处跑。等他终于抓住了皇冠，心满意足戴在头顶上的时候，林峰也落下了最后的绝杀攻击。连锁闪电，6道闪电同时落下，哥布林国王血条跌空，伤痕累累的身躯迅速干瘪下去，然后砰，爆炸开来，大爆特爆，五颜六色的道具、药水、装备等等，像是礼花一样洒落满地。叮！你击杀了哥布林之王，获得经验值加3000。叮！全区通知，冒险者林峰在新手历练中击杀了10级哥布林之王，奖励声望加200，极品装备加1，高级锻造服加1，以资鼓励。第17章。
秘境出现，海量经验，又是林峰。这一刻，安全区内外随着广播声起，人群再次震惊了。还在杀2级哥布林的徐菲菲、杨金鱼等人瞬间呆滞了。不会吧，10级 BOSS 单杀的？我哭！谁跟我解释一下，这真的是我们班那个林峰吗？怎么不是了？别看林峰上课喜欢睡觉，但我就喜欢他睡觉的样子。是啊，林峰睡觉的样子真是太帅了。你俩能不能一边花痴去？其他新手冒险区正在奋力击杀史莱姆，哥布林的其他萌新们心态也彻底裂开了。10级 BOSS， 那是我们能杀的吗？丧心病狂啊！开挂了吧，这么猛，这个林峰到底是何方神圣？和 BOSS 杠上了？是啊，这才第几天啊，单杀10级 BOSS 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介绍一下，林峰，我大哥，谁不服气，找我大哥说理去。排行榜上，除了林峰的其余10强也集体傻眼了。不可能，10级 BOSS 不可能是新手能杀的。10级 BOSS 啊，大哥，说杀就杀。话说，这个林峰到底是谁？难道是谁家长老的孙子？但也没听人说过此人啊。好厉害，第一次历练，没想到真的是高手如云。外面的世界议论纷纷，而石林中的林峰也美滋滋收拾起战利品。BOSS 可真肥啊！在这个世界中，小怪的爆率都很低，唯有 BOSS 爆率高，产出多，还有大量的高级道具可以掉落出来。哥布林之王的尸体正在缓缓消失，大量的道具残留在地上，在落日余晖下闪闪发光。还有一口青铜箱子，随着哥布林之王的尸体消散，出现在了空地上。林峰刚准备把战利品收拾起来，突然，在哥布林之王消失的上空，出现了一个淡紫色的能量漩涡。漩涡距离地面有2米左右的高度，像是水流一般，朝着中心位置涌动着。这是……林峰瞳孔急缩，秘境！下一秒，林峰狂喜，秘境这东西，他听老师和同学们说过，是一种高级地图，随机出现，可能击杀 BOSS 会出现，可能探索地图会出现，也可能在特定时空中会短暂出现。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秘境不是一直存在的，类似于平行世界中的多维空间，达到一定时间后，秘境就会消失。在规定时间内，如果没有通关秘境，也会被强制传送出来。当然，如果通关了秘境，获得的奖励将是击杀普通 BOSS 的3倍，甚至5倍、10倍更高。还有这种好事？林峰深知秘境的出现概率极低，就好比普通人刷出高级天赋一样，是需要运气的。眼前的秘境漩涡之上，有一个倒计时提示：1小时59分30秒，意思是2小时内这个秘境就会消失，已经过去30秒了。不管了，先进去看看。林峰跃跃欲试，突然脑袋中一个机灵，不对，秘境难度肯定远超石林，以我的实力能够通关。林峰尝试着打开透析之眼，朝着秘境看去，出来了。下一秒，神秘的秘境数据透析在了眼前。秘境透析，哥布林秘境，类型经验，通关经验值3万，隐藏奖励哥布林指环 X1 传奇，战力参考黑铁5星，经验类型。这么说来，这个秘境的主要作用是刷经验，那就是经验副本呗。林峰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查看自己的属性，哥布林国王被击杀后获得了3000点经验，现在等级依然是6级，但经验值达到了8690-12000，很快就要上7级了。而秘境的经验值奖励是惊人的3万，相当于击杀10只哥布林国王。不出意外，只要能拿下这个秘境，自己不但可以冲破7级，甚至能升到8级。太强了！这样的奖励，还好是被我遇上了。要是被其他人遇上了，等级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丰厚的经验奖励看得人怦然心动，也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对了，系统，隐藏奖励是什么东西？透析出来的隐藏奖励让林峰留了一个心眼。系统没有回答，但在隐藏奖励的下面浮现出了一行解释文字：通关时间30分钟内，单人伤害累计 80% 以上，可获得 S 加评分，获得隐藏奖励。好家伙，这明显不是给一个人准备的秘境，而是给多个人准备的秘境。就算是多人同时组队进入秘境，要单人拿到 80% 伤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压力很大啊！战力建议还是黑铁5星。林峰清醒了3分，他能够击杀哥布林国王已经是奇迹了。查看自己的战力，在偷取了哥布林国王的2个技能后，战力达到了黑铁3星，距离黑铁5星还有一些距离。不急，2个小时才消失，先凑一凑战力。林峰冷静了下来，先把战场打扫了。在哥布林国王掉落的物品中找到了2件装备，1件首饰，分别是精良的玉坠1条，普通的护腕1个，普通的镜甲1个。
查看详细属性。名称：精良的玉坠，品阶：精良，属性：生命恢复+5，法力恢复+5。名称：普通的护腕，品阶：普通，属性：物理格挡+5。名称：普通的镜甲，品阶：普通，属性：物理防御+10。对了，系统还奖励了一件极品装备。极品装备啊，多多益善。查看系统奖励，映入眼帘的是一件流光溢彩的衣服，但不是重型铠甲或者板甲，而是法师长袍。长袍镶嵌了金色的丝边，淡青色的，看起来低端奢华，儒雅翩翩。取出来一看，名称：清风法袍，品阶：极品，属性：生命值+80，魔法防御+15，法力恢复+5，技能：简易。该装备5等级佩戴限制。妈呀，好东西，赶紧换上！正常情况下，极品装备都是有等级装备限制的，但清风系列的装备都有一个特殊技能：简易5等级佩戴要求。要知道80点的生命值加成等于16个潜力点了，而15点魔法防御也等于15个潜力点，何况还有5点法力恢复。在这个潜力点无比珍贵的冒险世界，每一个属性点都来之不易，而极品装备的加成称得上是奢侈。脱下普通的布甲，换上清风法袍后，林峰又看了看自己的战力值，还是只有黑铁3。不行啊，秘境建议黑铁5，我就算不是黑铁5，至少也得黑铁4才能进去吧，不然拿不到 S 加，岂不是亏大发了？林峰再次朝着背包一看，咦，这是什么？高级锻造符。背包之中赫然还躺着一张淡蓝色的奇怪符咒，巴掌大小，光滑流转，颇为不凡。第18章，嘎嘎乱杀，超级解压。锻造符，一种给装备附加特效的魔法道具。低级锻造符可以附加某些属性，比如给武器附加锐利、锋利、破魔伤害，给鞋子附加速度、闪避等。高级锻造符不仅可以附加属性，还能直接附加技能。拿出符咒，放手里一看，名称：高级锻造符，特效：魔法伤害+20，魔法穿透+5，技能：高级魔法波动，造成的魔法伤害在100%至120%之间随机波动，使用要求：魔杖，极品以上。这就是高级锻造符，好强，快赶上极品装备了。附带技能高级魔法波动，差不多等于魔法伤害平均提升了10%，很可观啊。恰好现在自己正在用魔杖，完全符合使用要求。林峰没有丝毫犹豫，把清风法杖和锻造符放在了一起。使用锻造符，心头默念使用，淡蓝色的锻造符和清风法杖自动融合在了一起。使用成功。再次查看清风法杖，属性值提升了1半左右，技能一栏多出了一个高级魔法波动。名称：清风法杖，品阶：极品，属性：魔法伤害+65，魔法穿透+13，魔法命中+5，技能：简易，高级魔法波动。融合锻造符后，清风法杖的属性已经赶得上传奇级别的装备了，属于极品中的极品。随后，林峰又把其他掉落的物品收拾了一下，一把用于进入秘境的秘境钥匙，这东西价值也极其昂贵，没有秘境钥匙将无法进入秘境。一个转职令牌，需要进入转职圣殿后开启转职任务，还有其他药水、卷轴、道具若干，没啥大用的东西，林峰就不再拾取了，交给果果，让果果吃掉。处理完物品，林峰又兴冲冲跑去打开了哥布林国王掉落的宝箱。根据上次开宝箱的经验，只要是宝箱，基本都会出好东西，只有极少数概率会坑爹，这一次也不例外。宝箱中开出了一本稀有技能书，高级残暴。技能书被一层微光覆盖着，可见其珍贵无比。查看技能，高级残暴，习得技能高级残暴，暴击率正10%，并且你的魔法伤害和物理伤害共享暴击率，同等触发暴击，真够极品的。看着技能书的介绍，林峰倒抽一口凉气。要知道暴击率这个东西只是对物理伤害的一种补充，因为法术伤害本身就足够可观了，一旦法术也可以暴击，造成的输出效果就过于恐怖了。而眼前的这本技能书强悍之处绝非提供的10%暴击效果，而是可以让林峰的魔法也打出暴击伤害来，加上弱点造成的暴击效果，那么伤害可以再翻一番，恐怖之处可见一斑。立即学习。林峰把技能书合在手心，默念学习，技能书化作一道白色的光芒，融入了他的身体之中。叮，学习成功，你的暴击率正10%，你获得新技能高级残暴。搞定。再次看向自己属性面板的时候，林峰惊喜发现战力一栏终于提升了，从黑铁3星变成了黑铁4星，不容易啊。虽然没有升级，但这么多装备还有技能加起来也才提升了1颗星，要突破黑铁阶段进入白银，想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摇摇头，
林峰不再多想，再次看向跟前的秘境副本。刚过去10分钟时间，还有1小时50分钟，可以开始了。林峰走向秘境副本，把手伸向水波状的秘境入口。叮，是否消耗秘境钥匙 X1， 开启秘境？是。秘境上的水波急速旋转起来，带着林峰一起，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再次睁开眼，眼前出现了一条幽静的密林古道，一只身高在 1.8 米，健壮如袋鼠的哥布林手握木棍游走在其中。道路宽度在15米左右，见货堆放着一些类似于酒桶、木柜之类的物资，乍一看仿佛进入哥布林的老家了。抬头望向远处，一张透明的数据面板漂浮在半空中，上面显示着秘境的时间，还有怪物经验情况。秘境剩余时间1小时30分钟，隐藏奖励倒计时30分钟，怪物数量1000，剩余经验值3万。这就是秘境。林峰喃喃自语。和外面的哥布林相比，这里的哥布林块头要大一些，体型更加健壮。然后就是数量很多，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哥布林，越往里面看，哥布林的数量越多。正想着，2只哥布林发现了他，睁着猩红眼眸，立即挥舞着武器杀了过来。来不及多想，林峰迅速透析了一遍怪物数据。怪物透析：丛林哥布林，种族兽，等级5，经验30。属性透析：生命1000，伤害40，防御25，速度12。爆率透析：无。弱点透析：两腿之间。怪物评语：军事重地，闯入者死。阿斯尔。很短的时间里，林峰判断出来，这里的怪物属性有所削弱，但经验值极其客观。5级的怪物经验值达到了20点，比外面的怪物经验值要多了2倍有余。难怪叫经验副本，30经验一只，比外面的怪物强多了，而且属性还不怎么强。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经验池吗？哈哈，正好开杀！1000只丛林哥布林，换做其他冒险者或者冒险小队进来了，要2个小时内把这么多哥布林全部击杀，难度的确逆天。但对于无限火力的林峰而言，那就是 so easy， 干活喽！飞行术，林峰腾空而起，和冲来的丛林哥布林拉开距离，从高处俯瞰怪物，视线要好很多，打起架来也更舒服。法杖一挥，火球术，紧跟着水球术，技能落在了丛林哥布林身上，发出砰砰咚咚的声音来。丛林哥布林只有木棍，没有弓箭和法杖，被打得嗷嗷乱叫。远处有其他哥布林听到了动静，纷纷支援而来，有拿着弓箭和法杖的哥布林赶来了，对准天上的林峰开始发动反击。但林峰面无表情，魔法一个接着几个，朝着哥布林怪物群狂轰滥炸而去。只有30分钟，隐藏奖励必须到手，没有丝毫耽搁时间。魔法释放得更加卖力了，因为魔杖附加了锻造符的缘故，现在林峰的魔法伤害又提升了。一个普通的魔法技能扔出去，能打出200、210左右的魔法伤害，相对于丛林哥布林1000的生命值，1/4的血量就瞬间没了。其中，雷球术、落雷术和连锁闪电的伤害最高，因为偷取的是哥布林国王的技能，一发技能下去能打出300多的伤害来。小哥布林还不离死！在如此恐怖的伤害输出下，林峰的击杀速度快得惊人，最多5秒时间，被他火力输出的哥布林前排就迅速倒下了。为了拿到隐藏奖励，林峰需要的不仅是输出，而是效率，越快越好。因此，在屠杀哥布林怪群的同时，林峰也默默调整着技能释放顺序。普通1级魔法技能冷却时间是5秒，2级技能冷却时间10秒，3级技能冷却时间最长达到了30秒。每吟唱2遍1级技能，林峰可以打出一个具有建设伤害的落雷术。每释放3次落雷术，可以释放一个攻击范围达到5米直径的恐怖技能连锁闪电。连锁闪电的伤害高达600点一次，一个连锁闪电下去，整个魔法范围内的丛林哥布林接近2/3的生命值瞬间就无了。这也太爽了！看着被屠杀的丛林哥布林，林峰感觉到的不仅是爽，还有解压。第19章，魔法暴击，寸草不生。林峰飞在天上，只管轰炸就行了。这里的哥布林射手和魔法师并不多，10只哥布林里面只有2只不到的远程射手，除此之外全部是他的活靶子。就算远程哥布林来了，也顶不住他的狂轰滥炸，先杀射手和法师，再轰炸其他普通哥布林，整个杀怪过程行云流水，毫无压力。前面的杀没了，林峰就往前走，一直向着秘境深处推进。在连锁闪电的攻击下，偶尔会命中路边的酒桶和木柜，碎裂后的酒桶和木柜掉落出药水、装备、鸡腿、
牛肉等道具，爆率不高，林峰没有理会，交给蝈蝈在后面打扫战场。而这些丛林哥布林没有掉落任何东西，只是经验值很高。叮！你击杀了丛林哥布林，获得经验值加20。叮！你击杀了丛林哥布林，获得经验值加20。源源不断的升级能量融入到林峰的身体之中，林峰只感觉自己的经验值疯狂飙升，也就5分钟左右。叮！你升级了，7级了。林峰浑身巨震。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系统提示声音到来。叮！全区公告，林峰1701班，初次登顶等级榜第1名，奖励声望加500，体魄丹、大力丹、固元丹、灵动丹加1，以资鼓励。此消息一出，全区哗然。我靠，林峰第1了，这什么升级速度？有毒吧？我昨天看这小子还在100名徘徊呢。听说这小子天天上课睡觉，难道是我上课睡少了？不给力。哈哈，不怕你们心态崩了。听说这个林峰就是全校唯一的那个 H 级天赋持有者。H 级？什么鬼东西？我们班的吕雪可是 B 级天赋啊，竟然被一个 H 级的反超了。B 级天赋算什么？知道莫冷吗？ A 级天赋呢？还不是一样被这个 H 级的灭了。嗨，谁能告诉我林峰有女票吗？本萌妹刚满18，人美声甜，可罗可玉，无不良嗜好。一样，不想奋斗了，累了。好家伙，真够快的呀！这样的升级速度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木了木了。关键是1000只怪物可不是那么快就能击杀的。林峰的升级势头一刻不停，人物属性面板下方的经验条还在不停上涨，而他自己也没时间考虑其他事情。当务之急是抢时间，2个小时的副本时间，这个时间内他要击杀全部哥布林是没有问题的。但隐藏奖励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按照5秒1只哥布林计算，1分钟只能杀12只，30分钟内他最多击杀360只，远远达不到通关副本的程度，还差了2/3，完不成。10分钟左右，林峰看着狭长的密林古道，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杀怪速度不够快。这么杀下去，混一波经验值倒是容易，可是隐藏奖励呢？我缺的经验值？不，我缺的是传奇级别的装备啊！不行，得加快速度。林峰将心一横，飞向了密林深处，把里面的怪物全部拉了出来，然后连锁闪电，一个超大范围的连锁闪电砸下去，再来一个落雷术。不得不说，林峰现在还是很缺技能的，1对1屠杀小怪绰绰有余。可是遇到这种竞速副本，要想以一己之力快速通关，难度就瞬间上来了。既然怪物的技能也可以复制，等有机会，高矮多复制一点范围伤害技能啊。越是高级技能，冷却时间越长，比如连锁闪电的冷却时间达到了惊人的30秒。对于林峰而言，要想做到1秒1个高级技能的话，那意味着他至少需要复制30个类似于连锁闪电的群攻技能。眼下还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技能不够，只有智商来凑了。群攻技能打完了，林峰就瞄准哥布林的弱点，2腿之间。不好意思了，再委屈一下你们的2弟。火球术在林峰有意的控制下，技能再次射向了哥布林的弱点之处。与此同时，林峰把升级后的潜力点全部加给了伤害。7级的他，属性上已经完虐这些丛林哥布林了。击中哥布林弱点后产生的暴击效果，可以打出480、500的惊人伤害来，差不多可以带走怪物1半的生命值，杀怪效率大大提升。视线中怪物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而时间也在飞快流逝。滴答滴答，轰轰轰轰，狂轰滥炸持续不断。还剩最后100只怪物的时候，虚空中漂浮着的数据面板也在提示着林峰，时间不多了。秘境剩余时间1小时3分钟，隐藏奖励倒计时3分钟，怪物数量100，剩余经验值3000，再加把劲，100只，95只，90只，最后倒计时60秒，怪物还剩下40只。此时的倒计时不再是淡蓝色的数字现实了，而是变成了红色，数字也变得大了几个号码，每1秒都在不断减少。林峰一咬牙，将所有怪物拉到一起，操起魔杖飞到了怪物群中，一边释放魔法，一边用魔杖在怪物中一顿乱抽。妈的，还站着做什么？还不给爷死！砰砰，狗急跳墙，人急智生。在魔法攻击和物理攻击的双重伤害之下，好几个哥布林被林峰的魔杖把门牙都抽飞了，满脸血污，
嗷嗷乱叫。而此时的林峰完全癫狂了，隐藏奖励，我一定要拿到手。但是他1分钟最多只能击杀30只怪物，而眼下还有40只怪物，稍微一动脑子就知道要赶在最后时间拿到隐藏奖励，根本不可能。传奇戒指啊，是我的，是我的，必须是我的。林峰喘着粗气，即便他现在看不到传奇装备的属性，但极品装备已经是价值连城的好货了，那么传奇装备呢？绝对是碾压极品的存在。可是现实是残酷的。10、9、8、5、4、3，最后10秒倒计时来临了。林峰睁着发红的眼睛朝着怪物群一看，特喵的，还有10只，难道只能混个经验，拿不到隐藏奖励了？将所有技能迅速一看，连锁闪电冷却结束了，顾不上那么多了。林峰甩出最后一个技能，连锁闪电。与此同时，林峰心如死灰，凉了。连锁闪电的伤害根本不足以秒杀哥布林，除非再来一道连锁闪电。可是哪还有多余的时间释放第2道连锁闪电？而就在这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落到哥布林怪物上面的连锁闪电发出了剧烈的爆炸之声。林峰目光一顿，浑身大震，这是暴击！兽群之上，原本还有600点伤害的连锁闪电，数字翻了1倍，变成了1200的恐怖伤害来。一直被林峰忽略的魔法暴击，在这节骨眼上竟然触发了。魔法暴击之下，可以说是寸草不生。被命中的丛林哥布林当场表演了一个倒栽葱，身子一僵，直挺挺倒在了地上。哥布林大军全军覆没。叮！时间结束，恭喜冒险者，你通关了哥布林秘境，奖励声望+50，深渊碎片+1。你达成秘境闯关 S 加评分，获得隐藏奖励哥布林指环 X1 传奇。连忙打开背包，往里面一看，一枚散发着淡粉色光芒的指环，安安静静躺在其中。第20章物件修行，星图诞生。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在最后1秒钟成功拿到 S 加，还这么快就搞到一件传奇装备，林峰的心情别提有多爽了。重新回到了石林中，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忙不迭打开背包，把戒指取了出来，查看属性：名称哥布林指环，品阶传奇，属性物理伤害+80，魔法伤害+80，物理穿透+10，魔法穿透+10，最低佩戴等级5。技能哥布林召唤，你可以召唤一只哥布林帮忙战斗，等级每提升10级，召唤数量+1，被召唤的哥布林可以升级，可以学习技能。好东西，赶紧佩戴起来。林峰把戒指戴上了，又试了试戒指的技能，心中默念召唤哥布林。随着他的声音，视线所注视的空地上缓缓浮现出一只瘦小哥布林的身影来。仔细打量这只哥布林，他的身高只有半米上下，皮肤呈墨绿色，脑袋浑圆，四肢纤细，眼珠子贼亮的，眼如家里养的瘦猴子。查看他的属性：召唤物哥布林，种族兽，等级1，经验值0-100，生命10，伤害1，防御1，速度1，潜力点0，战力黑铁1星，品级 G， 天赋物件 S 级。使用剑作为武器的时候，每消耗1点装备耐久，获得一个永久潜力点。技能无。擦！林峰一愣，以为自己看错了，在看过去的时候，揉了揉眼睛，两眼瞬间狂喜。S 级天赋，物件，连哥布林都有 S 级天赋了，和果果一样。这只哥布林初始属性堪称垃圾，但一个顶级天赋的存在，让这只哥布林的潜力变得不可预测了。只要使用剑，就可以用装备耐久换来潜力点。潜力点可以换成其他属性，实力便会随之变强。而所谓装备耐久，是一种对于装备使用程度的衡量数值，一般装备耐久在10至100之间，装备越好，耐久度越高。频繁使用装备，耐久会往下掉，直到耐久掉光，装备损坏为止。这时候的装备就需要进行维修，否则将无法使用，也无法获得装备的属性。我看看有剑没有。想到这里，林峰打开背包，翻找了一遍，在垃圾堆一样的背包中找到了自己一直放在背包中没舍得丢的系统赠送道具劣质的短剑。劣质的短剑，品阶劣质，属性攻击+3，耐久10%。仔细看可以查看到装备的耐久属性，凑合用吧。装备可真不好报，杀了2天了，毛装备没看到。林峰默默吐槽，摇摇头，把短剑扔给了哥布林。属性垃圾点没关系，反正这个布林不在乎属性，只要有耐久，对于他而言就是极品。随后
林峰又看向了四周的火盆，叫道：“果果，把这些火盆给我砸了。”林峰没有忘记，这些火盆里面是有东西的，类似于隐藏地图中的隐藏奖励。要不是亲眼看到哥布林国王怒砸火盆，他也不知道里面还会藏着宝贝。结果，果果欢叫了一声，和林峰一起把火盆一个个推倒、砸碎。破碎的石柱中掉落出各种药水、钱币和道具，收获一般，但聊胜于无。这种低级药水、宝石、材料、道具之类的，对林峰来说没什么用，但好在可以给果果吞噬。果果需要慢慢培养，林峰急不得，而哥布林也需要慢慢培养。看着哥布林也和果果一样挥舞铁剑帮忙砍石柱，林峰笑道：“还是得给你取个名字，叫哥布林不太顺溜。既然你呆头呆脑的，不如就叫你呆呆吧。”哥布林回头望来，两眼呆萌，似懂非懂点了一下头。林峰就当作他听懂了，收拾起地上的物资，不再停留，乘着夜色返回徐菲菲等人的营地了。回到营地，徐菲菲等人升起了火堆，围着火堆烧烤一只野兔。看到林峰回来了，一群人连忙起身，表现出了对于一个强者应有的尊敬。此时，林峰把呆呆早已收了回去，只有果果跟在屁股后面。一见到徐菲菲等人，果果跟见到亲娘似的，一个蹦跶投入了徐菲菲的怀抱，乐得徐菲菲等人眉开眼笑，叽喳不停。这小 SP 看着果果乱蹭的位置，林峰暗骂了一声。别说，这小 SP 竟然还可以分辨出哪个最漂亮。杨金鱼等人纷纷打招呼，热情笑道：“嗨，林峰，你总算回来了，贵人多忘事嘛，再不回来，我们都以为你不管我们了呢。”张丽萍一边逗果果玩，一边滑稽道：“噗嗤！”徐菲菲忍俊不禁，抱着果果，一双好看的眸子，好奇打量着林峰，却没有多说什么。我说林峰啊，看在我们辛辛苦苦为你抓兔子的份上，是不是也带我们混混等级啊？柳宁成眼巴巴望着林峰，巴极了，强！曹武崇拜说道。没错，林峰巴极了，等级上一骑绝尘，碾压其他10强。在整个排行榜的10强中，其他人还全部是7级，而林峰的等级在通关哥布林秘境后，不仅等级冲破了7级，更是30分钟内一口气冲上了8级。强劲的升级速度震撼了所有人。对于其他10强而言，林峰给人的感觉不仅是强，慢慢的还有一点绝望了。都是同学，林峰淡笑起来，相互帮助是应该的。杨金鱼等人眼睛纷纷一亮，有戏！以林峰目前这等级，要是能带他们升级的话，升级速度绝对可以提升好几倍。柳宁成连忙就盯住他，叫道：“哇，林峰，你可要说话算话，不许反悔。”是啊，峰哥，你瞧瞧，我们豁出老命，这才升到5级，你都8级了，吓人诛心啊！杨金鱼苦笑不迭。林峰扭头看了一眼杨金鱼，他没记错的话，昨天杨金鱼还叫他林兄呢，今天就改口叫哥了。哈哈，菲菲今天最努力了，也才升到5级，连6级都没到。张丽萍笑道：“菲菲才5级？”林峰愣神了下，他记得昨天徐菲菲就4级了，今天努力爬坑，也才升了1级，而他却在1天时间内等级飙升了3级。不是徐菲菲不够努力，很明显是他的升级速度太过浮夸了。第21章，争抢10级，刻不容缓。在林峰的注视下，徐菲菲俏脸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来，红晕淡淡的，在火光的映衬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快了，马上6级了，等6级后，击杀哥布林应该没多少经验了。徐菲菲说：“这还不简单？”柳宁成眼珠子一转，让林峰带我们。嘻嘻，他肯定知道哪里可以升级。徐菲菲是学霸，基础知识扎实。他说的没错，等级超过3级，经验值直接打骨折，这一点林峰已经验证过了。因此，明天徐菲菲升到6级后，就必须换地方了。而其他杨金鱼等人的等级都5级了，那么对于他们而言，下一个升级地点肯定是石林了。在石林中击杀大哥布林、哥布林护卫，完全可以保证他们顺利升到8级。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重新刷新的哥布林国王，到时候击杀国王，还可能调出装备来。林峰刚准备说出自己的计划，徐菲菲却打断道：“不了，拒绝了。”这一下，柳宁成有些尴尬，张丽萍和杨金宇有点不知所措。徐菲菲又说：“10级是一个门槛，其他人都在争抢10级排名，要是林峰带我们，势必拖慢他的升级速度。”徐徐说着自己的想法，最后徐菲菲用眼睛瞄了一眼林峰，认真道：“还是让林峰自己升级去吧，他要带我们的话，10级以后再回来也不迟。”众人沉默了，林峰默不作声。其实徐菲菲说的对，不过让林峰有点意外的是，徐菲菲的逻辑竟然如此清晰。人美声甜，冰雪聪明，好一个小美妞。短暂的沉默后，
我支持菲菲。张丽萍点头，又说：“咱们这群小捞鸡野兔不好吃吗？非得去拖累林峰大佬？”哈哈。杨金宇笑道：“主要是10级有排名宝箱，排名越靠前，奖励越丰厚。的确，现在林峰应该升级为主，待我们说说而已，别当真。”柳宁城撅起了小嘴，哼，林峰不是杀了10级 BOSS 吗？那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总降了吧？看得出来，柳宁城多多少少是有点公主病的，但毕竟这支队伍是班级里最强的队伍了，所有人身份都不简单，有点公主病也很正常。林峰往自己身上一指，这不都穿着吗？一袭青衫，手握法杖，护腕，镜甲一应俱全，头上还顶着一面铁皮头盔，除了衣服和法杖看起来颇为不凡，其他也就是普普通通的装备了。不过对于新手而言，拥有装备本身就意味着2个字，那就是牛逼。衣服好漂亮啊！借着火光，张丽萍首先发出了羡慕的声音。徐菲菲指着林峰的法杖说：“这法杖才是有淡蓝色的光芒在闪，难道是锻造符？”林峰心头暗惊，苦笑摇头，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这个学霸啊！那不然咱们菲菲可是实力派，才不是花瓶呢。张丽萍说道：“可以看看这个法杖吗？”徐菲菲羡慕中透露着好奇。对于林峰正在用的装备，也可以说不仅是徐菲菲想看，其他人全部都想看，一个个伸长脖子朝着林峰看来。林峰只有打开了装备属性，给所有人围观了一下。名称：清风法杖，品阶：极品，属性：魔法伤害加65，魔法穿透加13，魔法命中加5，技能：简易，高级魔法波动。添加锻造符后，清风法杖的属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了。属性一打开，周围全部是哇的声音。65的伤害，哎呀妈呀，这装备比我人还强！法术穿透，这是破魔伤害啊，好强的属性，还加法术命中呢，3条属性，不愧是极品。最强的是技能法术波动，提升伤害效果，这个技能才强。我能有1件，不，半件就好了。杨金宇、曹武全部看着自己的装备，一个个垂头丧气，沮丧万分。林峰打开透析之眼，看了一眼杨金宇等人正在使用的武器。杨金宇用的是剑，名称：蛇牙剑，品阶：精良，属性：攻击加22，命中加10。曹武用的是枪，名称：红缨枪，品阶：精良，属性：攻击加25，穿透加5。徐菲菲用的是魔杖，名称：蓝玉魔杖，品阶：精良，属性：魔法伤害加20，火系增伤加10。还有张丽萍和柳宁城都是精良级别的武器，似乎感受到了林峰的注视。杨金宇也不知道林峰已经看到了装备的全部属性，主动打开了装备属性，说：“你瞧，这就是我们的垃圾。”张丽萍翻了个白眼，笑道：“别装了，杨大佬，你什么底子？当我们不知道？背包里肯定藏着好几件极品吧？”曹武笑道。柳宁城哼了一声：“我还有呢，当然穿不上。”林峰这才懂了，其实这些人并非没有装备，但是穿不了。能够在2天时间内升到5级的，怎么可能是普通人？但高级装备往往有佩戴限制，比如极品、传奇、传说等等装备，可能不仅有等级佩戴限制，还有职业、属性限制。只要家境优渥，父母们肯定都已经提前为他们准备好历练物资了。但是大部分装备都有等级限制，越是高级的装备，等级限制越高，有是有，却无法佩戴。而不需要佩戴等级的装备，凤毛麟角，无比珍贵，即便是家大业大的豪门望族，也未必拿得出手。10级是一个门槛，但不仅是我的门槛，也是他们的门槛。一旦达到10级，大部分装备都可以佩戴了，到时候竞争更加激烈。我还得加快速度，不然这些人厚积薄发，到时候我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林峰思绪电转，内心里默默给自己打了一剂预防针。他终究是孤狼玩家，现在虽然等级高了，可事实就是眼前的公子小姐们身份高贵，背包里谁知道藏着什么神兵利器，稍有不慎，他完全有可能被反超回去。我也就等级高点而已，再努力也就勉强混个系统排名而已。林峰笑道，又说等到了10级，极品装备就全部解锁了，转职以后连传奇装备也可以佩戴了，到时候没准我还要找你们带我呢。哈哈，杨金宇等人笑出声来，显然被林峰的话逗乐了。徐菲菲说，好了，赶紧吃东西吧，再等一会儿交了。第22章全新神技无限提取。一群人围着火堆取下兔子打牙祭。兔子肉不太好吃，也可以说是烧烤的手法不好，吃起来勉强下口，但对于2天来只能吃体力丹恢复力气的众人而言，能吃上烧烤便已经是人间绝味了。一群人吃得津津有味，连手指都舔干净了。林峰跟着吃了一些，吃完
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中，清点了一下白天的战利品，把药水、卷轴、装备整理了一遍，还有部分掉落和采集的道具。这种东西属于任务道具，往往安全区内有人收购，用来制作药剂、武器、护甲、卷轴等，用途千奇百怪。但现在对于林峰来说，反倒是有些占用空间，于是交给果果，让果果吞噬了，还能增加一些属性值。整理一遍后，发现装备少得可怜，只有一件布甲，一把匕首，这还是自己打了2天打出来的装备，其他的都在自己身上穿着了。由此可见，普通怪物的爆率有多么低。能够爆出装备的，要么是 BOSS， 要么就是击杀 BOSS 开宝箱开出来。林峰把药水收拾了一下，药水可以叠加存放，比较容易保管。卷轴也存放起来，基本上都是魔法技能卷轴，捏碎卷轴可以直接释放对应的魔法。这种卷轴在市面上价值极其昂贵，用得好可以力挽狂澜，起死回生。先存起来，以后留着卖。其他的也没什么好东西了，除了 BOSS 掉落的道具，其他统统给果果吃了。收拾完毕，看着干干净净的系统空间背包，林峰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好了不少。对了，第3天了，不知道今晚有什么好东西。想着，林峰闭上犯困的眼睛，安然入睡了。梦境中，再次回到了仙气飘飘的山洞，那个女人依然躺在石床之上，白裙胜雪，高不可攀。她全身每一个角落都仿佛完美无缺，玲珑的身段，唯美的连足，骨肉庭云的纤细美腿，足以勾起男人的无限遐想。偏偏她又睫毛微颤，朱唇如丹，不食人间烟火的眼眸中带着一丝对林峰的幽怨。要是让其他男人知道了，林峰竟然为了宝贝将如此尤物置之不顾，怕是会引发男人界的公愤。当然，对于林峰而言，女人只会影响他的拔刀速度了。在这个女人幽怨又可怜的注视下，他都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又是一个耳刮子抽在了对面的脸上。啪！清脆的巴掌声让人不由得觉得林峰也是超勇的，连这种人间尤物的脸也敢抽。而林峰才不管那么多，反正是做梦，有便宜不占王八蛋。SSSSS 级技能，别墨界。话音刚落，叮！你获得 SSSSS 级技能无限提取。无限提取，提取万物转化为自己的力量，目标能量越强，获得的属性点越多。系统提示一结束，眼前画面一转，醒了。打开属性面板，里面多出了一个新技能，无限提取。无限提取，提取万物。咦，好像有点厉害呢。抬头看向外面，天色还是昏暗的，满天星斗，银河璀璨。在末日世界是没有夜生活的，尤其是在野外，冒险者几乎不得不按照日出做日入而息的规律生活，这导致睡眠时间极长，一旦睡太早，可能半夜就醒来了。现在林峰就感觉自己好像醒来太早了，完全可以再睡一个回笼觉。但睡觉对于林峰而言，更大的意义只是为了去梦境里面索要好处。现在好处也要到了，继续睡觉也没什么意思了。林峰索性躺在帐篷里面研究起来这个新技能。既然可以提取万物，林峰打算先试一试。他从背包里面取出一把匕首，放在地上，名称尖刀匕首，品阶普通，属性攻击加12，这是他背包中唯二的2件装备之一了。双手搭在匕首之上，心中默念提取。匕首上泛起白色的光芒来，光芒脱离了匕首，朝着林峰的手掌上飞去，汇聚成一道能量光柱，涌入了林峰的身体中。提取成功，你的攻击加2。感觉到没有能量波动了，林峰收回了手，看了看手掌心，没有任何变动，但自己的属性中物理攻击一项提升了2点，这就成了。林峰一惊，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都叫做伤害值，一般而言1点潜力等于1点伤害，结果现在就提取了一把匕首，获得了2点伤害，这么恐怖的吗？林峰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前面他掌握了2个5S 级技能，一个无限复制，只是让他不缺技能了，一个透析之眼，让他可以摸清楚对手的实力，不至于铤而走险。而今天这个技能给予了他提升属性的方式，提取万物，无限增加属性。仔细一想，林峰只感觉胸口一滞，喃喃道：好恐怖的技能，什么都能提取，为我所用，这比杀怪升级快多了呀。这个技能要好好用起来，下一次单挑 BOSS 就不会那么难了。林峰捡起地上的匕首，一看，原本寒光闪闪的匕首被他提取以后出现了一丝锈迹，似乎发生了变化。查看属性，名称尖刀匕首，品阶普通，属性攻击加10，损失了2点攻击。嘿嘿，那就是给我了呗。林峰掂了掂匕首，面带笑意。有了新技能，接下来他不仅要杀怪升级了，提取其他有能量的东西照样可以变强。哦，对了，
再试试其他东西。林峰又从背包里取出药水，名称：小生命药水，10秒内恢复生命值100点。试试。把手放在小生命药水之上，提取。叮，提取成功，你的生命值+1。再次查看药水，名称：小生命药水，残次9秒内恢复生命值90点。哈哈，这也行啊！林峰大笑出声，赶紧把背包里的药水全部倒出来，连卷轴也倒了出来，一个接着一个，全部提取了一遍。叮，提取成功，你的生命值+1。叮，提取成功，你的法力值+1。叮，提取成功，你的防御+2。叮，提取成功，火焰伤害+4。叮，提取成功，雷电伤害+6。第23章，虎王降临，意外遇险。蚊子肉也是肉啊！林峰玩得不亦乐乎，只要是爆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给他提供属性值。最低一点，他尝试着提取身边的被子、枕头，结果只能提取出来一些鹅毛、棉花，没有属性值。这让林峰放弃了胡乱提取的想法。没有能量波动的，就算提取了也没用。而怪物掉落的物品、装备、道具等，都属于可以提取的宝贝。果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林峰的身边。林峰分别拿出2瓶药水，一瓶自己提取过的，一瓶没有提取的，给果果吞噬。结果显示，果果2次吞噬获得的属性值一模一样，并无区别。看来提取并不影响果果吞噬啊。这样，果果，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别忘了你主人我。我先提取，你再吃掉，懂？林峰煞有介事教育着果果。鸡果，果果昂着头叫了一声，活泼可爱，难怪这么讨女孩子喜欢。林峰苦笑，眼看也没什么可以提取的了。林峰把东西又收了起来，看看外面的天色依然黑黢黢的，距离天亮不知道还有多少时辰。隔壁的徐菲菲、张丽萍等人的帐篷中有微弱的灯光亮着，但没有声响，想来都还在睡觉。而今晚守夜的是曹武。曹武坐在火堆前，时而给火堆添加木头，时而站起身来四处巡逻一番，借助火堆的微光为众人站岗放哨。看似平常的一夜，并无什么危险。而就在这时候，夜空突然划过一道亮光，红彤彤的，像是流星坠落，又像是礼炮升空。下一秒，轰！一声巨响，大地剧烈颤抖起来。林峰刚躺下，准备再睡会儿，整个人像是被按下去又松开的弹簧一样，瞬间跳了起来。什么情况？一把掀开帐篷，朝着外面看去。徐菲菲、张丽萍、柳宁城等人全部被惊醒了。众人先后跑出帐篷，慌慌张张望着周围的环境，脸色茫然，不知所措，神色中还流露出一丝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只有这时候，众人才意识到，这不是学校安排的夏令营活动，而是危机四伏的高维世界。在安全区外的地图，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可能发生任何危险。而对于只有几级的新手冒险家而言，这种看似寻常的危险，却往往都是致命的。曹武望着林峰等人侧方位，表情惊恐，大叫一声：“小心，有敌人！”来不及多想，徐菲菲等人纷纷拿出武器，准备战斗。与此同时，一道炽热的火光杀入营地，空气中温度急剧上升。扭头看去，那是一头全身沐浴在烈焰中的吊睛白额猛虎。猛虎身高在2米左右，高大的不像话，体长约莫有2.5米，身上火苗乱窜，加上火苗，它看起来仿佛有3米高一样，宛若一座小型山丘，令人望而生畏。不用想，这是林峰等人根本不敢招惹的顶级魔兽。在猛虎头顶可以看到一根红得发紫的血条，上面显示着怪物名字：烈焰虎王。烈焰虎王一出场，林峰心里就瞬间闪过2个字：凉了。通过透析，他看到了烈焰虎王的等级20级，不仅20级，还是 BOSS。 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林峰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最终深信以他的实力不可能是烈焰虎王的对手，就算飞也不行，因为20级的魔兽肯定会远程攻击，只要对方愿意，完全可以在他起飞之前把他轰下来。妈呀，怎么会有老虎？柳宁城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徐菲菲、张丽萍的俏脸一片惨白，杨金宇和曹武2人作为队伍的肉盾，这时候一个个拿着武器的手不住发抖，连上前一步的勇气都没有。别动，他不是找我们的。就在这时候，林峰突然说道：“不是找我们的。”众人一愣，林峰眼睛死死盯着烈焰虎王的大腿处，在大腿和臀部交接的地方有一块鲜血淋漓的伤疤，此时正滴答滴答往下流血。显然虎王受伤了。虎王怒火冲天，杀气腾腾，也不是针对林峰等人，明显是另有原因。正想着，
黑暗中飞出来数道锋刃，朝着虎王狠狠砸去。轰！锋刃命中了虎王的屁股，打得虎王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好！虎王发出了愤怒又吃痛的惨叫声，转头望向黑暗深处，张开大嘴，吐出一枚烈焰弹，速度极快，和追来的兽影发生了碰撞。轰！几道兽影在地上连连打滚。等兽影站起身来，林峰才看清楚，是狼，总共有4头狼，身高和体型比虎王稍微小一点，但依然接近 1.8 米，体长在 2.2 米左右，壮得跟非洲水牛似的。这些狼皮肤泛着青光，脚下带锋，脑袋又尖又长，绿油油的瞳孔发出嗜血的光芒，朝着虎王一步步逼近。透析之眼查看到，狼的名字叫做疾风暴狼，等级25级，比虎王足足高了5级，数量也不是1只，而是4只。但因为虎王是 BOSS 的缘故，实力更强，血量和攻击都更高。哪怕面对4头疾风暴狼的围攻，虎王依然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往，凶悍无匹，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武器收起来，别乱动，稍微退后一点，慢一点。林峰沉住气，指挥着众人撤退。现在是神仙打架，凡人受伤的局面，为了不被殃及池鱼，林峰妥善地选择了缓慢后退。而烈焰虎王和疾风暴狼显然也对林峰等人不感兴趣。双方的战斗如火如荼，在火堆附近你来我往，对喷了一会儿，打斗了约莫10分钟。烈焰虎王明显占据上风，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虎王并不恋战，竟然再次掉头跑了。4头疾风暴狼没有放虎王走的意思，追着虎王再次杀了过去，一前一后，很快就消失在了黑暗中。呼！营地中所有人长吁一口气，林峰算是最淡定的了，即便如此，后背也被冷汗湿透了。每个人都感觉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差一点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特喵的，杨金羽吓得双腿还在打抖，我都看到我太祖爷来接我了，谁他妈的不是一样？曹武走路不稳，索性坐在了地上，气喘吁吁起来，吓死宝宝了！呜呜！柳宁城抱着膝盖哭了。徐菲菲和张丽萍对视一眼，安慰柳宁城去了。而林峰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消失的虎王和暴狼，突然说道：“你们就在这里，注意安全，我去就回。”不给徐菲菲等人反应的时间，林峰冲回帐篷，把丢下的头盔戴上，然后操起法杖，追着虎王和暴狼离开的方向去了。而徐菲菲、张丽萍等人望着林峰消失不见，一个个全部呆滞了。他居然追上去了 ！OMGD， 林峰不要命了！谁能告诉我林峰到底想干嘛？我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失算了，失算了。第24章，富贵险中求，喜获虎仔。越是远离安全区，冒险地图的等级就越高，与之一起提高的就是危险系数。对于新手而言，所有新手都是第一次冒险，哪怕学校老师也会讲解冒险地图的大致轮廓。但末日世界经常发生地震、海啸、迷雾，还不断有巨兽、秘境、深渊出现，这导致地图的时效性很差，参考意义有限。要想活着返回安全区，最好的方式就是留在安全区10公里范围内的低级冒险区域，在这里混到10级，坚持30天就可以回去了。像林峰这种不知死活，竟然去追击20级 BOSS 的，在所有新手中也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徐菲菲等人内心的震惊可想而知。而此时，林峰循着空气中残留的烈焰温度，一直追出去了10多公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尴尬的一幕出现了。操！芭比 Q 了，跟丢了！林峰飞在天上，茫然看着四周，视线中早已不见了烈焰虎王和疾风暴狼的踪影。抬头望向远处，天色正在明亮起来，地平线上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已然探出了头。新的一天又到来了，现在咋整？回去？林峰有些进退两难。通过透析之眼，可以查看到眼前的地图叫做秋风草原，草原上长着人高的野草，从高空俯瞰，有一条条银带般河流穿梭在草原之上，弯弯扭扭流向远方。在这片草原之上，哪怕是高大威猛的烈焰虎王和疾风暴狼，只要蹲下身去，那就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咕咕，肚子里面发出一阵奇怪声响。林峰一摸肚皮，饿了。再看自己的体力值，很快就要进入红线区域了。算了，先找点吃的吧。林峰摇摇头，放低了飞行高度，飞到了一个石头较多的地方。这里石头多，草不是很深，地面上能看到一些深深浅浅的洞坑，直径只有30公分左右，看起来像是野兔洞穴。飞到一块巨石上，守时待兔。没一会儿，一只探头探脑的兔子就钻出洞穴。就你了！林峰微微一笑，一枚火球术飞出去，砰！兔子肚皮一翻，
好端端的小白兔瞬间变成了烤兔肉。林峰飞了过去，从背包里取出匕首，取下4个兔腿，其他的肉都扔了。原汁原味的兔肉，外焦里嫩，香软可口，吃起来非常果腹。其实林峰背包里也有体力丹，是杀怪掉落出来的，出货量还挺大。但体力丹的口感很不好，只是物理性恢复体力，赶不上大鱼大肉来的舒服。既然肚子咕咕叫了，林峰也不介意打点山珍海味犒劳一下自己。就在林峰靠着石头，大口大口咀嚼着兔腿的时候，突然草丛中传出一丝异响。什么东西？林峰停下吃兔腿的动作，望着声音响动的地方，目光微凝。下一秒，一股无形的杀气笼罩住了他。好！一头巨大的猛虎从草丛中窜出来，跳到了林峰身边。这是……林峰瞳孔急缩，烈焰虎王！擦！有埋伏！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但在一片熊熊火光中，所有念头都消散不见了，正剩下2个字：凉了。20级的虎王，单挑4头25级的疾风暴狼也不在话下。他一个8级的小虾米，在虎王面前不存在任何活命的可能性。啪！兔腿掉在了地上，香喷喷的兔腿一下子就不香了。2.5米身高的虎王眼如庞然大物，朝着林峰一步步走来。强大的气势，杀气腾腾的眼神，把林峰完全锁定。隔着不到3米的距离，林峰甚至能看到虎王瞳孔中自己狼狈不堪的身影。他的后背很快就被汗水打湿了，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落下，一步步朝着后面退去。他知道，这时候他不能逃跑。虽然他是学渣，但他也清楚，在这种肉食性猛兽面前，不跑还能多活几口气。一旦逃跑，对方就会激发狩猎的本能，马上就是扑倒锁喉了。但是不逃跑，林峰也打不过烈焰虎王。望着虎王身上的一条条燃烧般的虎纹，他似乎有点明白什么叫做血脉压制了。现在双腿不抖，能站住不怂，憋住不尿，就算得上是一条英雄好汉了。好！虎王发出一声惊天怒吼来，直勾勾盯着林峰，张开大嘴，虎嘴里面酝酿着一团巨大的火球。林峰的心一直凉到了屁眼，他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脑残要追踪这几位大佬了。别说20级的怪物了，就算是15级，也不是他可以轻松挑衅的。这个世界中，等级之间的差距极其明显，何况等级越高，掌握的技能越多，能够配搭的装备越好。任何越级战斗都可以理解为生死大战。现在好了，被20级的虎王盯上，林峰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确信自己应该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下一秒就是灰飞烟灭的结局。然而，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哦！虎王吐出来的火球却不是攻击技能，而是一团奇怪的胚胎。胚胎被火焰包裹着，透过火光可以看到里面蜷缩着一头毛茸茸的小老虎。小老虎憨态可掬，正抱着自己的脑袋闭眼睡觉。林峰愣住了，什么意思啊？在吐出小老虎后，眼前的庞然大物彻底失去了王者的威风，全身火焰瞬间散尽，膝盖一软，轰然倒地，掀起了一地尘埃。而在最后烈焰虎王看自己的眼神中，林峰分明读到了一丝哀求和托付的味道。虎王的身上因为烈焰的散尽，可以看到一条条入骨的伤口，身上遍布战斗伤痕，可见昨晚战斗的惨烈。也因此，林峰恍然明白了为什么4头疾风暴狼要追杀虎王，以及为什么虎王明明可以打得过4头疾风暴狼，却又不断逃跑，企图求生。但虎王虽然厉害，却速度和耐力上比不过4头疾风暴狼，最终被疾风暴狼活活拖死。结局就是现在林峰看到的这样，2败俱伤，同归于尽。难怪你一直逃跑，原来是怀孕了呀！望着地上奄奄一息的虎王，还有尚未睁眼的小老虎，林峰呆呆说道。10分钟后，一道震惊全服的系统提示响起：叮！全区通知，冒险者林峰在新手历练中击杀了20级烈焰虎王，奖励声望加500，秘境钥匙加1，高级宝宝技能书加1，以资鼓励。林峰含泪击杀了垂死的虎王，且说孩子我就帮你带了，但是世道炎凉，你也不想你宝宝以后吃苦受累吧？第25章，坐骑装备宝林安。虎王是击杀了，但是4头疾风暴狼却没找到在哪里，可能已经被大老虎给干掉了。算了，知足者常乐。林峰把虎王掉落的东西收起来，有1件精良装备，2件普通装备，药水10瓶，技能卷轴2个，虎皮1张，虎牙3枚，还有1枚奇怪的令牌。拿起令牌一看，竟然是罕见的任务令牌。任务令牌，一种捆绑发布者意志，本身又连接着一个小型空间的特殊道具。
小型空间里面储存着完成任务后对应的奖励。查看道具，任务令牌：虎狼院，未使用，击杀荒原一狼1000，嗜血狂狼500，妖野狐狼100，疾风暴狼10。完成时间10天。任务奖励：经验值加10000，秘境钥匙加1，虎头腰带，极品加1。腰带，好东西！林峰眼睛一亮，现在他的极品装备只有魔杖、衣服，其他部位的装备正缺呢。秘境钥匙也是好东西。秘境分为随机出现的奇遇秘境，也有很多固定的秘境，但进入秘境要消耗秘境钥匙，等于说就是一个通行证。通关秘境除了丰厚的奖励外，还可以掉落一种特殊道具——深渊碎片。10个深渊碎片自动融合为一个深渊钥匙。20级以后可以挑战深渊，击杀深渊 BOSS， 有概率掉落传奇装备。据说传奇装备掉落的时候，整个地图都在闪光，颜色是粉色的，五光十色，绚烂无比。当然，深渊的难度极大，虽说20级可以进入，但实际上冒险者一般都是40级甚至50级才组队进入，以防不测。收起令牌后，林峰又走向虎王死后掉落的宝箱。一口银灿灿的白银宝箱，长度在 1.5 米左右，白花花的银子颜色，光芒华丽，赏心悦目，看起来比青铜宝箱高大上多了。BOSS 掉落的宝箱分为青铜、白银、黄金、暗金、铂金、彩金、钻石。宝箱等级越高，开出来的宝物等级就越高。但宝箱中一次性只能开出1件物品，当然也有概率开出垃圾，全凭运气。林峰微微提了一口气，第一次开白银宝箱，给点面子，要求不高，来件神器就行了。先许个愿，然后才缓缓打开宝箱。宝箱打了，这是什么？林峰拿起一个凹凸不平、挂着几根绳索的坐垫，看半天没看懂什么玩意儿。查看装备属性，名称：宝林安，品阶：极品，生命加200，防御速度加20，移动加20。坐骑装备，给宝宝佩戴安配后，可以拥有更好的乘骑体验。这，林峰傻眼了。坐骑装备？哦对了，这老虎难道是用来骑的？看着地上嗷嗷待哺的虎崽子，林峰这才懂了。也对，这可是虎王幼崽啊，亲妈都有2.5米，还全身冒火，坐起来一定很帅。想到这里，林峰两眼瞬间放光了。要知道，不是所有宝宝都可以用来乘骑，可以用来乘骑的宝宝等级都不低，而且捕获难度极大。普通的野马、野猪倒是比较容易获得，可是本身没什么战斗力，只能代步，较为鸡肋。想要乘骑的话，还得拥有鞍具才行。恰好，眼前的宝林鞍就是驾驭坐骑的极品鞍具之一，开出一个坐骑装备，也还不错。林峰露出了笑容，走到小虎仔身边，把小虎仔从地上抱起来，笑道：“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林峰的御用坐骑了，叫你什么呢？虎头虎脑，就叫胡子吧。跟爹走，回去了。”把还没断奶的胡子搂进怀里，林峰施展飞行术，腾空而起，朝着来路的方向原路返回了。1个小时后，林峰返回了营地，在石林中找到了正在击杀大哥布林的徐菲菲等人。果果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站在队伍靠前的位置，有退有进，每隔5秒就会吐出一枚气泡弹，每发气泡弹可以打掉大哥布林50点的血量。和杨金宇、张丽萍等人的输出能力比起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峰赶回来就是来把果果带走的。这小色批现在和徐菲菲等人混熟了，这算他不在，果果也能和几个美女玩得不亦乐乎，能卖萌，能杀怪，非常讨人喜欢。看到林峰再次回来，徐菲菲等人连忙停下杀怪的动作，一个个像是得了急性传染红眼病一样，两眼通红的望着他。林峰，你这过分了呀，20级 BOSS 也杀，还有没有天理了？都说你是 BOSS 杀手，昨天我还不信，现在我服了。9494，太强了吧，这么下去咱们菲菲都配不上你了。死丽萍，你瞎说什么？在徐菲菲等人的眼中，林峰不再像是一个新手了，更像是一个怪物，变态。不仅是徐菲菲、张丽萍和柳宁城，就连杨金宇和曹武看他的眼神都彻底变了。过去还只是羡慕嫉妒，现在的话只剩下心服口服了。杨金宇叹道：“20级的烈焰虎王，就算是30级的冒险者也不敢去捡便宜，林峰居然真的去了。老实说，我服。”一样。曹武回答：“哇，林峰，你怀里抱着的是什么？”张丽萍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叫出声。林峰笑着把小虎仔递给了张丽萍，大猫一只，这该不会是烈焰虎王的宝宝吧？徐菲菲、柳宁城也惊呆了，虎王宝宝绝对是价值连城的极品坐骑。两人纷纷探头过来，围住了小虎仔。林峰苦笑道：“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也不会相信虎妈居然把宝宝托付给了我。”牛！
三女冲林峰竖起了大拇指。杨金宇和曹武看着虎宝，满脸都是羡慕之色。林峰说：“这次的确是运气好，疾风暴狼和虎王斗上了，才让我捡了便宜。”徐菲菲神色中略带思索，望向林峰，用学霸的口气解释道：“教科书上有记载，草原上的狼和虎本来就是宿敌，虎王怀孕后必然诞下新的虎王。四头疾风暴狼之所以追杀虎王，也是想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中。一旦虎王诞生，那么倒霉的肯定是其他草原上的狼族了。恰好怀孕的虎王是战斗力最为虚弱的时候，所以才有了昨晚的事情。”林峰点点头，赞赏道：“不愧是学霸，懂得真多。”徐菲菲俏脸微微一红，心脏跳跃的节拍忽的有些失衡，吞吞吐吐起来：“不是吗？”林峰笑道：“这不夸你吗？你不说，我也没想起来呢。”其实林峰已经从任务令牌中梳理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徐菲菲一向话不多，既然愿意说话，鼓励一下也是可以的。当然，林峰说这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听说菲菲美女还掌握了爆裂火球，5级就可以施展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林峰这么一说，徐菲菲一下子就不乐意了，挺了挺线条饱满、发育完美的可爱胸脯，哼了一声：“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让你开开眼。”说完，徐菲菲微微凝神，嘴里念念有词，忽然抬起头来，法杖一挥，一枚篮球大小的火球脱手而出，火球发出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飞向了边上的石壁，轰的一声，在石壁上砸出来一个大坑。搞定！问林峰怎么样，厉害吧？难以置信，拍得一手彩虹屁。但话虽这么说，林峰的耳边却响起了熟悉的系统提示：叮，复制成功，你获得新技能爆裂火球。第26章开启任务虎狼之愿。拿到爆裂火球后，林峰也不耽搁时间了，带上果果，抱起虎宝，暂别了徐菲菲等人。虎宝还小，需要升级，至少10级才可以勉强成齐。如果可以升到20级，长得像烈焰虎王那么大，那威风凛凛、英姿飒爽的模样，林峰想想都有点流口水。而果果的话，也需要继续升级发育。林峰看了看自己的属性值，9级的升级经验要求25000点，击杀虎王后获得了15000的经验值，现在距离升级还需要1万点。拿出虎王掉落的任务令牌，林峰心头默念使用令牌。叮，是否接受任务虎狼愿？视线中漂浮出来一个任务面板，上面显示着虎狼愿的任务详情。任务名称：虎狼愿。任务要求：击杀荒原一狼1000，嗜血狂狼500，妖野狐狼100，疾风暴狼10。怪物地点：秋风草原、百花草原、大地平原、万猴山脚。完成时间10天。任务奖励：经验值加10000，秘境钥匙加1，虎头腰带极品加1。接受，接受成功。属性面板中闪烁出来一个任务提醒，而虎狼院的任务详情自动收进了任务一栏。不愧是5维空间世界，很智能啊。林峰笑了笑，在属性面板中，除了人物属性，还能看到宠物、坐骑、任务、地图等按钮。心念一动，就会打开对应的信息面板。林峰打开了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安全区的方位，还显示出了秋风草原的大概位置。在秋风草原之前，有一个史莱姆平原和哥布林石林。林峰眉头微皱，好像只有探索过的地方才会在地图中显示出来。也对，不然什么都显示出来了，学霸们也不需要辛辛苦苦去背地图了。而宠物和坐骑面板中，除了可以显示宠物的信息、属性内容外，还提供了一个宠物空间和一个坐骑空间。非战斗状态下，可以把宠物和坐骑放进空间里面，但放进去以后，宠物无法增加和主人之间的亲密度。亲密度不够的话，会影响宠物的战斗意志、领悟技能、触发奇遇的概率，甚至会发生宠物逃跑的情况。荒原一狼10级，秋风草原就有，那就从秋风草原开始吧。10的怪物，林峰觉得已经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了。虽然他现在才8级，和8级的魔化尖牙兔、9级的草原巨齿鼠等级上更加接近，但他现在拥有5个1级魔法：火球术、水球术、风刃术、雷球术和地刺术；2个2级魔法：落雷术和爆裂火球，还有一个3级魔法：连锁闪电。其中电系魔法来自10级 BOSS 哥布林国王，魔法伤害高达600点。林峰并不觉得自己现在的实力会输给10级的荒原一郎，哪怕对方比自己高2级。想着，林峰脚步也没停下，把果果和胡子都收了起来，飞向了秋风草原。半个小时左右抵达了秋风草原。一眼望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野狼。一头头体型健壮的巨狼游荡在草丛中，正是林峰需要击杀的第一种怪物——荒原一狼。这种怪物毛发是灰色的，
长着一对露在外面的獠牙，身高在 1.5 米左右，凶残嗜血，状如虎牛。看样子好像是物理攻击怪物。如果是物理攻击怪物的话，林峰只要飞在天上，那几乎就是绝对安全了。但问题是，一旦怪物发现抓不到他，肯定会逃跑，到时候反而会增加自己杀怪的难度。打开透视之眼，查看了一下怪物属性。怪物透析：荒原一狼，种族兽，等级10，经验24。属性透析：生命1450，伤害125，防御50，速度38。技能透析：急速、撕咬。暴力透析：金钱+5，弱点透析：脑袋。怪物评语：好久没吃羊了，嗷呜。奇诺夫。林峰又看了看自己的属性，8级的他加上装备加成和无限提取获得的属性面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8，经验值10000025000，生命720，伤害240，防御56，速度24，潜力点0，声望750，战力黑铁4星，根骨食品，天赋一线生机。林峰把自己的属性和荒原一郎的属性对比了一下，生命值是低了些，但伤害完全碾压这些怪物，难怪大家都不越级杀怪，这难度的确不小啊。还好我技能多。林峰咧嘴一笑，停止了飞行，降落在地，伸出手把果果、胡子和呆呆3兄弟全部召唤出来。1000头荒原一郎，都给我认真点，开始干活。在荒原一郎高达1400点的生命值，还有50点的防御力之下，林峰每次攻击只能打出300点左右的伤害。只有雷系法术的伤害要高一些，但等级越高的法术，冷却时间越长。平均算下来，击杀一头荒原一郎要攻击5次。多亏了魔力值不要钱，对于林峰而言，和荒原一郎的战斗不像是战斗，更像是单方面的屠杀。只需要5秒时间，扑来的荒原一郎必死无疑。林峰杀得很轻松，而果果、呆呆和胡子3兄弟也没有闲着，能帮忙的就帮忙，帮不了忙的则躲在后面混经验。林峰注意到3个宠物的性格各不相同，果果走的是可爱流路线，边打怪边卖萌，叽咕叽咕叫个不停，一看到有东西掉落出来就秒变吃货，跑过去吞噬东西去了。呆呆是勤奋派的代表，手握短剑，积极练剑，好几次想去挑战荒原一郎。要不是林峰反应快，阿呆应该已经成为荒原一郎的粪便了。胡子性格高冷，坐在边上打瞌睡，对于击杀荒原一郎这种低级生物显得有些不屑一顾。都注意点。林峰眼看呆呆好几次差点被击杀，连忙提醒。显然这里并不适合带宝宝，只有低级冒险区才适合果果、呆呆和胡子成长。就说别去送死，站我后面就行，等10级了再上不迟。带宝宝是一回事，但宝宝要是挂掉了，那就损失大了。说话间，林峰手里的动作毫不含糊，不断挥舞魔杖，释放出连续不断的魔法技能。一头头冲杀而来的荒原一郎扛不住5秒，纷纷倒下，时不时闪电划破长空，落在狼群之中。你击杀了荒原一郎，获得经验值21。你击杀了荒原一郎，获得经验值21。源源不断的经验值涌入林峰的体内，3个宝宝的等级也在不断成长。约莫过了2个小时，叮，你升级了，当前等级9级。第27章魔武双修，混合双打，差不多了。打开任务面板，林峰查看了一下任务完成情况。在荒原一郎一处，淡黄色的文字显示着击杀数字10421千。除了荒原一郎，后面又有红色的数字显示着其他没有完成的击杀项目，比如嗜血狂狼0500，然后是妖野狐狼0100，疾风暴狼010。硕大的草原上分布着形形色色的狼科动物，4种怪物的等级差距都是5级，实际上的战斗力差距也很明显。能击杀10级的荒原一郎，不代表可以击杀15级的嗜血狂狼，但对于林峰而言，有挑战，正好我喜欢有挑战的任务。略作思索后，林峰把果果、呆呆和胡子喊了回来。此时果果和呆呆没什么明显变化，果果6级，呆呆3级，胡子也是3级，但等级提升后，胡子的体型成长很快，已经长得有猎豹大小，会摇摇晃晃走路，也会自行觅食了。叫胡子的时候，这只大猫正在埋伏一只小鸟，凭借超快的反应速度，竟然把鸟抓住了。听到林峰声音，胡子屁颠颠跑了回来，昂着头把鸟送给了林峰。小家伙还懂得孝敬主人。林峰笑了笑，既然胡子喜欢吃飞禽，他就把鸟收了起来，放进了背包空间之中。好了，走了，换地方。随后林峰收起了3个宠物，查看了一下方向，
迅速腾空而起，朝着秋风草原的更深处飞去。半个小时左右，身下的草场并未改变，但地面上漂浮着一个个深深浅浅的水坑，远处能看到河流的影子。这里似乎是林峰击杀虎王的那个区域了。这里的怪物等级更高，一头头嗜血狂狼游荡其中，它们长着藏獒一样的浓密体毛，毛发是血红色的，油光发亮，看起来比荒原一狼更加高大威武，嗜血残暴。查看怪物属性：怪物透析，嗜血狂狼，种族兽，等级15，经验35。属性透析：生命2200，伤害209，防御68，速度45。技能透析：急速、撕咬、裂风击。爆率透析：金钱加8，弱点透析：脑袋。怪物评语：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哼哼哼，欧克夫。不过如此。这是林峰对15级怪物的点评。9级的他实力上并未太大提升，但击杀2200生命值的嗜血狂狼，看样子也就是增加几发魔力弹而已。为了安全起见，林峰小心翼翼飞向了一头嗜血狂狼，绕到嗜血狂狼的身后。火球术，一发火球居高临下砸向了嗜血狂狼的脑袋。砰！暴击480！嗷！嗜血狂狼怒吼一声，迅速转身，龇牙咧嘴朝着林峰扑来。但因为林峰飞在天上，嗜血狂狼扑了个空。林峰嘿嘿一笑，别急，还有。但刚准备再来一发水球术，却见嗜血狂狼一蹦3尺高，跳跃能力极其惊人，在最高点的位置迅速挥舞爪子，咻！空气震颤，有什么东西被带动了？这是……林峰一惊，只见嗜血狂狼的爪子上射出一道爪风，犹如一把飞刀一般拍向他的胸膛。哟，急了！凭借灵活的飞行术，林峰连忙拉开距离，水球术打出去，把爪风击散了。林峰这才确信，嗜血狂狼的3个技能中是有一个远程攻击的，也就是最后一个技能裂风击。之所以小心谨慎，也是他确信嗜血狂狼毕竟比荒原一狼高5级，不可能那么容易对付。现在好了，这玩意儿的确有可能伤到他，要击杀嗜血狂狼还得小心一点才行。想到这里，林峰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裂风击既然可以远程攻击，那是不是也可以复制？复制技能在林峰的理解中主要是针对魔法技能，因为魔法技能的威力更大，伤害更高，效果更明显。而嗜血狂狼明显不会魔法，只会物理攻击，可事实就是物理攻击也属于技能，是不是也可以复制一下？试一试就知道了。林峰再次攻向了嗜血狂狼，但这一次他只是打出火球术投石问路。嗜血狂狼性情凶悍，不甘示弱，依然飞扑而来，射出一道爪风。就在嗜血狂狼攻击的一瞬间，林峰打开了写轮眼，叮，复制成功！恭喜你获得新技能裂风击，成了。林峰再次后退，惊喜打开技能面板，裂风击催动内息释放静气，造成 80% 物理攻击力的伤害 ，CD 5秒。果然是物理技能。现在林峰手里拿着一根法杖，对物理伤害加成很低，但并不代表不能释放物理技能。何况只要能复制，多多益善，技多不压身啊。于是林峰照葫芦画瓢，又盯着嗜血狂狼跑动的脚步，打开血轮眼后能看到跑动的过程中，嗜血狂狼脚下带风，明显有一股无形的能量漩涡在帮助嗜血狂狼奔跑。这应该是嗜血狂狼的第一个技能急速。再来，林峰默念复制，叮，复制成功！恭喜你获得新技能急速。急速将内息凝聚在双脚之上，提升 20% 移动速度，持续10秒 ，CD 60秒。技能加1。林峰乐了，原来什么技能都可以复制啊！魔法的可以，物理的也可以，那还释放魔法干什么？吃爷一棍！林峰一个俯冲飞向了嗜血狂狼，半途上打开极速，嗖的一下，速度提升了不少。然后操起魔杖，一棍子抽在了嗜血狂狼的下巴上。暴击350，伤害略有下降，但是还没完。在命中嗜血狂狼的一瞬间，林峰释放了裂风击，魔杖上射出一道劲风，砸在了倒飞而回的嗜血狂狼身上。280，连击加1。不等嗜血狂狼落地，林峰站在原地，法杖一挥，火球术，一枚碗盆大的红彤彤火球追上了嗜血狂狼。砰！240，连击加2。落雷术，508，连击加3。最后爆裂火球，正中嗜血狂狼的脑袋。560，连击加4。嗜血狂狼的头顶血条一节节往下掉，从最开始的一棍子
到连续不断的魔武混合双打，全程没有丝毫喘息之机。等到躯体彻底落地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反击，血条却没了。整个过程不到3秒。叮！你击杀了嗜血狂狼，获得经验值35。嗜血狂狼死去的地方留下了8个铜板。但林峰看了看手里的魔杖，又看了看惨死当场的嗜血狂狼，目光陷入了深思。第28章，两角兽不堪一击。从杀怪的角度来讲，魔法才是王道，而且魔法伤害高，距离安全绝对是不二之选。但从男人的角度来讲，斯斯文文的魔法师，那能是男人的追求吗？肯定不是。男人追求的是什么？大鸡巴呀！林峰忽然之间意识到，既然物理技能也可以复制，为什么自己非得复制魔法技能呢？干脆魔武双修得了，操起个棍子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何乐而不为？而且理论上讲，魔武双修完全没问题，因为潜力点并非特定增加某一种属性，而是一种自适应点数。魔功高的时候，潜力点就会转换为魔功伤害；物功高的时候，潜力点对应提升的就是物功。生命、防御都是如此。马上10级了，10级后就可以转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魔武双修的职业。对了，晚上找那美女问问，有没有比较牛掰的全能职业。就我这种情况，无论转职法师还是战士，都有几分屈才，只有魔武双修才是最适合的。林峰把这事情暂时在心里记下了，随后不再多想，继续刷怪升级了。500只嗜血狂狼要杀好一会儿才能杀完，不知道是不是嗜血狂狼等级提高了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这种狼科怪物不是群居动物，而是独居动物，每隔一段距离才能找到一只。为了提升效率，林峰采取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杀怪策略，那就叫拉怪。他飞在天上，先用火球攻击一只嗜血狂狼，激怒嗜血狂狼后，又朝着第2只嗜血狂狼飞去，再用火球攻击第2只，如此循环，直到攻击了差不多5只怪物后，林峰的身后便有5头嗜血狂狼一起追杀他了。但林峰的速度略胜一筹，他在前面飞，狼在后面追。每隔一会儿，他就回头丢出一波技能，优先选择爆裂火球和落雷术。和2个技能落入怪物群里面后，会产生范围爆炸的扣伤害，周围的嗜血狂狼都会受到伤害。然后再来一个连锁闪电，慢慢消耗嗜血狂狼的血量，最终把一头头嗜血狂狼斩杀在身后。这个过程中，林峰不断拉怪，怪物数量有增加也有减少，但身后始终保持着5至8头嗜血狂狼，杀怪效率极高。至于怪物们掉落的装备，林峰没时间收拾，把果果、呆呆、胡子放出来，他们就负责拾取掉落的装备还有道具。运气不错，呆呆竟然拾取到了一把铁剑，叫做细银剑，兴奋地对林峰一阵哇哇乱叫，连林峰都有点诧异，因为这应该是他第一次从普通怪物身上打出来装备。对于剑修的呆呆而已，装备就是属性点，每一把剑都非常重要。林峰笑道：便宜你小子了。别看呆呆现在实力弱，只要等级上去了，勤奋练剑，早晚也是一代剑圣啊。尽管他只是一只哥布林。林峰保持节奏，继续刷怪。过了1个小时左右，任务面板闪烁了一下，有任务进度更新了。查看任务面板，嗜血狂狼一栏变成了淡黄色，显示着500-500，数量够了。呼，长吁一口气，林峰稍作休息，又把果果、呆呆、胡子收起来，朝着下一个冒险地图飞去。大地平原，顺着河流往北飞，就是大地平原的范围了。视线中出现了一棵棵低矮的树木，偶尔有豺狼虎豹的身影穿梭在树丛中。远处有一湖高耸的山峦，那应该是下一个地图万猴山的位置。林峰一边飞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沿途看到了不少怪物，有状如犀牛的犀灵，独角上带蓝色电光，双腿很长的电灵，长着翅膀的飞马等等。但问题随之而来，咦，奇了个怪，妖野狐狼呢？根据任务提示，妖野狐狼的活动地点就在大地平原之上，但沿途看到了不少怪物，却丝毫没看到妖野狐狼的身影。再往前就是25级的冒险地图万猴山了。如果这里找不到妖野狐狼的话，那么万猴山上更加不可能找到妖野狐狼了。咋回事？怪呢？林峰犯难了。20级的怪物在新手区差不多可以横着走了，不至于怕他啊。何况他才9级，连10级都不到。对上20级的怪物，林峰也需要慢慢磨，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把自己搭进去。他不觉得击杀妖野狐狼会很轻松，但现在连怪物都没找到，就显得过于离谱了。无奈之下，林峰降下了飞行高度，站在一处水潭边，望着清澈见底的潭水，神色发愁。天上看不到，难道怪物会打洞，或者隐藏在水潭里面？2栖动物
变态发育，又到了开动脑筋的时刻了。林峰朝着水潭中望去，只有人高的水深里面可以看到苍翠欲滴的水草，还有一条条巴掌大小的鱼儿，却并不见妖野狐狼的影子。排出水里面，那只有在地下了。林峰离开了水潭，走向了开阔的草原，寻找着周围是否隐藏着洞穴。就在他路过一个灌木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无形中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向前走了2步，林峰越想越不对劲，正要回头，嗖！一道刺耳的破空声传来，刚才的灌木丛中杀出一道黑影，是一头尖牙利齿的狼形怪物。怪物张开满嘴獠牙，朝着林峰的脑袋一口咬下。操！什么东西？林峰本能闪躲了一下，脑袋躲开了，胸口却感觉一阵火辣辣的疼痛，身体被一股大力撞开，在地上翻滚几圈，仓促站起身来，脸色阴沉，看向了对面的怪物。这是一头长着鳞甲的狼，没有毛，身上覆盖着像蛇一样的鳞片，体型修长如猎豹，四肢矫健有力，看起来异常凶狠，正龇牙咧嘴望着林峰，嘴里还一直在滴口水。林峰的胸口处一条带血的爪痕，正是怪物的杰作。查看怪物属性：怪物透析，妖野狐狼，种族兽，等级20，经验80。属性透析：生命3450，伤害350，防御60，速度85。技能透析：伪装、急速、狂化。暴力透析：金钱加15，弱点透析：脑袋。怪物评语：呵，两脚兽，不堪一击。迪亚夫，难怪找不到，原来会伪装。林峰不动声色退后了2步，手里微微用力抓紧魔杖，盯着对手猩红嗜血的双眸。战斗一触即发。第29章万猴山最后一关。火球术。林峰试探性释放了一枚火球出去，却见妖野狐狼朝着边上灵活一跳，躲开了他的攻击。火球落在地上，砸出一个浅坑来。20级的怪物果然有2把刷子。林峰脸色严肃了几分，来不及多想，妖野狐狼闪躲完成后，凶性大发，一个猛跳扑向了林峰。急速！林峰开启了加速，一边后退，手里法杖急挥，爆裂火球。一枚威力更大的火球飞向了妖野狐狼，因为距离拉近的缘故，妖野狐狼已经躲不开了。砰！火花飞溅，妖野狐狼速度骤减，头顶冒出一个380的数字来。相对于妖野狐狼3500点左右的生命值来说，血条仅仅掉落了1/10。对于林峰而言，危险性依然存在。他没有放松警惕，继续后退，手里又连续打出锋刃、地刺和水球。过于频繁的施法速度，仅仅一个眨眼功夫，妖野狐狼又挨了3发魔法弹。254、276、225，还行。林峰心里有了底气，20级的怪物只要不是 BOSS， 他还是可以拿下的。只是击杀速度已经很难像15级的嗜血狂狼那样吊打一大片了，一只一只慢慢来，问题不大。好！吃了4连击的妖野狐狼瞬间暴怒，昂起脑袋，仰天嘶吼起来，体型陡然放大了1/3，周身泛起一股诡异红光，猩红双眼直勾勾盯住林峰。好！这一次，妖野狐狼速度提升了1/3左右，快得有些不可思议，挥舞着利爪，狠狠拍向了林峰的脑袋。这就是狂化。林峰微微眯眼，仓促操起法杖，一棍子抽出去。砰！棍子 vs 爪子，妖野狐狼后退了1步，林峰后退了3步，但林峰嘴角带笑，脑海中回荡着系统悦耳的提示声。叮！复制成功，获得新技能狂化。每次对上陌生怪物，林峰并没有急着赶尽杀绝，可不是因为他慈悲心肠。很简单，对方的技能先复制为敬。狂化，全部属性提升 30%， 持续10分钟，冷却60分钟，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实力，很强势的一个技能了。林峰暗自窃喜，抬起头看向杀气腾腾的妖野狐狼，笑道：狂化是吧？现在到我了。3分钟左右，妖野狐狼倒地身亡，贡献了80点经验值，相比起前2天每次杀怪只能获得的1点、2点经验值，这样的经验值提升幅度，林峰已经很满意了。考虑到妖野狐狼会伪装，接下来林峰寻找妖野狐狼就容易多了。周围的石头、灌木、草丛等都有可能藏着妖野狐狼。林峰尝试着复制妖野狐狼的伪装技能，结果出幺蛾子了。专属技能复制需要消耗1000点经验值，是否继续？什么情况？林峰蒙圈了。前面复制魔法、战斗技能，没听说还要消耗经验值啊？怎么回事？林峰询问系统。
系统回答：专属技能和种族特性挂钩，未满足种族特性前无法直接使用，需要消耗经验值进行能量转化。听起来有点高大上，言外之意就是听不懂。但1000经验值也不多，还是复制一个试试吧。继续，叮，复制成功，获得新技能伪装。林峰找了个空地，施展了一下伪装技能。技能开启后，自己身体表面竟然出现了一层类似于蛇皮的鳞甲，墨灰色的，不反光，会跟着周围的环境改变颜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和周围环境有种莫名的契合。技能属性上显示着伪装，隐蔽身形，伺机而动，伪装状态下不能移动。收起技能，林峰略有所思。种族特性，那就是妖野狐狼的鳞甲喽。难怪要经验值才能复制，感情是我没有鳞甲，需要消耗一定能量，先 copy 一套鳞甲出来啊。根据这个逻辑，林峰大概明白了，经验值其实就是一种常用的能量，进入身体后可以转化为法师释放的魔法和战士施展的劲气，所以复制魔法技能和物理技能的时候不存在能量上的代沟，但自然界中还存在形态丰富的其他能量形态，这时候要完全复制的话，就有一个能量过渡的过程。我就说吧，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难倒我这个大聪明？不过如此。摸了摸鼻子，林峰摇摇头，抛开脑子中的杂念，拿起魔杖继续猎杀妖野狐狼去了。果果、呆呆和胡子也都放出来，在草原上自由活动，顺便混混经验值。林峰还指望着三兄弟长大了，自己当一个甩手掌柜呢。只不过现在条件不合适，还得靠自己才行。妖野狐狼等级较高，林峰不再频繁拉怪，只能一只只缓慢击杀。一旦妖野狐狼进入狂化状态，林峰也跟着进入狂化状态，这样一来，实力上始终碾压妖野狐狼。1头、5头、10头，视线又上缴的任务追踪提示上，任务指标不断减少。林峰脸上流露出一丝年少的刚毅冷静，手握法杖，沉着走位，把一头又一头妖野狐狼送走。终于，接近2个小时，林峰才完成了这一次任务指标。搞定了，100头妖野狐狼，完成。林峰一屁股坐在地上，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万猴山。下一个怪物的活动地点就是万猴山了，猎杀的目标是疾风暴狼。打量着远处的万猴山，林峰脑海中思绪翻飞。据说万猴山也是新手冒险地图的极限，在第9安全区内，每次新手历练开放的区域都是特定区域，即位于西边的史莱姆平原、哥布林石林、秋风草原、百花谷等等。在这片区域内不允许其他冒险者进入，比如安全区内的孤狼高手、工会大佬、投机冒险者等，一旦发现必将重处。当然也因为安全区培养下一代的需要，关系到安全区的未来，所以也没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新手历练区。在新手历练区内只有新手，没有其他人。既然是新手区，怪物等级就不可能太离谱。蔓延几十公里，横贯南北的万猴山就是地理意义上的新手历练区边界线。在万猴山以东，无论什么地图，怪物等级不会超过20级。一旦进入万猴山，就会出现20级以上的其他怪物。理论上讲，新手历练是不包括万猴山的，这一点在课堂上班主任也会反复强调。不要进入万猴山，不要进入万猴山。对于只需要混到10级就算完成历练的新手任务而言，在万猴山以东的区域内活动就绰绰有余了。现在一个难题却摆在林峰的面前，要完成虎狼院这个任务，他不得不进入万猴山。只有万猴山中才有25级的疾风暴狼，当然也可能出现胡子他妈那样的死变态。又到了开动脑筋的时候了。林峰喃喃自语，休息差不多了，缓缓起身，回头望了望苍茫来路，又看了看被一层薄雾笼罩的山峦，深吸一口气，抓起魔杖，大步走向了万猴山。第30章，孤军深入，守时待狼。对于只有9级的林峰而言，万猴山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虎狼院这个任务总不能半途而废啊！何况虎狼院有高达1万的经验值奖励，完成这个任务刚好10级，还有秘境钥匙和一条极品腰带的奖励，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只需要击杀5头疾风暴狼，就算完成任务了。在山下的位置，林峰开启了飞行术。保守起见，他没有飞太高，避免被山中的猛禽，比如狮鹫、金雕之类的玩意儿当成活靶子。他只是来杀怪的，不是来送死的。但很不幸的是，刚飞了10分钟，翻过第一个山头，山林中突然飞出一群乌漆嘛黑的怪物，哗啦啦，丛林震动，怪声四起，漫天都是黑影，在天上急速呼啸，甚是吓人。林峰大吃一惊，定睛看去，是一群翼展超过 1.5 米的巨大蝙蝠怪，数量极多，至少有50、60头。透析一下属性，
怪物透析，吸血魔符，种族兽，等级15，经验48，属性透析，生命2250，伤害160，防御39，速度140。技能透析，吸血，中毒，暴力透析，金钱+3，弱点透析，翅膀。怪物评语啊，鲜血，多么美妙的滋味！这么多的吗？密密麻麻的蝙蝠朝着林峰袭来，林峰挥舞法杖，打出一道连锁闪电，噼里啪啦，连锁闪电之下，大片怪物血量下坠了不少。但是怪物的数量太多了，更多的蝙蝠顶着伤害继续飞向林峰。擦！林峰连忙开启加速，飞速撤退，回头又扔出爆裂火球和落雷术，击杀了10来只蝙蝠后，却见山林中飞出更多的蝙蝠，好几百头那种，根本杀不过来。难怪不让进万猴山，这特喵的怪物老巢啊！林峰哪里还想着杀怪，转身就跑，闪进身下的丛林中，开启了伪装技能，躲了起来。蝙蝠们失去了攻击目标，在天上四处盘旋，渐渐才散开了。操，吓死爹了！林峰等了好一会儿，看蝙蝠群消散后，才解除伪装，从一块石头后面走了出来，背后已被冷汗湿透了。还好新学了伪装技能，不然被怪物追杀，搞不好还凶多吉少呢。对了，这是哪里？观察周围的环境，视线所及之处，树木稀疏，怪石嶙峋，草地上生长着奇花异草，树枝上挂着鲜艳欲滴的果实，奇异的芳香充斥在空气中。应该进入万猴山了，林峰心里寻思着。看起来万猴山环境还挺好的，并非想象中的穷山恶岭，但这里的怪物等级可不低，一头头体型庞大的野牛、野马、野鹿在草地上觅食，从它们带角、带翅膀、带鳞甲等等千奇百怪的体态上来，没有一头动物是好惹的。只因为都是草食动物，所以对林峰也没什么兴趣。林峰朝前走了2步，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从周围的草食动物来看，他推断疾风暴狼应该就在附近。是狼就得吃肉，那么有草食动物活动的地方就一定有疾风暴狼。想到这里，林峰不再到处走动，找到一处由3块石头组成的一个夹缝中，中心大概有3平米的范围，恰好适合躲起来。林峰进入了其中，坐在地上，单手撑着下巴，望着远处发呆。这一招他称之为守时待狼。不出所料，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草地上的牛羊们突然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突然，咻！不远处低矮的草丛中飞出一道 1.2 米长左右的锋刃。虽然是1级魔法，但是魔法强度和施术者的实力息息相关。如此巨大的锋刃，施术者的实力之强已经不言而喻了。是疾风暴狼！林峰眼睛瞬间一亮，目光中露出喜色。草丛中走出一头背部亮青色的巨型魔狼，高度超过 1.8 米，修长健壮，爪子如虎，瞳孔幽绿色，犹如一团鬼火。正是林峰等待多时的猎物——疾风暴狼。查看疾风暴狼属性：怪物透析，疾风暴狼，种族兽，等级25，经验120。属性透析，生命4550，伤害629，防御178，速度136。技能透析，急速、迅捷、锋刃。暴力透析，金钱+30，终极生命药水+1，弱点透析，脑袋。怪物评语：老婆让我今天不要出门，才不要听她的。不愧是25级的怪物，好强！林峰暗暗吃惊。而青草地上正在吃草的动物们跟见到天敌一样，撒开脚丫子四处狂奔。但被疾风暴狼盯上的猎物则到了没。猎物是一匹长翅膀的飞马，等级17级。挨了一记锋刃后，飞马的翅膀被打残了，失去翅膀后，单纯依靠腿力，移动速度大大降低，很快就被疾风暴狼追上，一口咬断了脖子，倒在草地上，成为了疾风暴狼的盘中餐。就在疾风暴狼抱着飞马在草地上肆无忌惮撕咬猎物的时候，林峰挥舞法杖，从侧翼的方向撒下了一道落雷术。落雷，雷电从天而降，砸在了疾风暴狼的身上，准确命中。247，疾风暴狼血条小幅度下坠了一截。林峰心里也有数了，这怪物还是挺强的，但也只是一块硬骨头而已，稍微费些功夫，击杀疾风暴狼也不在话下。吃了一记雷电的疾风暴狼发现了林峰，怒吼一声扑了上来，速度之快比妖野狐狼狂化后还要快出一拍。但林峰早已准备，心中默念飞行术，身体一轻跃向了5米高空之上，同时法杖急挥，又是一枚爆裂火球射了过去。疾风暴狼张开大嘴，喷出一道威力巨大的锋刃来，高达600多的伤害，比林峰的魔法威力高出了不少。
但是却见林峰咧嘴一笑，丝毫不慌。借用一下。老实说，换做纯肉搏类型的战士，只要不施展技能，要击败林峰还是有希望的。一旦施展技能，林峰可不觉得有什么人可以依靠技能击败自己，至少在黑铁段位是不存在的。就在疾风暴狼施展出锋刃的一瞬间，一道一模一样的锋刃脱离了林峰的魔杖，朝着疾风暴狼射去。轰！两道锋刃相互抵消，但是锋刃过后，疾风暴狼熄火了，林峰的技能却源源不断。火球、水球、雷球，狂风暴雨一般的魔法技能居高临下朝着疾风暴狼当头洒下。轰！砰！砰！疾风暴狼血量暴跌。3分钟左右，叮！你击杀了疾风暴狼，获得经验值120。第31章抢升10级，开启宝箱。系统的提示声让林峰脸上露出了喜色，喜的不是获得了经验值，而是距离任务指标只剩下4/5了。把疾风暴狼掉落的东西收起来，一堆铜币，一瓶终极生命药水加1。没有把果果、呆呆等宠物放出来，因为这里的危险性极高，连他自己也可能阴沟里翻船，何况是宠物们。抬头观察了一会儿方向，林峰又朝着另外一处长满嫩草、牛羊逡巡的草地走去，故技重施。很快又击杀了3头疾风暴狼。慢慢的，林峰发现自己守势带狼是多余的，至少躲起来是多余的，因为疾风暴狼根本不怕自己。只不过疾风暴狼的数量并不多，在山间草地上见或能看到1-2只，对于林峰而言也够了。最后一只，林峰没有浪费时间，找到第5头疾风暴狼后，大步上前，心中默念魔法名字，法杖朝着疾风暴狼一指，1.2米长度的巨大魔法锋刃射向了疾风暴狼。紧跟着，不给疾风暴狼一丝机会，火球、水球、雷球，接二连三的魔法一股脑朝着疾风暴狼招呼了过去。砰！砰砰砰！疾风暴狼在看到锋刃的时候，还没想过要躲闪，毕竟锋刃而已，自己也会。等他想躲闪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的魔法技能打得疾风暴狼头都抬不起来。还好，疾风暴狼血多，一时半会儿杀不死。在林峰不断攻击的同时，疾风暴狼也因为凶性大发，扛着狂轰滥炸扑向了林峰。但他好不容易冲到林峰跟前，却见林峰腾空而起，面色冷肃，继续狂轰滥炸，根本不给还手的机会。于是又过了3分钟，疾风暴狼终于不堪其辱，哀嚎一声，一头倒地。叮！你击杀了疾风暴狼，获得经验值120。同一时间，一道华丽的光芒从天而降，犹如五光十色的彩虹一般，环绕着林峰的身体。源源不断的神秘力量涌入他的体内，充斥在他的四肢百骸中，全身每一处肌肉、细胞都仿佛在接受力量的洗礼，浴火重生一般持续变强。叮！你完成了任务，虎狼月，奖励经验值加10000，秘境钥匙加1，虎头腰带极品加1。叮！你升级了，搞定了！林峰神色大喜，一道全区提示的系统通告出现了。叮！全区公告：林峰1701班，等级达到10级，获得等级宝箱第1名的奖励，请大家再接再厉。消息一出，全区震惊。在全区的公共聊天频道里面，吃瓜群众的消息像加特林机关枪一样从弹幕上刷刷闪过。10级了，我靠，林峰吃大力了吧，这么猛！我怀疑林峰才是全区最强，杀了这么多 BOSS， 居然等级还这么高，这不合理。去掉怀疑，谢谢。相信我，现在其他榜10大佬肯定都蒙圈了，辛辛苦苦准备了那么久的历练，被一个名不经传的毛头小子抢了风头。哈哈哈。是啊，不过话说回来，这林峰到底谁啊？我们第9安全区还有这种高手？莫冷 A 级天赋也没追上他，他该不会是传说中的 S 级天赋吧？ S 级？我咋听人说他只是一个 H？ 管他呢，有奶就是娘，既然是第1，以后他就是我大哥了。哼，谁知道林峰联系方式啊？本宝宝可咸可甜，可罗可玉，配个林峰不过分吧？使使吧你！此时的排行榜上，林峰一骑绝尘，碾压全部人。打开排行榜一看，第1名林峰1701 10级，第2名莫冷1班9级，第3名吕雪1800班9级，第4名雷浩然4班9级，第5名晋胜13班9级。除了林峰，其他人全部是9级，追得很紧啊。林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其他人追得很近，但是可惜并不妨碍第1个10级的人是我。林峰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30度倾斜的山坡躺下来，
望着天边渐渐西沉的落日，满心欢愉。视线中能看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在右上角不断闪烁，那是有人给自己私发消息来了。打开一看，是徐菲菲。其实不用打开，林峰也知道是徐菲菲，因为在系统界面的好友面板中，他只添加了徐菲菲一个人，其他人也没有加。过去他就是一个学渣，想着和他做朋友，一起组队冒险的确还没有。就算是徐菲菲，也不是他主动加对方，而是对方主动加他的。徐菲菲没有太多的话语，只说恭喜。林峰心情不错，用意念回复道：运气好，捡了个便宜。你就偷着乐吧，还运气好。文字后面添加了一个吐舌头的表情。林峰心头一动，没想到徐菲菲还挺可爱的，之前还没看出来呢。嘿嘿，想了想，末日世界吧，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林峰没想多说什么，何况他就是一个草根而已。和徐菲菲等人接触后，他心里清楚自己和权贵之间的差距。这些权贵后代现在等级看似很低，但谁知道他们藏着掖着什么祖传的宝贝？要赶超他们，这么一点小成就，开心一下就可以了，还不至于被喜悦冲昏头脑。所以此时的林峰虽然开心，但心里还是很冷静，舒舒服服躺在草地上，把果果、呆呆、胡子三兄弟都放出来，陪着自己休息一会儿。但林峰并不知道的是，恰好是末日世界，生存的迫切性让人们对强者的崇拜达到了一个近乎癫狂的程度。他可以对徐菲菲表现得无所谓，却不代表徐菲菲对他就失去了好奇，还有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很快，徐菲菲的消息又来了。张丽萍说，今晚单独给你烤一只兔子，杨金鱼把他珍藏的葡萄酒都拿出来了，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吃庆功宴。回来？哦，对了。林峰突然想到了什么，坐起身来，看着天边的夕阳，仿佛想到了什么，他的脸色瞬间难看了3分。遥望天边，夜色正在迅速降临，山林中飞出大量的吸血魔符，在天空中迎接夜晚的到来。而此时的他，距离返回哥布林石林至少要3个小时起，这还怎么回去？想到这里，林峰倒抽了一口凉气。孤身一人留宿荒山野岭，应该不是什么好事情吧？看着徐菲菲的消息，林峰迅速冷静下来，犹豫片刻，回答道：今晚恐怕是回不来了。啊，那你现在在哪里？没事吧？徐菲菲的言语透露出一丝担忧，而林峰下一句回答却让徐菲菲吓得几乎窒息。万猴山第32章，来是来了，回不去了。万猴山对于新手而言，可以说就是禁区。在这个高维的末日世界中，存在低级冒险区、中级冒险区、高级冒险区等等。大部分冒险区只要达到一定等级都可以尝试。而万猴山的地理位置颇为特殊，属于那种除了新手没人进去，不是新手又进不去的地图。林峰之所以进入这里，也只是因为偶然遇到了虎王，加上做任务的原因才进入其中。正常情况下完全没必要冒这个险。现在好了，人是进来了，结果回不去了。漫天的吸血魔符像是群魔乱舞一般，彻底打消了林峰原路返回的念头。熬夜，明天再回去吧。林峰把果果、呆呆和胡子三兄弟先收起来，想到了最开始自己躲避的那个石缝，3块石头中间很小的空地，挺适合今晚过夜的。他朝着石缝的方向走去，又在灌木丛中找了一些芭蕉叶搭在石缝之上，挖一些生土，取一些石头压在芭蕉叶上。芭蕉叶宽大紧实，把石缝装扮成了一个凉棚，足以遮风挡雨了。忙完一切，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林峰还是不太放心，又去折了一些树杈子插在石缝入口处的位置，从外面看完全看不清楚石缝里面的情况了。这一来，林峰才放心下来，钻进了树叶之中，进入石缝中的空地，拿出发光的魔法水晶，这是系统赠送的求生物资之一。魔法水晶散发着柔和微光，照亮了紧凑的空间。林峰没有急着睡觉，反正还早，也睡不着。把10级后的系统奖励先清点一下，先是虎狼愿完成后获得的任务奖励，极品腰带1条。拿出来一看，是一条很宽厚，握在手里很有质感的腰带，中心的位置雕刻了一枚暗金色的虎头，虎头龇牙咧嘴，虎目发红光，看起来凶狠异常，威风凛凛。查看属性，名称：虎头腰带，品阶：极品，属性：生命值加60，物理减伤加12，魔法减伤加12，最低装备等级10，技能：仇恨。装备此腰带，被狼族攻击时承受的伤害降低10%。果然是极品。林峰眼睛发亮，在这个世界中，极品装备的定义不仅仅是属性高低那么简单，还得看属性的加成多少、加成方向、技能强度等。比如腰带一般都是核心防具的辅助，对于玩家的意义
也主要体现在防御上。但防具的属性，无论是什么防具，自己锻造的也好，怪物掉落的也好，可能出现的属性包括生命、魔力、防御、体质、力量、敏捷、速度、减伤、暴击、命中等等。对于装备而言，出现什么属性就跟女人穿什么衣服一样重要。以一把剑为例，如果不出现攻击属性，只出现防御属性，哪怕加的防御高一点，从剑的角度来讲，它就是垃圾。再比如一件法师的长袍，不加生命值和防御，反而加物理、攻击力的话，一样是垃圾。而眼前的这条虎头腰带，属性值和装备级别基本匹配，属性类型是生命和减伤，总共3条属性，还搭配一个被动技能，堪称完美。加上不错的颜值，林峰为之欢喜，也就可以理解了。林峰给自己佩戴上了虎头腰带，横在腰上，站起身来，两手握着虎头，跟唐太宗似的，不错。连连点头，好生兴奋了一会儿，又坐下来查看背包，目光盯住了背包里面的那口宝箱，等级宝箱。等级宝箱根据打开的名次获得不同的奖励，名次越高，奖励越丰厚，而它的名次定格在第1名。在等级宝箱的属性后面也出现了专属的宝箱提示，等级宝箱第1名。搓搓手，林峰心中默念，打开宝箱。叮，打开等级宝箱成功，你获得等级宝箱第1名的奖励，你获得幻境密池+1，你获得清风礼包+3。这就没了。林峰微微一愣，背包空间中的等级宝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罗盘形状的所谓密池，还有3个淡青色丝绸材质的包裹。拿出来一看，幻境密池，使用后进入幻境，完成幻境后根据评分获得丰厚奖励。清风礼包，指定一件清风系列的装备，选择后获得极品装备+1。除了幻境密池看不懂，后面的清风礼包林峰还是看懂了，就是自选礼包呗。他现在已经有清风魔杖和清风法袍了，为了避免获得的装备出现重复，清风礼包的作用就是让林峰自行选择3件极品装备，想要什么就选择什么。那就不客气了。在清风礼包出现的后续提示中，林峰研究了一下可以选择的装备部位，包括武器、盾牌、头部、衣服、裤子、裙子、镜甲、护手、鞋子、腰带、披风、饰品等等，种类之多，看得人目不暇接。尤其是林峰只是一个学渣，头一回使用自选装备礼包，在好奇之余，心里又有些吃惊。嗨，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琢磨了一会儿，林峰选择了鞋子、手套和手镯，3件装备都是极品，可以说奖励惊人了，属性也都不错。名称：清风履，品阶极品，属性：速度+20，移动+18，闪避+5，技能减1。名称：清风手套，品阶极品，属性：速度+15，命中+15，伤害+5，技能减1。名称：清风手镯，品阶极品，属性：韧性+15，爆免+15，魔法减伤+5，技能减1。佩戴上这3件装备后，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叮！激活清风套装5件，触发装备共鸣，生命值+100，法力值+100，伤害+20，防御+20，速度+20。装备共鸣，林峰感觉装备和装备之间产生了一股无形的波动，肉眼看不见，但可以感受到那种像磁铁一样的颤动，自己的实力随之有所提升。果然，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啊！这时候，即便是学渣，林峰也觉得自己不那么学渣了。在实践中，他获得的知识，其他学霸想学也学不到。在佩戴上这3件装备后，他身上已经有包括1件传奇装备、6件极品装备、1件精良装备以及3件普通装备了，分别是哥布林指环、虎头腰带、清风系列的武器、衣服、鞋子、手套、手镯、精良的玉坠、普通的头盔、护腕和镜甲。根据前面的装备类型，林峰检查了一下，发现自己基本已经装备齐全了。4天时间就搞定了大部分装备，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始。林峰环顾自己，越看越舒服，越看越顺眼。要知道，这时候99%的新人冒险者可能1件装备都还没打出来，而他却已经佩戴上了11件装备，这种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仅仅是装备上，他就是碾压所有人的存在。最后，林峰把视线看向了幻境密池，这是一个八卦盘形状的玩意儿，叫密池，却又不是钥匙的样子，看起来暗藏玄机。这玩意儿又是干什么的？把幻境密池拿在手里，反复观看，林峰喃喃自语。第33章幻境密池顶级宝贝。林峰并不知道的是，在他研究幻境密池的同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山谷、洞穴、沼泽中，第9区的几个顶级大佬在得知等级宝箱第1名的奖励被夺走后，一个个心碎欲裂。
连杀怪都感觉失去了兴趣，每个人的脸上写满了郁郁寡欢，一个劲唉声叹气，耷拉着脑袋，犹如斗败了的公鸡的一般。唉，幻境密池没了，失去了幻境密池，再想和其他区的高手竞争，那就难了呀。父亲为我装备了3年的升级攻略，竟然输给了一个毛头小子。算了，没有幻境密池，只有努力争取拿到第2名的深渊密池。可惜我的幻境密池啊，老天无眼，我肯定争不过墨冷和吕雪。本以为能拿到第3名的秘境密池，结果草了个蛋，突然杀出个林峰，让我的秘境密池都没了。阿西吧，老师说的没错，每一次历练都会诞生很多天才、怪才、鬼才，前3名最强大的密池奖励，看来和我无缘了。对于疯狂升级只为了冲击等级宝箱的一众高手而言，和密池失之交臂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第1名的幻境密池，其奖励之神秘、珍贵，令人垂涎3尺。可以说，每一个安全区内的10大长老，也就是最强的10个人，都一定获得过幻境密池的奖励。幻境密池相当于是通往这个世界亿万强者第1梯队的一张门票，任何知道幻境密池的人都对他梦寐以求。只不过对于林峰这样的学渣而言，实在是有点进入他的知识盲区了。什么鬼东西啊，也没有其他说明。对着魔法水晶的灯光，林峰看了半天，没看出一个所以然来。得，扔了算了。林峰没找到门路，有点想放弃了。如果是秘境，他还是清楚的，只要找到了秘境位置，就可以通过秘境钥匙进入秘境。通关秘境，或者说击杀秘境中的怪物或者 BOSS， 自然会获得对应的奖励。但幻境又是什么东西？哦，对了，这种问题徐菲菲应该知道。林峰想到了徐菲菲，徐菲菲可是班里公认的学霸，基本功非常扎实。怪物、地图、装备、职业等等理论知识，在目前这个阶段，徐菲菲肯定比他懂多了。想到这里，林峰打开了和徐菲菲的聊天对话框。此时聊天对话框里还保留着几条徐菲菲的留言。你去万豪山做什么？天哪，你该不会以为自己10级了就可以挑战万豪山吧？你不要太自信了，赶紧离开那里，那里非常危险。算了，这个时候想离开也走不了了，你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晚上不要到处走动。你有听我说话吗？喂，林峰！言语中能读到惊讶、焦急和担忧的情绪，可能只是一种错觉，但在林峰心中，至少感受到徐菲菲不是外表看起来那么高冷。熟悉以后，她更像是一个活泼可爱的邻家小妹，而并非高不可攀的女神。组织了一下语言，林峰发了一条回复消息。刚忙着找地方睡觉，现在好了。消息发过去了，不到10秒就收到了徐菲菲的回复。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林峰有些无语。你关心我？啊？咋可能？没有吧，我就是随口问问的呗。徐菲菲回道。解释就是掩饰。林峰来了兴趣。噗，徐菲菲笑了出来，又连忙回道，才没有，别乱说。哈哈。林峰乐了，能感受到徐菲菲的不知所措。想到徐菲菲清纯可爱的模样，嘴角露出了笑容，摇摇头，甩掉杂念，这才正色道，逗你玩的，问你个事儿。哼，看来你没事也会找我。什么事？那个什么，哦对，幻境密池，你知道是什么吗？幻境密池？那头的徐菲菲似乎吃了一惊，仿佛想到了什么，忙问，你得到幻境密池了，是吗？等级宝箱给的。那头顿了片刻，才来了新消息。据说等级宝箱最贵重的奖励就是密池。细说一下。林峰来了精神。其实林峰也能感觉到，排名第1的等级宝箱绝对不可能没有压轴货色。单3件极品装备，看似挺丰厚的，但并不能和第1名的地位完全匹配。那么其中的玄机肯定就在幻境密池上面。怎么说呢？密池也是一种钥匙，可以进入特殊空间，但和普通的钥匙不同，密池自带坐标点，开启密池后需要根据密池提供的坐标自行前往，这类坐标更有隐蔽性，还可能有时间限制。林峰没有说话，等待下文。而幻境密池的话，根据历史的记载，它可能产出隐藏职业，是获取隐藏职业的最佳途径没有之一。你看10大长老之所以那么厉害，基本都是隐藏职业的功劳，恰好我们作为新人还没有转职，这时候的隐藏职业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想不到啊，前面炒得火热的榜一黑马莫冷、雷浩然、吕雪他们没有一个人拿到幻境密池，你倒好，后来居上呢。说到最后，徐菲菲加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笑得格外狡黠。隐藏职业？林峰一个机灵，他瞬间明白幻境密池的意义了。这个世界中转职的门槛是10级，10级后冒险者可以进入转职圣殿转职。职业的类型种类繁多，以物、法、御3种职业类别为框架。下面又细分了例如战士、法师、骑士、弓箭手、盗贼、御兽师等等基础职业。
在基础职业之上，又存在大量的隐藏职业，比如物理职业中的古武者、圣骑士，法师职业中的黑暗法师和光明法师等等。如果只是基础职业转职的话，在安全区内就可以转职，安全区内有转职圣殿。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有转职令牌，因为在转职成功后，转职令牌会自动变为职业徽章，这个道具是必需品。但是，如果要转职隐藏职业的话，隐藏职业可不在安全区，是需要冒险者通过冒险去争取的。就算冒险者在安全区内获得了开启隐藏职业的途径，但最终开启隐藏职业的方式依然在安全区外，而不在安全区内。幻境密池恰好就是开启隐藏职业的第一步，重要性不言而喻了。现在我该做什么？林峰的语气中不知不觉透露出几分凡尔赛。你傻呀你，当然是开启密池，进入幻境，寻找隐藏职业啊！徐菲菲恨铁不成钢地回答道。第34章，无限融合，还不无敌。石缝之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雨声稀里哗啦的打在头顶的芭蕉叶上，像是一双温柔的小手在弹奏大自然的唯美乐章。还好我聪明，提前给自己盖了房子。林峰看着头顶的芭蕉叶，暗暗庆幸。徐菲菲在那头笑个不停，嘻嘻嘻，你还会盖房子，肯定丑死了。算了，不和你说了，我要睡觉了。林峰说。切，谁稀罕和你说？3秒后，对了，注意安全，一个人要尤其小心。zzz， 哼，讨厌鬼。末世的夜晚是孤独的。在和徐菲菲聊天中，林峰对幻境密池了解的大差不差了。根据徐菲菲的说法，前10的奖励最重要的就是密池，其中第1名获得幻境密池，第2名获得深渊密池，第3名获得秘境密池。林峰虽然不知道幻境密池的重要性，但深渊这个东西他是听过的。深渊有概率爆出传奇装备，概率就算不高，问题是他真的会爆啊。别看林峰现在也有一件传奇装备，但这件装备并不是秘境掉落的，而是 S 加评分奖励出来的。这样的难度比起通关深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幻境这个东西比深渊的级别还高，这意味着幻境可能产出的东西价值上已经超出传奇装备的范畴了。就算不出隐藏职业，也可能爆出传说级别的装备，强大之处可见一斑。得知幻境的牛掰后，林峰特意问了徐菲菲通关幻境的难度如何，结果徐菲菲给出的答案是通关幻境无关实力，主要靠智慧，这就显得很玄学了。徐菲菲说她也没进入过，具体什么还得林峰自己摸着石头走。只是考验智慧的话，那我这水平最差也是个 S 加吧。林峰默默想着，也不知道是给自己打气，还是明显有些心虚。另外，徐菲菲还说了，密池是一种藏宝图和钥匙的结合道具，比钥匙的级别更高，也更具有随机性。获得密池后，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密池本身就是藏宝图级别的东西，一般而言不会产出垃圾道具，除非运气实在是倒霉透了。到了这里，林峰已经知道该怎么使用密池了。和任务令牌差不多，无非就是开启密池后前往相应的地点，再通过密池进入其中，开启冒险，诸如此类云云。但现在，林峰还不急着使用幻境密池。隐藏职业固然重要，但夜晚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幻境，这个东西叫梦境。他咧嘴一笑，管他呢，大不了找女帝要个去。对了，又该和女帝约会了。关灯，睡觉，把胡子召唤出来。胡子躺在地上，他躺在胡子上，在胡子一脸幽怨的注视下，抱着脑袋枕在胡子毛茸茸的腹部上，感慨道：养虎千日，用虎一时啊。呼噜噜，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安然入眠了。山洞，薄雾，石床。林峰微微揉眼，在石床上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女帝，依然是那么冰冷、高贵、冷傲，肌肤胜雪，国色天香，全身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一股男人无法抵挡的诱惑力。今天的她没有躺在石床上，而是坐起身来，翘着二郎腿，细长的连足上涂抹了红色的指甲油，正对着林峰高高在上，下巴翘起，睫毛一颤不颤，目光咩斜向下看着林峰，像是等待臣子觐见的帝君。怎么，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林峰暗自嘀咕，前面几天天天给这个女帝一巴掌，林峰也不觉得有什么过错。做梦嘛，谁还不能为所欲为来着？不等林峰说话，女帝先一步发言了，准备好了吗？今天选什么？林峰站在原地直视女帝，气势上不落下风。还是我选吧。女帝冷冷道。果然，我就知道今天没那么简单。从一开始进入石洞到女帝的姿势，还有她由内向外散发着的杀气，可见前面3天抽下去的巴掌绝对是带着记忆的，别想善罢甘休了。
但林峰怎么会上当？试问逆天神技和极品女帝，哪个更重要？这时候有人就要说了，女人一定是女。不，女人只会影响林峰的拔刀速度。林峰冲女帝笑道：“这还有的选吗？当然是。”林峰一步步朝着女帝走去，在女帝略微惊慌失措的眼神中，呸呸呸，搓了搓手，盯住女帝的两只惊人傲然，然后迅速伸出手去，在靠近目标最后30公分距离处，突然抡圆了胳膊，一个大耳刮子狠狠抡在了女帝的脸上。啪！清脆的响声在山洞中久久回荡着。林峰冷冷道：“别特喵，给我耍花招 ！SSSSS 级技能，我只要这个。”叮！你成功识破了女帝的幻术，获得 SSSSS 级技能无限融合。无限融合，你可以将不同技能进行融合，获得新的技能。融合过程中可能会消耗一定经验值，释放被融合的技能需要相应魔力值。好家伙，又是个极品！林峰从睡梦中苏醒了过来，查看技能面板，里面多出了无限融合这个新技能。在拥有无限复制这个技能的前提下，无限融合的威力有多恐怖，想想都令人头皮发麻。当然，因为太逆天的缘故，这个技能有所限制，那就是复制的技能不需要消耗魔力值，但融合的技能需要，否则林峰这个施法者就成了无限释放的鬼畜机器了。但对于林峰而言，消耗魔力值都是小事，重点是无限融合本身的强大是无法比拟的。因为很多技能，比如火球和水球相互融合，不是消耗魔力值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融合的问题。众所周知，水火不容，水和火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但无限融合却可以使得两个技能合二为一。在这个世界中，也有人尝试过融合不同的魔法元素，但结果无一例外，就跟油锅里面倒水一样，最后遭到元素反噬，生死道消，一命呜呼。其难度一如把两个性取向正常的男人强行撮合到一起差不多。恰恰也因为如此，如果真的可以让两种相反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产生的威力就像是被压着的火药桶一样，将是无法想象的。何况这个技能没有说有任何融合次数限制，这意味着技能的2合1、3合1，甚至10合1都有可能。太特么的强了！这么下去，我不无敌，我都不信邪啊！第35章开始探索猴王幻境。天色还没透亮，雨也停了。林峰坐在胡子的身边，从胡子身上取暖的同时，发动技能开始了第一次融合。系统融合水球术和火球术。系统沉默了3秒，可能是在模拟两个技能融合后的新技能。叮！正在融合水球术和火球术，你将获得新技能盐水术。盐水术在目标落点位置发生剧烈爆炸，在3×3×3米范围内造成200%魔法伤害，消耗 MP 20，冷却30秒。本次融合消耗经验值1000，是否融合？单体攻击变成超大范围的爆炸，好强！林峰暗暗啧舌，虽然要消耗1000点经验值，但是可以接受。融合，叮，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盐水术。随后，林峰又把水球术和风刃术融合了一波。叮，正在融合水球术和风刃术，你将获得新技能风波刃。风波刃对1×3米的范围内进行3次横向打击，每次打击造成100%魔法伤害，消耗 MP 25，冷却30秒。本次融合消耗经验值1000，是否融合？好家伙，林峰惊呆了！融合后，这个技能连续攻击3次，等于说伤害翻了3倍啊！还是范围伤害，按照他自己的魔法伤害计算，3次攻击之下，随随便便也能打出1000点魔法伤害了。这样恐怖的输出，如果让他再次对上10级哥布林国王，他可以把哥布林国王打得爹妈不认。融合，叮，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风波刃。然后再试一试火球术和风刃术。叮，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炎风斩。炎风斩挥舞烈焰劈砍而下，造成200%魔法伤害，该技能额外获得100速度以及100命中，消耗 MP 20，冷却30秒。再来一波雷球术和风刃术。叮，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风雷破。风雷破以风带雷，以雷胁风，雷霆万钧，摧毁敌人，造成200%魔法伤害，该技能额外获得100暴击以及100爆伤，消耗 MP 20，冷却30秒。一连融合了4个技能，林峰只能说非常上头，就跟炫迈砂糖橘一样，根本停不下来。融合出盐水术、风波刃、炎风斩、风雷破后，紧跟着林峰又融合火球术和雷球术，得到霹雳火；融合雷球术和地刺术，得到天苍炎；融合风刃术和地刺术，得到地苍炎。
融合火球术和雷球术得到炎雷杀，融合水球术和雷球术得到水星雷，一连融合了8个技能。系统的提示给林峰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叮，经验值不够，请继续升级。擦！林峰一看自己的经验面板，原本938000的经验值只剩下4538000了。融合的技能的确很强，但是要消耗经验值啊。林峰微微皱起了眉头，仔细权衡了一下，1000点经验值在前期还算贵重，但后期的话根本不值一提。比如击杀哥布林国王、烈焰虎王的时候，一次性奖励的经验值就是几大千。相比起释放融合技能对魔法值消耗的需求，经验值才是限制它无限融合的第2个门槛。但不管怎么说，这个 SSSSS 级技能也足够变态了。经验值而已，慢慢来，自然会有。而融合后的技能却可以让他发挥出恐怖的实力来。至少从现在开始，他再也不缺技能了。而且释放技能的时候，也不需要1秒1个抠搜着释放，1秒3发、4发、5发，只要技能足够多，魔力值又跟得上，他不再需要考虑技能冷却时间的问题。等他把所有技能2合1、3合1、4合1以后，就可以真正诠释一遍什么叫做狂轰滥炸。还是先处理隐藏职业的问题吧。林峰很快就重新梳理了思绪，现在经验值不够，想继续融合也不行了。等晚上的时候，找女帝要一些提升经验值或者魔力值的道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的话，不如先探索幻境，把隐藏职业拿到手再说。想到这里，林峰拿出了幻境密匙，放在自己手心，心里默念使用密匙，意念集中到了密匙之上，古铜色的密匙像是被点亮的宝石，散发出一道绚烂的白光。白光在林峰的眼前展开了，变换成一幅地图，其中有一个发光的点，荡漾出一圈圈涟漪，看样子就是幻境坐标了。很快，地图一闪而逝，消失不见了。叮！使用幻境密匙成功。幻境坐标：水帘洞 131.750。幻境消失倒计时4小时。4小时？这么狠吗？林峰吃了一惊。听徐菲菲说，密匙坐标是有出现时间限制的，一旦打开密匙就会产生相应的坐标，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进入其中，秘境也好，幻境也好，都会自动消失。如果不能按时进入，等于浪费一次进入幻境的机会。不管了，先试试去。林峰赶紧把胡子收起来，走出了石缝，抬头一看，天色已经透亮了。通过意念打开了任务提示，在水帘洞坐标的位置可以点进去，显示出一幅详细的地图，而大概的方位就在万侯山中。看着幻境坐标的大概位置，林峰脸色微微一变。坐标可不是在万侯山边缘，而是在万侯山的深处。他现在处在边缘地带，已经很危险了，还要继续深入的话，富贵险中求啊！这个获得隐藏职业的机会，林峰可不想错过。咬咬牙，林峰将心一横，判断了一下方位后，朝着目的地飞速赶去。越往山中走，山中的猴子越多。正如万侯山的名字一样，在外面还只是觉得山清水秀的野生动物繁多，但进入群山峻岭之中，只感觉周围到处都是猴子，而且什么猴子都有，叶猴、白眉猴、金丝猴、红毛猩猩、狒狒之类的，各种灵长类动物千奇百怪的，应有尽有。所幸这些怪物的等级并不高。3个小时接近4个小时的时候，林峰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此时的他已经汗流浃背了，抬头一看，眼前是一处20米高左右的瀑布，瀑布之下因为常年流水的撞击，形成了一个水潭，大概有200个平方左右。瀑布不算雄奇，水流很平缓，哗啦哗啦往下流淌着，隐约可见瀑布之中隐藏着一个山洞。妈的，这就是水帘洞！林峰暗感不妙，这地方咋感觉这么熟呢？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踩着水潭之上的一块块台阶一般的石头，抵达了山洞之前。手指刚触碰到薄薄的瀑布，却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往里面拉扯。一道系统提示在耳边响起，正在开启幻境，猴王的一生，是否进入？都到这里了，哪里还有退出的道理？哪怕林峰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懂幻境到底有什么玄奥之处，但是试一试不就明白了？进入，他默默念道，下一秒手掌上的吸力突然加大，身体仿佛跌入一个漩涡，脑袋瞬间一片空白，失去了意识。第36章，好女一身骚，好男一身毛。大王，大王，快醒醒，快醒醒！百姑娘听闻大王风采，特意备了贺礼，找大王求亲来了。百姑娘，什么玩意儿？林峰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自己周围到处都是猴子，猴子们一个个围在自己身边，叽叽喳喳吵个不停，跟七姑八婆催婚一样，烦死了。但这明明很恐怖的一幕，
他心里却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反而有种习以为常的感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遍布着一身猴毛，手掌上、大腿上、胸肌上、腹肌上，体毛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都说好女一身骚，好男一身毛。我知道我林峰是个好男人，但也不至于。等等，我特么……林峰一个蹦跶跳了起来，成猴了，眼珠子瞬间瞪圆了，难以置信看着自己的造型：猴爪、猴腿、猴尾巴，伸手一摸，还有毛茸茸的猴脸。别急别急，这是做梦，一定是做梦。遇事不要慌。林峰思绪电转，很快就确定自己应该是进入幻境后变成猴子了。对于他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梦，而他需要通关这个梦境，最后根据通关的实力获得相应的评分，领取对应的奖励。搞半天，这就是幻境啊！林峰能感觉到周围的一切虚虚实实、模模糊糊，情绪味道很浓，能感受到四周的氛围，也能体会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开心和悲伤。但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没有特定逻辑，一个念头，一瞬间，可能就是3年5载了。白姑娘，是谁？冷静下来。林峰询问身边的一个老猴子。老猴子挠挠手背上的虱子，又挠挠猴脸，回答道：大王忘了，百姑娘就是百花羞啊，她修炼1000年，幻化人形，只为和大王喜结连理，大王还不速速迎接去？什么玩意儿？林峰一头雾水，但不管了，先看看去。意念一动，他飞出了洞穴，再次出现，已经是洞穴之外了。一大群猴子猴孙们正在起哄，而瀑布之前，一个穿着百花长裙、佩戴蝴蝶发簪、容貌温柔、花香四溢的女子羞答答站在外面。一些小妖小怪挑着担子，背着箱子站在女子身后。她就是百花羞，好漂亮！林峰暗惊。百花羞仰头望来，轻咬红唇，鼓起勇气一般，朗声道：小女子自幼瞻仰大王风采，斗胆向大王提亲，愿与大王不离不弃，共度余生，不知大王是否中意？林峰眼珠子瞪得溜圆，眨眨眼，还有这种好事？反正是做梦，不如就委曲求全，潇洒一回。何况对方主动送上门来，不要白不要。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小妖们和猴子猴孙们都在起哄，气氛都到这里了，没理由拒绝了。然而，就在这时候，系统提示出现了。叮！幻境第1章，百花羞上门提亲，你的选择是 A. 答应他，喜结连理 B. 拒绝他，专心修炼 C. 掰弯他，和他结拜兄弟。什么鬼东西？林峰愣住了。做选择题他是可以接受的，但第3个选项又是什么鬼？还结拜兄弟？海尔兄弟吗？到这里，林峰的脑子飞速思索起来，这应该就是通关幻境的关键所在了。每一次选择都对应不同的结果，最后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导向不同的结局。能不能拿到一个理想的高分，就看如何选择了。那么问题来了，现在是要女人，还是要实力呢？老规矩，选 B。林峰默念了答案。他刚确定选择，还没组织语言，和他融为一体的猴王嬉笑出声，指着百花羞，嬉皮笑脸，调侃道：姑娘想得倒美，俺老孙与天地同寿，你凭什么和我共度余生？要不这样，余生就不必了，就今晚，让俺老孙先吃个快餐，体验体验，如何？一群小妖们大怒，你这是调侃百仙子？很快，妖怪们扫兴而回，百花羞也一脸落寞，走了。叮！完成幻境第1章。那一年，你18岁，百花羞上门提亲，你专心修炼，无暇儿女私情，拒绝了百花羞的表白。斗转星移，岁月如梭，眼前的光影急转。林峰听到了耳边轰隆隆的瀑布水声，没有睁开眼睛，却可以感受到头顶100丈高的恐怖瀑布。根本不是他1天前，或者说好多年前，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场景见过的那一道涓涓细流了。此时的他穿着一套布甲，独自坐在瀑布之下，100丈高的恐怖瀑布砸在他的后背上，一遍遍淬炼着他的肉体。外面有猴子猴孙在高声大喊：大王加油！大王最厉害了！大王一定可以淬体成功，实力更上一层楼！突然，哇！林峰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染红了大片瀑布。叮！幻境第2章，你急于修炼，伤及仙根，你的选择是 A. 继续修炼，突破极限 B. 开始历练，求仙问药 C. 管他的球，不死就干。林峰咬咬牙，继续修炼。此时的他感受到的不是梦境了，甚至都没有想过自己正在做梦。瀑布传来的巨大压迫感，还有身体中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有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觉。进不得也退不得，骑虎难下，唯一的做法只能赌一赌了。选择做完后，
丹田之中涌出一股雄浑仙气，包裹住他的全身，修复着他周身伤势。他感觉自己全身暖洋洋的，被这股仙气保护着，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而他来不及高兴，突然，仙气烟消云散，像是断开了风筝线一般，没了踪迹。头顶的瀑布轰然砸下，轰！林峰飞出了瀑布，狠狠摔在了地上，生死不明。叮！完成幻境第2章。那一年，你22岁，你急于修炼，自毁仙根，从此堕入凡尘，无缘修行。擦！林峰感觉不妙，眼前画面再次出现变换，一个糊里糊气的妖怪找上了山门，在外面嚷嚷个不停。林峰因为毁了仙根，心里面正心烦意乱。系统提示又来了。叮！幻境第3章，小狐仙上门挑事，态度恶劣，你的选择是 A. 打他一顿，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B. 请他上座，询问他闹事的缘由， C. 弄死算球，拖去喂狗。第37章，最强幻境，最弱评分，选 C。 林峰烦躁地说，一个小妖而已，留着干啥？再说了，现在功力大跌，如果不能弄死对方，树立威信，后面的麻烦岂不更多？下达了命令后，猴子猴孙们出去了，把小妖3两下就弄死了。叮！完成幻境第3章。那一年，你23岁，你派人打死了小狐仙，并把小狐仙的尸体拖去喂了狗。到了这里，林峰已经有些茫然了。不是他因为做选择题犯了学渣综合症，纯粹就是修炼不成，自毁仙根。现在他好像只能混吃等死，不知道干啥了呀。要不娶个母猴，搭伙把剩下的日子过了得了。但脑海中仅存的一丝理智，让林峰放弃了这个荒谬的想法，继续混吃等死。直到2年后，收到一封信件，是百花羞送来的。叮！幻境第4章，百花羞念及旧情，送来信件，你的选择是 A. 查看信件，回信联络， B. 退回信件，拒绝好意， C. 一把火烧了，不管不顾。这时候百花羞还送信，林峰显得有些无法适从。最后他选择了 B， 叹了一口气，让人把信件送回去了。叮！完成幻境第4章。那一年，你25岁，收到百花羞来信后，你郁郁寡欢，退回了信件。1年后，一只妖法通天的老狐狸找上门来，扬言要给自己的孙女报仇。系统给出了3个选项： A. 正面对线，不死不休， B. 曲线救国，先跑为敬， C. 跪地求饶，请求饶恕。林峰没有选择，打不过又没脸皮求饶，只能选 B，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卷铺盖跑路了。叮！完成幻境第5章。那一年，你26岁，你为战潜逃，在半路被拦截，最终被老狐仙打断了腿。就这样，林峰成功从一代猴王混成了一个跛脚瘸子，日子浮浮沉沉，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中途又经过了很多个章节，感觉不是那么重要了。依稀记得系统的一些章节提示。那一年，你28岁，你凡胎肉体，年老力衰，新任猴王向你发起挑战，你身残志坚，接受了挑战，最终遗憾落败，被夺走了猴王之位。那一年，你30岁，隔壁山头的发情母猴看上了你，你奋起反抗，抵死不从，虽然逃出了猴爪，但也成为了花果山唯一的五宝猴。那一年，你31岁，花果山遭遇100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水源奇缺，你孤苦伶仃，无人接济，在破旧的山洞内忍饥挨饿，最终被饿死，全章完。在迷茫、痛苦、饥饿中，林峰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了。他大口大口喘着气，满头大汗，整个人都像是从汗水中捞出来的。所有的场景和画面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瀑布、熟悉的水潭，周围嬉嬉闹闹的猴群，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了。叮！你完成了幻境，猴王的一生。幻境等级 SSSSS， 最终得分 H， 特殊奖励无，普通奖励经验值1万。通关评价：曾经人间功名梦，静听天籁自无心，懊悔当头之反顾，可惜悠悠岁月流。林峰脸黑了一大片。得分 H， 太特喵的，牛掰了。听徐菲菲说，幻境的等级越高，最终得分的可能性就越高。意思就是，如果幻境等级是 SSSSS， 那么通关这个幻境最极限的得分就是 SSSSS。当然，得分越高，难度就越大。但无论怎么说，也不至于只有一个 H 吧？何况这还是一个 SSSSS 级别的幻境。别提我这智商了，就算是把墨菲特大聪明放进去，也不至于只得一个 H 啊！林峰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H 是什么水平？
等于说他把一手最好的牌打得稀巴烂，每一步他都做出了最不可能的那个选择，以超过难度的姿势成功躲开了一个又一个正确答案，甚至中途可能有一次次挽救的机会，也都被他主动弃权了。得了，这破幻境明摆着坑人嘛！假的，都是假的，这绝对不可能是 SSSSS 级幻境，分明就是一个 H 级幻境，装什么清高？操！一阵腹诽后，林峰终于清醒了。不管怎么说，获得了1万点经验值，也算有点收获，不算白跑一趟了。当然，隐藏职业算是泡汤了。没事，晚上找女帝要一个。眼下，林峰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至于女帝给不给，那就不知道了。走到水潭边的石壁之下，林峰心里面依然还有一点心有余悸，在干净的空地上坐了下来，捧起一捧清冽的潭水，喝了口水，休息了一下，打开等级榜，查看了一下目前的等级排行。不看不知道，一看整个人瞬间懵逼了。此时的等级榜上早已看不到他的名字了，上面显示着第一名墨冷一班16级，第二名吕雪1800班15级，第三名晋胜13班15级，第四名邱成龙305班15级，第五名雷浩然4班15级，第10名徐菲菲1701班14级，第99名杨金宇1701班13级，第100名何峰452班13级。这林峰傻眼了，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猛然惊醒。对了，我进幻境进去了多久？如果说排行榜上的数据没有错的话，那么问题一定不出在其他人身上，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了。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通关幻境的时长可能超出想象，不像秘境几个小时就出来了，而幻境他在幻境中既然经历了猴王的一生，又怎么可能几个小时就走出来？打开和徐菲菲的聊天对话框，里面有很多徐菲菲的留言。林峰，你在哪里？出万猴山了吗？林峰怎么不回消息？马上天黑了，今晚还不回来吗？你没事吧？林峰，大伙儿都担心你，看到消息后记得回我一个。天哪，你不会进入幻境了吧？老实说，幻境中的时间是混乱的，难道你进去了？我滴乖乖，林峰，忘了给你说，幻境任务的建议等级是50级，你现在探索幻境不是送死。完了完了，林峰凉了。消息很多，林峰一目十行的扫了过去，迫不及待回了一条消息，过去几天了？不出10秒，消息回来了。你可算活了，都10天了，死哪去了？最后3个感叹号，可以看出徐菲菲这会儿几近癫狂的心情，也许有喜悦，有激动，有惊喜，可是谁又知道少女心呢？第38章，女帝条件，孺子可教。一场幻境花费了10天时间，现在来看，1万点经验值的奖励高吗？根本不高好吧，甚至可以说是亏大发了。和 H 级的得分可以说完全匹配，不是因为幻境的奖励本身不够高，完全就是林峰过于优秀，好端端一个5S 级别的幻境被他玩崩了。现在咋整？林峰呆愣在了原地。根据历练的时间规定，距离安全区大门打开只剩下10来天的时间了，他等级也达到了10级，要么原地待命，等待安全区开放活着回去，要么返回低级冒险区再升等级，难得出来一次，而且等级排名越高还可以获得排名宝箱，没准儿还能再次开出一个幻境密池呢。不行，林峰心里涌出一股不甘，隐藏职业还没有拿到手，就这么回去，难道只能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法师？要是能再进入一次幻境就好了。想到这里，林峰瞬间想到了一个人，梦境中的女帝。实在不能进入幻境，也得找女帝要一个牛掰的隐藏职业啊！耽搁了10天时间，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林峰万万不能接受的事情。林峰稳了稳心神，给徐菲菲回消息道：我没事，死不了。呼，你进入幻境了？徐菲菲又问。不太顺利。林峰实话实说，没拿到隐藏职业是吗？对，隐藏职业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人没事就好，别想太多。你现在在哪里？万猴山。停顿了一下，林峰认真道：先不说了，我处理点事情，晚点回来去看看你们。另一边，徐菲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你别犯傻呀，马上就可以返回安全区了，等级低一点可以慢慢升，不要冲动。徐菲菲可能认为林峰现在还留在万猴山，可能是要剑走偏锋，冒险升级了。毕竟隐藏职业没拿到手，还耽搁了10天时间，正常情况下对林峰的打击肯定不小。哈哈，林峰笑道：怎么可能？放心吧，我会回去的，先不聊了。哼，徐菲菲不说话了。林峰关闭了对话框，
四处环顾一下，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狭小的洞窟，可能是哪里的野猴子刨出来的。洞窟的地面上还铺上了干燥柔软的枯草。林峰朝着洞窟走去，进入了洞窟，里面空气清新，没有异味。他把枯草抱起来，在地上铺上了3层，坐在枯草上，靠着身后的石壁，闭上了眼睛。刚闭上眼睛，又不太踏实，把呆呆、果果、胡子放了出来，让3兄弟守好洞口。随后，林峰又返回草垫上，放平呼吸，再次闭眼，很快就进入了梦境之中。白雾、山洞、石床再次出现了，他乘着雾气飘入石洞中，熟悉的女帝再次浮现出婀娜多姿、万种风情的身影来。薄薄的雾气自带一缕柔美的女人香味，钻入鼻孔，像是一片好雨，撩拨着大脑皮层的敏感神经，令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他侧身位躺在石床上，背对着林峰，听到声响后，竟然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转过身，用一只手掌撑着下巴，半醒半昧望着林峰，睫毛微微颤抖，睡眼惺忪。你来了，他浅浅道。林峰眉头微微一皱，这一次，女帝竟然没有让他做选择题，3个字你来了，言简意赅，给他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经历过幻境后，林峰忽然有一种错觉，眼前的女帝似乎和自己并非陌生人，至少从这轻描淡写的语言中，可以读懂对方似乎很了解自己。因为完全陌生的2个人，不可能见面就说你来了3个字，还是说是在自己的巴掌下产生了某些过激反应，才让2人不知不觉熟悉了起来。我要隐藏职业，牛皮的。林峰淡淡道，和女帝的言简意赅一样，他也很直接，甚至都不要做选择题了，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的话全都要。女帝眼睛睁开了3分，笑容娇媚，犹如3月桃花开遍，说道，前面的事情还没跟你算账，你还有脸找我要隐藏职业？林峰老脸一红，如果说女帝也是一种幻境的话，那么对方未必不是一个有血有人，只是不同于自己世界中的特殊人物，比如某种 NPC。自己一言不合，见面就给对方甩大嘴巴子，的确不太合适。以后我控制一下自己，这样行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林峰的口气显得温和了许多。那不是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应有的绅士气度吗？还能当成条件？女帝眼珠子一瞪，林峰有点忍不住了，望向女帝，加大了几分语气。那你要怎么样才给我隐藏职业？女帝坐起身来，扬起了一身婚纱般的巨大洁白衣裙，从天而降，又缓缓落下。很简单，女帝正色道，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你。道歉？林峰低着头，摸了摸鼻子，歪着头，嗡嗡说道，对不起。然后隐藏职业呢？女帝笑道，不住点头，不错，孺子可教。但眼睛中却闪过一缕狡黠，嬉笑道，道歉归道歉，我只说原谅你，但有说要给你隐藏职业吗？林峰脸色一变，怒视女帝，你耍我！女帝站起身来，走下台阶，昂着头，高高在上走了一圈，说道，这只是一点小惩罚而已，再说了。转头看向了林峰，你不是已经进入过幻境吗？自己不争气，还能怨别人？擦！他居然知道我是因为通关幻境失败了，才特意找他要隐藏职业来了。这个神秘的梦境寻宝天赋，现在林峰有一点看不懂了。有什么问题吗？林峰硬着脖子说道。其实林峰年龄并不大，在女帝面前，他只有尽量表现得很强势，才能感受到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哥！女帝放声笑了起来，花枝乱颤，目不暇接。接下来女帝一番话，才让林峰明白了自己到底是如何把一手好牌玩得稀巴烂的。第39章再入幻境，万妖大会。看向林峰，女帝认真道，在猴王幻境中，你可知百花羞是谁？你不是废话吗？女帝没有搭理林峰，又说，当年猴王尚未出世，还是一块女娲石的时候，百花羞就是女娲石旁的一朵小花。百花羞说瞻仰大王风采，可不是因为你是猴王，是因为他早在3000年前就见过你了。他靠着女娲石的灵气修炼成人，为的就是和你重新团聚，再续前缘。这么说吧，猴王的正缘就是百花羞，一旦你错过了百花羞，后面的修仙之路就会误入歧途。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破解之法，比如2年后你走火入魔，如果你放弃修炼，去仙山上求仙问药的话，你问的不是药，而是道，你会再次遇到一个贵人，在贵人的帮助下，你依然有机会开启仙缘。可惜你选择了继续修炼，以至于彻底毁了仙根。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无缘修炼了？不，没有。女帝停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更浓了，看着不太服气的林峰，就像是在看一个风华正茂的傻小子。又继续道，百花羞得知你走火入魔后，让他的好朋友小狐仙给你带来了重铸仙根的灵丹妙药。林峰回想起了第3章的内容，一个闹事的小狐仙找上门来，但问题是，
那个小狐仙竟然是一次机缘，那不就是一个闹事的小妖吗？女帝仿佛猜到了林峰在想什么，又说：“你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小狐仙会上门挑事是吧？因为小狐仙和百花羞是朋友啊。”傻小子！小狐仙得知你拒绝了百花羞，能不生气吗？还想上门找你评评理，你稍微好生招待一番，就可以得到灵丹妙药，也能明白你的正缘究竟是谁。谁知你竟然派人打死了小狐仙，多么优秀的脑回路啊！女帝感慨万分，林峰自己都觉得脸上无光了。女帝又说：“到这里开始，你的气运已经由盛转衰了。老狐仙找上门来，就是一次死亡危机。但在此之前，百花羞依然念及旧情，写信给你，提醒你仇家到了，让你提前逃跑。你没有看信件，错过了逃跑机会，最终被找上门来的老狐仙打断了腿。”说到这里，女帝不再继续解释，只说后面是什么就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她脸上的笑容很浓，让林峰有种把女帝按在身下狠狠教训一番才能泄愤的冲动。这和你给我隐藏职业有什么关系？林峰问道。女帝忙道：“当然有关系。”说着，女帝手里再次出现了一个幻境密池的罗盘，扔给了林峰，笑道：“今天的选择就是罗盘，罗盘还是罗盘？别问我有没有什么障眼法，没有。我再给你一次进入幻境的机会，这一次，你要是再不能拿到隐藏职业，就不能怨我了。你说对吧？”女帝冲俏皮林峰眨了眨眼睛，林峰几乎一头倒地。本以为自己吃定了女帝，现在来看，对方才是一头母老虎啊！谁吃谁还说不定呢。林峰沉默不说话。行了，滚吧！来不及多说什么，感觉脑袋被一个罗盘挨了一缸泵似的，咚的一下醒了。叮！你获得幻境密池+1。打开背包一看，第一次使用了幻境密池后，已经消失不见的幻境密池再次出现了，等于说林峰又获得了一次进入水帘洞的机会。算了，为了隐藏职业，干了！林峰咬咬牙，能够重来一次，总比一无所有要好。何况女帝把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这一回还不能拿到隐藏职业的话，那才奇怪了呢。使用幻境密池，叮！使用幻境密池成功。幻境坐标：水帘洞 131.750， 幻境消失倒计时4小时。林峰再次打开了水帘洞幻境，走出石窟，径直朝着瀑布下的幻境入口走去。和上次一样，踩着水面上的石头抵达入口处，伸手触碰漩涡般的瀑布水涡，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再次进入了幻境。花果山，水帘洞，猴王本王。林峰睁开眼睛，一群猴子猴孙嚷嚷个不停：“大王，大王，白姑娘提亲来了！”林峰迅速起身出洞府迎接。洞府外，百花羞双目含情，脸色坚韧又执着。小女百花羞仰慕大王风采，今日特意上门提亲，愿与大王生死相依，不离不弃。一个弱女子主动提亲，还为了她专门修炼成人，只为再续前缘，共度余生。林峰凝视良久，回答道：“仙路渺渺，不及姑娘一笑。为姑娘哪怕舍生忘死，又有何妨？”那一刻，百花羞呆住了，转身眼泪潸然，喜极而泣，哽咽道：“百花羞能跟着大王，为奴为婢，虽死不悔。”叮！完成幻境第1章。那一年你18岁，百花羞上门提亲，你义无反顾接受婚约，当日拜堂成亲，喜结连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百花羞跟着林峰在花果山风餐露宿，任劳任怨。虽然放弃了修仙，但日子过得平淡，却又充实。不出意外的意外发生了。一日，林峰忽然发现百花羞在山洞中幽会牛魔王，两人举止亲密，有说有笑。叮！幻境第2章，见到百花羞和牛魔王别有私情，你的选择是 A. 杀了隔壁老王， B. 弄死隔壁小丽， C. 相信老婆，热情款待，招待有方。选 C。 此时的林峰日子过得并不好，毕竟放弃了修仙，选择了和百花羞厮守到老，他就是一个凡人，哦不，凡猴。而牛魔王作为万妖之王，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惹人仰慕的存在。选 C 可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林峰强忍着内心的妒火，走上前去，热情招待了牛魔王。酒过3巡，那头老牛高兴极了，说：“早听说花果山钟灵毓秀，大王和夫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今日特来拜访，果然名副其实，佩服佩服。刚才见了夫人，才知夫人也是一个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的奇女子，实在是相谈甚欢，流连忘返。若有冒犯之处，还请大王和夫人多多体谅。对了，3年后就是千年一届的万妖大会了，我看花果山不错，不如就设在花果山，也好沾一沾仙府的贵气，两位意下如何？”林峰笑道：“不胜荣幸。”叮！完成幻境第2章。
那一年你20岁，眼见百花羞和牛魔王相谈甚欢，你待客有道，处事不惊。牛魔王高兴之余，决定在花果山举行万妖大会。第40章，历练结束，返回安全区。1年后，有小妖在山外争吵，林峰没有赶走小妖，也没有处罚他们，而是询问缘由，热情待客。叮，完成幻境第3章。那一年，你21岁，小妖们听闻花果山盛名，陆续造访花果山，发生了一些小矛盾，但你冷静处理，赢得了小妖们的信任。又过了好几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系统提示让林峰选择，而林峰始终保持着冷静、理智、成熟的选择心态，再也没有犯下一个错误。迷茫的时候就征询百花羞的意见，终究是一步步往前走了下去。那一年，你23岁，万妖大会隆重召开，牛魔王推荐你上台发言，你在百花羞鼓励下勇敢走上舞台，谁知牛魔王当众和你拜了把子，发了誓，以后妖王 AA 制。那一年，你25岁，身为妖王的你广纳贤才，广交好友，获得了大量的仙缘和机遇，实力突飞猛进，正式踏入修行之路。那一年，你28岁，牛魔王带兵攻打东海龙宫，向你求救，你冒死前去，才知道是牛魔王和龙王开了个玩笑。他们听说你身为妖王，没有趁手武器，把定海神针送给了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自从踏上仙路，获得神兵利器后，林峰的修行实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转眼就是1000年之后了。那一年，你90岁，在百花羞的生日宴会上，你杀上天庭，闯入地府，大开杀戒，六亲不认，世人皆认为你走火入魔，商讨着攻打花果山，降服妖猴的计划。那一年，你100岁，10万天兵天将围攻花果山，你和28星宿、4大天王打了7749天，最终你遗憾败北，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临死前，你躺在花果山冰冷的岩石上，把从天庭抢来的王母娘娘的凤冠霞帔、霓裳羽衣送给了百花羞，说之所以杀上天庭，是不想看她跟自己苦一辈子，想给她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也说你之所以杀入地狱，是因为百花羞未入仙道，如果不修改生死簿，百花羞活不过90岁。百花羞失声痛哭，恳求漫天神佛饶你一死。神佛不应，要你魂飞魄散。你以为这是结束，谁知百花羞动用女娲石的补天神力，用她的魂魄交换了你的魂魄，并且渡你重入了轮回。袖里乾坤大，山中日月长。林峰感觉不到时光流逝，好像只是一瞬间，又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系统的提示声音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耳畔回响。那一年，你200岁，你虽入轮回，但仙根犹在，在复活百花羞的念头下，你访遍名山大川，疯狂修炼的同时，寻求复活仙法。那一年，你1000岁，历经万难后，得知复活百花羞的唯一法宝是如来座下的9品金莲。那一年，你5万岁，重返天庭，大闹天宫，逼得如来现身后，大战如来，最终击败如来，得到了9品金莲。那一年，你10万岁，你用5万年时间，借助9品金莲修复了百花羞的魂魄，并以9品金莲重塑百花羞肉身。你凭借通天法力扭转时空，颠倒轮回，把花果山剥离到了3界之外，带着百花羞回到了当初相遇的时候，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全章完，幻境终于消散了。林峰两眼默然，仔细看的话，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这个幻境，他喃喃自语：10万年。他在幻境中竟然经历了10万年，这就是 SSSSS 级幻境的终极形态。他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自己第一次通关幻境的时候只得了 H 级的评分了。按照10万年的完美通关时间来算，第一次进入幻境，他享年31岁，刚入而立之年就一命呜呼了。相比起10万年的最终通关时间，31岁算什么？把10万年压缩成100岁的话，可能都还是一只小蝌蚪呢。迷茫的眼神中，林峰的气质却不知不觉成熟了几分。他依然是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但在幻境中却仿佛喧宾夺主一般，经历了1000万年，心态不发生变化那是不可能的。女帝不直接给我 SSSSS 级隐藏职业，要我自己通关幻境，该不会故意的吧？脑海中冒出了奇怪的想法，摇摇头，不再多想，退回了瀑布之外。系统的提示声也在滴答而来。叮，你完成了幻境，猴王的一生。幻境等级 SSSSS， 最终得分 SSSSS。 特殊奖励金箍棒+1，神器。普通奖励经验值100万，传送卷轴+1，转职卷轴+1。通关评价：道途渺渺中有期，痴情儿女2星旗，曾经山盟深似海，大梦初醒一场空。搞定。等等，多少经验值来着？林峰只感觉呼吸一滞。与此同时，下一秒，
一道雄浑的金色力量从天而降，洒在了他的身上。这股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内给他淬炼筋骨，增强实力，像是一种梦境返还一般，又像是仅仅只是升级而已。但100万的经验值所蕴含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林峰感觉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沐浴在这片金光之中，被金色能量一遍遍洗涤着、改造着、重塑着。系统的提示声音姗姗来迟：定，你升级了；定，你升级了；定，你升级了；定，你升级了。声音连续响了10多次，准确来说是15次，也就是短短10秒不到的时间里，林峰的等级从10级变成了25级。等级提升幅度之快，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形容，甚至可以说，就算是他现在把一个100级的 BOSS 给宰了，也未必可以一次性获得如此多的经验，以及如此恐怖的升级速度。但是，林峰来不及高兴，又一道系统提示响起：叮！全区通知，新手历练已结束。重复一遍，新手历练已结束。距离安全区关闭还剩最后30秒，未按时返回安全区者视为自动弃权，生死由命。30、29、28。第41章虎父无犬子，名师出高徒。安全区，人山人海，万人空巷。1年1度的安全区新人冒险家回归，即高等学院招生仪式隆重举行。只要是活着回来的学生，都可以获得安全区的礼遇以及安全区内民众的尊重。因为任何一个活着回来的年轻人都等同于是安全区未来的希望。在敞开的安全区大门内，分了2个区域。第一个是各大高等学院的招生区域，类似于大学招生。对于新手历练期内表现优异、实力强劲、等级拔尖的学生，高等学院会开放特招的机会，或者给予特招名额，把优秀学院提前招入门下。这也是招生仪式的由来。需要注意的是，前来招生的高等学院远不止第9安全区内的高等学院。在神龙帝国，安全区的数量数以万计，安全区的等级也有区别，总共10个等级。而第9安全区在所有安全区中属于2级安全区，防御等级中下偏低，整体实力相比起其他安全区也是较为落后的。因此，这一次前来第9安全区开设招生点的高等学院，除了第9安全区本来的几所高等魔法学院外，也就只有附近其他安全区内的一些魔武学院、古武学院、御兽学院等等。2流学院居多，一流学院很少。据说加入一流学院的最低门槛是20级。试问这样的等级，有几个普通新人可以达到？大部分经过历练的新人，等级都停留在10级出头，15级就很少了。17、8级的等级就等于很多年以前的高考550分的水平，属于佼佼者和拔尖者，可以选择的学院就很多了。而20级，那就是985211的料子，高等学院抢着要。至于15级以下的普通学员，进不了好学校，虽然回来了，但未来的选择面很窄，要么交点钱进高等学院深造一下，出来以后学个一技之长也是可以谋生的；要么提前出生社会，在安全区内打打零工，或者当一个低级冒险家，混混地图，杀杀小怪，去冒险区卖命，也是可以活下来的。至少不会被安全区当成废物直接抛弃掉了。总之，所有回来的学生都是幸运的。而今天的安全区西大门内，除了招生区域，还有另外一片区域，可以叫做接待区域。无数家长、亲友、师生在接待区域内翘首以待，张望着返回的学生大军。从今天起，他们算是正式成年了，可以拥有低级冒险家的称号了，也拥有在安全区内活下去的资格了。见到儿女回归的父母们和儿女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而见不到儿女回来的父母们，一个个瘫软在地，嚎啕大哭。接待区内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天堂和地狱各自参半了。远远的能听到各种喜悦、激动、悲痛的呐喊声。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爸妈，我回来了，瞧，不缺胳膊不少腿，好着呢。感谢老师和学校的栽培啊，名师出高徒啊，回头就去送个锦旗。什么名师出高徒？明明是虎父无犬子。对，哈，虎父无犬子。以上只是高兴的声音，更多的是悲痛和哀嚎。爽，我的爽死了，爽死了啊！大姐，你到底是爽死了还是爽死了啊？我家王爽啊，回不来啊，爽死了，爽死了！在混乱和嘈杂的人群中，10个身着唐装的中年男女，还有白发老者，脸色凝重，看着安全区即将关闭的大门，负手而立，窃窃私语。有看到林峰吗？一个青衣老者低声问道。他不是别人，正是拥有飞行术的安全区10大长老之一石安。在安全区，长老就是最高的掌权者，因为长老的由来可不是通过金钱、权谋和肮脏的 PY 交易混上去的，全部是依靠实力排名打出来的。10大长老
可以说就是安全区最强的10个人，平均等级高达80级。这还只是2级安全区而已，在高级安全区，长老们的等级更高，但他们虽然位高权重，却非常关心后代的培养。每一届新手历练仪式的结束，他们都会亲自到场，为幸存者接风洗尘。石安说话后，一个团着发髻的女子摇摇头，凝重道：“不妙啊。”另外有中年男子说，自从林峰升到10级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这孩子升级速度非常惊人，率先升上10级不说，在8级左右的时候就击杀了20级的烈焰虎王，说是奇迹也毫不为过。那有什么用？另外一个老者说话了。老者体态肥胖，大腹便便的，说话也直来直去，语气中怒气冲冲的：“毛头小子，难成大器，杀了头大猫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我看只是半罐水，响叮当。行了，老黄，你这刀子嘴豆腐心，脾气还是这么暴躁，谁不知道你最惜才了？”“我是惜才？我分明就是心疼幻境密池，我们精心准备的密池，密室是给出去了，人却没回来，这么一搞，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姓黄的老者满脸怒色。唉，其他人长老纷纷叹气。幻境密池这种东西，即便是长老们也视为珍宝。所谓的等级奖励、排名奖励，其实并不是什么系统分配的，而是安全区大佬们集体出资捐赠的。因为发布历练活动的主体并不是系统，而是安全区。在这个世界中，系统只是工具和途径，而不是散财童子，背后往往另有其人。而这一次历练中的各种奖品，只有长老们心里才清楚，消耗的都是安全区的财力。如果不能培养出精锐的后代，甚至折损了天才学员，那就太可惜了。你们说，这小子可不可能进入了幻境，所以一直没出来？石安犹犹豫豫问道。那怎么可能？发髻女人一口否决，什么幻境可以1个月不出来的？ S 级评分吗？我可从没听过有人能够拿到幻境 S 级评分，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碎娃，别说 S 级评分了，能拿到一个 C 级或者 D 级评分就谢天谢地了。难道他真的嘎了？中年男子欲言又止。不，还没有。石安叹道，我询问过他们的班级同学，还没有他出事的提示，但现在的问题是……石安看向了正在渐渐合并的安全区大门，所有人都懂了，安全区即将关闭。如果林峰不能返回的话，一个人在野外求生，岂不是死路一条？第42章逆天升级，一飞冲天。这个世界白天看起来很正常，而夜晚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夜晚的野外。哪怕是低级安全区，也可能出现各种离谱的事故，比如林峰第2天晚上就碰到了20级虎王和25级的疾风暴狼打架，若非运气好，整个小队都全军覆没了。活下去，有时候不能完全看实力，还得看运气。林峰现在还不回来的话，哪怕还活着，那也没有意义了。唉，他不可能在野外坚持到明年我们再次打开安全区大门的。石安长叹一声，安全区大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是有严格规定的，谁也不能违规。也就是说，留给林峰回来的时间只剩下最后30秒了。那个黄姓的老者似乎有点气不过，说道：“回来又如何？回来还不是10级？看看墨冷、吕雪，等级最高的墨冷已经23级了。23级！”听到墨冷的名字，愁眉不展的一群长老们眉头稍髻，愁绪一下子散开了不少。是啊，就算没有林峰，第9安全区还有墨冷。墨冷太强了，30天时间竟然冲到了23级。后面的吕雪、雷浩然、晋胜等人也不差了，可惜比起墨冷依然略输一筹。对于一众长老而言，林峰没有回来的确很可惜，但现在这种情况下，回来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排行榜上面林峰的等级写得清清楚楚，10级。就算林峰回来了，也只是一个10级的守门员而已，早已不似20天前的那般轰动全区，如雷贯耳了。唉，一声叹息过后，长老们再也没有说话了。人群中，1701班的方向，一个穿着短裙白丝、身材苗条、亭亭玉立、秀发随风飘荡的女孩，望着正在缓缓合拢的安全区大门，表情呆滞，神色茫然。怎么会这样？徐菲菲喃喃自语。在她和林峰最后的聊天对话中，她不是说了一定会回来了吗？可是半个月过去了，林峰说回营地没有，说回安全区也没有，他的等级仿佛永远定格在了10级一般，再也不见一丝动静。是死是活，无人能知。只有缓缓合并的大门在向周围诉说，那个天才少年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多数天才一样，终究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他不会回来了。一个略微叹息的女声在徐菲菲的耳边响起，回头一看，是张丽萍。张丽萍同样望着正在一点点合并的巨大门页，
脸颊上掠过一丝悲伤。他要回来的话，早就回来了。不过菲菲啊，张丽萍郑重其事看着徐菲菲，又说：“你这半个月来一直恍恍惚惚，跟丢了魂似的。前面时候还看你和谁聊天，半夜都躲被窝里面傻笑来着。老实说，你该不会喜欢上林峰了吧？”张丽萍这么一说，徐菲菲一惊。周围走来了杨金宇和曹武，两人闻言道：“丽萍，你这话就幽默了。学校里面的男生，哪个不是对我们菲菲包藏祸心？还有铁头小王子追了菲菲3年都没到手，就菲菲这性格，是不是对男人感兴趣都是一个问题呢？”杨金宇仿佛一语道破天机一般，语不惊人死不休。曹武翻了个白眼：“包藏祸心？你说的该不会是你这骚包吧？去你大爷的！停顿一下，再说了，就我配得上菲菲，林峰老大还不答应呢。”说到林峰，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杨金宇和曹武纷纷收敛了轻浮的神色，表情凝重起来，望着即将关闭的大门，叹道：“唉，天妒英才，我们的老大回不来了。”柳宁城撅起了小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偶像呢，这才一眨眼功夫没了。柳宁城所说的偶像，就是强大的有些不可思议的林峰了。徐菲菲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张丽萍，责怪道：“说什么话？我怎么会喜欢他？只不过……”徐菲菲摇摇头，太可惜了。周围人纷纷附和，一时间感慨万分。是啊，太可惜了。1701班中，活着回来的同学们一个个怀揣心事，窃窃私语。仔细听的话，竟然都在讨论林峰。不会吧，这小子这妖牛逼，居然挂了？这算什么？我靠，喜大普奔！妈的，我以为找到大哥了呢，还想抱抱大腿，结果没回来。哎，老师说的没错，安全区外一切都可能发生，哪怕强大如林峰，也有可能一去不返。这时候心情最复杂的应该是班主任老师吧？眼看着自己的学生中诞生了宝箱排名第1的天才，如今却又如流星陨落，心中有多么遗憾，可想而知了。最后30秒了，安全区外什么动静也没有，能回来的早就排队返回了，说什么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现在还不回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回不来了。走吧。徐菲菲收回了目光，心情平静，也许她只是刻意控制着自己的内心，让她看起来无比平静。对于林峰这个人，不过就是一个关系好一点，多说了几句话的男同学而已，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只不过想到那个风雨交加和林峰谈笑风生的夜晚，徐菲菲终究是有几分意难平，又忍不住打开了排行榜，查看了一下排行榜上面的排名。在过去的1个月里面，她总是这样做，因为每次打开排行榜都可以看到林峰的名字，那种感觉就仿佛他一定可以回来一样。可如今他的名字早已消失在100名之外，不可能回来，甚至仿佛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而就在徐菲菲准备关闭排行榜的时候，突然他脚步一顿，仿佛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迅速抬头，两眼瞪大，瞳孔急剧扩张，呼吸停滞，整张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等等，排行榜第1的名字怎么是林峰？难道看错了？徐菲菲又看了一遍，一瞬间吓得目瞪口呆，花颜失色。排行榜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第1名上莫冷的名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熟悉的名字。第1名林峰，1701班，25级，第43章传送卷轴，回城神器。菲菲，你怎么了？张丽萍发现了徐菲菲的异样，急声问道。排行榜，你们看，排行榜。徐菲菲呆呆道。排行榜有什么问题吗？张丽萍嘀咕了起来。其他人也搞不清楚徐菲菲突然之间在惊恐什么，而安全区的大门处也没发现任何有人回来的迹象。大门外薄雾渐渐散开了，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看不到一个人。到底是什么让徐菲菲这么吃惊呢？无法理解。几人疑惑着打开了排行榜，然而几乎就在他们打开排行榜的一瞬间，人群中不知道谁大叫了一声：“啊，怎么回事？第1名，第1名！操你大爷的，大呼小叫干什么？第1名怎么了？第1名不是莫冷大佬吗？什么莫冷大佬？是林峰，是林峰啊！林峰！”人群瞬间倒抽一口凉气。如果是其他人，大家也就听听算了，在这种节骨眼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笑话。前来迎接新人回归的长老，甚至把关于莫冷获得这一届新人历练第1名的颁奖词都想好了，连莫冷自己都在构思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地的获奖感言了。这个时候，你给我说林峰，关键是说其他人，还真没人信。说林峰的话，可谓是满座皆惊。新人冒险者们听到了呼声后，纷纷打开了排行榜。这一看，全部人惊呆了。林峰，我靠，怎么回事？第1名换人了，
没搞错吧？刚才还是莫冷呢，这才几分钟啊，林峰25级了。死林峰，玩什么鬼把戏？早不升级晚不升级，你隔着卡 bug 呢？666，这是传说中的1秒10级。人群轰动了，安全区内的10大长老也不曾见过如此离谱的事情。你们看排名，石安大惊失色，林峰又成为第1了。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他做什么了？好出色的孩子，本以为莫冷已经足够优秀了，没想到还得是林峰啊。这一次神龙魔武学院的报名资格可能有机会了。众人正在吃惊中，黄老头冷哼道：哼，我看咱们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小子突然升到25级，意味着什么？他还活着？还是安全区后继有人？都不是。意味着什么？众人一愣，意味着这小子现在还在外面鬼混呢，根本没想过该回来了。回不来的结果不用我说了吧？这么一说，众人恍然大悟。对啊，林峰突然升到25级，那说明林峰这会儿还在升级，根本不在返程的路上。等林峰反应过来准备回来了，那安全区大门早就关了，无法返回安全区大门，再等1年，歪管什么绝世高手，早就成为怪物们的粪便了。唉，刚刚兴奋起来的长老们再次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太气人了。这小子最好是别回来，回来的话老子非得揍他。得了，真要回来，你马上就把他招为关门弟子了吧？万一真的回来了呢？那不可能。万侯山水帘洞，清澈的水潭边上，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林峰蒙圈了。上一次进入幻境，眨眼就过去了10天，这一次看样子也不赖，比10天还多，一转眼的功夫竟然该回去了。关键是，我靠，最后30秒逗我玩呢？林峰连查看隐藏职业的心情或者说时间都没有了。通关5S 幻境，激动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回去？从万侯山到安全区，快马加鞭，把第3条腿拿出来跑，至少也得3个小时。而要他3个小时回去，不是坑爹吗？凉了，又回不去了。林峰哭丧着脸，这要是回不去，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他就真的成为胡狼了。在安全区外，能不能活下去不说，但1年之内不会看到任何人。而且安全区外的世界风云变幻，1年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他独自在野外生活的话，幸存率可能不到10%。林峰丧气地坐在地上。5S 幻境给的奖励看着也不香了，神器金箍棒、海量经验值、1个传送卷轴，还有1个转职卷轴。最牛掰的奖励无疑就是神器和转职卷轴了。既然是最高级别且最高得分的通关结果，林峰不用想也能够猜到转职卷轴里面可能爆出来的惊天隐藏职业。可在30秒的倒计时下，滴滴答答，像是听着催命的声音一样。等等，视线从金箍棒、转职卷轴上迅速挪开。这什么东西？传送卷轴可以飞？林峰一个机灵，打开背包，迅速取出了传送卷轴，拿出来一看，传送卷轴特级道具，在已点亮的系统地图中自由传送，不得直接进入安全区，每次消耗1个传送卷轴。啊，这林峰傻眼了，如有神助，哈哈，我就说吧，就我这人品，怎么会回不去？林峰哈哈大笑起来。这传送卷轴的意思就是可以飞到任何自己到过的地方，除了安全区，但没必要直接飞回安全区，只要回到大门之外，30秒跑回去，绰绰有余。不管了，先回去再说好，还有排名奖励要拿呢。林峰喜形于色，连忙拿起传送卷轴，把卷轴顺着缝隙缓缓打开，一道淡金色的光芒从卷轴中涌动而出，包裹住了林峰。眼前光影一闪，林峰的身影随之消失不见了。人群在震惊之余，再次看向了安全区的大门。25级了，还不回来吗？林峰咋想的啊？只顾着升级，不要命了？好恐怖的男人，一口气飙升25级，莫冷算个球。别说了，莫冷大老脸都绿了。没事，反正林峰也回不来，莫冷还是第一。有道理。最后10秒的倒计时，回响在安全区内所有人的耳畔，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大门，即便知道林峰不可能返回了，但还是忍不住想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10、9、8、7，安全区的大门一点点合上了，3米、2米、1米。徐菲菲呆呆看着大门之外的一片虚空，他会回来吗？会吗？好不容易又有了他的消息，可渐渐紧闭的大门却像是一只掐在脖子上的大手一般，令人窒息的喘不过气来。10大长老眉头皱得很深，在遗憾之余，心中多多少少也抱着一丝期待，尽管这丝期待现在看起来几乎只是妄想。那个脑袋上团着发髻的女子突然说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种可以踏破虚空的道具，
无论隔得多远，都能传送到指定地点。传送卷轴？石安眉头一皱，又摇头道：“那不可能，传送卷轴是特级道具，50级怪物也未必报得出来。这小子的身份我调查过了，一介平民，无依无靠，不会有这种东西。”话音刚落，大门之外忽然闪现出一道金光，金光带着一道模糊的人影从天而降，在金光渐渐消散的过程中，露出一道挺拔又冷峻的身影。他缓缓走出金光，在大门关闭的最后一秒，重新踏入了安全区。全场窒息，每一个人都呆呆看着走进来的男人，是林峰。而林峰若无其事看着一张张陌生又震惊的脸颊，微微一笑，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也回来了。第44章，炙手可热，最强新人。不知道是激动、惊愕还是震惊的原因，全场爆发出激动掌声来。牛逼！妈的，老子第一次看到从天而降的男人，吓死人了！我以为咱们区的大腿凉了呢。林峰牛皮，牛皮，牛皮！啥也不说了，666！掌声如雷，欢呼四起。莫冷、吕雪、晋胜等一众前世高手，这时候都默默看着回来的林峰，惊愕的神色中却又露出了一丝放松，像是情不自禁松了一口气。虽然从莫冷等人的角度来说，林峰回来了，意味着第1名易主了，但对于安全区而言，安全区的冒险者越强大，安全区的防御系数就越高，这里就更安全。能看到有强者诞生，某种角度来说，并非一件坏事。何况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里，还有一场全新的挑战等着莫冷、吕雪等人呢。而这场挑战，在一众前世高手的心中，早就默默给林峰留下了位置。看我做什么？我脸上有花。林峰嘀嘀咕咕穿过人群，朝着1701班的方向走去。他就是一个孤儿，也没什么归属感，唯一对他好的还是学校里面的秃头校长。现在回来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当然是自己的班集体了。班集体中，徐菲菲、杨金宇等人早就等着他了。杨金宇和曹武急忙跑来，神色激动，又笑又跳，一个接着一个给他来了一个拥抱。老大牛皮啊！杨金宇说：“老大，你可真会吓人的。”曹武笑得可灿烂了，这还是林峰第一次看到曹武这个比较内向的男孩子如此开心的笑容，看得出来他们都由衷为自己的回归感到高兴。其他同学神色喟叹，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吹捧着林峰。林峰，以前说你坏话是我的不对，别往心里去啊。是啊是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们这种渣渣一般见识。林哥，弱弱问一句，缺腿不挂件吗？我虽然没有菲菲漂亮，但是我很会哦。还有我，别问我愿不愿意做你女朋友，问就是没问题。林大哥，还记得我吗？就之前给你递过橡皮擦呢。有印象？没印象也没关系，我这就去买个橡皮擦递给你。热情的同学们让林峰甚至感到了一丝不适应。有句话说得很好，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看到的周围一切人都是好人，而当你弱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人全部是坏人。班主任神色欣慰，面容慈祥，感慨道：“林峰是我们1701班的骄傲。”得了，林峰挠挠头，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徐菲菲。这妹子仿佛想到了什么，林峰朝着徐菲菲走去，笑道：“怎么样，是不是回来了？没骗你吧？本来只是和班花美女开个玩笑。”谁知徐菲菲扑哧一声笑出声来，那倾国倾城的清纯容颜，犹如含苞待放却又突然盛开的一朵莲花，把周围很多人都看呆了。我的天，徐菲菲笑起来原来这么好看啊！是啊，我还以为是个高冷班花泥。什么班花？徐菲菲还没长开，人家再长2年，准是个大校花呢。没长开，哥们儿，你口味很前卫啊。那不，以后跟哥混，保证脱单。人群嘀嘀咕咕，徐菲菲感觉气氛不对，连忙收敛了笑容，止住笑声，对林峰说：“还笑，不正经。”林峰嘿嘿一笑。正在这时候，人群分开了，走来了一群年龄很大的老人，还有中年男女。从他们精致的服饰和上位者的气势来看，这群人应该就是安全区内德高望重的10大长老了。领头的那个青衣老者，林峰记得很清楚，这不就是给自己贡献了飞行术的石安吗？见过诸位长老。林峰眼见大佬们亲自来给自己接风洗尘，连忙站端正了，低头问好。石安走到了林峰的近前，仔细打量着林峰，脸上露出了和蔼可亲又满意的笑容，抚摸着胡须，开心笑道：“不错不错，好小子，有点东西。当然只是一点而已。”黄老头看着别处，嘀咕道：“哈哈。”众人都笑出声来。一个头顶团着高高发髻的阿姨，虽然叫阿姨，但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有点师娘的味道，笑道：“人回来就好，我们也不想安全区的未来葬送在我们这群老头子和老太婆的手里，
以后还是年轻人的世界，何况我们2级安全区还有的路走呢。好了，发言，撤了。石安点点头，扔给林峰一个帖子，说道：按照上面的时间准时参会。说完就不再理会林峰，一个腾空而起，飞向了天上。闹哄哄的人群随着石安飞到了空中，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就是石安的废话文学时间。我宣布，1年1度的新人历练正式结束。恭喜所有回来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了，你们就是神龙帝国的未来，也是安全区的未来。你们的余生可以享受安全区内的平民待遇，也可以加入其他高级学院继续深造，为神龙帝国的生活乃至于为人类的延续继续努力。继续深造的同学，你们可以就地加入各大高等学府，也可以报名其他安全区的顶级学院。你们有2个月的休息时间，请合理安排时间。我的发言到此结束。在一片掌声中，新人历练仪式落下了帷幕。其他长老提醒林峰要按时赴会后，就一起离开了。赴会，林峰看了看帖子，上面显示着一个公园别墅的地址，还有赴会的时间就是明天。初步估计可能是一场沙龙，而帖子的话就是一个参会的请帖而已。收起了帖子，林峰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客人，各大学院的招生导师。好大一群人，跟挤电梯似的朝着林峰涌来。人还没到，热情的声音就让人招架不住了。林峰同学，贾老练学院正在招生，顶级学院，卧虎藏龙，了解一下。贾老练学院算个鸟，来我们风车车学院，魔法专科大学，妹子很多，你懂我的意思吧？麻烦3流学院让一边去，你们挡着我装逼了。林峰，向你隆重介绍一下，王者学院，2本大学，顶级资源，心动了没有？王者学院？垃圾，专门培养小学生的，来我们超神学院，你值得拥有。小伙子，你25级了，超神学院配不上你，只有我们魔武学院，魔法、武技，什么院系都有，才是最适合你的学府。林峰，我不跟你说虚的，加入我们威震天学院，你的学费我们包了。就这。林峰，我们给你提供10万奖学金，每年都有，来我们天龙大学。林峰，一个眨眼功夫，林峰的怀里塞满了来自各个学院的特招通知书。周围的其他同学就跟害了红眼病似的，看看林峰怀里用也用不完的录取通知书，再看看无人问津的自己，一个心如猫挠，感慨万千，垂死病中惊坐起，学渣竟是我自己啊！第45章，多抄几次就习惯了。高等学院通知书的意义不仅是入学那么简单，如果说安全区内还有一个安全区的话，那么这个安全区一定是学校。进入高等学院意味着还可以享受4年的安全期，在学校里面即便不参加冒险也可以提升实力，而如果不能进入学校，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被学校录取的话，就只能出身社会，为了活下去踏入各处险境，死亡率大大提升。所以对于刚走出新手历练的学生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一个学校继续深造。学校实力越强大越好，可以学到的东西越多，对未来的提升帮助越大。但因为林峰的等级实在是太惊人了，不需要他主动去找学校，一众高等学院也闻着味儿，主动找上门来了。望着怀里密密麻麻的录取通知书，林峰哭笑不得，看向徐菲菲、杨金宇等人，几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不像他这么恐怖，但也收到了不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徐菲菲现在的等级是20级，百强排名34名。杨金宇、曹武、张丽萍和柳宁城都是19级，不在百强之内，但等级的话，估计在100名到500名之间，也算是百里挑一的强者了。这样的实力得到其他高等学院的青睐，也是理所应当的。在其他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中，林峰也不好意思拒绝各大学院的导师们，只有把录取通知书先放进背包里面，回头筛选一下，没准儿也能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院校。而就在他往背包里面存放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耳边传来一个声音：都扔了吧，没什么用。闻声看去，迎面走来一个身着精美战甲，左手握着一柄长剑，金黄色头发，英气逼人的少年。少年脸色冷漠，眉毛很浓，像是2把飞刀似的。林峰也不知道这货是谁，就问：扔了，为何？少年没有径直回答，浓浓的眉毛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但浑身上下又散发着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眉头微微一拧，反问道：你身为最强新人，接下来要做什么？难道不清楚？最强新人，林峰嘀咕起来，笑道：这头衔我喜欢。少年眉头微皱，冷哼一声，看来也只是运气好一点罢了。哼！说完转身就走了。林峰也不清楚这货干嘛来的，但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这少年气势不凡，似有几分不同寻常。正想着，杨金宇走了过来，顺着林峰的目光也望着远去的少年，问道：老大，莫冷和你说什么了？莫冷
啊！林峰微微一怔，他就是莫冷。是啊，大伙儿都以为莫冷第一名稳了，谁知你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最后1分钟赶超了人家，莫冷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吧？杨金宇露出了奸诈笑容。原来如此，林峰恍然大悟，又笑道：“没事，一次赶超不习惯，多赶超几次就习惯了。你就吹吧。”徐菲菲等人也走了过来，张丽萍翻着白眼，假装鄙视地说。杨金宇笑道：“也对，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赶超这家伙了，莫冷应该就是来看看谁这样牛逼，每次都压他一头呢。”林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了。莫冷性格冷漠，但从刚才的反应来看，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更像是一个专注修炼的武夫。从某些角度讲，冷漠的莫冷可能心里真的对升级要什么执着吧，否则也不会专门来看一眼林峰了。摇摇头，突然又想到了石安长老给自己的帖子，拿出来询问杨金宇：“对了，这个你们有吗？”这个帖子刚才几人都看到过了。他不问还好，拿出来特此一问，徐菲菲黯然失色，杨金宇等人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连杨金宇也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叹了一口气：“哎，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张丽萍附和道：“你照着时间，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你要是不喜欢，把帖子送我，我也不介意。”柳宁城撅起小嘴，眼珠子瞄着帖子，显然还因为嫉妒有几分闷闷不乐呢。那明天再说。林峰笑了笑，看着几人不愿意细说的样子，可以猜出来这帖子应该是好东西。至于到底是什么，明天就知道了。远处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班主任招呼着周围的学生，笑着说：“今天晚上是我们1701班的毕业宴会了，地点就选在星河酒店，时间是晚上6点，请同学们务必按时到场。”毕业宴会，林峰有些感慨，一转眼的功夫，高中就结束了。这个世界也是高中3年，大学4年，不同的是，教学内容可不是什么数理化、史地政，而是魔法、武技、战斗、生存等等等等。这时候有人就好奇了，那分科吗？分啊，当然分。甚至林峰穿越后也觉得离原上谱，这里的高中也是分科的。高一的时候主要会讲解世界格局、生存技巧、战斗理论等等。高二的时候分科就开始了，2类科目，魔科和武科，前者修行魔法，后者修行武技。到了高3会学习一些基本的战斗技能，比如徐菲菲的火球、爆裂火球等等。然后到了大学，专业会更加细分。魔法的出现，烽火雷电、土光暗7大基本院系；武技出现战士、刺客、弓箭、骑士的基本划分。除此之外，部分院校还会开设魔武士、御兽师、毒素系、植物系等特殊专业。总而言之，大学的专业类型是更加丰富多样了，对于学生的实力提升大有裨益。当然，也因为到了大学，经历过历练后的学生等级达到了10级，恰逢转职的时候，能够在转职的同时进入各大高等学院深造，绝对是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高等学院的实力越强，对于学生的实力提升帮助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人看到林峰被导师们包围着送录取通知书，一个个害了红眼病的原因。看似只是通知书，实则就是未来通往强者世界的一张名片。言归正传，在班主任通知了毕业宴会时间后，人群就渐渐散开了。老大，我要先回家一趟，晚上见。林峰，我也先走了。那我也回去化个妆，这1个月人都臭了。哈哈。杨金宇等人陆陆续续走了。林峰略作思索，观察了一下方向后，也混入人群，飞速离开了。第46章，出道3年，从未失手。在安全区内，林峰是没有家的，他是孤儿，唯一照顾他的是出于好心的秃头校长。但秃头校长也不是他的监护人，只是因为校长的职责给他提供了一间单独居住的学生宿舍，还是地下室，仅此而已。而林峰现在一飞冲天，对于秃头校长来说，就算是最好的报答了。一路胡思乱想，林峰走进了一间开阔的公园。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身后有人跟踪自己，往后面看去，背后什么人都没有，但一回头来，又有种后背发凉，身上有蚂蚁爬的感觉。被盯上了。林峰脸色微微一沉，如果是好人，不至于跟踪，有什么事情当面就说了。那么跟踪自己的人，只有可能不是好人了。安全区看似安全，只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在安全区内，偶尔失踪几个人，丢失一些人体零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略作思索后，林峰加快脚步进入了公园。走到一处湖泊旁，两边假山环绕，草丛茂密。不等他继续向前，对面的岔路位置闪出一道人影来，挡住了他的去路。来了！林峰微微眯眼看着来人，这是一个戴着低矮帽子、身材瘦弱、披着马甲、
有几分牛仔模样打扮，神色冷酷，又有几分飞扬跋扈的男人。他吊儿郎当挡着林峰的去路，双手插兜，一副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的样子。半抬起头来，瞥斜着林峰，冷冷道：“小子，知道被跟踪了，还往人少的地方走。”显然，这个男子已经注意到林峰频繁回头看了。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傻子也可以推断出林峰已经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但恰恰也因为如此，让人意外的是，林峰竟然没有选择朝人多的地方去求助，而是继续往偏僻的地方前行。对于跟踪林峰的男子而言，这不是一种轻视是什么？我往人多的地方走，你不就不出来了吗？林峰笑道。他不太喜欢被人盯上的感觉，而解决这种麻烦的最佳方式很简单，就是让这个人永远消失。哈哈！来人怒极反笑道：“好狂的小子！”没笑两声，话锋一转，像是露出了尾巴的大灰狼，厉声道：“交出幻境密匙，饶你不死！”林峰肩膀一耸，两手一摊，用了。男子脸色瞬间阴寒起来：“不给是吧？”“真用了。”林峰无奈：“你他妈！”男子勃然大怒，又说：“孤身一人，等级25级，你给我说把幻境密匙用了，那不然呢？”林峰哭笑不得。也许从这个劫匪的角度来讲，幻境密匙是什么东西？一种比深渊密匙还要高级的宝贝啊！深渊密匙都要40级左右的冒险者才敢进入，何况是幻境密匙？林峰提前用了幻境密匙，除了能说明林峰一点基本道具使用常识都没有，只能说明林峰是在撒谎了。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男子脸色一寒，吭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来，寒芒乍现，盯住了林峰，眼神犹如一条毒蛇。再问你最后一遍，给不给？林峰无语透顶了，这人咋这么不讲道理呢？我都说了备用了呀，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一次性从10级升到25级的？林峰这么一说，男子微微一愣。是啊，幻境密匙是10级宝箱的奖励，因为想要幻境密匙，男子从10级就开始关注林峰了。既然关注林峰，自然也知道林峰从10级后就再也没有升级了。在安全区大门关闭的最后1分钟，等级一气呵成冲到了25级。有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奇迹的？很显然是幻境。想到这里，男子的脸色阴晴变幻起来。幻境密匙没了。林峰感觉男子应该听懂了，就说：“现在没什么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吗？”林峰还算好好说话了，他只是不想为一个江洋大盗浪费时间而已。本以为事情也结束了，谁知这男子发疯了一样盯住了他的一身装备，红眼道：“来也来了，哪有空手而回的道理？我看你装备也不错，应该是极品装备吧？装备脱下来，人可以走了。”我去！林峰长叹一声，遗憾道：“既然你一定要找死，那就别怨我了。不给，那我就亲自来取。”话不投机半句多，男子脚步一点，手握锋利匕首，朝着林峰的脖子一刀子捅来。刀刀致命，想来也是杀人越货的惯犯了。而且看他的职业，应该是刺客，已经转职过了。在知道林峰25级的前提下，还来拦路抢劫，只能说明他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只不过男子并不知道，他的全部属性早在林峰的透析之眼下一览无遗了。目标透析：情境、种族、人、职业、刺客，等级28，经验170。属性透析：生命4820，伤害514，防御136，速度90。技能透析：初级匕首精通，初级陷阱制作，强击、断筋、突袭、引刺。装备透析：3寸匕首，魔狼皮衣，魔狼短裤，野猪帽，野猪护腕，走马靴。暴率透析：3寸匕首，走马靴。弱点透析：脑袋。人物点评：出道3年，从未失手，小小林峰不在话下。情境：28级，接近5000的生命值。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等级差距越大，实力差距真的明显。以林峰现在25级的等级，无限提取也没用过几次，属性提升并不多。单纯从属性上讲，肯定比不过28级的情境。而且情境是物理职业，普通攻击就有击杀他的把握，不需要使用技能。这种情况下，林峰要击败情境的优势并不大。还好，林峰从背包里取出一根奇怪的棍子，棍子长约1.8米，雕龙画凤，金光闪烁，刚一拿出来，爆发出一道强光，几乎闪瞎了情境的眼睛。这是什么？第一次用，不太清楚。你特么找死！情境再次提刀杀来，刀子直取林峰的脖子大动脉。然而，轰！林峰一棍子抽出去，棍子速度惊人，后发先至，先一步砸在了情境的脑门上。一声击打沙包般的闷响后，情境平地起飞，鼻子眼睛被打得凹陷了下去。
整个人犹如断线风筝，飞出去10米远，撞碎了假山，跌倒在远处。在地上爬了几次，没有爬起来，嘴里一直在吐血，终究体力不支，脑袋一歪，倒了下去，彻底没了声息。秦晋足。林峰摇摇头，无奈道：“真是被自己蠢死的。既然知道我通关了幻境，怎么也不想想，幻境中除了经验，难道什么都没给？”无语。看了两眼手里的金箍棒，林峰两眼放光，不愧是神器，一个字：强。第47章，出货神器，实力起飞。神器是什么级别的装备？在林峰的记忆中，大概约莫可能只是一种存在于传送中的装备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众所周知，装备的等级分为劣质、普通、精良、极品、传奇、传说。这就完了吗？当然没有，在传说的后面才是真正的高级装备的开始。传说之后是史诗、无双、灵器、仙器、神器。到了史诗级别，每一件装备都可能有开碑裂石、斩将断流、毁天灭地的威能。低级的装备就犹如低级的冒险者一样，每一个属性点都弥足珍贵，属性的搭配也显得颇为重要。而高级装备最明显的特点倒不是属性搭配的合适与否，重点是一个字，那就是强。查看金箍棒的属性，可以看到一行行令人惊叹的数字。随着林峰心念一动，金箍棒的属性缓缓从装备的上面浮现了出来。名称：金箍棒，品阶：神器，状态：未认主。基础属性：生命加1000，伤害加1000，防御加1000，速度加1000。隐藏属性：体质加100，力量加100，智慧加100，敏捷加100，杀戮加100。最低携带等级100，携带职业无限制。技能1：当头一棍，对目标造成200%攻击力的伤害，消耗 MP1000，冷却10秒。技能2：大，金箍棒根据携带者的力量可以变换体型，以及大幅度提升伤害值，每1000点力量等于1倍体型，等于1倍伤害。技能3：如意，金箍棒根据携带者的等级提升，隐藏属性1等级等于1倍隐藏。技能4：认主，认主后无佩戴等级限制。这就是神器，是吗？林峰表情愣怔，拿着金箍棒的手微微颤抖。强，很强，非常强，强的超出了他的预期，几乎是让林峰第一次见识到了神器的厉害。再看看手里的清风法杖，这只一直被他视为宝贝的极品法杖，就可以知道金箍棒有多么恐怖了。名称：清风法杖，品阶：极品，属性：魔法伤害加65，魔法穿透加13，魔法命中加5，技能：简易，高级魔法波动。清风法杖仅增加了不到100个的属性点，而金箍棒随便一项属性的增幅就超过了1000点，还拥有特殊的隐藏属性加持。隐藏属性不是增加生命、伤害、防御以及速度，而是增加体质、力量、智慧等2级属性。体质对应生命值，大概1点体质等于5点生命值；力量、智慧、敏捷对应伤害、魔法、悟性、速度等等，转换比例基本是1比1。杀戮对应攻速、施法速度、命中、穿透、暴击，是最具破坏力的一项属性，杀戮点数越高，对伤害的增幅越高。哪怕前面所有属性都不看，单100点的杀戮属性放到任何装备上面都是极品中的极品，甚至可以达到传奇装备的水平。而最让林峰震惊的是，这件装备竟然是成长装备。大和如意2个技能会随着携带者力量提升和等级提升获得对应幅度的增强，等于说携带金箍棒，力量越强，伤害越高，等级越高，属性越好。等级达到100级后，隐藏属性就提升100倍，变成体质加10000，力量加10000，智慧加10000，敏捷加10000，杀戮加10000等等。最低携带等级100级。属性栏最后一句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到了林峰的脑袋上，让林峰瞬间就清醒了一半。这么说来，刚才使用金箍棒干掉了秦晋，并非金箍棒多么厉害，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装备上金箍棒。所谓的装备携带等级限制，不是说没有达到等级就无法使用装备，用是可以用，但无法激活装备的属性值。刚才击杀秦晋靠的不是金箍棒的属性，靠的是金箍棒的质感、手感而已。等于说秦晋不是被金箍棒干掉的，而是被金箍棒挥舞过程中带起的风干掉的。擦，100级才能携带。林峰来不及庆幸，整个人有点蒙圈了。神器在手，无法佩戴，岂不是房都开了？对方突然说本宝宝还没满14岁，难受，全身有蚂蚁爬的那种难受。哦，不对。林峰又仔细看了一遍金箍棒的属性，他不是不相信神器的强大，而是觉得既然系统给自己激活了 SSSSS 级别的幻境，也给自己奖励了神器。
不可能赠送一件自己不能佩戴的神器啊，那不合理。果然，在最后一栏的小字中，林峰看到了一丝希望。技能4，认主后无佩戴等级限制，什么意思？神器认主，意思是只要认主了，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这玩意儿咋认主？挠头。林峰拿起金箍棒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两眼疑惑，又抬起头来看了看远处死去的情境，犹豫了一下，他把金箍棒收了起来，然后加速离开了事发地，朝着公园深处走去了。10分钟左右，林峰停下了脚步，左右一看，这里已经看不到秦晋的尸体了。他之所以进入公园，也不是来散心的，目的就是为了清点一下战利品。一出了幻境，他就忙着回城了。现在幻境奖励、排行奖励都还没弄清楚，赶在今晚的宴会之前，他决定把这些奖励先处理了。何况这1个月来，他背包里也有不少存货，现在放松下来，正好通通处理一遍。该扔的扔，该卖的卖，有用的东西就尽量装备上，这也是一个提升实力的过程。但实际上，每一次清点战利品，林峰的心情都是很舒服的，就像是深夜躲在被窝里面数钱一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成就感。不再多想，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后，林峰找了块空地坐下来，再次拿出了金箍棒。神器如何认主，系统也没给出提示。这个问题他也不好意思问徐菲菲，那样徐菲菲只要不傻，就一定猜得到他有神器了，那还不吓个半死。老规矩，林峰咬破手指，把鲜血滴在了金箍棒的上面。根据我上辈子看小说的经验，神器认主吗？放点血而已，小意思。结果血滴上去了，等了半天，眼睛都看酸了，一点反应也没有。第48章斗战胜王，无限分身，这就很尴尬了。不是这样的。林峰愣了愣，脸色一阵变幻，完了，这血放亏了。含着手指，林峰猛逼了好一会儿，又查看自己的背包，在背包中发现了和金箍棒同时奖励的另外一个道具转职卷轴。难道是转职卷轴？林峰一个机灵，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答案就在转职卷轴里面。拿起转职卷轴，查看卷轴属性。这一看，林峰再次傻眼了。要知道，通关5S 幻境后，林峰除了经验奖励，就只奖励了3个道具：神器+1，飞机票+1，转职卷轴+1。飞机票有点凑数的意思，被他用了。那么神器和转职卷轴如何配得上5S 的评分？答案只有可能是这2样东西的价值可能都是5S 级别的。属性信息缓缓浮现在眼前。名称：转职卷轴，品阶 SSSSS， 职业斗战胜王。属性加持：体质+100，力量+100，智慧+100，敏捷+100，杀戮+100。潜力爆发，每次升级获得额外潜力点，等级每提升1级，潜力点+30。隐藏技能：悟道，悟道状态下获得力量提升，总共10重境界，每次境界提升获得1至10倍的全属性增幅，封顶10倍，累计3628800倍。专属技能：召唤分身，每次击杀目标获得1个猴王分身，猴王分身属性值等于被击杀目标的属性值正1%你的属性值。注：猴王分身为消耗品，只能召唤1次，使用后自动消失。分身合成，10个猴王分身可以合成1个猴王金身，猴王金身可以无限召唤，并且可以通过吞噬其他猴王分身恢复损失的血量值。我靠！林峰两眼瞪大，满脸难以置信。来了，专属隐藏职业来了，拥有最基本的属性增幅、属性提升和特殊的修行技能，还有一个无限获得分身，也就是召唤小弟的技能。按照这个世界的职业划分，职业主要分为魔、武、御，而斗战胜王既能做到全属性提升，又能强化基本的近战攻击，还能召唤小弟们一起战斗，堪称一个集魔、御于一体的全能职业了。随着他打开了转职卷轴，系统的提示声也随之到来。你发现 SSSSS 及隐藏职业斗战胜王，是否立即转职？这不是废话吗？立即转职！话音刚落，转职卷轴凭空飞起，缓缓飘到了半空中。在林峰的注视下，卷轴爆发出一片璀璨金光来，无比耀眼，令人无法睁开眼睛。隐隐约约，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叫声：“俺老孙来也！”下一秒，轰！脑袋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感觉有什么人影撞进了自己的脑海里面。紧跟着，一股雄浑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入身体之中，肉体、灵魂迅速与之交融，合二为一。啊！强大的力量直冲天灵感，让林峰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快又震颤的呻吟，全身的肌肉纷纷舒展开来。林峰张开了手臂，感受着力量由上而下一遍遍冲刷着自己的身体，像是沐浴在激流之下，每一个细胞都在接受力量的改造。
这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半分钟才停下来。叮，转职成功，你获得新职业斗战圣王。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响彻整个帝国。叮，帝国公告：妖魔横行，浩劫临世，苍生罹难，吾辈自强。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开启顶级隐藏职业斗战圣王，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1000，丹药宝箱加1，矿石宝箱加1，祝福宝箱加1，血滴子加10。特此通告。这，林峰惊呆了，第9安全区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整个神龙帝国数以万计安全区内的冒险者们全部惊呆了。林峰，有人喃喃自语：第9安全区吗？哪里的穷小子，居然开启隐藏职业了？哼，帝国公告，隐藏职业有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隐藏职业至少是 A 级。A 级？我猜是 S 级。SB 就算是神龙帝国的4皇，也才 S 级隐藏职业而已。这小子能够超过4皇。不管怎么说，主神系统不打妄语，若有人实力强大到会影响安全区，那就是全区公告。同理，如果其实力提升足以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安全，获得帝国的奖励，那就是咱们帝国可能真的出天才了。等等看吧，斗战圣王是吗？没事，很快就会看到他出场了。在第9安全区内，刚离开的石安、黄老头等10大长老一个个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怎么会这样？林峰刚回来，这么快又变强了？这小子突然升到25级，用飞机票飞回来的，现在开启隐藏职业，看来有奇遇啊！好小子，天天搞大新闻，还触发帝国通告了。那什么斗战圣王，恐怕不简单。明天的会议有好戏看了。徐飞飞、杨金宇、战利平等人纷纷抬头望着天空。斗战圣王听起来好强大，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隐藏职业，他居然真的成功了。哼，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一个地级的隐藏职业，不能更高了。隐藏职业不论等级，只要是隐藏职业就很牛皮了，还要什么自行车？那是你，不是我们林峰。好吧。还有莫冷、吕雪等人无不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论实力的提升速度，他们都以为自己足够快了，谁知道林峰现在回到城内，竟然还在提升实力，而且还触发了帝国级别的通告，实力提升幅度之大，已经超出他们的理解范畴了。帝国公告，难道他已经突破黑铁了？黑铁总共50段，能够触发帝国公告的，十有八九已经离开黑铁段位，进入青铜了。也不知道斗战圣王这个隐藏职业是什么等级，我还能追得上不？哎，第49章，神器认主，实力起飞。帝国公告，无论是什么消息，可以说都是激荡风云，震撼人心。因为帝国的实力代表的不是安全区的安全，是整个人类的安全，种族的安全。能够震动帝国高层，得到帝国的认可，足以证明 SSSSS 级隐藏职业的不简单了。而林峰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梦境寻宝也得到了不少好东西，但并没有获得系统奖励、全区公告啊什么的。难道梦境寻宝的判定级别比帝国的规则还要高？想想只有这个解释了。林峰觉得有点离谱，但眼下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又一道系统提示在耳边响起：激活斗战圣佛，触发神器认主条件，是否开始金箍棒认主？来了！林峰心头大喜，他就知道既然无法滴血认主，肯定有其他认主的方式。原来金箍棒认主的前提是拥有斗战圣王这个身份。是，心中默念同意。叮，认主成功，你获得神器金箍棒，你的属性获得提升，你的体质加2500，力量加2500，智慧加2500，敏捷加2500，杀戮加2500。金箍棒上爆发出华丽的光芒来，而林峰的手掌上同样散发着一股金光，与之相互辉映，高低起伏，像是在感应彼此一般。光芒渐渐消散，恢复了平静。而林峰再次把金箍棒握在手里，不再像是拿着一根棍子，他和金箍棒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金箍棒的每一个角落，棍子头部还是顶部，他都能感觉到上面的温度、冷暖还有触感。金箍棒仿佛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如臂指使，随心而动。这就是神器认主的感觉吗？林峰的眼神中闪烁着狂喜之色，那种握着金箍棒随之而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让他确信自己手里拿着的是什么神器。真的还是神器？好强的杀伤力，好恐怖的属性提升。正高兴着，系统提示又来了。叮，帝国公告，妖魔横行，浩劫临世，苍生罹难，吾辈自强。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激活顶级装备金箍棒，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1000，丹药宝箱加1，矿石宝箱加1，祝福宝箱加1，
血滴子加10。前后间隔不到5分钟，林峰再次成为了安全区内的大新闻制造者。既然是帝国公告，林峰可以想象其他人现在有多么震惊。但习惯了5S 级技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那种感觉后，他的心态逐渐平静下来，或者说，这对他而言已经是机操物6了。还好，帝国公告中没有提示他获得的道具等级。如果被曝光是神器以及 SSSSS 级隐藏职业的话，可能还会惹来不小的麻烦。因为帝国公告的门槛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只要激活了隐藏职业，都会触发帝国公告，得到帝国的嘉奖，无关隐藏职业的等级高低。而装备这一块，最低的奖励门槛是史诗，每个人只能领取1次，算是帝国对新人以及对强者的一种鼓励。而林峰激活的不是普通的隐藏职业和史诗装备，而是比史诗还高了3个级别的神器，以及最高等级的 SSSSS 级隐藏职业。真要是被曝光的话，对整个帝国局势都可能产生不小的冲击。没有多想，林峰喜滋滋佩戴上了金箍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佩戴了金箍棒后自己全新的属性。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25，职业斗战圣王 SSSSS， 经验3499180000，生命15930，伤害4451，防御2840，速度2799，潜力点980，声望2750，战力青铜15星，根骨食品，天赋一线生机。装备金箍棒、哥布林指环、清风法袍、清风履、清风手套、清风手镯、虎头腰带、精良的玉坠、普通的护腕、普通的镜甲、普通的头盔。技能1级魔法火球术、水球术、风刃术、雷球术、地刺术。2级魔法落雷术、爆裂火球。3级魔法连锁闪电。融合魔法盐水术、风波刃、炎风斩、风雷破、霹雳火、天苍炎、地苍炎、炎雷沙、水星雷。其他斗技烈风击、急速、伪装、狂化。特殊无限血轮眼 SSSSS， 透析之眼 SSSSS， 无限提取 SSSSS， 无限融合 SSSSS。 如今的林峰等级已经来到了25级，不仅因为装备和职业变化，他的属性飙升几10倍，仅仅是等级提升也较之过去便强很多了。总而言之，就是2个字：起飞。青铜15星了。林峰感觉自己的呼吸微微一滞。都说万事开头难，其实对于新人而言，要提升实力评分是极其困难的。黑铁阶段总共有50星，当初林峰为了从黑铁3星升到黑铁4星绞尽脑汁，何况黑铁等级的最高级别足高达黑铁50星。而现在他却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明的感觉，前面的视线豁然开朗了。突破黑铁，进入青铜，还一口气达到了青铜15星的位置。林峰凝视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手里也渐渐握紧了拳头。此时此刻，他有一种冲动，那就是突破青铜，进入白银的冲动。过去每升1星都感觉难如登天，现在身体内雄浑的力量却让他有了这种自信。白银是吧？应该也不远了。眼中的坚定之色渐渐消散，林峰平复了心绪，研究了一会儿自己的属性面板，还有900多个潜力点，应该是升级后还没加，以及隐藏职业激活后赠送了大量额外的潜力点。眉头微皱，仔细琢磨起来。980个接近1000的潜力点怎么分配？伤害4400多了，防御、速度接近3000，这也太恐怖了。但生命才只有15000多点，林峰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因为正常情况下，生命和伤害比应该是10比1的，也就是说10点生命大概对应1点伤害，去掉防御属性的产生的伤害抵消效果。2个人在进行殊死较量的时候，往往要20甚至30个回合才能决出胜负。但林峰现在的生命和伤害比率却接近1/4了。我的攻击力是不是太高了？林峰迟疑了一下，但仅仅3秒就舒展开了眉头。既然攻击太高了，那就再高一点。林峰嘿嘿一笑，老规矩，980个属性点，梭哈，全部点伤害。点完后，4451的伤害值变成了5431。第50章帝国福利神秘血滴子。分配了属性面板，林峰陆陆续续打开了系统赠送的宝箱。此时他的背包中存放着的可不止1口宝箱，仔细一数，总共有7口宝箱。1口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排名箱子，排名宝箱第1名。6口刚才帝国公告奖励的福利宝箱，丹药宝箱+2，矿石宝箱+2，祝福宝箱+2。打开排名宝箱，叮！打开排名宝箱成功，你获得排名宝箱第1名的奖励，你获得深渊钥匙+1。
你获得秘境钥匙+3，你获得血滴子+10，擦，这就没了，感觉有点亏。等级宝箱里面多多少少还有3个清风礼包，也就是3件极品装备，但排名宝箱属于比等级宝箱还难获得的宝箱，竟然只有4把钥匙，注意是钥匙，不是密匙，还有10个不知道什么用途的血滴子。钥匙和密匙的区别这里就不提了，总之对于林峰而言，没觉得排名宝箱有什么惊喜。没道理啊，排名宝箱20多级争取来的，怎么可能还没有等级宝箱开出来的东西值钱？林峰有点想不通了。一旦到了这时候，他往往不是停止思考，而是对比、思索、刨根问底，非得找出一个答案来。难道是血滴子？林峰确信，深渊钥匙肯定是好东西，这点毋庸置疑。但钥匙只能进入固定的高维时空，也可以叫做副本。这种副本也会掉落好东西，但没有密匙那种随机性，掉落东西的上限不会太高。秘境钥匙也一样，也属于好东西，可是并不能够和最强新人奖的地位完全匹配。最值钱的，难道是血滴子？林峰想到了一个可能，连忙取出背包中的血滴子，放手里查看。这是一种类似于珍珠玛瑙的奇怪道具，像是一滴浓缩的鲜血，只有指甲盖大小，颜色很深，无香无味。总共10颗。查看属性：血滴子，特殊道具，可以找夜游神兑换法宝，法宝等级越高，需要的血滴子越多。法宝？夜游神？2个东西都没听过，但感觉肯定不是常物，至少在普通的装备中可没有法宝的说法，只能说明这东西可能比普通装备猛多了。普通装备比如极品装备，一次性只能增加几10点属性值，法宝能不能突破这个限制，林峰有些期待。晚上遇到徐菲菲，问问看。收起了血滴子，林峰发现他的背包中远不止10个血滴子，总共有30颗，还有刚才帝国公告中奖励的血滴子道具，奖励2次，各赠送了10颗，10有8九是好东西。林峰不再多想，又打开了其他6口福利宝箱。丹药宝箱打开后，获得体魄丹、大力丹、固元丹、灵动丹，每种丹药+10。矿石宝箱打开后，获得锻造石、强化石、防爆石、魔灵石，每种矿石+100。祝福宝箱打开后，获得1级青龙宝石、1级玄武宝石、1级白虎宝石、1级朱雀宝石，每种宝石+10。林峰把丹药、矿石、宝石的属性都查看了一遍，4种丹药他已经体验过了，是用来提升属性的，每颗丹药提升对应的属性10点。强化宝石是林峰第一次见到，用途各不相同。锻造石打造装备，强化石强化装备，防爆石强化免爆，魔灵石修复装备。这4种矿石算是加工装备时候最常用的，也是最必须的基础矿石了。值得一提的是，装备不是爆出来就完了，爆出来或者打造出来的装备只是第一步，和人一样，装备也是可以升级的。装备升级不需要经验，需要各种矿石。装备品级越高，等级越高，需要的矿石就越多。但因为成功率的问题，装备升级比人物升级要难多了。一般的高手，装备等级只有其自身等级的一半，甚至1/3更低等等。最后是祝福宝箱里面开出来的宝石，青龙宝石加50点血量，玄武宝石加10点防御，白虎宝石加10点攻击，朱雀宝石加10点速度。宝石不需要打造，只需要镶嵌，但镶嵌需要提前给装备打孔，每件装备最多开7孔，开孔越高，失败率越高，装备越容易爆掉。宝石的最高等级是10级，需要从1级宝石不断合成上去，2颗低级宝石合成1颗高级宝石。如果要合成1颗10级青龙宝石，则需要1024颗1级的青龙宝石。要给全身装备打上宝石，在这个世界中，只有长老级别的高手才可以勉强达成，甚至长老级别的高手都未必拥有全身10级宝石，因为实在是太贵了。能够给武器、衣服2个部位的装备镶嵌上几颗5到7级的宝石，就已经称得上是大富大贵、人中龙凤了。都是好东西，这是林峰给出的最终评价。现在他有金箍棒了，可以肆无忌惮强化金箍棒，还可以肆无忌惮镶嵌宝石，不用担心以后等级提升会换装备的问题。可能1000级之前，金箍棒都是他最拿手的装备，没有之一。不过把金箍棒交给别人强化，林峰不太放心，神器不能轻易示人，若非特殊情况下，他都不会把金箍棒拿出来。所以强化和镶嵌宝石这个事情，得等他学习了相应的生活技能后再慢慢处理。晚上找女帝要个生活技能去，林峰暗暗说道。好了，差不多了。查看背包，里面干干净净，清爽整洁，都收拾完毕了。卷轴、药水、道具、装备等分门别类，各自占据一个角落。林峰长吁一口气，抬起头来，看看天色，已经接近傍晚了。微风吹来，
所有的愁绪和烦恼烟消云散，心情格外爽朗，舒畅自由。正在这时候，杨金宇发来了消息：老大在哪里呢？毕业晚会了，大伙儿都问你怎么还没来，哈哈哈。第51章，毕业晚会，高中结束。毕业晚会就是一场散场研习，晚会地点在一座3星级酒店，规格马马虎虎，谈不上豪华。毕竟晚会的意义不仅是庆祝毕业那么简单。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除了活着回来的30多个同学，接近一半的同学生命永远留在了安全区外，能够活着参加晚会，才是这场晚会最大的意义。林峰来了，林峰来了，上座，赶紧上座！当当当当，天空一声巨响，林峰闪亮登场，哈哈哈！同学们对林峰热情万分，前呼后拥，把他拉到了和老师一桌的位置。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林峰的位置边上不是别人，正是班花美女徐菲菲。徐菲菲今晚打扮得很漂亮，黑色的性感修身晚礼裙，背上打了大大方方的蝴蝶结，一双银白色的尖头平底靴露出干净的脚踝和雪白匀称的小腿，气质亭亭，在众多女生中显得尤为鹤立鸡群，艳压群芳。她拘束地坐在林峰身边，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看到林峰到来，扭头望来，笑着打了个招呼，就没说什么了。这样的打扮让林峰忍不住多看了2眼。除了徐菲菲，这一桌上还有杨金宇和曹武几人，都是班里的顶级学霸，最终的历练成绩也是班里最优秀的。然后就是班主任刘老师以及其他几个任课老师，有生存课的王老师，魔法理论的罗老师，斗技理论的严老师等等。老实说，这些任课老师在没有参加历练活动之前，林峰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一个。但他刚一坐下，几个任课老师满脸红光，一个个和他相见恨晚，把他几乎吹到天上去。我早就知道林峰这孩子不简单，这不最强新人啊，30天升到了25级，难以置信。是啊，都赶上我这个老师的实力了，说来惭愧。哈哈，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再等几年我们都得让位给林峰了。你这可是折杀我们林峰了，林峰有这般潜力，还会留在咱们学校任教。下午的时候都听到帝国公告了，这孩子了不起啊。你这才知道，当时我看他就知道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雨变成龙。张丽萍是一个大嘴巴，可能听不下去了，随口就回了一句，我咋听平时你们都说林峰是什么来着？柳宁成翻了个白眼，吃着一块糕点回答道，酒囊饭袋。几个任课老师瞬间就不说话了，一个个尴尬地端起杯子给林峰敬酒。没有，绝无此事。林峰啥也不说了，我先自罚3杯。没错，今晚大家放开了喝，热烈庆祝你们正式成年，以后守护安全区的责任就交给你们了。林峰面带笑容，举起杯子回应了一下，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喝酒，不太习惯，喝在嘴里也不是传说中的那般入口回甘，反而有种涩涩的感觉。喝了几杯，林峰就有点喝不下去了，脑袋昏昏沉沉的。但因为他现在的特殊地位，前来给他敬酒的人很多。晚宴一开始还没吃几口饭菜，敬酒的同学就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排队敬酒。林峰，我干了，你随意。林峰，拜了把子发过誓，以后咱俩就是兄弟了。林峰，江湖再见，以后多多照顾。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来给林峰敬酒。对于没有练习过酒量的林峰，还真有点架不住了。徐菲菲看林峰一个劲皱眉，突然挡住了酒杯，说道，大家别来找林峰了，谁一个人也不能喝几十个啊。徐菲菲不说话还好，这一说话，人群再次激动起来。大家别忘了班花，班花也是21级的大佬。是啊，菲菲，敬你一杯，以后发达了别说不认识我。好不容易活着回来，死都不怕，还怕喝酒。本来没徐菲菲的事情，但众人一起哄，徐菲菲瞬间就骑虎难下了。徐菲菲急得面红耳赤，忙说，我不会喝酒。周围人说，毕业晚会啊，哪有不喝酒的？是啊，多多少少意思一下。别怂哦，我都喝1瓶了，你还不端杯子？可以说气氛都到这里了，拒绝的话实在是难以下台。杨金宇、张丽萍也唯恐天下不乱，端起杯子找上了徐菲菲。菲菲，这1个月多亏了你，我们先碰一个。徐菲菲只感觉眼前一黑，看了看身边被一群人围着的林峰，无奈之下只好端起杯子加入了庆祝大军。宴席上把盏言欢，觥筹交错。林峰对宴席完全无感，本来只是想来问问徐菲菲血滴子的事情，但一上桌子喝酒就没听过，根本无暇考虑正事。眼看其他人还都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时间也不早了，林峰顺便找了个借口说道，明天长老那边还有事情，我就不奉陪了，先走了。其他人还想挽留，但看林峰去意已决，又有长老的头衔压着，只有眼睁睁看着林峰离开了。出了酒店，林峰站在街头准备找路返回。
这里距离学校并不是很远，走路的话就可以走回去了。刚准备离开，却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林峰，扭头一看，竟然是徐菲菲。徐菲菲一袭晚礼服，身材娉婷，但此时身上淡淡的体香中又散发着一股红酒味道。俏脸红扑扑的走进了林峰，又说：“你也出来了。”林峰左右一看，并没有其他人，看样子徐菲菲可能是喝不下去了，跑出来多久了？林峰摇晃了一下脑袋，说道：“喝不动了，回去睡觉。”噗嗤，徐菲菲笑出声来，明亮的眸子细细打量着林峰。酒后的她显得有些憨态可掬，娇滴滴道：“现在睡觉能睡得着？就算是下晚自习，也是11点后呢。”徐菲菲抬头望向远处的街灯，提议道：“要不咱俩去街上走走？”第52章班花约会，深夜浪漫。你不回去了？林峰指了指酒店。我都是故意跑出来的呢，还回去做什么？徐菲菲瞪了一眼林峰，又说：“还不是怕你喝多了，不然才不会跟着你一起倒霉。”林峰挠挠头，那行吧。说着，林峰朝前走去，徐菲菲也跟了上来。两人之间隔着30公分左右的距离，近的能闻到对方身上的味道。身后的路灯照射过来，把徐菲菲修长曼妙的影子打在地面上，而这影子正和林峰的影子缓慢重叠。林峰突然想到了什么，扭头看向了徐菲菲，笑道：“咱们这算什么？约会？”哼！徐菲菲俏脸微微一红，故意抬了抬下巴：“和班花约会，你心里就偷着乐吧。”林峰被徐菲菲可爱的样子萌到了，笑道：“是，我总不能说我不偷着乐吧？那不是自讨苦吃？算你聪明。”徐菲菲露出了甜美笑容，目光望着远处，神色有些恍惚，说道：“今天中午看你没回来，我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咋可能？我说了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大丈夫一言九鼎，还能失言不成？你算了。”徐菲菲摇摇头，叹道：“说多了的话，你也会以为我是在关心你了。”哦，那你是关心我吗？林峰心头一动，声音中多了一种莫名的试探。徐菲菲脚步微微顿了一下，冷哼道：“你就美呢。”哈哈。林峰笑出声来，他倒不是故意调戏班花美女，也没想过会和徐菲菲怎么样，毕竟过去他的确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学渣罢了。这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想法，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也会以为。所以其他人有人以为你关心我。林峰笑嘻嘻道：“刚才徐菲菲说你也会以为，仔细听的话，明显是话中有话了。”是啊，还不是张丽萍那个大嘴巴。哼！徐菲菲不满道。哦，她说什么了？林峰随口问道。她说我喜欢。刚说到这里，徐菲菲哑然失语，一把捂住自己的嘴巴，扭头瞪住林峰：“为什么要告诉你？”哦。林峰煞有介事点点头，补充道：“她说你喜欢我。”呸！哈哈！林峰笑得更得意了。是这样的吗？你……徐菲菲指着林峰，呆呆看着林峰没心没肺的笑容，一时间竟然愣住了。这个林峰太大胆了，一点都不害臊呢，好气人！好气！不理你了。徐菲菲一甩手朝前走了。林峰追着上去，得寸进尺道：“快说，是不是这样的？”不可能！哈哈，别害羞啊，大丈夫敢爱敢做。哦，不对，敢做敢爱也不对，叫什么来着？敢做敢当。你这个学渣！哈哈，这不重要，不要在意细节。对了，当时我回来了，你说说是不是很帅？很酷，帅呆了。我的内心毫无波动。假的吧？比珍珠还真，这就太没意思了。林峰丧气道。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徐菲菲笑出声来：“哈哈，也不是，至少我还是想你活着，而不是挂掉，不是吗？”好了，你已经伤害到我了，别说了，二狗子。林峰耸耸肩，不再说话了。徐菲菲脸上洋溢着一抹灿烂的笑容，嘴角上翘，不知道在想什么。但其实徐菲菲并没有告诉林峰，她的确毫无波动，但只是在没有看到林峰回来之前，因为她确信自己不可能喜欢林峰这个学渣的。岂止是不可能，是根本不存在这种配对的合理性。一个学霸爱上一个学渣，这不和狼爱上羊一样荒谬吗？这种情况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然而当林峰真的穿过安全区的大门走回来的那一刻，徐菲菲忽然意识到了，她也许真的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毫无波动。至少当时她能够感受到自己内心里面的那种激动、颤抖、狂喜。夜晚的安全区灯火阑珊，除了少部分街区会有夜市的存在，大部分人都在休息或者整理白天的收获。因为天一亮，他们又要开始为了生存奔波忙碌，不能好好休息的话，对于白天的战斗影响极大。所以这个世界的夜晚并不热闹，还会有几分冷清。
大概溜达了1个小时左右。林峰抓住机会找徐菲菲请教了一下血滴子的问题。徐菲菲的回答简单明了，说血滴子的话要先从法宝说起。法宝和装备一样，可以增加我们的属性值，但法宝没有品级划分，只有等级和类型区别。类型不同，法宝的能力不同，等级差距越大，法宝的属性差距越大。法宝类型可以通过血滴子进行兑换，也可以通过藏宝图去寻找法宝碎片，继而升级法宝类型。法宝等级会在人物获得经验值的时候自动增强，所以越早获得法宝，对于我们的帮助越大。大概就是这么多。林峰梳理了一下思绪，那夜游神呢？是什么玩意儿？一种神灵。徐菲菲肯定道，据说他们游荡在迷雾沼泽中，只有夜晚才可以找到他们，向他们发起请求后，就可以用血滴子兑换法宝了。神灵？林峰吃了一惊，又问，那岂不是说要获得法宝，就要先去迷雾沼泽找到夜游神？不呀。徐菲菲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瞪了一眼林峰，为什么要去迷雾沼泽？不用吗？是啊，你可以去市场里面兑换啊，有一些冒险家会用血滴子兑换多余的法宝出来，如果你有血滴子，去市场上也可以看到法宝。当然，找冒险家兑换，不找夜游神的话，肯定要多花费一些血滴子，辛苦费嘛。哦，林峰恍然大悟，不得不说，徐菲菲还是很好用的。实力强不强不重要，重点是懂得多，很会。那我30个血滴子可以兑换法宝吗？30个？徐菲菲痴痴笑道，怎么不能？10个就可以兑换法宝了，何况你还有30个。第53章，看什么看？知识雪豹。徐菲菲这么一说，林峰心里就稳了。等我兑换了法宝，也送你一个。林峰坦诚道。徐菲菲微微一愣，眼神中掠过一丝感动，却又用温柔的声音义正辞严地教训道，你不要大手大脚，不懂珍惜，法宝这么贵重，哪是可以随便送人的，何况你才25级，以后用血滴子的地方还多着呢。不影响。林峰笑道。徐菲菲张张嘴，还想拒绝，但看林峰嬉皮笑脸的样子，最终也只是哼了一声。不要，你也别想讨好我，我才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哈哈。林峰笑出声来。其实送徐菲菲法宝只是一个心意，但看徐菲菲这个样子，没准徐菲菲已经有法宝了。很可能，毕竟徐菲菲、杨金宇、张丽萍等人都是富家子弟，和他这种草根是没有可比性的。抬头看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今天也很晚了，要不菲菲美女，我送你回去。林峰准备返程了。徐菲菲慢慢停下了脚步。你呢？回家呀？那不然去你家。徐菲菲扑哧一下，笑靥如花，转瞬又连忙收起笑容，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这么严肃的话题换其他人说，她老早就生气了。但林峰这么说，她不但没觉得生气，反而被逗笑了。你敢去的话，我老爸就敢打断你的腿。那什么时候老爸不在家？你……徐菲菲惊住了，被林峰的虎狼之词惊到了。这还真够胆大啊！当然，只是一些玩笑话罢了。不和你说了，走了。等等，我送你。林峰连忙跟上去。不用，我家司机马上到了。啊！林峰无语。果然，徐菲菲才不是什么普通妹子，妥妥的千金小姐。司机在这个世界中不是开车的司机，因为化石燃料早在几百年前就淘汰了。说是司机，其实就是车夫。但这里的车夫并不拉车，也可以说他们不拉车，他们只是车的搬运工。这不，司机骑着马到了后，伸手一招，召唤出一头长了一对白色翅膀、威风凛凛的雪豹来。通过透析之眼就可以看到雪豹的属性。怪物透析飞天雪豹，昵称咪咪，种族兽，等级40，属性透析生命12090，伤害450，防御152，速度218。技能透析飞雪连天，专属如暴天翼，专属急速撕裂裂风击。暴率透析无，弱点透析翅膀。怪物评语，看什么看？知识雪豹。咪咪。菲菲走了。那司机提醒徐菲菲，走了，林峰回见。徐菲菲心情不错，给林峰挥挥手，然后骑着知识雪豹很快就消失在了街道尽头。嗨，林峰长叹一声，坐骑都是40级，我就知道吧，这种妹子对我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了。算了，不想了，撤。事实上，林峰也的确没有多想什么，嘴上说着送徐菲菲回家，只是因为今天遇到了点意外，何况徐菲菲姿色过于俏丽，大晚上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所以才多提了一嘴。至于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冒着被打断腿的风险，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就是这里了。第二天，林峰手握请帖，按照上面的地址抵达了一处公园酒店。进入酒店，
迎宾小姐巧笑倩兮，在检查了林峰的帖子后，弯腰前身，甜美笑道：“林峰同学，这边请。”在酒店中左拐右拐，进入了一处幽静的会议大厅，灯光错落，地毯温软，一张巨大的环形会议桌，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沙龙。石安、黄海、方明、赵子修等10大长老悉数在场。不仅如此，林峰还看到了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和自己年龄一般大小。昨天那个专门和自己打过照面的青年也在其中，叫什么？莫冷。其他人林峰没见过，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一个个穿着富贵，打扮精美，气质有些年轻气盛，不像是一般学生。林峰的脑海中自动闪过了几个名字：吕雪、雷浩然、敬胜。林峰来了，先坐。石安的声音唤回了林峰的思绪。好的，石安长老。林峰不再多想，找了个空位坐下了。边上坐着一个年龄相仿的一个女孩子，留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辫子上扎着彩色蝴蝶结，穿一条粉色迷你小裙，小腿光滑如玉，裹腿白色长袜子，手里拿着一根魔杖，大眼睛咕噜咕噜直打转，有些精灵古怪的样子。林峰刚坐下，就感觉一根坚硬的法杖戳到了自己的腰子上。你就是林峰？妹子睁着卡姿兰黛大眼睛打量着他。这个正是在下。林峰用手指别开了顶着腰子的法杖。哇！妹子两眼放光，跟见到宝贝一样，竟然发出一声花痴叫声。你好帅啊！林峰，有事吗？其实林峰本来就有几分颜值，过去穷没有打点，也就显得颇为潦草。现在身上的装备早更新了，全套清风套装，还点缀着精致的传奇指环，说不帅那是不可能的。没，妹子连忙回过神来，叽叽喳喳起来。我叫尹小婉，萤火虫的萤，婉约的婉，你可以叫我小婉或者婉儿。哦，久仰。林峰小声道。会议室比较安静，看样子人还没到齐，但并没有人说话，就尹小婉和他嘀嘀咕咕，一点也不客气。对了，林峰，你怎么升级这么快的呀？让我猜猜，你有夺灵玉佩是吗？不是夺灵玉佩，那肯定是9牛丹，可以增加获取的经验值，莫冷他们都有呢。也不是吗？那你别骗我了，你肯定有什么升级秘籍，对不对？快说，我猜的对不对？尹小婉就跟树上的小麻雀一样，凑在他耳边，香气扑鼻，一刻不停地吵闹着。林峰一个脑袋都变成2个大了，什么夺灵玉佩？9牛丹，就是增加经验值的宝贝啊！你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天哪，你该不会靠着杀怪，一点点把经验刷上去的吧？变态啊！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怎么会损你？我把你当爱豆还来不及呢。爱豆就是偶像的意思。林峰没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竟然收获了一个小迷妹。第54章，顶级存在超神学院。脑海中回忆起排行榜上的信息，尹小婉好像有点印象，也是排行榜前10的高手，位置稍微靠后一些，在第5名还是第6名徘徊。这么看来，今天参加会议的应该就是10大长老，还有排行榜前10的新人了。就这参会人员的分量，也知道会议的内容肯定不简单。昨晚林峰也问过徐菲菲请帖是做什么用的，但徐菲菲没有多说，叹了一口气后，声音羡慕道：你明天就知道了。没有明说，但连徐菲菲都羡慕的东西，肯定是好事。没等一会儿，又有几个长老走了进来，在对面的位置上纷纷落座了。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会议我们正式开始了。听到这声音，尹小婉方才安静下来，坐端正了身体，又对林峰说：晚点再聊，嘻嘻。林峰摇头苦笑，这妹子恐怕不好伺候啊。忽然之间，还让他体会到了徐菲菲那种高冷妹子的好处，话少、矜持、不唠叨，总之就是2个字：省心。不再多想，会议开始了。一众新人纷纷坐直了身体，竖起耳朵，凝神倾听。发言的长老依然是石安，声音温和，带一点稳重，面带微笑扫视了一圈所有人，方才徐道：今天找大家来就2件事情，部分同学可能已经知道了。石安这么一说，不少人两眼发亮，神色略带激动。石安不疾不徐收敛了笑容，缓缓道：先说第一件事情，恭喜大家，你们成功获得了超神学院的报名资格。此话一出，莫冷等人瞬间绷不住了。超神学院！人群惊呼。果然是超神学院，我们也可以加入超神学院了。神龙大陆最强最神秘也最有权威的高等学院，没有之一。只要能进入超神学院，值了，一切努力都值了。哈哈哈！做梦都想加入超神学院，以后光宗耀祖，流芳百世。是啊，谁不想呢？哈哈哈！除了林峰，所有人都在大呼小叫。尹小婉激动地抓住林峰的手臂，像是考拉一样，把他的手臂一阵乱摇。听到没有？超神学院呀，我们可以加入超神学院了。林峰很想多问一嘴，
超神学院到底是什么东西？但看大家都没有提问的意思，他也只有放弃了。不过，当林峰看到莫冷的时候，忽然想起昨天莫冷说的话，都扔了吧，没什么用。感情这小子早知道超神学院的事情，什么一流大学、顶尖院校，在超神学院面前都是个低儿。众人还在兴奋中，石安接下来一番话，却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了众人头顶。大家先别高兴，只是报名的资格，不是说一定可以加入其中。欢呼声渐渐安静下来，静待下文。石安继续道：超神学院作为我们神龙帝国最神秘的学院，能够从中走出来的，可不是我们长老这种实力可以媲美的。他们是帝国的栋梁，人类的希望之星，一旦从中毕业，还可以获得神龙帝国认证的顶级称号——猎魔人。当年我们第9安全区在升级为2级安全区的时候，遭到了一阶巨兽的攻击，所有城墙都被巨兽摧毁。要不是因为猎魔人恰好路过，你们就看不到第9安全区的存在，也不会有你们了。说到猎魔人的时候，石安声音中透露出一股浓浓的尊敬。莫冷、吕雪、尹小婉等人无不肃然起敬，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强者的敬畏。据说帝国的4皇曾经都是从超神学院走出来的，也是猎魔人之一，只不过实力已经达到了猎魔人的巅峰，属于最强猎魔人了。在这个世界的亿万强者中，猎魔人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这时候莫冷忽然站起身来，神色坚毅，决然道：诸位长老放心，我一定会成为猎魔人，守护我们第9安全区。其他人纷纷附和：对，我们要成为猎魔人，加入超神学院，成为猎魔人。石安脸上露出了慈祥笑容，让莫冷先坐下了，神色欣慰，继续道：孩子们，这世界大着呢，我知道你们都想成为猎魔人，但等你们真的成为了猎魔人，你们就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了。安全区才不是我们人族的护城河。还没说完，10大长老中唯一的女性长老赵子秀阿姨打断道：行了，石安，别说这么多了，孩子们还小，别吓着他们了。黄海冷哼道：早点知道更好，不然永远都是温室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石安不再多说什么了。林峰却感觉到这个世界可能比想象中还要魔幻。要知道安全区的10大长老，也就是石安等人，等级都在80级左右，这样的等级，他这个25级的渣渣只能是望尘莫及。但80级的长老对于随便一个从超神学院里面走出来的猎魔人都敬畏有加。试问猎魔人是什么实力？而超神学院又是怎样恐怖的地位？沉默了片刻，石安又说：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超神学院不是那么容易加入的，无论是哪个安全区，进入超神学院的方式都一样。什么方式啊？众人紧张起来。很简单。石安微微一笑，杀过去。满座皆惊，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声音。石安面带笑容，反问道：你们不会都以为超神学院有什么招生门槛吧？有，的确有，18岁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名。至于门槛，那就是你能够通过超神学院周围的高级冒险区，活着进入超神学院。不要大意，不要以为遇到危险后会有老师出手救你，没有。历史上那些没有从超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不是还在学院里面进修，而是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没有人在说话，所有人都默默倒抽了一口凉气。石安等众人消化了这些消息，最后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每一年的新人历练，我们只选择前10名报名超神学院的原因。不是因为前10名才有资格，而是只有前10名才有可能在高级冒险区中活下来，当然也只是可能而已。如果在座的诸位有不愿意尝试的，我们不反对你们放弃报名，现在就可以离开这里，不会有人阻拦你们。离开肯定是不可能离开的。石安等了好久，也没人说离开的事情。走到这一步，谁都不是怕死的人，无论进入超神学院的冒险区有多难，都必须要试一试。相比起死亡，不能成为猎魔人，可能更加让人遗憾。眼看没有人说话，林峰忍不住问了一声：第一件事情说完了，第二件事情呢？第55章，别闹了，我单飞。早点说完，早点撤退。林峰还想着今天去市场逛逛，把法宝的事情处理了，不想浪费时间。石安看了一眼林峰，赞许点点头，笑道：超神学院会在1个月后准时开启，开启的时间也是1个月。略作停顿后，石安徐徐道：第二件事情就是接下来1个月，我们10个老头子和老太婆会给大家做一场历时1个月的1对1指导，每个长老带1个人，下面就是根据你们的特点给你们分配导师的时候。话音落地，哇！所有人纷纷露出了狂喜之色。还有这种好事？10大长老是什么水平？安全区最强的10个人，在安全区中还有数以万计的佣兵团、工会、冒险大厅等等，冒险者不计其数，但能够成为长老的却只有眼前的这10个人。获得长老们的手把手指导，可以说是受益无穷，无数冒险者挤破脑袋也别想拥有这样的机会。
多谢石安长老，多谢其他诸位长老。莫冷、吕雪、尹小婉等人连声道谢。道了谢，现在就可以选择导师了吗？尹小婉问道。不。石安摇摇头，选择的话需要诸位长老一起商议，我们就先从第10名的季伯常开始吧。好的，那就麻烦长老们了。林峰寻思着选择导师就选择导师，应该很快就结束了。结果选秀大会开始后，仅仅是最后1名的季伯常，一群长老们商量了10分钟也没商量出结果来。石安说季伯常擅长剑术，和方明长老也算是师出一脉了，不如就交给方明长老吧。方明长老一听断然拒绝道，不妥，剑术的话子修长老才是最拿手的，我看交给子修长老比较合适。不，赵子修急红了脸，眼神有意无意瞟了一眼林峰，忙说，我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和方明长老争个先后，第1个名额还是方明长老来吧。啊，主要是季伯常这孩子天资聪颖，跟了我只怕浪费才华，要不交给黄长老，黄长老才是名师出高徒啊。方明又说，皮球踢给了黄海，黄海四下一看，目光落到了另外一位长老身上，正色道，真要说名师出高徒的话，那还得交给鲁长老。鲁长老魔武双修，指导个剑术还不是手到擒来。鲁长老一愣，板起脸来说道，教学之事不能马虎，要不这样，施长老最有耐心，就由施长老来辅导吧。不错，这个主意不错。除了施长老，其他人都在点头。施长老涨红了脸，怒斥道，我一个法师让我教剑术，这真是鸡屁股上拴绳子，扯了个蛋。这一下众人都不说话了，选秀大会陷入了僵局。一个个老头子吹胡子瞪眼睛，像是碰到烫手山芋叶阳，谁都不愿意接手季伯常。季伯常如坐针毡，急得都要从季伯长变成季伯短了，犹犹豫豫说了声，那我走。没有人搭理季伯常。黄海脾气最为暴躁，说道，干脆打一架算了，赢了的后面排队，输了的季伯常，没问题吧？我觉得也不是不行，我没有意见。那老夫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一群长老们磨刀霍霍，气势飙升，会议室内的气压陡然升高，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候，啪！石安一拍桌子，周围的环形桌子抖了一抖，众人纷纷吓了一跳。胡闹！石安严肃着脸色扫视所有长老，眉头倒数，怒气冲冲，你们在干什么？名师出高徒？这就是你们名师出高徒的态度？想要林峰是吧？谁不想要？争来争去，不就是想留着名额收林峰为徒？还要打起来了，长老院的脸都要被你们丢光了。众人瞬间明白了，搞半天就是想把林峰占为己有啊。尹小婉愣了愣，回过神来给林峰吐了吐舌头，哇，你真抢手啊，林峰。林峰也傻眼了，他心里压根儿没把长老指导当一回事，谁要给他指导他都觉得无所谓。但谁知长老们早有预谋，一开始就准备收他为徒，排着队想给他传授独门秘籍了。长老们都不说话了，一个个低下头去，或者扭头看着其他地方，抱着胳膊，脖子伸得老长，像是稚气的小孩子。林峰见气氛不对，主动说道，诸位长老不要吵闹，我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新人而已，犯不着长老们伤了和气，就算有长老们指导，也不敢保证未来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为了晚辈争争吵吵，晚辈心里惭愧啊。不得不说，林峰的情商还是挺高的，也可以说智商和情商双高，不然也不会一开始就拿到了梦境中的逆天神技。看看林峰多懂事，再看看你们，活了几十年，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石安的性格一向温和，突如其来的严厉训得其他长老们说不出话来。赵子修作为长老中唯一的女性，沉默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当长老20年了，见过等级最高的新人也才19级，尚且不到20级。早些年的时候，最高等级甚至只有15级，从来没见过，也听过还能30天升到25级的人。失态了。是啊，25级是什么概念？差不多1天1级，难以置信。我以为莫冷这孩子已经很强了，才发现要不是林峰，也许莫冷、吕雪他们现在还不到20级呢。不能说莫冷他们弱，只能说林峰这孩子太让人意外了。要不是听着长老们亲口说出对自己的评价，林峰自己都不相信，原来他的实力在长老们心中早已和变态画上了等号。看着莫冷、吕雪等人都不低，比他只低了2级。林峰一直没觉得自己等级很高，也可以说是一直活在梦里。现在才明白，莫冷、吕雪等人都是受到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这条鲶鱼带来的鲶鱼效应，才让莫冷、吕雪等人疯狂升级。否则正常情况下，莫冷、吕雪等领头羊的等级不会超过20级。所以呢，其他孩子
哪个差了？非得去争抢林峰，别怪我刚才说话态度不好。石安不满道。长老们再次沉默了。这样，诸位长老不要争了。林峰再次站了出来，坦诚道：“这问题很好解决。既然长老们都想收晚辈为徒，不如就让晚辈自己来选择，这样对谁都公平，怎么样呢？”石安皱眉，目光思索。其他长老们犹豫片刻，纷纷点头，这个主意不错。最后，石安也点了点头，抬头望着林峰，确定道：“那行，林峰，你就先选，说吧，你想跟哪位长老一起学习？”此话一出，其他人看林峰的眼神中全部露出了羡慕之色。让林峰自己选择长老，这待遇太好了吧？但以林峰现在的声望和实力，也的确配得上他的待遇。然而，接下来林峰的话却惊呆了所有人。林峰站起身来，微微一笑，说道：“那晚辈就不客气了。我……”停顿3秒后，笑容收敛，给出了肯定答案：一个不跟。第56章，人小嘴甜，好处多多。离开公园酒店，尹小婉还想跟着林峰一起去玩，说什么交流交流，增进感情。但林峰可没时间伺候精灵古怪的尹小婉，找了个借口独自溜了。他走后，会议室内莫冷、吕雪等人也纷纷散了。而10大长老走到了酒店的观景台上，望着远处的林峰的背影，面色凝重，感慨万千。这孩子不仅实力强，还情商高，真是难能可贵啊！听说他在学校里一直被误认为是学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孩子苦啊！他是个孤儿，没有亲人，也没有依靠，一旦表现得太扎眼的话，只会招来更多麻烦。现在终于成年了，一飞冲天，震惊所有人，好强的心智。是啊，表面上看他很傻，但实际上咱们这么吵闹，对于他来说，选择谁都会得罪其他9位长老，还不如不选呢。咱们都是老古董了，争吵了半天，还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做人。哎，这个世界要活下去，单单有实力可是不够的，还得有脑子。次子前途无量，早晚也要一飞冲天。算了，都回去准备准备，超神学院的考验并非易事，争取接下来1个月能让他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另一边，林峰一路7弯8拐的，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杂货市场。在安全区中，市场分道具市场、装备市场、宠物市场、丹药市场等。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都可以在市场中自由交易。还有等级高达60级的大能守卫着市场的安全，不用担心在其中会被坑蒙拐骗。一进入市场，周围的热闹程度超乎想象，拥挤的人群川流不息，店铺中的商品琳琅满目，还有一波一波的吆喝声不绝于耳。唾液，唾液，收史莱姆唾液了！一童一个，有多少？要多少？上好的狼皮、狼骨、狼牙，放心选购，童叟无欺。无花果，极品无花果，炼药专用，3童一个，错过损失1个亿。武器残骸，跳楼甩卖，骨折优惠，只要5童了。既然是杂货市场，主要收受的就是各种怪物掉落的材料，来自于各种植物、动物的采集品之类的。这类道具的用途也不是直接用，而是用来制作装备、制作防具、生产药品、魔法道具的必须材料之一。林峰一路走马观花，偶尔好奇会停在摊位前查看道具的用途。比如售卖史莱姆唾液的摊位前会挂着史莱姆唾液的功效、合成小生命药水、小法力药水、小体力丹等。还有狼皮，制作狼毛大衣的必需品。狼骨用途广泛，可以制作骨剑、骨剑、骨盾，还可以用来炼制小回丹。狼牙可以用来制作骨剑、狼牙棒。对于看不懂的，比如小回丹，林峰也不害羞，指着牌子询问摊主：“姐姐，请问一下，小回丹有啥用啊？”摊主大姐都是一个30来岁的老阿姨了，被林峰2声姐姐喊的那叫一个心花怒放，拿出一个样品扔给了林峰：“诺，弟弟，这就是小回丹，送你1瓶，不用还我了。”啊，那就谢谢姐姐了。林峰连忙道谢，拿出小回丹，这才慢慢查看起道具属性来。小回丹服用后恢复50点生命值，仿佛想到了什么，又从背包里拿出1瓶小生命药水，对比了一下，小生命药水10秒内恢复100点生命值。哦，原来如此，一个是中成药，一个是特效药啊。林峰挠头，脸上露出了收获新知识的笑容。事实上就是，别看他是一个学渣，但这世上从来没有笨孩子，只有不适合笨孩子的教育方法。林峰无论是自己还是原主，并非对知识没有渴望，只是不喜欢课堂上的照本宣科而已。在实践中，他对于各种道具的特点、用途、原理一直充满好奇心，一有机会就会变成好奇宝宝，疯狂学习。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学霸，也有可能只是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想知道更多罢了。
晃荡了1个小时。林峰心情还不错，但一个问题也随之到来，因为整个市场都寻找遍了，并没有看到哪里有卖法宝的地方，连法宝2个字都没听到。走错市场了吗？林峰停下脚步，想了想，又掉头朝着隔壁的装备市场走去。装备市场中18般武器应有尽有，但林峰寻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哪里有售卖法宝的地方。不会吧，徐菲菲搞错了，市场里面难道不卖法宝？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还得找夜游神兑换去？犹豫片刻，林峰走向一个摊贩，礼貌询问起来：“叔叔，请问一下，哪里有卖法宝的地方？”摊贩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卖着一些短刀、短剑、匕首之类的武器。听到林峰的话，吃了一惊：“你要买法宝？”“是的，叔叔。”林峰彬彬有礼。中年男人眉头微微一皱，仔细打量了一番林峰，似乎在衡量林峰的身家地位。从林峰精美的法袍、得体的装备搭配来看，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你有血滴子吗？”“法宝的话，不是钱能买到的。”中年男人继续道。“有。”林峰点头，但并没有把东西拿出来给中年男人看。直觉告诉他，血滴子极其贵重，才不外露，还是不要随意示人的好。中年男人点了点头，直起身来，指了指右侧的一条小巷，说道：“进小巷，找5星以上的佣兵团办公室。”“谢谢叔叔。”林峰心头一喜，连忙道谢。刚要走，中年男人又叫住了林峰：“等等，怎么了？”林峰回头，中年男人笑道：“血滴子可不是鸡零狗碎的小道具，不同佣兵团的兑换价格也不一样，小家伙注意讨价还价。”“谢谢叔叔。”林峰感激道，这才朝着小巷之中继续走去。第57章，你看姐姐漂亮吗？小巷里面有一排排的房间，没有商贩卖东西。房间外有1、2步低矮台阶，抬头朝着门头的牌子一看，上面挂着各大佣兵团的名字。佣兵团名字的下方标注着一排排的5角星，看起来是一种等级象征。星星越多，等级越高，从1星到10星不等。5星，5星。林峰走走停停，脑海中记着商贩大叔的话。保守起见，他把整条小巷都走了一遍，最后他的注意力被最中心的位置一处2扇门并列的大型办公室吸引了。门头上挂着名字：蔷薇佣兵团，下面的星星数量高达6颗星。这是林峰一路走过去看到的星级最高的佣兵团。从外面看去，排场最大，房间也亮堂，比其他只有1扇门的佣兵团看起来高级许多。门开着，林峰犹豫片刻，径直走了进去。进去以后，可以看到中心的位置放着一排办公桌，里面坐着3个姿色俏丽的年轻女子，其中有2个女子的面前都有客人。听他们的对话，好像在讨论加入佣兵团、采办佣兵团物资之类的事情。林峰走向唯一的空位置上，没有坐下，刚要开口询问，对面的女子已经注意到他了。女子容颜俏丽，打扮精致，问道：“有事吗，小弟弟？”其实林峰也不是很小，从心性来说，他觉得自己很成熟了，遇到危险也是一个敢露出獠牙的狠人，但终究也才高中毕业而已，从外貌来看，和初出茅庐的小鲜肉有得一拼。“你好，小姐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法宝卖吗？”林峰礼貌问道。“法宝？”女子愣住了。原本热闹的办公室内，所有声音渐渐安静下来，周围人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情，纷纷扭头看向了林峰。那女子回过神来，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小弟弟真可爱，但法宝不适合你，要不你去市场上看看首饰，等你长大了些，再考虑法宝也不迟。”女子没有直接说看不起林峰，但言外之意就是觉得林峰这种年纪还不配拥有法宝那么金贵的东西了。也不怪女子这番言论，因为从任何角度看，林峰都只是一个新人冒险者而已。大部分新人冒险者连基础装备都难以凑齐，就算凑齐了武器、甲、护腕、鞋子、头盔等基础装备，还有价格昂贵、爆率极低的首饰、披风等稀有装备，年纪轻轻就对上了法宝的主意，显然是为时过早了。可能是看林峰长得比较俊气，旁边2个小姐姐也纷纷娇笑起来：“小弟弟想什么呢？法宝可不是买来的，是兑换来的。”“是啊，咱们蔷薇佣兵团赫赫有名，每年接手的法宝兑换业务，满打满算不超过10件，一般人可养不起法宝啊。”“没事，小弟弟，你还小，只要你有志向，早晚也会有法宝的。”“对，年轻人嘛，胆子大一些，等你有了法宝，到时候让姐姐嫁给你，姐姐也是可以考虑的。”嘻嘻嘻。几个女子嘻嘻哈哈调笑起来，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然而，也就是下一秒，所有调笑声戛然而止，因为林峰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粒血红色的珠子。他把珠子轻轻放在了办公桌上，所有人都盯着林峰手里水滴一般的珠子，
小嘴翕张，足以塞下一个鸡蛋，满眼震惊，难以置信，隐隐约约响起了几声惊呼：“血滴子！”林峰淡定道：“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达错了，我就是来兑换法宝的，请问这里可以兑换吗？”你等一下！那女子神色惊慌，连忙起身给林峰打了个招呼后，急急忙忙往办公室里面的内侧房间走去，离开了座位。房间里鸦雀无声，周围人对林峰频频侧目，好半天才有嘀咕起来：“谁家的小帅哥呀，居然可以拿出来血滴子，好强！强什么强？刚才谁说他有法宝就嫁给他的？没准别人真是来兑换法宝的，才不是我说的。再说了，小帅哥肯定嫌弃我黄脸婆。”哈哈哈！很快，内侧的房门开了，走出来一个身着精美战甲，身材好到爆，腰胯细健，美腿修长，前凸后翘，扎着高马尾的高挑女子。身后跟着刚才接待林峰的前台小姐姐，就是她了。前台小姐姐指着林峰，凑上前去，低声说道：“高挑女子点点头，走上前来，没有急着说话，而是仔细打量了一番林峰后，眼神中闪过一道金芒，轻启谈口，语出惊人：“你是林峰？”林峰一惊：“我靠，我都这么有名了吗？”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全部吃了一惊：“林峰，原来是林峰啊！难怪有血滴子，厉害！是啊，1个月内25级，连续2次触发帝国公告，真是后生可畏。”周围人惊呼不断。林峰观察着来人，感受到对方也没什么恶意，就说：“是我，姐姐好。”这一声姐姐喊的高挑女子那叫一个笑靥如花，胸前好一阵波涛汹涌，笑道：“不错，挺懂礼貌的。”说完伸出白皙小手介绍起来：“蔷薇佣兵团团长尤小丽，丽姐好。”林峰连忙伸出手来，轻轻握住了尤小丽的手，感受到尤小丽手心上的柔软，情不自禁多捏了一下。尤小丽嘴角上翘，莫名娇媚，抽回手捏斜林峰，暧昧道：“要兑换法宝是吗？这里不方便说话，跟姐姐到里面来。”说完扭动着翘骨丰臀，转身走了。林峰跟了上去，进入了里面的房间。里面没有其他人，房间格局大气，窗明几净。进去后关了门，尤小丽在里面的位置坐下了，给林峰倒上了茶水，一边倒茶一边说：“这是猴儿茶，和猴儿酒一样，是猴儿山附近的特产，你尝尝看。”虽然尤小丽没说这茶有多贵重，但能感受到这应该是第9安全区附近的珍品，价格不菲。这个，丽姐，我这一趟是来……林峰试图解释自己的目的。如果尤小丽只是梦境中的女帝，他尚且稳如老狗，一点不慌。但眼前的尤小丽成熟自信，万种风情，身材和容貌都是极品，现在又是孤男寡女，干柴烈火的。林峰能感觉到尤小丽看自己的眼神有些火热，那种感觉让他不太舒服。“我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急什么急？认识一下，很难吗？”尤小丽睁大眼睛询问道。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怕耽搁了丽姐的时间。”林峰委婉道。“哥，小帅哥可真会说话啊！”尤小丽忽地娇笑起来，坐起身来，仰躺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尽情舒展着自己的完美身段，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林峰，眼神中的火热更加明显了。眨眨大眼睛，声音带电一般，娇声道：“弟弟，你看姐姐漂亮吗？”第58章不能惯着，该治得治。看着尤小丽微微发红的俏脸，林峰心头暗道不妙。都说出门在外，男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丽姐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了。林峰面不改色说道。论漂亮，其实梦境中的女帝才是最漂亮的，不仅因为女帝本身完美无缺，还因为梦境中林峰心里是没有设防的，那种感觉比现实中更加逼真，更加感同身受，最能感受到女帝的美。只不过相比起他现在最需要的实力，明显林峰还没有心情体会女帝到底有多美。现在看着尤小丽，林峰的心情也是一样的，表面上称赞连连，心里却在暗骂不止。操，我只是来兑换法宝的，不是来卖身的。尤小丽的脸色更加娇媚了，乘胜追击，娇滴滴说：“那弟弟喜欢姐姐吗？”林峰沉默。尤小丽很自然地把修长美腿抬了起来，轻轻放在了桌子上。可能因为习武的缘故，尤小丽身材极为夸张，穿着黑丝，骨肉停云的修长美腿足以让任何男人为之倾倒，败下阵来。尤小丽眼神狡黠，说道：“弟弟不说话，姐姐就当默认喽。哎，最近工作可真累啊，弟弟帮姐姐揉揉脚嘛，弟弟对姐姐最好了，是吗？”说着踢掉了鞋子，露出了被黑色丝袜包裹着的曼妙小脚。林峰终于知道为什么尤小丽一进来就首先把门关上的原因了，这不早就别有用心了吗？气氛都到这里了，林峰说什么也不能惯着对方了。这个林峰欲言又止，
怎么了，弟弟？尤小丽声音嗲嗲的，像是一只慵懒的猫。会不会有脚臭？林峰询问。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尤小丽脸上的笑容消散了，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若有实质的杀气，收起了轻浮。你说什么？我只是……吭！起身出剑，伴随着刺耳的铿锵声，一道锐利的寒芒直指林峰的脖子，距离拿下林峰的脑袋只剩下几公分的距离。只是什么？尤小丽的声音像是来自地狱的死神。只要林峰稍一说错，可能就会人头落地了。对于尤小丽而言，或者说对于任何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而言，被说有脚臭，可以说都是奇耻大辱。这不是拒绝那么简单了，这分明就是羞辱。但林峰脸上也没有惬意，一字一顿，继续道：我只是来兑换法宝的。尤小丽没有说话。良久，是我小看你了。语毕。咻！长剑入鞘。尤小丽面无表情地收了剑，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脸上再无一丝轻佻之色。一级法宝，30血滴子，不讲价。尤小丽把剑放过桌子上，冷冷道：30血滴子。林峰吃了一惊，不是他兑换不起，而是他总共只有30个血滴子。上次和徐菲菲聊天的时候，有说兑换法宝的时候，顺便给徐菲菲也兑换一个，因为徐菲菲当时说10个血滴子就可以兑换法宝，他有30个血滴子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在来看，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10个血滴子吗？林峰问。呵，尤小丽冷笑，可以啊，你找夜游神去，不用找我。说完，尤小丽指了指大门，不送。擦！林峰暗骂一声，做生意归做生意，但刚才他拒绝了尤小丽，这不报应来了。别激动，丽姐。林峰硬着头皮上前一步，继续道：让我捋捋，10个血滴子应该是找夜游神兑换法宝的价格，对吗？是。尤小丽吐出一个字。原来如此。林峰懂了，徐菲菲并没有骗他，10个血滴子的确可以兑换法宝，但那只是找夜游神兑换的价格，佣兵团通过自己的渠道提前兑换了法宝，中间肯定要收取一个手续费，所以现在价格就变成了30血滴子。林峰犹豫起来，用30个血滴子兑换一个法宝，却又意味着要白白损失20个血滴子，这显然亏大了。丽姐，你看我也不像是有钱人，要不便宜点。林峰想到了商贩大叔的话，讨价还价。说过的话我不想重复第二遍。尤小丽毫不客气。这下尴尬了，看着冷若冰霜的尤小丽，林峰有点后悔刚才的冲动了。但是他连女帝的坑都没跳，跳一个佣兵团女团长的坑，想想也不可能。脑海中思绪电转，林峰看向了背包中一直没舍得丢的卷轴装备，咬咬牙说道：我可以拿其他东西和你换。说着，林峰拿出一大堆技能卷轴，因为他自己不缺技能，所以背包中的技能卷轴是最多的。3级技能卷轴2个，2级技能卷轴8个，1级技能卷轴10多个。又把多余的装备拿出来，装备爆率很低，他也不多，只有5件，一起放在桌子上，说道：这些都可以给你，价格能优惠点吗？尤小丽眉头一皱，半天没有说话。林峰心里一阵忐忑，等了好一会儿，尤小丽才冷冷道：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抵不上你身上随便一件极品装备。好吧。林峰泄气了，他不太了解行情，但按照尤小丽的说法，技能卷轴可能不太值钱，真正值钱的是极品装备，还有极品以上的装备，但这些东西林峰自己也缺，不可能拿出来换血滴子。另外，宠物和坐骑肯定也值钱，但林峰不可能拿出来卖，至少现在不可能。不过突然尤小丽沉思片刻，话锋一转，不过什么？如果你以后所有爆出来的东西都交给我们蔷薇佣兵团处理，价格可以给你便宜一点。多少？尤小丽不慌不忙翘起了二郎腿，脸色柔和了几分，但依然怨气冲天。刚才的事我假装不知道，20血滴子出你一个法宝，就当我蔷薇佣兵团和你交个朋友。第59章，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半个小时后，林峰离开了尤小丽的蔷薇佣兵团办公室。好消息是法宝兑换成功了，坏消息是价格依然是20血滴子，没有降价空间了。20血滴子应该是找佣兵团兑换法宝的极限价格了，最低价格不能更低了。除非亲自去找夜游神，但寻找夜游神肯定要耽搁时间，还难免会遇到麻烦。要想10血滴子兑换出来一个法宝，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对林峰而言也不是坏事，他背包里面的杂货本来就不少。和尤小丽达成共识后，尤小丽顺便把他背包里面的库存也清扫了，包括一大堆技能卷轴、几件闲散装备，还有史莱姆之王掉落的史莱姆之王唾液、破损的王冠、哥布林国王掉落的哥布林王杖等特殊道具，总共卖了2个金币。
这个世界的货币兑换规则是100铜等于100钱等于1银币等于0.01金币，换算单位是百进制。2个金币在林峰心中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按照穿越前的物价对比，2金币差不多等于2万 RMB。有小丽说的没错，除了我身上的极品装备值钱，其他的东西还真的不值钱啊。极品装备一件的价格就上万，而血滴子的话价格更贵，一粒血滴子的价格高达10万左右。等于说林峰把全身极品装备卖出去，可能只能换到一粒血滴子。难怪徐菲菲那么惊讶，哎，法宝可真是值钱啊。想到这里，林峰打开背包查看法宝属性，不用把法宝拿出来，避免招摇过市，就在背包中也能看到。法宝是一枚玉如意，两头凸起，中间圆润光滑，翠绿色的，晶莹剔透，看起来有些漂亮。查看属性，法宝玉如意，等级1级，类型普通，星级1星，修炼进度0-100，生命200，伤害50，防御50，速度50，潜力点0。隐藏属性体质加10，力量加10，智慧加10，灵巧加10，精神加10，敏捷加10。最低携带等级10，携带职业无限制。技能灵动，造成的伤害增加10点，承受的伤害减少10点。评价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快快显灵。果然很强。林峰不由得点了点头。如果把玉如意和金箍棒放在一起，那玉如意肯定不值一提。但玉如意等级才1级，增加的属性值却是极品装备清风法杖的3倍左右。而且看样子法宝和武器、装备等部件有明显区别。比如法杖、剑、弓等武器只会增加攻击力，而甲、袍等防具又只会增加防御力。而法宝的话是全属性增强，对于提升人物的综合实力而言意义重大。增加的属性值还远超极品装备，难怪这么贵，值啊！林峰感慨道。赶紧佩戴上。林峰默念取出玉如意，给自己装备。但系统的提示突然响起：装备法宝玉如意，状态普通状态，此状态下可以获得玉如意属性加成，但玉如意无法升级，是否继续？什么意思啊？提升法宝修炼进度，可以将普通法宝炼制为本命法宝。每人同一时间只能拥有1件本命法宝，但可以拥有多件普通法宝。本命法宝可以自动升级，普通法宝无法升级。系统徐徐道来。林峰眉头一皱，咦，本命法宝修炼升级还有潜力点。重新打量着玉如意的属性面板，林峰眼中忽然爆发出一道金光。等等，这法宝属性怎么像是一个角色？林峰仔细观察发现，法宝的属性展现不像装备那样给人物增加某些属性，法宝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本身就具备完整的属性，而且可以在宿主升级的时候获得经验值自动升级。这不更像是一个正常人吗？有点意思。林峰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兴奋。等于说修炼法宝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开了一个小号，这个小号也会升级，只不过无法单独参加战斗，却可以提升属性后把属性赋予给主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宝的确很强，难怪获取难度如此苛刻，价格也贵得惊人。甚至可以说，因为法宝这种特殊性的存在，血滴子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血滴子表面上是一种道具，但也是市场上的高端硬通货了。怎么修炼呢？林峰询问系统。开启修炼状态，主动进入修炼，修炼值满后，普通法宝自动升级为本命法宝。眼前出现了一道修炼模拟的动画图。林峰一看就懂了，原来就是打坐。闭上眼睛，把玉如意放在手心，心中默念玉如意，和玉如意的能量不断共鸣，慢慢的修炼值就会增加。看来还得花时间修炼法宝啊。也好，反正还有1个月才出发，有这时间正好家里蹲，把法宝练了。林峰心里打定了主意。随后又询问了一些系统关于法宝的基本参数。首先是法宝的类型，分为5类，分别是普通法宝、后天法宝、先天法宝、混沌法宝和鸿蒙法宝。越往后，法宝的基础属性越强，威力越大。然后是星级，类似于角色的根骨，星级越高，每次升级获得的潜力点越多。提升星级需要消耗血滴子。最后是法宝等级，不需要消耗任何道具，人物升级的时候等级会自动提升，感觉比装备高级多了。林峰苦笑起来，无论是属性、消耗的材料，提升法宝看起来都挺难的，但只要获得了法宝，哪怕是最低等级、最差类型的1星法宝，也比极品装备、传奇装备都强，甚至可以赶上传说装备。想到装备，林峰看了看天色，天色不早了，一番忙活下来，快要天黑了。回家修炼法宝，收拾心情，准备返程。正在这时候，
一个感叹号从视线右上角飘过来，有消息来了。打开一看，是徐菲菲。林峰，你在哪里？市场门口。怎么了？等等我，马上到。说完就没声了。第60章，美女班花贴身教导。10分钟左右，徐菲菲穿着粉色可爱的长裙子，骑着芝士雪豹飞速赶来了。下了雪豹，直奔林峰而来。林峰抬头看去，却见徐菲菲一脸阴沉，像是6月的天气，风云变幻，下一秒可能就要爆发了。看我们菲菲小姐这脸色，似乎有人要倒霉了。林峰小心翼翼询问起来。下一秒，林峰才发现这个倒霉蛋原来是自己。徐菲菲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你咋想的呀，林峰？我看你也不像傻子，怎么会这么愚蠢？你知不知道超神学院有多危险？你知不知道去超神学院的路上死了多少人？每一年长老指导前世新人，不是看你天赋多么好，多么优秀，是因为如果不能在接下来1个月提升你们的实力，你们根本无法通过超神学院的考验，死定了，知不知道？就你这25级的水平，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是不是？长老指导，你还敢拒绝？气死我了！啊！林峰被徐菲菲说的一愣一愣的，看他手舞足蹈、激动不已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林峰不但没觉得生气，反而有点小感动。学霸毕竟是学霸，可能在徐菲菲眼中，他林峰还是那个不知好歹、眼高于顶的学渣呢。拒绝长老们的指导，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这个……等徐菲菲发泄了一通，林峰才小心谨慎回答道：“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个的？”徐菲菲一愣，口气突然就收敛了3分，目光警觉：“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林峰耸耸肩：“你怎么知道我没接受长老们的指导？”徐菲菲瞪着林峰，腮帮子气鼓鼓的说：“石安爷爷给我讲的。”“石安，你爷爷？”林峰有些糊涂了。“不要你管。”徐菲菲没有多说什么，但林峰明显感觉不对劲。石安怎么会是徐菲菲的爷爷？他早就知道徐菲菲不仅漂亮，而且天资聪明，绝非普通女孩子。但是石安作为最有权威的10大长老，石安姓石，徐菲菲姓徐，能有什么关系？微微皱眉，看徐菲菲没有多说的意思，林峰也没多问了，笑道：“别担心，死不了。”“担心？谁要担心你？”徐菲菲更气了，脑袋里似乎意识到自己情绪过激了，又补充道：“才没有担心你，别胡说八道。”“好好，你说没担心就是没担心，这样总行了吧？”林峰认输。徐菲菲不说话了，怒火很快就消散了，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林峰盯了徐菲菲半天，没找到话题，但凭借超高的情商，依然一语命中要害：“你今天衣服真好看。”徐菲菲俏脸一红，哼，也不再生气了，说：“油嘴滑舌。”想了想，脸色又严肃起来，认真看着他说：“长老的指导是你通过超神学院考验的必经之路，你一个长老都不要，现在长老们也很难做。你说咱们第9安全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天才，要是就这么夭折在求学的路上，可惜不可惜？你要相信我，没有长老照样吊打一切。”林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吹牛皮不打草稿。其实林峰并不夸张，他真正的老师不是一群长老，而是神秘莫测的女帝。只要梦境寻宝这个天赋还在，每天晚上他都可以找女帝指导，又怎么会差一个长老呢？不过听徐菲菲这么一说，也不是完全没用，至少林峰知道超神学院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还可能危险重重。接下来1个月，他有必要好好准备一下。既然超神学院不好进，那么他就非进不可了。你算了。徐菲菲恨铁不成钢地叹了一口气，低着头，秀眉微拧，盯着自己的脚尖，原地转了几圈，似乎想到了什么，迅速抬起头来说道：“这样，接下来1个月，你来找我，我给你指导。”林峰惊得头皮炸裂，呆呆看着徐菲菲，半天没说出话来。徐菲菲咄咄逼人瞪住林峰：“看什么看？难道我连你都教不下来？”完了，果然，学渣这个帽子不是那么容易摘掉的。即便他现在实力很强了，在徐菲菲眼中，好像还是过去的那个学渣。至少他不接受长老指导这个鲁莽的决定，在徐菲菲看来，不仅是学渣，还可以说是愚蠢。徐菲菲见林峰一直不说话，只是呆呆看着自己，忽然脸上一红，又说：“你别胡思乱想，我只是惜才而已，才没有其他意思。再说了，你不是说要送我法宝吗？这是一点心意，我徐菲菲不欠别人的人情。你那么笨，教你还不容易吗？”头头是道，无法反驳。林峰赶紧收回了目光，寻思着徐菲菲懂得的确很多，有徐菲菲给自己当贴身家教老师也不是什么坏事。从实力上讲，徐菲菲现在不如他，但徐菲菲基本功扎实，理论知识融会贯通，这一点比他强多了。非常荣幸。
林峰正儿八经回答道。哼！徐菲菲心头禁不住一喜，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小开心。林峰又说，不过要告诉你一个事儿，我今天来兑换法宝，法宝要20血滴子一个，我只换到一个。林峰拿出玉如意给徐菲菲看，耸耸肩，诺，只有一个，没有多的。玉如意？徐菲菲神色一惊，拿起法宝，目光惊喜，翻来覆去打量着玉如意。玉如意攻守兼备，在普通法宝中算是极品中的极品了。你运气真不错，居然对方给了你玉如意。林峰有些吃惊，照徐菲菲的说话，对方给什么法宝，似乎可以主动选择。这么说来，尤小丽并不是调戏自己，难道想真心对自己好？不至于吧，细思恐极。看了一会儿，徐菲菲把法宝依依不舍还给了林峰，说，还是你留着吧，挺适合你的，我可不像你这么厉害，不过你也别得意，早晚我也会追上你。行，菲菲老师，我等着你追上我，好了不？我怎么觉得你在敷衍我？怎么会呢？只要你追上了我，我绝对答应你。你打死你！哈哈哈。第61章，循序渐进，法宝修炼。夜晚来临，林峰还想着回家修炼法宝，但徐菲菲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么早，你是不是想逃课？逃课？林峰愣住。是啊，还愣着干什么？跟我回去上课。等，林峰大惊，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你老爸不是在家，岂不是打断？林峰惜腿如命，尤其是自己的第3条腿。想什么呢？徐菲菲瞪了林峰一眼，我骗你的，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卧槽，你早说啊！林峰如释重负。徐菲菲瞥了一眼林峰，说，石安爷爷说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必须严加防范。石安看了一眼清纯可爱、姿色绝伦的徐菲菲，林峰点点头，石安说的对。半个小时后，林峰跟着徐菲菲回到了他的家里。徐菲菲的家位于一处高档小区里面修建了大量的联排别墅，不像低级贫民区那么拥挤。小区门口人来人往，这些人衣着华贵，装备奢侈，一看等级就不低，实力不容小觑。这时候，林峰才意识到自己25级的等级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在新人中倒是人中龙凤，但自己终究只是一个训练了1个月的新人，再强也强不了哪里去。刚毕业的新人只能叫做初级冒险者，而很多中级、高级冒险者因为天天都在死人堆里打滚，等级高，装备好，内修足，比起林峰只可能高，不可能低。这边来。进入一栋小别墅后，抬头细看，地面光滑，家具整洁，唯一可能让人感到末世味道的是别墅有一个后院，从窗户看向后院，能看到一头枣红色的野马，一头蜷缩在角落里打瞌睡的大猩猩。那是林峰看得出神。先不说房屋的大小，其实在这个世界中，安全区内寸土寸金，能够住小别墅的家庭本身就是非富即贵的上流人士了。那徐菲菲顺着林峰的目光看去，哦，坐骑，宠物，你等我下。徐菲菲脱掉了鞋子，换上居家的毛茸茸可爱拖鞋，爬上小楼梯，下来后手里拿了一摞教科书。林峰一看，眼前瞬间一黑，完了，高中3年没有被教科书折磨，毕业后竟然还是难逃被制裁的命运，这就是命啊！今晚就给你辅导世界地理，这个世界幅员辽阔，地图众多，升级打怪，组队冒险，不学地理是不行的。徐菲菲说。菲菲老师说的对，气氛都到这里了，林峰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作为惩罚，突然徐菲菲狡黠一笑，从背后变戏法一般抽出一根魔法棒，很小巧的那种。你要是不认真学习，可是要挨打的哟。沉默3秒，我能还手吗？不能。那你要是没教好的话，我是不是也能？林峰盯着徐菲菲的小屁屁，目光中故意充斥着几分侵略的味道。徐菲菲一愣，反手捂住小屁股，你敢？哈哈，行，开始吧。不管怎么说，徐菲菲说的对，基础知识林峰的确是缺乏的。虽说他可以在实践中获得大量的知识，但这个吸收过程终究还是太慢了。知识的意义更像是打开格局，可以帮林峰提前判断一些局势，做出更优的选择。现在班花美女亲自给他辅导，相比起老师刻板的教学，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3个小时后，林峰离开了徐菲菲的家。第1天的教学顺利结束了。徐菲菲把枣红色的野马借给了林峰，说方便他来来回回赶路。林峰答应了，因为胡子等级还低，骑不了，有一头马子代步，总比自己走路要方便。骑着马子，哦不对，野马昵称叫如风，徐菲菲这么叫的。骑着如风返回了学校，林峰也不耽搁时间了。洗漱完毕后，上了床，盘膝坐下，把玉如意拿出来放在手心之上，闭上眼睛，凝神想着玉如意，心中默念，开始修炼。叮，系统滴答了一声，就没有更多提示了。
但林峰却感觉脑海中迅速浮现出玉如意的幻影，不用看也能感觉自己和玉如意从意念上正在缓慢融合，能够感应到彼此的存在。幻影的右上角出现了修炼进度提示，上方是一个淡蓝色的进度条，下方显示着修炼进度0100，像是 BOSS 的血条一样，可能要修炼100根这样的进度条，法宝才会从普通法宝变成本命法宝。按照法宝的类型划分，林峰推测本命法宝可能就是后天法宝，因为后天和先天的区别，后天的意思就是通过努力得到的结果，两者有一致性。大概10分钟左右，林峰才感受到修炼进度条有了缓慢松动的迹象，而0100的进度提示可谓是纹丝不动。擦，难怪徐菲菲之前说法宝越早获得越好，要想修炼一个本命法宝出来，看来也够呛。想着想着，林峰忽然灵机一动，对了，可以一边睡觉一边修炼不？林峰把意念集中到如意之上，意念不动，思绪放空，慢慢的真的保持着这个状态进入了睡眠之中。睡觉修炼两不误，完美。迷雾山洞，场景变换，虚虚实实，直到浮现出一尊曼妙的女体，国色天香，完美无缺，仿佛全身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出自于全宇宙最好的工匠之手，连她的鼻子、眼睛、睫毛细细看去一样惊心动魄。多谢指导。林峰先给上次女帝教他过关幻境的事情道了谢。女帝今天有点热，手里拿着一把圆扇，轻轻拍打着扇子，扇动两鬓细长的发丝随风飞舞，各取所需罢了。女帝淡淡道：什么意思啊？林峰心头微惊，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梦中的感觉虚实变换，某些时候他只是下意识觉得不对劲，一旦梦醒了，除了梦中得到的东西，大部分内容除非到了特定时候他也回忆不起来。我想要一个生活技能，最好是铁匠。林峰直言不讳。哦，这个简单。女帝淡淡一笑，没有急着说话，一直摇着扇子，半醒半寐打着瞌睡，时而微微睁眼打量一会儿林峰，又闭眼睡去。林峰感觉时间像是定格了，又似乎在缓慢流逝，仿佛自己的魂魄被禁锢在某个空间中，逃离不得。甚至林峰开始怀疑女帝会不会改变主意，或者改变梦境寻宝的规则。直觉告诉林峰，梦境寻宝的规则等级极高，而神秘的女帝身处其中，犹如掌管规则的神灵，说不定真的有能力打破系统的规则，另外制定规则。而且经过有小丽的事情后，林峰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女帝前面所说的我的选项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正如最开始那个老头子戏耍他一样，一旦他选择女帝，不但不会得到女帝，反而什么都得不到。毕竟女帝是什么姿色，那是他这种实力可以得到的，想想也不可能。胡思乱想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女帝像是休息差不多了，轻启檀口，声音宛若天籁，说道：神级锻造，神级锻造，神级锻造，选吧。第62章生活技能神级锻造。一晚上的时间过去了，林峰一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法宝的修炼进度。属性中法宝的修炼进度显示5100。林峰愣住，一晚上才修炼5个点，这玩意儿可真难伺候啊，有点头疼。但是无妨，1个月的时间每晚修炼一下，足够完成法宝修炼了。随后林峰查看自己的技能面板，在生活职业中新增了一个技能，也是他获得的第一个生活技能，锻造神级。锻造神级，熟练度01000000000，你可以锻造武器、甲胄、护腕、镜甲、头盔、弓箭等部位的装备，锻造成功正100%，双倍属性正100%，幸运值正100%。神级技能打孔天才，装备打孔时3孔以下成功率100%，4孔以上每提升1孔，成功率下降一半，1%概率开第8孔。巧手天弓，强化装备时最高触发5倍暴击，1倍暴击概率100%，2倍暴击概率50%，3倍暴击30%，4倍暴击10%，5倍暴击1%。鬼斧神工，锻造装备时自动提升装备品阶，99%概率提升1阶，30%提升2阶，10%概率提升3阶，3%概率提升4阶，1%概率提升5阶，100%锻造成功率。双倍幸运和双倍属性加成，还有开第8孔的专属权利，以及最高5倍的强化和锻造增幅。我靠，这就是神级技能的威力，令人窒息。林峰呆呆看着生活技能面板，最夸张的还不是双倍增幅、8孔特权和最高5倍的强化暴击，而是最后面的锻造品阶加成。意思是，假如林峰现在只是锻造一把普通的铁剑，在神级锻造的加持下，一把普通的铁剑有1%概率变成一把传奇级别的绝世宝剑。如果只是锻造一把0级的剑的话，以此类推，
就有1%的概率直接诞生神器，甚至是圣器。装备品阶不像强化，可以强化到几十级去。装备品阶总共也才10阶左右，提升5阶的概率差不多就是直接通关了。这尼玛！林峰两眼呆滞，激动的都要骂人了。有了神级锻造，便像是在说，要不了多久，他就是神器多的没地方穿的傻大户了。有了技能，现在缺的就是材料了。林峰的脑海中自动浮现出大量的锻造知识，这是神级技能获得后，系统赋予他的相应理论知识，有强化知识，也有锻造知识。稍一思量，林峰就眉头皱起。他拿出金箍棒，查看金箍棒的强化条件。名称：金箍棒，品阶：神器，强化查询，强化10+10，仙灵10+10，神灵10+1，成功率100%。麻烦了，林峰喃喃道。这里的查询只是显示强化一次的材料以及成功率。本以为只要有了强化石就可以强化金箍棒，现在看来可能自己想多了。毕竟装备每一次强化，属性都会获得大量提升，装备本身品阶越高，属性越强，提升的幅度越大。而金箍棒是神器，如果只是靠着强化石就能提升品阶的话，明显太天真了。林峰又拿出清风法杖对比一下，名称：清风法杖，品阶：极品，强化查询，强化10+1，成功率100%。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一对比才可以看出来，不是装备强化难度高，纯粹就是神器的属性太强，对应的强化条件也要苛刻一些。无论是仙灵石还是神灵石，林峰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不太容易搞到手。现在咋整？林峰查看了一下背包里面的库存，锻造石、强化石、防爆石、魔灵石各有200颗。锻造石可以用来锻造装备，强化石强化装备，防爆石防爆，魔灵石修复耐久。好像只能处理极品装备啊。林峰思索起来，他身上总共有6件极品装备，1件传奇装备。传奇装备是戒指、项链、手镯、玉佩等饰品是不能锻造的，要炼金术进行炼金，还得等明天找女帝要了神级炼金术才行。神器金箍棒的话，现在也加工不了。金箍棒就算加工了，不到危急时刻也不方便拿出来使用，不如把6件极品装备先处理了。6件极品装备，200颗强化石也不知道够不够。以他神级锻造的功力，200颗强化石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不够用的。而这1个月的时间里，他完全可以把极品装备全部强化一波。对于实力提升而言，装备强化上去了，实力加成非常可观。其他几件普通装备也可以替换掉了，只需要锻造几件极品装备出来就行。这么一来，锻造石可能也不够用。下一步，林峰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锻造给自己凑一套完整的极品装备。但要凑齐全身极品装备，还要强化全身装备，他目前这点矿石可谓是杯水车薪，得想个办法赚钱才行啊。有钱的话，自然就有矿石了。想着，林峰看向了200颗锻造石，眼珠子一转，灵光一闪，有了。第63章，华家少爷仗势欺人。街头，林峰吃了一份素食便当。别看素食便当里面只有洁白的米饭、几片菜叶加1根鸡腿，但在这个世界危机四伏的末日世界中，能不吃糠咽菜就已经算是小康了。米饭、鸡腿都属于奢侈品。安全区的面积有限，大部分食物都是冒险家出城狩猎或者外出采集而来。一丝一缕，一粥一饭，不说拿生命换来的，也可以说是物力横奸了。但林峰现在不再是没爹没妈的可怜锅了。没爹没妈这点倒是没有改观，但是生活条件的话已经改善了不少。吃了便当后，不忘买一个雪梨，一边啃着香甜可口的雪梨，一边朝着附近的一家铁匠铺走去。就是这里了。眼前的铁匠铺就位于学校附近，位置稍微有些偏僻，处在一条小巷之中。铁匠铺的名字叫做可可铁匠铺，在安全区数不胜数的铁匠铺中，可可铁匠铺名不经传，不值一提。按理说，可可铁匠铺挨着学校，怎么说也应该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才对。可事实却是，可可铁匠铺的生意奇差无比。在林峰的记忆中，除了知道这里有一间铁匠铺，这几年来几乎没见到任何客人光顾过他。今天也是如此，走了一路，没看到一个进入铁匠铺的顾客。大门敞开着，能看到橱窗内的展台上摆放着一些普通的武器，有剑、刀、匕首、魔杖、铠甲、头盔等等，品质从劣质到精良不等。没看到极品以上的装备，其中劣质装备的价格在2银币左右，普通装备在10银币左右，而到了精良级别的装备，价格牌上标注着50银币的天价。在林峰的认识中，50银币的价格就相当于5000人民币了，绝对不是小数目了。关键是
这里根本没有极品级别的装备，等于说极品装备不是钱多就可以买的，有钱还不一定有货。看了半天，林峰没等到有店员来接待自己，心里开始怀疑这家铁匠铺是不是要倒闭了。突然，店铺中传来了一阵争吵的声音，声音飘过橱窗，落入了林峰的耳中。草泥马，什么垃圾武器，10银币买的剑，特么的连一只史莱姆都砍不死，这就是你们店铺的水平？尊敬的客人，这把剑可不简单，放到所有精良装备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极品。极品装备能加50点攻击力，你这加5点攻击力的剑，你跟我说极品？客人不要激动，这把剑虽然攻击力加的少，但是防御加的多啊，不信你看，加了51点防御呢。我特么，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拿着它防身，而不是拿着它砍怪，不可以吗？可以，我可以 NM 赔钱。骂声不断，很快就传来了各种沾亲带故的问候声。林峰眼见没人搭理自己，干脆顺着声音从侧门的方向进入了店铺内。抬头一看，眼前有4个人，一个怒发冲冠的公子哥，公子哥怀里搂着一个体态婀娜的女人，看样子两人是情侣关系。那女人帮腔作势，咄咄逼人，华少爷来你们这里买武器，那是看得起你们，你们还拿这种垃圾忽悠华少爷，真不怕华少爷带人砸了你们店铺？情侣的对面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大概有50多岁了，应该是店铺的掌柜，也是铁匠师傅。因为常年打铁的缘故，老者衣衫单薄，身形瘦弱，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青色汗衫，身材有3分佝偻，满脸皱纹，愁眉不展。细细看的话，他胳膊结实，手掌上有厚厚的老茧，这也是为什么林峰确认他就是铁匠师傅的原因。老者身边站着一个怒气冲冲的少女，少女身高只有 1.60 左右，身材娇小，穿一条雕刻了小猫咪团的雪白背带裤，体态憨萌，娃娃脸，萝莉模样。见到有人欺负老者，挺身而出，回怼道：你们血口喷人，爷爷打的装备是这个世界最好的装备，才不是你们说的垃圾。再说了，装备是你们自己挑选的，现在又要来退货，不要太过分了。婀女人不甘示弱，冷笑道：小妹妹，我们可没欺负你爷爷，我们也是看在精良装备的份上才买回去试试，谁知一把精良铁剑被你爷爷打造成了比盾牌防御还高的破铜烂铁，你说不退货，我们还留着过年？少女涨红了脸，讷半天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倔强道：不许你们欺负爷爷。可能少女美得有些精致，洋娃娃似的，惹人喜爱。那个叫华少爷的公子哥多看了几眼少女，不耐烦道：行，一个老头子，一个小女孩，欺负你们，你们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这样，铁剑是我送女朋友的，对于锻造这个职业，我一向也是尊敬的。我给你们一个机会，重新锻造一把正常的。没错，我特么的要求不高，就给我一把正常的铁剑，行了吧？别跟我说正常铁剑也拿不出来，那样的话，我女朋友不高兴了，就不是退钱不退钱的问题，砸了你们铺子，省得留在这里坑蒙拐骗。华少爷气势汹汹，有点仗势欺人，也可以说仁至义尽。如果这家铁匠铺真的连锻造一把精良铁剑的水平也没有，倒也没必要一直苦苦支撑，早点倒闭反而是一件好事。然而，面对华少爷的无理要求，老者惊慌起来，连忙哀求道：华少爷手下留情，可明年就要高中入学了，咱家的收入就靠这间铁匠铺，你要是砸了铁匠铺，那是要了我爷孙俩的命啊！我没说要砸呀，很简单，精良铁剑马上去锻造，给你们1小时，要是出不了好货，那就别怪我了。华少爷的口气不容置疑。老者左右为难，少女却说：爷爷怕他做什么，锻造一个试试。老者望着少女，满脸难色，半天没有说话，摸着可可的头，最后也只是长叹一声：可可，你还小，爷爷早些年还是中级铁匠，现在年龄大了，能有初级铁匠的水平就不错了，初级铁匠想要锻造上好的精良装备，哎，呵呵。华少爷冷笑：那还等什么？择日不如撞日，华少爷，我这就去叫人砸了这破铺子。婀娜女人得势不饶人，婀娜女人转身就走，不出10分钟，可能就要带人回来动手拆家了。就在这时候，林峰说话了。林峰阻止了就要离开的婀娜女人，淡淡道：不用去了，我来。第64章，我就喜欢多管闲事。此话一出，全场震惊。要是来了一个体型健壮、满手老茧的老师傅，这事情尚有回旋余地。再不济，来一个能打能抗的大鸡巴，也不是不能解决。但说话的却只是一个容貌清秀、眼神刚毅的毛头小子，这就让华少爷、婀娜女人、老者和萝莉女孩有些愣怔了。你来？华少爷看着林峰，脸色错愕。我来。林峰微微一笑，气度淡定。华少爷眉头一皱，盯了一眼老者和萝莉女孩，哼了一声：还有帮手？哼，那倒无所谓，我只要武器，谁锻造的都可以。还有50分钟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一下，
老者先是愣住了，看向林峰，急忙道：“少侠不可，华少爷是这一带的豪门公子，咱们可可铁匠铺的事情，可可铁匠铺自会承担，多谢少侠。”言外之意，就是让林峰不要多管闲事。华少爷的身份就是这一带的地头蛇，惹不得。到时候戏耍了华少爷，不但老头和女孩要遭殃，林峰可能也要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叫可可的萝莉少女也是呆了一呆，望着仗义出手的林峰，却又看出来林峰这个年龄根本不可能拥有比爷爷更优秀的打铁技术，甚至会不会打铁都是一个问号。可可眼眶微微一红，鼻子发酸，说道：“精良装备至少要中级铁匠才能锻造，而且要出极品属性，也不是每次就能锻造出来的。你赶紧走吧。”没事。林峰拒绝了可可的好意，只说：“我这人就喜欢多管闲事。”说完，径直朝着门外的锻造台走去，回头还对老者说：“老人家，帮我拉一下风箱，可好？”老者两眼一瞪圆，没想到林峰来真的。这要是待会儿没搞出一把上好的精良武器，那就闹大笑话了。连那个陪伴华少爷的婀娜女人也被林峰的这波操作看傻了，不服气道：“小小年纪，装什么大尾巴狼？我就留下来看看，要是不能打造出精良装备，照样砸了你们铺子。”林峰不以为然。老者看了眼一脸阴冷的华少爷，又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可可，最终像是下定了什么巨大决心一样，横竖一个死，倒不如赌一把。万一这个年轻人真的有什么本事呢？那就麻烦少侠了。老者说完，大步走向风箱，拿起铲子开始给火炉里面加煤，然后用肩膀拽住拉扯风箱的皮带，一前一后使劲拉扯起来。其他人纷纷退后。林峰脱下了法师长袍，穿上了一件破旧的打铁衣服，拿起铁锤朝着锻造台走去。锻造台不是在铁匠铺内，而是在铁匠铺外，这是大多数铁匠铺的正常布局，因为好的师傅对于吸引客人购买武器装备至关重要。铁匠师傅在门外公开锻造，现场出货，又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吸引顾客，本身就是一种揽客手段。不少路过的人都被站在锻造台前的林峰吸引了。这小子谁啊？以前没见过啊？可可铁匠铺的新铁匠吗？马上都要倒闭的店铺了，还招什么新人？真是浪费。是啊，听说华少爷在这里买了一把绝世宝剑，带女朋友去杀史莱姆，3个小时没杀死一只，肺都要气炸了。那完蛋了，以华少爷那脾气，这铺子死定了。是啊，不过这小子好像要重新锻造一把精良铁剑给华少爷，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这还用说，肯定不行啊，就算是高级铁匠来了，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能锻造出上好的精良铁剑。万一他真的是高级铁匠呢？噗，开什么玩笑，咱们第9安全区高级铁匠只有3位，他算老几？是啊，他要是高级铁匠，我现场吃降3斤。唉，可怜这对爷孙啊。可能因为可可和爷爷一向与人为善的缘故，人缘很好。听到华少爷要砸了可可铁匠铺，周围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人群唉声叹气，心疼不已。也有一部分人默默关注着林峰，祈祷着可以出现奇迹。虽说从任何角度来看，林峰都不可能锻造出精良装备，但至少林峰是一个希望，哪怕这个希望现在看起来是0%。林峰没有理会周围人的闲言碎语，脸色淡漠，开始打铁了。作为神级铁匠，系统赋予他的不仅仅是一个头衔，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实力和心境。进入状态后，他感觉周围的声音都消失不见了，眼睛里面只有铁矿石，还有铁矿石上犹如血管一般蔓延开来的古老纹路。他拿起原本老者锻造给华少爷那把铁剑，放手里看了看，名称：精良的铁剑，品阶：精良，属性：伤害+5，防御+51，最低佩戴等级1，技能无。其实这把剑的属性不差了，因为林峰的极品法杖在没有使用锻造符前，总共也才加了58点属性值，而这把剑却加了56点属性值。从盾牌的角度上讲，都要赶上极品盾牌了。但从剑的角度来看，可能盾的杀不死一只老母鸡。练了吧。林峰把铁剑扔进了熔炼炉里面。老者看到他的动作，心里吃了一惊，这可是精良装备啊，被林峰说练就练了。但眼下也不是心疼的时候了。老者更加卖力拉起了风箱，熔炉内的铁矿石飞速融化，很快就化作了铁水。林峰朝着熔炉走去，看了看熔炉，问道：对了，老人家有鸡血石吗？加一块鸡血石进去。老者还没回答，可可吐了吐舌头，鸡血石是高级矿石，我们哪里有？还有几块冰晶石，要吗？冰晶石，中级矿石。林峰脑海中飞速闪过矿石信息，但他却诧异看了一眼可可，这小萝莉好像很懂啊。第65章酒囊饭袋，另有所图。可以，只要1块，放进去就可以了。林峰点头。可可飞快跑进了储物间，按照林峰的要求，拿了一块雪白的冰晶石出来。
再把冰晶石放进熔炉前，犹豫了一下，确定要放进去吗？林峰还没回答，身后竟然响起了华少爷的冷笑：“冰晶石混入铁矿石，真是个人才，还以为是个什么锻造高手呢，看来是我想多了。”婀娜女人愣了愣，看向华少爷，询问道：“冰晶石不能混入铁矿石？”“当然。”华少爷傲慢万分，解释道：“冰晶石不能火炼，只能水解，我还从没听说有人居然要火炼冰晶石的。”华少爷竟然还懂锻造。婀娜女人吃了一惊：“你特么的当老子是酒囊饭袋？我特么要不是不懂打铁，会为了10银币的事情和你这臭逼计较10银币？”女人被骂得狗血淋头，却陪着笑脸，人家不是被华少爷的才华折服了吗？那是当然，老子不但知道冰晶石不能火炼，还知道一旦冰晶石和铁水融合，根本打造不出来成型的铁剑，就算是铁匠大师啊呸，就算是铁匠宗师来了也不行。死！华少爷这么一说，周围人无不倒抽一口凉气。这么看来，华少爷其实压根儿就不缺10银币，之所以计较这个事情，可能完全就是看不顺眼可可铁匠铺的水平，准备找个理由把可可铁匠铺拆了而已。这时候，听到林峰要熔炼冰晶石的老者也脸色难看的仿佛要滴出水来。老者说：“小兄弟，恕我直言，我曾汉打了一辈子的铁，从没听人说冰晶石还能用火炼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什么？”林峰若无其事问道。“火炼后的冰晶石遇到锤子就裂开，根本无法锻造成型啊。”“哦。”林峰点点头。就在曾汉以为林峰准备迷途知返的时候，林峰又补充了一句：“我还以为这意味着你孤陋寡闻呢。”曾汉，乔可可，我是应该放呢，还是不放呢？林峰淡淡道：“放。”“好吧。”叮咚，在所有人肃然起敬的眼神中，冰晶石被乔可可放进了熔炉中。ZZ， 华少爷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这小子完蛋了，现在就算是大师级铁匠也就不回来了。婀娜女人信誓旦旦，铁匠的等级并不复杂，也可以说所有生活职业的等级都一样，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大师、宗师和神级。一般而言，初级铁匠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因为初级铁匠之下还有学徒，学徒就可以混口饭吃。初级的话，自己做生意开店铺自然也是绰绰有余的。而到了中级职称，那已经属于生活职业中的高手了，在普通人眼中通常被视为大神。而高级铁匠这一级，整个第9安全区只有3个，而身为高级铁匠也只是勉强能够驾驭极品装备而已。要锻造极品装备还需要相应的材料，在具备材料的情况下，也不是每一次锻造都会产出完美的属性和完美的技能。这也是为什么极品装备如此珍贵，在低端市场上几乎看不到的原因。至于高级以上的铁匠、大师、宗师，别说安全区了，就连整个神龙帝国可能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据说部分顶级铁匠甚至都不是人族，而是矮人、地精等天生就亲近矿石、喜欢打铁的神秘种族。所以在周围人眼中，林峰融合冰晶石和铁矿石的做法，除了愚蠢还是愚蠢，没有其他任何可能了。连对林峰抱有一丝希望的曾汉也只觉得老眼昏花，长叹一声，不再多说什么了。接下来就是林峰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因为连曾汉都对他失去信心了。好了，林峰不为所动，拿起铁钳，把熔炉夹起来，放入一个现成的长剑模具中。一把普通的铁剑而已，林峰倒也没有自己制作特殊模具，就曾汉的存货就够用了。红得发光的铁水带着一股热气，缓缓流入了模具之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凝固起来。再次用铁钳夹出剑胚，林峰一脸严肃，把胚子放在了锻造台上。华少爷终于忍不住再次嘲讽起来：“冰晶石做胚子，这能叫剑胚？只需要一锤子，我打赌这玩意儿就会跟玻璃一样4分5裂。”华少爷这么一说，人群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怕被殃及无辜。林峰拿起了铁锤，深呼吸了一口气，瞳孔微微收缩，盯住了剑胚上的剑尖位置，然后在所有人胆战心惊的注视下，只见他手臂上的肌肉缓缓隆起。虽然等级不占优势，但食品根骨和隐藏职业带来的巨大属性提升，让他的力量比起曾汉还要强大。打铁的力度拿捏起来游刃有余。Doom， 势大力沉的一锤狠狠敲在了剑胚之上。啪！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从剑胚上传来。哈哈！华少爷大笑起来。瞧，我就说吧，冰晶石不能火炼，这不碎了吧？华少爷为自己神乎其技的预判洋洋得意。华少爷好厉害了！婀娜女人崇拜喊道，又对林峰说：“小子，愣着干什么？还不道歉认错？”华少爷高兴了，还能少你一顿打？唉，曾汉叹息出声，看着还在打铁的林峰，又说道：“不会熔炼矿石不说，剑胚还没完全冷却就开始锻造，这是连基本打铁常识也不会啊。”到了这里，曾汉可以说已经心灰意冷了。
曾可可脸色也免不了有点紧张了，小手捏着自己的衣角，愣愣道：“坏了吗？”但看林峰的表情，却丝毫看不出来紧张和慌乱，根本不理会周围人的闲言碎语。手握铁锤，一锤、两锤、三锤，一锤接着一锤，在碎裂的剑胚上使劲敲打。Do him,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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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im。打铁的声音像是韵律感十足的钟声一样，叮叮当当，连续不断。第66章，传奇装备玄冰之剑。仔细听，声音由慢到快，到最后竟然一锤快过一锤。到最后，林峰手里的铁锤像是狂风暴雨一般，在剑胚上疯狂炸开了花，叮叮当当，一刻不停。没有人注意到，那些剑胚上破碎的裂缝，正在林峰超凡入圣的锻造手艺下，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原貌，从碎裂的状态又慢慢融合了起来。咦，华少爷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眉头忽的一皱。不对啊，这小子这么打铁，早该把剑胚打成玻璃渣子了，怎么还没打碎？曾汉也发现了异样，凑到林峰身边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整个人如遭雷击，傻眼了。融合了。等等，曾汉似乎想到了什么，两眼迅速瞪大。他刚才不等剑胚完全冷却就拿出来锻造，难道就是为了再次淬炼剑胚，修复裂缝？天哪，这要多么恐怖的锻造水平，还是常人能做到的事情吗？打铁，顾名思义，应该从铁开始打。谁知林峰这波操作似乎从铁水开始就已经进入打铁的过程了。也可以说，普通铁匠只会打铁，至于怎么打，无所谓，都行。中级铁匠不但会打铁，还会狠狠打铁，力度越大，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就越大。高级铁匠开始认识到剑胚的形态、质地和内在结构，开始针对剑胚的特点针对性打铁，不但可以有效提升锻造出好装备的概率，还有概率激活隐藏属性。高级以上的铁匠，曾汉还没见到过，但看着全神贯注，连汗水滴落在剑胚上也没有眨眼睛的林峰，曾汉却感觉林峰不是在打铁，他仿佛能感受到剑胚中来自每一块铁矿石的韵律，或者说呼吸，每一锤下去都在淬炼铁矿石的硬度，重塑铁矿石的质感。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华少爷脸色越来越凝重，不再说话了。婀娜女儿也感受到气氛不对劲，左看右看，胆战心惊，有点坐立不安了。围观的观众们惊呼不断：咋回事？不是要碎裂吗？怎么还没碎？碎个迪儿啊！没看到他已经把裂缝全部打回去了吗？好恐怖！妈的，这是什么操作？我只听过把剑胚打碎的，从没听过还能把碎了的剑胚再打回去的。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铁匠。人群后知后觉，震惊万分。也可以说，什么叫做神级锻造？就好比一块玻璃，把玻璃打碎，小孩子都会做到，而能够把破碎的玻璃重新恢复如初，这就叫神。恢复的难度比起破坏的难度要难上无数倍，而这就是神级和其他水平的区别。在一片躁动的声音中，林峰终于结束了锻造，剑胚已经完全成型了，不仅光滑如剑，还没有一丝裂缝，整个剑胚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行云流水。呼，他吐出一口气来，夹住剑胚，扔进了水槽之中。滋，没有水花飞溅的声音，只有一片巨大的白色水蒸气从水槽中喷薄而出。再次夹出剑胚，林峰戴上手套，把长剑放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给长剑开刃。在这个过程中，不太平滑的地方也被一并打磨干净了。刺了，刺了！一声声磨刀的声音清脆入耳，宛若龙吟。龙吟之声，曾汉浑身巨震。这是什么水平的剑？在曾汉的记忆中，他的师傅、师爷或者祖师爷都从来没锻造出过可以发出龙吟声的武器。但祖师爷曾经说过，传说中最好的锻造术就是剑若游龙，声若龙吟。这位少侠到底是什么水平？曾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与此同时，好了，林峰最后一次把长剑从剑尖一直磨到了剑根，拿起长剑放在眼前仔细打量，剑长 1.2 米左右，宽度不足2指，颜色呈血银色，轻薄匀称，光滑如流，阳光下像是一面反光的镜子。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长剑，长剑微微颤抖，发出若有若无的回音来，久久不绝。好剑！林峰满意点点头。而华少爷、曾汉、婀娜少女等人早已看呆了。虽然还没查看到长剑的属性，但从这把剑的质感来看，绝非普通货色，甚至可能已经超出众人的想象了。不等众人说话，一道系统提示突然降临：叮！帝国公告，妖魔横行，浩劫临世，苍生罹难，吾辈自强。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锻造出传奇武器
玄冰剑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1000，低级矿石宝箱加3，中级矿石宝箱加1，随机高级矿石加10。这，众人皆惊。华少爷呆呆看着林峰，眼珠子惊得几乎要瞪出来，像是见鬼一样，指着林峰震惊道：“你是林峰？”人怕出名猪怕壮，林峰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可能在帝国中还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在第9安全区内应该算是一个小网红了。望着华少爷，林峰淡淡一笑，耸了耸肩，回答：“正是在下。”曾汉突然上前一步，激动得全身发抖，指着林峰手里的玄冰剑，颤抖着声音说：“林少侠，可以让我看看它吗？”林峰淡淡一笑，拿去，把玄冰剑扔给了曾汉。不仅曾汉、华少爷、婀娜少女还有曾可可等人全部凑了上去，周围的其他人也朝着玄冰剑疯狂涌去。玄冰剑属性打开，人群中再次爆发出一片惊呼。名称：玄冰剑，品阶：传奇，属性：攻击加150，穿透加30，速度加15，命中加15，幸运属性：伤害加20，最低佩戴等级10，技能：寒冰构造，命中目标后施加50点额外的冰冻伤害，并且有1%概率冰冻目标1秒。好剑，好剑啊！好恐怖的属性，挑不出一点毛病。传奇装备，真的是传奇装备。铁矿石加1块冰晶石，居然可以打造传奇装备。这也行的话，我觉得我也行。你行你上，但能滚一边去吗？别拉低了我的智商。同上。望着玄冰剑的属性，曾汉等人彻底惊呆了。第67章，师傅喝茶，出货门徒。第67章，这剑我能看看吗？曾汉看了一会儿后，华少爷吞咽着口水，指着剑问：“华少爷请。”曾汉把剑又递给了华少爷。华少爷爱不释手把玩着剑，又是查看属性，又是掂量着剑的重量，两根手指轻轻抚过剑身，两眼不住放光。太极品了，完美无缺啊！最后忍不住发出一声仿佛来自灵魂的感慨声。旁边的婀娜少女看华少爷这副脸色，一时间也喜从中来，忙说：“华少爷，这把剑也是送我的吗？”华少爷动作一顿，3秒后，忽然一个耳刮子朝着婀娜少女抽去：“去你妈的！你什么臭逼，配得上这把剑？滚！”一只红红的手掌印出现在了婀娜少女的脸上，婀娜少女被抽得退后了一步，捂着脸，撅起嘴，不敢说话。华少爷连忙把剑恭恭敬敬捧给了林峰，说道：“冒昧了，林大师，这把玄冰剑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林峰看着华少爷，这个公子哥虽然傲慢，但还是有些脑子，并不傻。其实林峰也没想过真的把传奇装备送给对方，他自己也才只有1件传奇装备呢。要是锻造出来的是精良或者极品，送给对方倒是无所谓。但现在爆出来的是传奇，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神级锻造会自动提升装备品阶的缘故，其实林峰也不确定每次可能爆出来什么级别的装备。这次能锻造出传奇，多半也是运气好的缘故。理论上讲，初级铁矿石和中级冰晶石锻造出精良的概率不到30%，被他一波干到传奇，只能说是奇迹了。那要不你再等等，我再多打几把，总能锻造出一把精良长剑，你说呢？林峰对华少爷说道。其实这才是林峰的本意，既然欠一把精良，那就还给对方一把精良就是了。不，华少爷连连摆手说道：“大师，那里话，你这就太客气了，一把铁剑而已，不足挂齿。要是大师可以。”说到这里，华少爷脸色微微发红，神色中透露着一丝小激动，搓了搓手，厚着脸皮继续道：“可以答应我一个不情之请的话，那就更好了。”哦，林峰问。华少爷眼神上抬，瞄了一眼林峰手臂上健硕如2块铁矿石的肱二头肌，眼神中掠过一丝仰慕，鼓起勇气回答道：“大师，我想跟你学锻造。”林峰。半个小时后，人群散开了。可可铁匠铺内，林峰、曾汉、曾可可、华少爷还有婀娜少女5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商量接下来的打算。华少爷真名叫华天豪，第9安全区的扛把子，老爹是天豪公会的会长，可以说是有权有势了。但华天豪打小身子骨弱，羡慕强者也仰慕强者，对于8块腹肌充满男人味的大鸡巴情有独钟，也因此华天豪心中一直藏着一个打铁梦。但第9安全区内高级铁匠也才只有3个人而已，华天豪就算有意拜师，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师傅，这才导致华天豪对铁匠这个职业又爱又恨，看到不顺眼的装备，甚至会主动出击找茬挑事。林大师，听我说，流程必须要走。华天豪苦苦哀求着林峰。这个真没必要。林峰尴尬道。华天豪一根筋，脾气倔强，要拜师以后非得3拜9叩，还要走过师礼。但华天豪年龄有25、26岁了，比他大不少，要拜他为师，从辈分上说，林峰心里是不太适应的。
旁边的婀娜女人说话了：“大师，你就答应华少爷吧，他是真心想拜师学艺的。”婀娜女人名字叫涂凤丹，华天豪刚谈的女朋友，现在还处在对华天豪的舔狗阶段，称呼也一直是叫华少爷，还没敢改口直呼其名。旁边的曾汉叹道：“别说华少爷想拜师了，老朽要不是年龄大了，也想跟林少侠学点本事。”小萝莉曾可可吐了吐舌头，赞美道：“林峰哥哥好厉害。”那就行吧。最后林峰实在是没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非得跟自己混的公子哥了。好好好，嗨，林大师上座，快上座。华天豪把林峰请到了上位，磕头敬茶。3个头磕完，在曾汉等人的亲自见证下，最后端上了改口茶。师傅请喝茶。林峰摇摇头，忽然之间感觉自己气场上来了，内心里默默感慨，果然气势都是衬托出来的。从今往后有华天豪给自己当小弟，那就等于有天豪宫会给自己撑腰，自己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了。拜了师。林峰给曾汉说道：“曾爷爷，这一次来你们这里是想借你们铁匠铺用一下。”停顿了一下，林峰又说：“当然，这中间可能要麻烦一下曾爷爷，比如矿石采购、装备贩卖这些事情，还得曾爷爷帮忙处理。我只负责打铁，你们负责帮我销售。至于价格的话，除去成本后，我再单独给你们5个点的利润。你们觉得呢？5个点的利润就是5成分红，相当于是收入平分了。”在林峰的想法中，自己干苦力做事情，铁匠铺负责提供场地，还要负责采购和销售，拿走5个点并不算多。但他这么一说后，曾汉大惊失色，起身道：“少侠不可，我们铁匠铺本来就要倒闭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哪里还有我和可可爷孙俩的安身之处？你要借用铁匠铺，拿去用就是了。至于帮你卖装备、采购矿石，那都是举手之劳。”曾爷爷，你也太客气了。林峰有点为曾汉的气度肃然起敬了。很明显，曾汉和可可在安全区内过得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寒碜，但即便如此，也不敢贪图林峰的一丁点好处，可以说是人品正直、光明磊落的温良之人了。最后，在林峰的执意坚持下，曾汉拿了1成的收益分红，其他的都归林峰。这一来，在林峰离开安全区前，可可铁匠铺都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铁匠铺，想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了。第68章，店铺经营声名鹊起。随后，林峰开始分配任务，曾汉负责给自己当帮手，华天豪负责去拉风箱。其实这个事情曾汉想做，但考虑到华天豪还是一个铁匠学徒，林峰有意让华天豪吃点苦，就让华天豪去拉风箱了。但别说，华天豪还真的对打铁情有独钟，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态度积极，兴致昂扬。可可活蹦乱跳的负责去市场上采购矿石，按照林峰的要求，先订购原煤2吨、铁矿石10箱、中级矿石3箱、高级矿石1箱。这只是第一批采购的数量，并不算多，可可也不需要搬运，对方会送货上门，可可只需腰跑腿就行了。那我呢？涂凤丹问道。涂凤丹如坐针毡，都有任务了，他没有，这让他感到了一丝焦虑。当然，对涂凤丹而言，最怕的还是被华天豪给甩了。内心中，涂凤丹早已下定决心给华天豪做牛做马了。只不过目前的华天豪只对铁矿石感兴趣，对女人已经不感兴趣了。你负责卖东西吧？林峰说道。好好，这个好，我负责卖东西。涂凤丹一下子就精神了，满脸笑意，看林峰的眼神中透露着丝丝感激。好了，大家分头行动，马上开工。林峰下达了干活的命令。说完，把玄冰剑挂了出去，当作招牌，吸引客户。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武器或者装备，林峰是不打算卖的，因为把它们当作噱头的价值，比直接卖掉它们的价值更大。对于店铺的展台，林峰做出了调整，把劣质普通的装备全部收起来了，什么都不要放，到时候一波练了。要想吸引顾客，品质是不能少的。既然林峰准备亲自动手，那就不能允许店铺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在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里，林峰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锻造，锻造再锻造，把锻造的东西挂出去卖钱，再用钱换来资源，再用资源给自己打造一套更加高级的装备。非常奈斯。收拾完毕后，曾可可带着矿石回来了。10多口装满矿石的箱子被运输工人一箱箱搬运过来，堆在了熔炉边上。生火炼矿，林峰一声令下，华天豪开始拉扯风箱了。曾汉帮忙铲煤，林峰夹起一块块铁矿石放入熔炉之中，一次性把整个熔炉放满。在矿石逐渐融化的过程中，林峰拿出一个个模具来。店铺内只有2个常见模具，一把腰刀模具，一把匕首模具，模具并不多。曾爷爷，再做点模具。常见加3个，刀加1个，
匕首加2个。等矿石熔炼好了，把铁水倒进去，再把胚子加给我就行了。考虑到熔炉并不大，林峰没有要求做太多模具，但即便如此，曾汉也被他的要求吓了一跳，同时锻造10把武器。林少侠，你确定？照做就好。林峰点头。曾汉倒抽一口凉气，细细一算，除了已有的4个模具，林峰还要求再做6个模具，意思是林峰要同时操作10个模具里面的胚子。正常的铁匠一次性只能加工1把武器，高级铁匠也不过3把而已，但林峰却要同时操作10把，就好比一个厨师一样，能够掌1口锅的厨师是普通厨师，能够掌3口锅的是主厨，能够同时掌10口锅的那就叫大神。但曾汉并不知道的是，林峰能够同时操作的胚子多了去了。之所以只操作10个胚子，原因是熔炉太小，一次性不能炼制太多矿石，否则的话，让林峰再多操作1倍的胚子也是没问题的。林峰又走向熔炉边的矿石箱子，打开终极矿石的箱子，在里面找出3块烈焰石，放进了熔炉中。等所有矿石融合完毕，加起熔炉，开始给模具里面灌注铁水。火红的铁水顺着模具流淌而下，划出一把武器的雏形。在常温之下，铁水很快就凝固起来，胚子成型了。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林峰夹起胚子放到锻造台上，铁锤挥舞，叮叮当当，一锤连着一锤敲击在剑胚之上。火红色的胚子像是一团燃烧的烈火一般，有一粒粒火星飞溅在林峰的身上，让打铁的林峰看起来像是自带浴火焚烧特效的战神。远处有一波波的客人朝着小巷之中走来，人群边走边聊，谈笑风生。听说这里有传奇装备卖？真的假的？是啊，传奇装备，那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吗？天豪公会传出来的消息，应该不会有假吧？据说就是刚才帝国公告的那一把玄冰剑。管他的，看看呢，万一踩了个狗屎运，那就赚大发了。聊着聊着，人群走到了铁匠铺前，抬头一看，一把光滑如镜、寒气逼人的长剑用一根红绳系着，悬挂在木质的墙壁之上。古老的木屋搭配门口的锻造台，还有正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熔炉，给人一种原汁原味、浑然天成的老字号感觉。短暂的恍惚后，人群纷纷盯住了墙壁上的长剑，满眼震撼。是玄冰剑，真的是玄冰剑！天哪，那不是说这个打铁的人就是最强新人 BOSS 杀手外挂选手林峰？这就是林峰！哎呀妈呀，好帅，好有男人味啊！是啊，8块腹肌杠杠的小帅哥让我好馋啊！这小子实力惊人，还会打铁。666，喂，掌柜的，玄冰剑怎么卖？钱不是问题啊。大哥，这可是传奇装备啊，哪一把传奇装备不是价值连城？钱的确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嗨，说话悠着点，小子，别闹事。看到没有，那个拉风箱的就是华天豪，惹了林峰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惹了华天豪，我保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好的，多谢大哥，大哥教训的对，大哥喝冰可乐。第69章，一夜暴富，富得流油。林峰以极快的速度给一件件武器胚子定了型，普通铁匠要敲打上百次才能完成的事情，在他手里只需要10来次就搞定了。现在他锻造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卖，所以对武器质量没有太高的要求。何况以他的段位，哪怕是随手锻造的垃圾，在普通人眼里那也是百里挑一的极品。一件又一件武器很快就成型了。林峰对曾汉说，你负责打磨锻造的事情，我来处理就好了。武器要打磨开刃，这道工序也是一门技术活，但林峰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再亲自打磨了，交给曾汉来磨刀，对装备的质量影响也不是很大。在他的安排下，武器加工进入了流水线作业，每5分钟就有一把武器快速成型，然后被摆放到了展台之上。屋外的客人早已人山人海，迫不及待了。碍于林峰的名气，还有华天豪的匪气，没人敢在铁匠铺外闹事，一个个规规矩矩等待出货。货一出来，人群瞬间轰动，闪开，别挡着我视线了！这么快就出货了？欺负我没念书，还是没上过9年义务教育啊？5分钟一件，呵呵，不看了，肯定是垃圾。是啊，从来没听人说5分钟就搞定一件装备的，真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老板，墙上的剑卖吗？不卖就走了。眼看林峰锻造武器就跟青蛙下蛋一样，外面的失望之声此起彼伏，还以为林峰又要锻造什么神器出来，结果5分钟一件，别说锻造装备了，这种速度能打造出一件劣质的武器都算是烧高香了。涂凤丹连忙劝阻，墙上是展品，再多钱也不卖，要买装备的话，
展台上有。展台，5分钟一件的垃圾，妈的，耍我们呢！前排的客人怒了，不少客人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传奇装备只看不卖，垃圾装备随意选购，这不妥妥坑爹吗？就在这时候，不知道谁叫了一声：“我靠，极品装备！”什么？众人一愣，朝着展台上的一把匕首看去，最面前摆放着一把质感森冷、刀柄上鳞甲凹凸的匕首，还是新鲜热乎刚出炉的。放到展台上后，属性自动公开了出来。名称：火牙匕首，品阶：极品，属性：物理伤害加50，物理穿透加10，暴击伤害加10。技能：火牙，攻击造成灼烧效果，每秒扣除10点生命值，持续10秒。属性一出，全场震惊。火牙匕首，高达100点的额外技能伤害，还有高达70点的普通属性加成，比正常的极品装备多了40%左右。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件极品装备，还是极品中的极品。关键是，这样一件装备在林峰的手里，也就5分钟就搞定了。嘶！到处都是倒抽凉气的声音。这把匕首多少钱？我要了！一个刺客打扮的男子猛地冲到了最前面，用激动的近乎怒吼的声音喊道。刚说完话，另外一个男人抢先一步叫道：“我出10金币，不够可以谈。10金币的滚一边去，我出15金币。15金币的滚一边去，我出20金币。20金币算个鸟，我出30。”群情激愤，一把林峰随随便便锻造出来的匕首，竟然造成了现场的哄抢效果，连林峰自己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等于说，前一秒他还是只有3个金币的小趴菜，转眼时间就成了拥有30个金币的小土鳖了。最终，火牙匕首以45金币的高价被一个工会大佬买走了。这样的价格比市场上正常的极品装备价格还要贵出5倍左右。但铁匠铺外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加上林峰锻造出来的装备又过于精品，虽说有明显的溢价，但购买匕首的工会大佬不但没觉得亏，反而眉开眼笑，笑得合不拢嘴。第一件匕首刚卖出去，林峰锻造的第2把武器又被送到了展台上。涂凤丹意识到装备供不应求后，干脆充当起了拍卖员，把装备现场拍卖起来。涂凤丹长得前凸后翘，姿色丰艳，水蛇腰，大长腿，红唇鲜艳饱软，又处在热恋期，整个人有种从内向外的火辣性感，风情万种。干起拍卖员来也是胆大心细，谈笑风生，像极了勾魂夺魄的小妖精。哎，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又出了一件极品装备，给大家看看啊！不要急，不要急，见者有份，都有机会。长剑火云，极品装备，增加物理伤害45，攻击速度10点，还加10点命中呢，好厉害！装备技能火云，攻击附带30点火属性伤害。有小哥哥看上的吗？没有的话，我待会儿再问一遍，嘻嘻。涂凤丹这么一说，一群雄性动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个个竞相叫价，不逞相让。我出20、30、35、40，谁他妈在叫谁是狗？反弹45。第70章，校花美女，浴巾用下。林峰专心致志锻造着武器，3步开外就是拥挤在一起的人群，人群的气氛就像是炉中的炭火一样火热。而林峰的锻造并没有停下来，从中午到傍晚，差不多天黑了，他才停止锻造，准备收工了。而外面的人群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越来越多了。刚开始，一件极品装备叫出了45的高价，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价格足够高，甚至可以说是恐怖了。因此，装备虽然卖出去了，但更多人选择了观望，而不是出手哄抢。但慢慢的，客户们慌了，因为林峰锻造出来的武器竟然全部是极品，而且装备属性无一败笔，每一件装备的属性搭配和属性强度都远超其他怪物掉落出来的普通装备，甚至可以说，林峰没有添加锻造服前的清风法杖，也抵不过他亲手锻造的极品武器。预想中等待其他人热情冷却，购物欲望回归理性的情况并未出现，反而装备的价格一路飙升，价格越喊越高，越喊越惊人。到最后，慌乱购物的人群把林峰的装备价格炒到了100金币一件，按照物价来衡量，相当于是100万 RMB。这样的价格，普通冒险家已经很难入手了，价格才慢慢稳定了下来。但是，稳定下来的仅仅是价格而已，而不是客户们的消费热情。到晚上收工的时候，林峰问曾汉：“曾爷爷，今天卖了多少？”总共卖了54件，总计4690金币。4690？林峰吓了一大跳，这么多，不排除林峰自己打铁把自己打蒙圈了。4690金币，等于说他一天内赚了4000万，实在是太恐怖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安全区内的极品装备有多么稀缺。
也许大部分冒险者并不缺装备，毕竟极品之下还有劣质、普通和精良，但对于高端装备的需求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不算多了。曾汉哭笑不得，还没有说话，曾可可掰着手指头对林峰兴奋道：“林峰哥哥，虽然你只卖了54件，但是你还欠了540件的装备没有打呢。”什么意思啊？林峰愣住。涂凤丹走过来，手里端着2杯茶水，给华天豪1杯，又给林峰1杯。华天豪不接，给涂凤丹示意先给林峰，等林峰接了，华天豪才接了茶水。涂凤丹苦笑道：“林师傅，你打的装备太好卖了，根本卖不过来，还没开始拍卖，价格就已经100金币了，大家都排队买，现在已经排到541个号了。对了，对方连定金都付了，每件装备支付30%定金，除了已经卖出来的4690金币，还有18000个金币没有记账呢。”林峰，完了，这下真是富得流油了。曾涵又说：“林少侠，咱们这边人手不够用了，我这把老骨头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我看隔壁家的王铁匠人不错，力气又大，体力也好，要不叫来帮帮忙？这么多人，总有浑水摸鱼的。我明天叫带点帮手过来，把场子镇着。”华天豪认真道：“我把我姐妹叫来，这么多钱，总得有人会记账的人才行。我姐妹会这个。”涂凤丹提议道。3人你一言我一语，出谋划策，给林峰提建议。林峰刚要作答，突然右上角弹出来一个感叹号，有消息来了。打开一看，是徐菲菲。人呢？还不来上课？一看时间，早已天黑了。算了，先上课去。至于打铁的事情，等白天再慢慢商量。你们看着处理，我还有其他事情，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说完，林峰也不耽搁时间，从任少的后门方向飞速离开了。出了铁匠铺，林峰骑着徐菲菲送的追风，很快就抵达了徐菲菲家里。怎么才来？一点都不积极，你这样是学不到东西的。徐菲菲今天好像没有出门，穿着一件毛茸茸的雪白色熊宝宝衣服，看起来像是一只笨笨熊。你穿这么厚干嘛？林峰问。厚？徐菲菲一愣，天哪，他居然说我衣服厚，难道不应该说萌吗？防色狼！徐菲菲怒视林峰，不会说的是我吧？林峰摸了摸鼻子，看徐菲菲家里没人，又问：“我可以先去洗个澡吗？有点热。”你……徐菲菲指着林峰，气不打一处来，生气道：“说好了每天这个时间学习，你连准备都没准备好，这就是你学习的态度吗？”主要是有点忙，没来得及洗澡。林峰实话实说：“我看你就是不务正业，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我就不教你了。”徐菲菲很生气：“那我可以先洗个澡吗？”打了铁，一身汗水，虽然把衣服换回来了，但难免黏糊糊的，不太舒服。自己去！徐菲菲气得 C 杯都变成 D 了，扭过头不想看林峰。嘿嘿，顺着徐菲菲的目光，还有微微抬起来的手指，可以看到浴室的方向。等我一会儿，很快就好了。林峰毫不客气，钻进浴室洗澡去了。而此时的徐菲菲，一天的好心情全没了。本来她还是很期待林峰来的，但林峰来了以后，从一开始说他的衣服厚，言外之意就是衣服不好看，衣品不好，没眼光。再说有点热，想洗澡，这明显是没收拾内务就出门了，没把他放在心上，然后还真的去洗澡了。这要是能忍，那徐菲菲只觉得自己的脾气太好了。可是很快徐菲菲就发现自己脾气确实挺好的，因为钻进浴室后的林峰洗到一半，竟然冒出一个头来：“可以借你的浴巾一用吗？”徐菲菲感觉自己肺都要气炸了，咆哮道：“没有，不是让你帮我拿，是看浴室里面还有一条蓝色的，我就先用了。”徐菲菲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林峰哼着小曲儿，关掉门继续洗澡去了。徐菲菲终于爆炸了：“林峰，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臭流氓！”现在徐菲菲终于相信了，石爷爷说的话没错，男人都是坏东西。林峰刚说完话，就感觉一道疯狂的身影张牙舞爪朝着自己扑来，还好他眼疾手快，砰的一声关了浴室门，说道：“2分钟，很快就好，别催，我以后不会让你来了，一定，绝对，你休想再来。”无论徐菲菲怎么咒骂，林峰就是不出来，假装没听见得了。至于如何补偿徐菲菲，林峰也不是真的狼心狗肺，他现在有钱了，也有本事了，但白天要忙着打铁，晚上又要忙着上课，睡觉的时候还要忙着修炼法宝，哪里有时间和徐菲菲讲究细节？洗个澡而已，该干啥干啥，林峰不觉得有什么过分之处。到时候花点时间单独给徐菲菲锻造一套装备，就算是补偿了。就这么办。想到这里，林峰洗得更加舒服了，全当门外的徐菲菲在给自己伴舞，哼着小曲儿继续洗澡。第71章神级炼金，无限变强。说归说，闹归闹，不拿学习开玩笑。虽然生气林峰的没羞没臊，
但等林峰洗了澡，徐菲菲还是安排了周详的课程，继续给林峰补课。课程依然是世界地理。在徐菲菲翻开的教科书上，林峰头一回见到这个世界的地理轮廓，依然是地球，又叫做蓝星，但面积比林峰记忆中的地球更大。这么大的吗？林峰暗暗啧舌。从外观看，世界地图像是一头强壮的公牛，有牛角、牛尾，还有牛蛋，面积极其辽阔，方圆上1平方千米的面积都是陆地。陆地上山河交布，沟壑纵横，无数沙漠、沼泽、深山、峡谷分散在其中，还有很多地图上没有显示具体名字的神秘无人区。地图之上重点标注了一些重要国家，包括东边的神龙帝国，北边的狼人帝国，南边的孔雀帝国，西边的罗马教廷。每个帝国雄踞一方，一看就是一方霸主，实力强横。在林峰观察地图的时候，徐菲菲没好气道：大？这有什么大的？根据学者工会的调查，咱们这个星球还在不断膨胀，每年膨胀速度超过1%，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其实林峰也能推断出意味着什么，但徐菲菲现在是老师，总得给老师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这都不知道？果然，徐菲菲一下子就傲娇起来，得意地说：看在你虚心求教的份上，我就好心告诉你，关于地球不断膨胀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地形扩张会导致地质灾害频发，火山、地震、海啸层出不穷。第二，环境变化和陆地扩大会引发动植物的加速变异，出现大量的新物种和新种族。第三，徐菲菲娓娓道来，说话的时候会不住点头，头顶的熊耳朵一搭一搭，颇为可爱。最后讲解完毕，听懂了吗？你开心就好。你说什么？我说讲得真好，醍醐灌顶，受益匪浅。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什么，再不好好听课，罚你做10个俯卧撑。好好，接下来又讲什么？接下来来认识一下地图上的重要地理标识和副本秘境。好的，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3个小时一晃而过。不得不说，虽然徐菲菲不是专业老师，但学霸始终是学霸，讲起课来并不逊色老师。而且林峰总感觉徐菲菲提前有准备课程，每一天要讲什么他都有清晰计划，所以课程并不无聊，知识密度很高。实在无聊的时候，林峰就调戏一下徐菲菲，全当是解闷了。别说，还挺好玩的。是夜，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洗漱完毕后，爬上床去，把玉如意拿出来放在膝盖上，进入修炼状态，然后才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山洞女帝再次出现了。回到梦中，感觉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连记忆都和上次离开山洞的时候莫名一致。有一个问题。林峰站在台阶之下，望着女帝，直言道。女帝摇着扇子，不紧不慢说：加一个请字。好吧，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自从委曲求全给女帝道歉后，女帝有点飘了。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点什么打破僵局，比如一个大笔兜。但是拿人手短，求人嘴短。因为放弃了长老们的1对1指导，对于林峰而言，除了跟着徐菲菲学习理论知识，在梦境之中向女帝虚心求教也是非常必要的。林峰收敛起脑海中暴力解决问题的思路，客客气气，委婉起来。有一个问题，请帮我解答一下。说吧。女帝很满意林峰的态度，轻启谈口，声若天籁。我发现锻造术只能对矿石进行熔炼和加工，加工出来的装备也只能是武器、战甲、护腕、镜甲之类的硬装备。这么一来，像戒指、手镯、项链等装备又该如何制作呢？这个问题困扰林峰一天了。他要制作全身装备，只做武器肯定不行，他还想制作高品阶的首饰，还有法师的长袍、头巾等等，这些都是锻造术解决不了的。女帝神色轻松，表情舒适。等林峰说完后，娓娓说道：很简单，布料加工需要的生活技能不是锻造，而是裁缝。至于首饰加工，需要的既不是锻造，也不是裁缝，是炼金。哦，原来如此。林峰恍然大悟，又问：这么说来，生活技能的种类还很多？那是当然，在装备制作之外，挖矿、伐木、采集、垂钓、药师、琴师、摸金等等。你想要什么生活技能，给我说就可以了。女帝温柔道来。我靠！林峰大吃一惊，想要什么给什么，这还有天理吗？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呢。我全部都要。林峰不假思索说道。想什么呢？刚说完，感觉脑瓜子上微微一疼，一粒小石子砸在脑袋上，疏忽飞入身后的薄雾中。女帝神色埋怨，嗔怪道：每次只能选择一个，别贪心，不能一起要的吗？林峰不甘心道：那是当然，就算我一起给你，你学得过来吗？女帝反问。好像是这样的。林峰目光思索，这么看来，这个梦境寻宝的技能，你说它有限制吧？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苛刻的限制。因为如果女帝真的一次性把全部技能或者宝贝给了林峰，林峰就一定能发挥出他们的作用吗？显然不可能。一天一个选择已经是很快的修炼进度了，而这种情况下，真正让林峰关心的反倒不是梦境寻宝的规则了，而是女帝的存在，好像一开始就是为了让他不断变强，越强越好。所谓的限制，也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更高变强而已。想到这里，林峰忽然抬起头来，问了女帝一个问题：为什么帮我？哦，女帝饶有兴致看向了林峰，神色中浮现出一丝赏识，但很快又摇摇头，没有给出更多解释，只说现在给你说这些为时尚早。今天的3个选择：神级裁缝、神级炼金、神级采集，选吧。炼金吧。定。选择成功，你获得新技能神级炼金术。第72章店铺扩员，海量分红。第二天，林峰刚抵达可可铁匠铺，门外已经人山人海，人满为患了。还没走近，就想到此起彼伏的抱怨声：怎么还没开始啊？等了1天了。是啊，林峰呢？我们要看林峰。哥们儿，快一点啊！前面都排到700多个人了，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能等等，不等滚！瞎逼逼什么？操！谁摸老娘屁股？别让老娘抓到你！刚走近，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看，林峰来了！紧跟着，数百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了林峰，人群自动分开，给林峰让开了一条通往铁匠铺的道路。仰慕的眼神比比皆是。这就是林峰吗？好年轻啊！什么年轻？明明是帅爆了好吧？年轻有为啊，出手就是极品装备，厉害，真是厉害。只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要不是林峰在这里，我还不知道这里有家铁匠铺呢。谁不是慕名而来的？哈哈！今天的客人比昨天看起来更多了。穿过人群进入铁匠铺后，曾汉、可可、华天豪还有屠凤丹几人早就到了。除了他们几人，林峰还看到了几个陌生的面孔，一个戴着高帽子的掌柜，一个铁匠师傅，一个铁匠小伙子，一个娇小精干的妹子，还有一个装备精良自带3分杀气的武夫，总共5个人。几人早听到动静了，连忙给林峰打招呼：林少侠，师傅，林峰哥哥。林峰微笑点头，说了声早啊，算是回应了。目光看向其他几个陌生人，这几位是？昨天他走得早，不知道大家后面商量了什么，但以目前铁匠铺的生意来看，就他们几个人手肯定不够用了。眼前几个人应该是华天豪安排过来的新帮手。华天豪主动介绍道：师傅，这是卖铁矿石的黄掌柜，我们这边需求量大，他索性亲自来负责咱们的矿石供应了。华天豪指着戴高帽的中年男人，中年男子满脸堆笑，唯唯诺诺陪笑起来：见过林少侠，百闻不如一见，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华天豪又指向第2个绑阔腰圆的男人，这是曾老介绍的王铁匠，手指一转，连同王铁匠旁边的青年一起介绍道：这是王铁匠的大儿子王大锤，也邀请过来一起帮忙了。两人连忙给林峰问候，林峰点头笑道：欢迎2位师傅。最后2个人，华天豪一一介绍了一遍：凤丹的闺蜜陈梦来给咱们做账，天豪公会的战士堂堂主赵生，我叫过来做保安的，人太多怕闹事。陈梦给林峰甜笑道：多谢林师傅赏饭吃。赵生一手放在刀柄上，嗡嗡说道：有我在，谁也别想在铁匠铺闹事。林峰满意点点头。其实铁匠铺的日常运营还有秩序维护，看样子并不容易。也是运气好，他收了华天豪为徒，恰好华天豪又是安全区内的富二代。他不在的时候，有华天豪主持大局，铁匠铺的经营会顺利很多。哦，对了，师傅，昨天的账款我转给你，你查收一下。定。华天豪向你发起交易，是否同意？交易可以通过系统完成，而无需手动交易。尤其是大量的金钱和金币这种交易，双方可以空间对空间转账完成后，可以储存为一行数据，提取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提取出相应的实物来，非常方便。同意。用意念默许后，一个交易面框打开了，在华天豪的交易一侧出现了5900金币的海量数字，看起来颇为吓人，有种不可避免的一夜暴富的感觉。不是4000多？林峰愕然。本来是，但昨晚到今天又有很多人订货，怎么劝都劝不住。林峰这还没开始打铁，他就已经欠了几百件装备了。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真是不可理喻。略作思索后，林峰说道：给我5000就行，剩下的金币你自个儿留着。华天豪一惊，忙说：不，师傅，我不要钱，跟你学打铁都是三生有幸，还要什么钱？你不要是一回事。林峰停顿一下，笑道：但我给不给是另一回事。屠凤丹和陈梦微微一惊，黄掌柜愣怔了一下，忍不住多看了林峰2眼。
林少侠年纪轻轻，却有自己的做事原则，真是前途无量啊！眼看华天豪犹豫不决，林峰又说：“铁匠铺的事情，我平时没时间经营，但只是没时间而已，不代表我对钱不感兴趣。经营的话，没有钱不可能玩得转。你和曾爷爷一样，都可以拿1个点的分红。如果你不拿，可以留着当店铺的备用金。我的话，只拿80%就行了。5900个林峰拿80%，差不多拿5000个金币，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林峰这么一说，华天豪却摆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解释道：“师傅，我知道你大方，但这钱我真不能要。你虽然只给我留了900金币，但你可能不知道900金币是什么概念。就算是法宝，一件法宝也只要100金币而已，哪怕是为了维持店铺的经营成本，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啊。还有，知道1成的分红这么恐怖后，昨晚曾老好说歹说也不要这么多钱，说什么人有飞来横财，必有飞来横祸。拿了50个金币后，死活不要更多钱了。而我是你的徒弟，我拿什么脸要钱？”华天豪这么一说，林峰也有点尴尬了。最后，还是陈梦想了个办法。我计算过经营成本，如果只是这一家铁匠铺的话，10个金币就足够了。如果要扩张分店的话，也不超过100个金币。林师傅既然担心钱的问题，暂时留下100个金币就足够了。至于分红，我建议林师傅拿95%，剩下5%由华少爷负责分配。店铺运营也好，材料成本也好，都是绰绰有余的。王阳本来只要80%分红，被陈梦一计算后，还必须拿到9.5%的分红才行了。想少拿点钱也不行啊，真是太难了。林峰默默吐槽。第73章3星公会群英汇聚。林峰看向了曾汉，因为他本意是答应过曾汉，给曾汉1个点的分红。但此时的曾汉一脸惭愧，说道：“林少侠就别为难老朽了，老朽都这把骨头了，给老朽一笔横财，那不是要了老朽的命？”眼看曾汉如此固执，林峰也就不勉强了，那就照陈梦说的做。陈天豪取消了交易请求，重新给林峰发了一遍交易请求，交易的金币数变成了5605，也就是95%的总收益。林峰这才点击了确定。叮，系统提示：你获得金币5605。好恐怖的数字！林峰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见过世面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真的是一笔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他感觉不用纠结给自己锻造装备的品质问题了。原本他的计划是锻造一套极品装备自用，但现在来看，他是小看神级锻造术的厉害了。就算只是简单的初级矿石和中级矿石，就可以锻造出极品装备。稍微提升一下材料品质后，那不是妥妥的传奇装备，甚至传说装备。现在他不缺钱了，这意味着他也不缺锻造的材料。也就是说，接下来1个月，他完全可以给自己锻造一套顶级装备出来。何况5605只是他一天的收入，往后只要经营效益好，林峰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给自己打造一套神器出来了。想到这里，他想向了黄掌柜，说道：“黄掌柜，现在市场上的矿石行情如何？”黄掌柜是做矿石生意的，对矿石行情了如指掌。林少侠，咱们第9安全区周围矿源并不丰富，也就临近万猴山的黑暗洞窟、废弃矿场、蜘蛛山谷里面产出矿石，矿石品质基本都是低级锻造石、铁矿石，中级和高级矿石并不多。黄掌柜连忙回道：“特级矿石呢？矿石品质分为低级、中级、高级、特级、灵级、仙级和神级，有，但极其稀少。只有矿区中特别厉害的 BOSS 可能爆出来。”说到这里，黄掌柜苦笑道：“前面少侠订购的那一箱高级矿石，就已经是我们皇室矿产好几年的存货了，何况是比高级还要珍贵的特级矿石。”黄掌柜话音刚落，华天豪不满道：“你没听懂我师傅的意思吗？高级矿石怎么够用？来特级矿石。”华天豪扛把子当惯了，说起话来有种为林峰马首是瞻的感觉。林峰眉头一皱，纠正道：“好好说话，徒弟，别败坏了我的名声。”华天豪一惊，额头上一丝冷汗瞬即落下。可能不是林峰提醒，他都意识不到他说话的方式并不讨喜。“是，师傅，我唐突了。”华天豪低下头去，赶紧认错，态度诚恳。林峰再次看向了黄掌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锻造高级装备的话，矿石至关重要，特级矿石还有0级以上的矿石，还请黄掌柜帮我留意一下。眼看林峰确实是需要特级矿石，黄掌柜有点暗暗心惊，因为特级矿石是锻造传奇装备的必需品。如果是0级矿石的话，那意味着林峰要锻造的装备可能是连长老也拿不出来的传说装备。如果少侠需要的话，我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也会派人联络其他安全区，尽可能收购一些，但中间的运输费用……黄掌柜这么一说，华天豪忍不住再次抬起头来。黄掌柜吓得连忙改口：“运输费用你尽管放心，我们都是免费送货的。”看着黄掌柜在华天豪面前跟耗子见到猫一样，林峰苦笑不迭。
也难怪最开始曾汉提醒他不要招惹华天豪了。在还没有洗心革面当他徒弟前，华天豪绝对是第9安全内的一个超级地头蛇。听人说，华天豪老爹的天豪公会也不是干正经生意的，除了带小弟正常刷怪升级，还在安全区内黑白通吃，只手遮天。行了，做生意讲究的是互利共赢，配送费用你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就好，到时候找陈梦报账。林峰拍板道：多谢林少侠。黄掌柜感激不尽地说：其他也没什么事情了，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林峰准备干活去了。正在这时候，曾可可从外面跑进来了，脚步很快，神色惊慌：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怎么不好了？众人纷纷扭头看向了小萝莉。小萝莉因为年龄小，在工作中只能帮一些小忙，刚才商量正事的时候可能比较无聊，就跑出去玩了。这才一会儿功夫，曾可可又慌慌张张跑回来，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爷爷，还有林峰哥哥，隔壁几家店铺突然更换了门头，和咱们抢生意来了。曾可可指着门外焦急说道：抢生意！这一下众人纷纷一愣。从昨天到今天，可可铁匠铺的红火有目共睹，整个第9安全的装备买家或者潜在买家几乎都来凑热闹了。可可铁匠铺火到什么程度呢？装备出售已经不是现场出售了，而是直接预售了。就好比一个炙手可热的楼盘开盘了，1秒售空不说，还供不应求。稍微有点头脑的都可以猜出来，周围的地价也会水涨船高。这时候在可可铁匠铺旁边随便做点小生意，也可以乘风而起，赚得盆满钵满。有鱼的地方就有江湖。第9安全区常住人口数百万，生存压力本来就很残酷，一看到有人赚钱了，那么喝汤的人自然就闻着味道来了。抢生意！妈的，谁敢抢我师傅的生意？华天豪勃然大怒。这时候涂凤丹也跑了出去，很快又回来了。涂凤丹脸色不太好看，说道：是霸王公会开的裁缝店，还有一品公会开的首饰店。霸王公会，一品公会。听到这2个名字，本来还怒气冲天的华天豪像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竟然瞬间冷静下来了3分。林峰神色不解。陈梦见状凑到林峰身边，小声解释道：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都是3星红会，和天豪公会一样，公会排名一直处在安全区前10，实力不容小视。第74章，明争暗斗，胸有成竹。哦，林峰恍然大悟，点点头。从昨天到今天，外面人虽然多，但没有一个人闹事，想来也是有天豪公会在暗暗镇场子的原因。但普通人不敢闹事，不代表其他大佬就忌惮天豪公会，都是开门做生意。林峰既然做铁匠铺，其他公会就开裁缝铺和首饰店，卖衣服、卖首饰，和铁匠铺卖武器以及卖盔甲并不冲突。就算天豪公会心有不满，但对方也没有针锋相对，所以被占了便宜也只能被占便宜了。我去找他们。华天豪压抑着怒火，暴躁道。可是涂凤丹欲言又止。没什么可是，店铺是我师傅做起来的，凭什么给其他人分一杯羹？就算要开其他店铺，也得我们天豪公会出面操办，关他们什么事？华天豪气不打一处来。公会明争暗斗，从来不是无脑兑现，往往都是利益冲突，最后干得你死我活。眼下的情况对于天豪公会来说，就是肉被人抢了，开始有点上头了。我这就通知会长。赵生一脸杀气，神色凶悍。说着，赵生就要出去叫人了。要对付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就现在叫过来的人手还不够。但不等赵生走出去，林峰赶紧叫住：急什么？搞不懂这些成年人怎么这么毛毛躁躁的。林峰苦笑道：他们要开就开呗，假如我们真的把对方赶走了，这条小巷还有几十家店铺，你们还要全部赶走不成？再说了，林峰收敛了笑容，嘴角微微上翘，对方要开就让他们开，等周围地价起来了，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开不下去。师傅，你是要？华天豪犹豫起来。你不管这么多，现在附近人气如此火爆，我们没有先下手为强，的确是失算了，赶紧分派一些人手，把周围其他店铺都盘下来。林峰又说：好的，我这就去办。陈梦回答道。但看着林峰过于自信的样子，陈梦忍不住问道：话说林师傅，咱们真的有办法赶走其他3星公会？他们之所以开裁缝店和首饰店，那不是吃定了我只会打铁，不会锻造和炼金吗？林峰露出笑容，转瞬又继续道：放心，等我先把这批装备做了，回头就给他们一些惊喜。随后林峰又做了一些安排，除了采购铁矿石、制作服饰的高档布料，高级丝绸也纳入了采购范围。这个事情依然由黄掌柜负责，因为黄掌柜跑生意的，认识的朋友多，采办布料、炼金原料等货物也不是难事。为了防止订单太多，忙不过来，林峰让陈梦计算了一下价格，把装备价格继续上调。陈梦问上调到什么幅度的时候，林峰笑道：无论是什么世界，
都脱离不了28原则。什么是28原则？资源的分布、等级的分布、实力的分布，总是菜的占大多数，牛逼的占极少部分。精辟。那我应该怎么调价呢？调到只有 20% 买得起为止。陈梦脸颊干净，秀眉微拧，很快就舒展开来，两眼放光。林师傅真是睿智，这么一来，咱们不但钱赚得多，还不担心东西不够呢。林峰笑了笑，虽然他是学渣，但对于人情世故，他其实比学霸还懂，说道：“咱们这点生产力，本来也不是给那 80% 的人买的。”想到这里，林峰又考虑到未来，他只有1个月的时间留在第9安全区了。等他走了，铁匠铺怎么处理？不管了，肯定不行。既然现在有陈天豪给他当后盾，他完全可以利用天豪工会的势力，把铁匠铺做大做强。如果能够把铁匠铺稳定下来，那么他就有了一份稳定且源源不断的收益。虽然他不是很在乎钱，但也不至于和钱过不去。徒弟，你问问你们工会，有没有年轻铁匠打算出来跟我混的？还有裁缝、炼金师，有的话都可以叫过来。林峰这么一说，涂凤丹捂嘴笑道：“林师傅，你可能不知道，昨天晚上会长听说华少爷开始跟你学打铁，笑得都要合不拢嘴了，说什么虎父无犬子，还特意叮嘱我，你有什么要求，只管开口提，整个天豪工会都会全力配合你。”看来老会长对华天豪早就操碎了心，现在华天豪准备踏踏实实学习本事，不再一天鬼混了。对于老会长而言，也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有吗？林峰笑了笑，那就把人叫过来几个，咱们铁匠铺面积也不大，等今天下班了，连夜扩建一下，不要搞得太寒酸了。几人应诺。此时外面的客人已经等得心态要崩了，吵闹声一波高过一波，怎么还不打铁？脚都站酸了。快一点啊，媳妇都等成婆了，还做不做呀？不做的话也得给个准信啊。抱怨四起。好了，不说了，感觉就像是开了个早会。林峰宣布会议结束，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散了吧。随后林峰走进了里面房间，脱下自己的法师长袍，换上了打铁用的短裤和汗衫，拿起铁锤走向了屋外的锻造台。华天豪、王铁匠和王大锤也换好衣服，拿上铁锤跟了上来。咚隆隆，膀阔腰圆的王大锤端起放铁矿石的箱子，倒进了一个更大的熔炉中。曾汉铲煤，华天豪拉风箱，林峰和另外一个王铁匠负责打铁，林峰为主，王铁匠为辅。王铁匠的水平比曾汉要厉害一些，等级是中级铁匠，给林峰打辅助的话会节省不少时间。屋外的人群激动不已，加油加油，喊个不停。随着剑胚出炉，林峰再次夹起剑胚放到了锻造台上。 Do him Do him Do him， 铁锤声音一锤锤落下，一件件极品武器正在飞速成型。他把大致轮廓和武器的质感打出来后，就会迅速把胚子交给王铁匠，让王铁匠接着锻造。这样一样，速度快了不少，但并不影响装备的质量。也就1个小时左右，林峰就产出了20件极品装备出来。这还没完，在制作第21件装备的时候，王大锤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声音激动万分，捧着一把匕首跑向了林峰。林师傅，快来看，好东西！第75章毒牙匕首再出传奇。看向王大锤手里递来的匕首，拿在手里打量起来。匕首长度在30公分左右，2指宽，刀身微微弯曲，从刀尾到刀尖有大概20度左右的弯曲弧度，刀尖特别细长，犹如毒蛇吐信一般。刀柄是淡黄色的材质锻造的，看起来融合了高级矿石中的雄黄矿，可以增加武器的穿甲属性。刀锋冰冷森寒，散发着一股不寒而栗的气息。查看属性：名称毒牙，品阶传奇，属性物理伤害加120，穿甲加50，攻击速度加30，暴击伤害加10，幸运属性暴击正 1%， 最低佩戴等级10，技能毒蛇之心，攻击造成中毒效果，每秒扣除15点生命值，持续10秒。好家伙，又是一件传奇装备！林峰眼睛瞬间一亮。最开始他也锻造了一把传奇装备玄冰剑，但那是他从头到尾都亲自锻造的，所以触发神级锻造技能的概率高，成色好。现在他是流水线作业，每次锻造基本只能保证装备的品阶加1，在不出现过错的情况下，那就是保本极品装备，很难锻造出比极品更高级的装备了。但现在可能是矿石品质有所提升，加上人手增加了，分工也更细了。这不，运气真不错，竟然再次出了一件传奇装备。挂起来，有人问的话，酌情出售。匕首对林峰来说没什么大用处，现在生产质量上去了，以后出传奇的概率还更多，只要价格合适，换成钱放在自己兜里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好的，林师傅。王大锤激动的双手发抖，嘴里不住念叨，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王大锤也可以参加锻造传奇装备。
在这一次的锻造环节中，林峰负责第一次锻造，王铁匠负责第二次锻造，曾汉跟着华天豪一起负责熔炼矿石，而王大锤只负责最后的武器开刃，算是最后一道工序了，也算是传奇装备制造这个大项目中的一份子了。林师傅太强了！是啊，年纪轻轻竟然可以锻造传奇装备，在我们第9安全区称得上是最强铁匠，没有之一。能跟着林师傅一起打铁，那是3生有幸啊！嘿嘿，我华天豪的师傅能差吗？开什么玩笑！其他人脸上也洋溢出了喜悦之色。继续吧。林峰笑了笑，不再多说，拿起铁锤 ，do him， do him，do him， 沉浸式打铁再次开始了。时间1分1秒流逝，林峰只管打铁，卖装备的事情则交给了涂凤丹还有可可2个妹子处理。陈梦也负责销售，但主要是负责收钱、记账还有出纳。并不气派的可可铁匠铺在林峰的带领下运营的可谓是风生水起，井井有条。1个小时过去，林峰再次打造了20件极品装备出来。2个小时后，不仅增加了20件极品装备，还产出了1件传奇装备。传奇装备，林师傅又出传奇装备了！王大锤激动的嗷嗷乱叫。但华天豪和曾汉已经逐渐产生抗体，对传奇装备带来的震撼感逐渐免疫了。赶紧干活吧，别吵着林师傅了。1上午时间，林峰锻造了82件装备出来，这已经是很恐怖的产量了。但屋外的客人依然满满当当，供不应求。就连昨天到今天预定的出货量，林峰也还没达标。但好在有陈梦在，随着货物价格的逐渐上调，除了最开始快速入手的客人，后面的客人也只能干看着一把把精美酷炫的装备而无能为力，因为已经买不起了。又因为客人太多的缘故，部分客人也被吸引到了隔壁的霸王工会和一品工会的铺子里面。既是给林峰分担了压力，但毋庸置疑的是，跟着林峰的脚步，他们肯定也赚得盆满钵盈。对此，华天豪依然颇有微词，时不时要抱怨2声，但见林峰不说话，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了。下午时间疏忽过去，林峰只是简单吃了一些饭菜，然后就加班加点投入到了锻造之中。1下午时间，到天黑之前锻造了120件装备出来，其中又产出了2件传奇装备，像是开出来的彩蛋一样。众人虽然没最初那么激动了，但嘴上不说，心里依然非常开心。今天就到这里了，记得早上安排的事情，我明天再来。简单交代几句后，林峰就走了。出了铁匠铺，外面的仰慕之声瞬间把他包围。林大师辛苦了，身体重要，我们的货慢点交也没问题。是啊，慢工出细活，东西质量最重要，速度慢一点也没关系。林大师，我是洛河佣兵团的团长，有几个合作项目，方便了解一下吗？林帅哥，处对象吗？处 CP 吗？缺腿部挂件吗？你看我怎么样？这种声音最开始林峰还会回应一下，但现在吧，不得不说他开始习惯了，就像是偶像一样，偶尔回复一下粉丝叫做礼貌。要是什么都回的话，足以把他活活累死。径直离开了铁匠铺，在路边的档口吃了一些便当，然后就朝着徐菲菲家里走去。听徐菲菲说今天要更换课程了，看在她勤奋学习的份上，又因为时间紧急要加快学习进度，昨天徐菲菲就提前交代了，今天要结合世界地理讲外语课。外语课？对，你没听错。林峰最开始也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破世界还有外语？不是5维世界吗？就不能随身带一个翻译器？主神的脑子真是没有 CPU 啊！听徐菲菲解释后，林峰才懂，人类和人类之间倒是不需要翻译器，而这个世界中生活的种族却远远不止人类，还有兽人、精灵、矮人、地精、龙族、魔族、神族等等乱七八糟的种族。因此，除了人类语言，其他外语包括兽语、精灵语、龙语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龙语了，因为龙语释放出来的魔法惊天动地，是人类的顶级法师也闻之色变的超级法术。只不过对于林峰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复制龙语魔法，岂不是火力也升级为龙族级别的火力了？但也有一个坏消息，龙族生活在龙岛，距离神龙帝国尚有10万8千里，别说龙族本族了，就是到处打野的魔龙也不是可以随便见到的。第76章，极品胚子彩蝶晚霞。今天来的挺早，就不惩罚你了。徐菲菲站在门口，恭候多时了，脸上洋溢着身为人师的贤淑笑意。开始吧，早点学完，早点收工。徐菲菲满意点头，准确说就是很满意林峰的态度，但也就是满意了3秒钟而已。因为林峰一进入房间后，头也不回朝着浴室走去，一点也不生分和见外。不等徐菲菲反应过来，浴室里已经响起了哗啦啦的水声，她想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更过分的是，
洗完澡后，林峰露着半边身子，冒出个脑袋来。啊，浴巾呢？怎么没看到浴巾？赶紧把浴巾拿进来，赶时间呢。徐菲菲洗完澡，徐菲菲本以为噩梦结束了，结果学渣始终是学渣，就如同什么改不了吃什么的毛病。一坐到沙发上，还没开始授课，只见林峰软软躺在靠背上，眼皮耷拉，困倦万分，也不知道昨晚是当采花大盗去了，还是当采花大盗去了。你确定就这状态你能学习？徐菲菲脸上的温柔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杀气。不知道为什么，这男人明明也不差，智商也不低，怎么就老是惹自己生气呢？啊，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林峰见气氛不对，赶紧打起了精神。没办法呀，打一天的铁能不累吗？而且晚上还要和女帝交流感情，还要修炼法宝，真是累死本帅了。那就开始了。好吧，咱们就先从精灵语开始。徐菲菲拿出课本来，课本一打开，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部是单词，每一个单词歪歪扭扭的，像是纸张上爬满了蝌蚪。精灵语比较浪漫，但单词并不多，常用单词也就1000个。你跟我一起念，然后就是枯燥的上课生涯了，咿咿呀呀，呀呀咦咦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实力提升的缘故，虽然现在林峰身体疲惫，可是恢复的却很快，而且记忆力奇好无比，几乎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也就1个小时左右，所有单词和语法全部记在了脑海中。不错，学得挺快的。下面我们来模拟一个餐厅吃饭的情景对话。徐菲菲满意点头。哦，好。徐菲菲用精灵语说道，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第一次来餐厅，对吗？这里有精灵一族的百花酿，我拿给你试试，好不好呢？除了你能换个单词吗？哦。第二天，林峰一如既往返回铁匠铺。铁匠铺还是那个铁匠铺，但外观已经和昨日大不相同了。原本门口的位置只有1个锻造台，1口熔炼炉，但现在锻造台变成了2个，熔炼炉也变成了2个，后院扩大了1倍，单独开辟了仓库存放矿石和原煤。好几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华天豪前面站成一排，正在接受训话。把你们派过来，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点，谁要是3心2意，吊儿郎当，我第一个拿他是问。华天豪严肃道。其他人纷纷点头，华少爷多虑了，跟着林师傅学习，那是我们的荣幸，你不打招呼，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的。这还差不多。华天豪满意点头。林峰走过去，笑道，怎么，又有小伙伴？林师傅好。众人纷纷望来，神色中流露出一丝崇拜。华天豪摸着脑袋，讪讪笑着，解释道，是啊，师傅，昨天你不是交代了吗？这是我们天豪公会最好的几个铁匠，你看看合适不合适的话，我再去给你物色几个。不用。林峰点了点头，又看向了另一边。陈梦带着2个年轻女人正在交谈着什么。那也是天豪公会的。对，师傅，店铺经营太忙了，还在盘附近的店铺，老爹给我安排了2个帮手，都是年轻小姑娘，挺机灵的。林峰微微点头。虽然还没见过陈天豪的老爹，但天豪公会是大根深的，陈天豪的名字就以天豪公会命名，可以看得出来，陈天豪的老爹对陈天豪还是很宠溺的。看林峰思索的样子，陈天豪眼珠子一转，鬼鬼祟祟凑上来，目光瞄着2个新来的小姑娘，眼神逐渐变态。师傅要是喜欢的话，随便玩，老爹安排的小姑娘不会有任何问题，师傅懂我的意思吧？话还没说完，一个钢镚落在了陈天豪的脑袋上，咚的一声。林峰一脸严肃，凝视着陈天豪，师傅是那种人？不，师傅不是。陈天豪连忙摆手，心里又补充了2个字，才怪。正说着，陈梦带着那2个小姑娘也来了，介绍道，林师傅，这是彩蝶和晚霞，她们都是孤儿，名字是会长刺的，跟会长很久了，会的很多哟。林峰摸了摸鼻子，一句会的很多本来也不是什么奇异，但被陈天豪点醒后，本来没什么意思，突然变得有点模棱两可了。林峰气得瞪了一眼陈天豪，滚！陈天豪拍拍屁股，赶紧溜了。彩蝶和晚霞2个小姑娘捂嘴窃笑，给林峰欠身施礼，见过林少爷。这2小姑娘年龄不大，只有15、16岁左右，穿着打扮都很朴素，属于那种还没长开又要开不开的样子。但她们目光清澈，模样机灵，看起来冰雪聪明，一看就是侍奉男人的极品胚子。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把好手。叫我林峰就可以了。林峰说道。不行，少爷，这样没了辈分是要被会长责罚的。彩蝶连忙回答。那就让会长叫你们回去。林峰板着脸。这话一出，小姑娘吓得花颜失色，旁边的晚霞灵机一动，想了个折中的法子，甜甜喊道，好的，林峰少爷。林峰。第77章，林峰哥哥，
有人找你。算了，林峰也懒得多想了。现在生意做大了，需要的人手自然多了。好在有天豪宫会在背后提供支持，不然的话，自己要处理的麻烦事情肯定还不少。换上了打铁的汗衫，拿起铁锤，林峰再次投入到了打铁的事业中。因为店铺扩张、人手增加的缘故，今天打铁的效率更高了。从早上到晚上，林峰几乎没怎么休息，总共锻造出了230件装备，包括极品装备180件、精品装备40件、普通装备5件、劣质装备7件，还有传奇装备8件。整体的产出效率比昨天翻倍了。但尴尬的是，可能是因为扩张速度太快了，林峰又无法一个人把所有人全部带飞。虽然产出效率提高了，但其他铁匠毕竟没有林峰那样恐怖的锻造实力，因此在这一天的锻造中，还罕见的出现了精品、普通甚至劣质装备。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征兆，可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林峰让陈梦把这种低级装备先收起来，回头再一并处理了。一天结束后，林峰照常去找徐菲菲学习课堂上的理论知识，深夜左右又独自回家开启法宝修炼。日子陷入了一种平淡的循环中，唯一可以看到的变化就是可可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好，而他从徐菲菲那里学到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不仅如此，林峰每晚睡觉找女帝要好处的事情也没停下来。在拿到了神级锻造、神级炼金后，又陆陆续续学习了神级缝纫、神级挖矿、神级炼药和神级采集。炼药的话就是制造极品丹药，神级炼药师可以大幅度提升丹药品质和炼药成功率，还能炼制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仙丹灵药。神级采集就像林峰上次采集毒草毒果一样，只不过是从业余变成最高级的专业水平了，可以识别的采集材料、植物品种更多，品质更高。一连过去了4天，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然而不出意外的是，意外终究还是来了。第5天，林峰刚开始打铁，黄掌柜急急忙忙朝着店铺走来，也没有去找华天豪，而是直接找到了林峰，站在锻造台的边上，看着打铁的林峰，满头大汗，欲言又止。林峰把手里的活计交给了王铁匠，放下铁锤，进入了内屋后，黄掌柜跟了上来。说吧，什么事？回头看向了黄掌柜。黄掌柜焦急道：林师傅，大事不好了。我知道大事不好了，说重点，什么事情？最近第9安全区外土匪猖獗，匪患严重，运输燃料和矿石的标识损失惨重。刚才第13安全区那边来消息，发往我们城内的特级矿石被土匪劫持了，后面的合作也叫停了。停顿了一下，黄掌柜忧心忡忡，继续道：这一批货由对方担保，我们倒是没什么损失，但这么下去的话，普通矿石的供应还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高级矿石的话根本运不进来。匪患？林峰皱眉，老实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在这几天高强度集中营式的学习生涯中，他了解到了这个世界的反派很多，因为种族多、地盘大、灵气足，加之所有生物都遵守实力为尊的唯一法则，因此什么牛鬼蛇神都想冒出来了，都想分一杯羹。部分人类不想混安全区，跑出去占山为王，当一个乱世枭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让我想想。林峰阻止了黄掌柜继续说下去的冲动，他神色有几分凝重起来。他这几天辛辛苦苦打铁，为的是什么？赚钱？当然不，赚钱不是目的，用赚来的钱买材料，然后给自己打造出来一批顶级装备才是目的。这么说来，不仅矿石，我让你采购的珍稀布料、水晶、钻石也被劫持了。林峰抬起头来询问黄掌柜。黄掌柜一脸苦不堪言，点点头。林师傅有所不知，咱们安全区小，本来就没有强大的标识，平日里运送一些煤炭、铁矿进来，也没人会关心咱们。但这些土匪的鼻子比狗还灵，我们运的究竟是低级矿石，还是高级、特级矿石，他们老远就闻到气味了。标识人数不多，实力也不强，哪里能和刀尖舔血的土匪比？唉，说到最后，黄掌柜长叹一声，显得无能为力。这事情交给天豪公会呢？林峰询问。我倒是想。黄掌柜一脸无奈，抬头看向了窗外依然人山人海的客人，说道：天豪公会倒是不差，但为了支援我们店铺的运营、日常安保，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前面天豪公会也说抽派人手去做后勤，可说了几天了，现在才调动几个人过来，这怎么够？工会的人数上限在1000人左右，工会分10级，每提升1级，人数提升100。天豪公会是3星公会，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399个会员。不是天豪公会不够强，而是工会的首要任务本来就不是去做保镖的，而是为了升级工会、参与工会争霸、瓜分这个世界土地和资源的。因此工会要不断做任务，通过完成安全区下达的各种任务，积攒声望，提升等级，最后逐渐成长为10级工会。10级工会后就可以获得帝国奖励的领地，开始建功立业，
逐鹿天下了。但积攒声望可不容易，因为工会人数多，所以工会要完成的任务往往都是普通人做不了，高手做起来又吃力的超高难度任务，一言不合就是损失惨重，全军覆没。能够升到3星工会，拥有399个精兵悍将，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因为可可铁匠铺的事情，天豪工会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了。因为除了可可铁匠铺，在小巷中根据林峰的需要，又陆陆续续开了一家缝纫店、一家首饰店、一家药店、一家宠物蛋以及一家道具店。算上铁匠铺，总共就是6间店铺。要维持秩序，确保所有店铺运营起来，可以想象天豪工会压力有多大了。继续去做海量的材料运输，后勤保障，只能说是回天乏术了。意思就是还是缺人。林峰询问黄掌柜，黄掌柜肯定的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候，曾可可突然小跑进来，嚷嚷道：“林峰哥哥，林峰哥哥，有人找你！”第78章招募镖师，平息外患。林峰看向了天真无邪的曾可可，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询问。叫什么？曾可可用小手指戳着自己的下巴，眼睛上翻，想了半天才回想起来，兴奋道：“哦，叫蔷薇佣兵团，一位姓尤的姐姐。”姓尤，尤小丽。林峰想到了上次缠自己身子的那个性感御姐。买了法宝后，自己一直答应对方有多余的装备或者极品道具，都让尤小丽帮忙出售。现在好了，自己把店铺开得满满当当，对方找上门来，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事。让他进来。林峰想了想，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不用，我来了。刚说完，一道娇俏倩影走了进来，依然是那套火红色精美战甲，扎着高马尾的造型，前凸后翘，波涛汹涌，火爆的身材可以让男人流下鼻血。一走进来，尤小丽嘴角带笑，径直朝着林峰走来。3米、2米、1米，靠近1米后，距离已经可以说是严重侵犯到林峰的社交安全距离了。但尤小丽丝毫不见外，轻轻凑到了林峰耳边，吹了一口气，想姐姐没有？擦，看来这个女人并不死心啊。做生意归做生意，但成年人嘛，只做生意怎么行？尤小丽是全部都要。林峰被尤小丽一口气吹得菊花一紧，思绪也乱了。哥，感受到林峰的紧张，尤小丽放声娇笑起来，胸口的波浪更加颠簸澎湃，一浪一浪。好了，小弟弟，不逗你了。拍了拍林峰的肩膀，示意林峰放松下来，才说：听说有个林峰锻造出来的装备质量惊人，想买也买不到。我们蔷薇佣兵团好歹也是6星佣兵团了，放眼整个第9安全区，能够叫6星佣兵团的，一只手也数得过来。既然要升级装备，怎么少得了我们？林峰这才想起，上次去找蔷薇佣兵团的时候，一整条小巷的佣兵团找光了，基本都是1星、2星佣兵团，3星佣兵团就很少了。而蔷薇佣兵团能够升到6星，足以说明实力惊人，属于佣兵团中的龙头老大了。听尤小丽的意思，似乎是来找自己买装备的。他现在制作的装备太紧俏了，一般人的话想买也买不到。而尤小丽亲自到访，应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果然，尤小丽笑容娇媚，看着林峰笑道：小弟弟，姐姐跑这一趟，买你几件装备，不过分吧？然而，林峰是什么人？女人？不，女人只会影响他的拔刀速度。不卖。林峰摇头拒绝了。这一下，尤小丽整张脸色瞬间难看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是阳光下放了几个小时迅速缩水的猪肝。在尤小丽看来，上次姐姐主动示好，你羞辱我，我也原谅你了。最后姐姐也不生气，还给了你好处。这次带着诚意来买装备，竟然还惨遭拒绝，难道姐姐就那么讨人厌？女人，你说她绿茶，她可能会很生气，但你加一个条件，说绿茶都是只长得漂亮的，那她可能就不生气了。眼前的男人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自己，难道是因为我丑？尤小丽胸口起起伏伏，右手情不自禁按在了剑柄上，一股无形的杀气扩散开来，下一秒可能就要和林峰拼命了。林峰的身边，黄掌柜汗水都逼出来了，提醒道：蔷薇佣兵团是3大佣兵团之一，林师傅卖他们装备的话不会吃亏。不卖。林峰依然摇头。你在找死？吭！长剑出鞘，尤小丽终于是忍无可忍了，锋利的剑尖飞速掠向了林峰的脖子。而不等他发动攻击，林峰一脸淡漠，嘴角带笑，回道：卖是不可能卖的，但可以送。剑刃在距离林峰脖子1寸位置停了下来，冰冷的声音随之而来：你说什么？不卖，只送。林峰重复道。哼！尤小丽冷哼一声，收起了剑，不满道：我就吓吓你，你有天豪工会撑腰，实在不卖的话就算了，姐不为难你，也不敢为难你。话虽这么说，尤小丽依然一肚子怨气。
只不过对林峰而言，实在搞不懂这个坏姐姐究竟是真的馋自己呢，还是逗自己玩玩的呢？我说了呀。林峰指了指房间里面的茶杯，示意曾可可去泡茶。方才继续道：“你要的话可以送你，但不卖。”你有这么好心？尤小丽眉头一皱，眼神中充满了怀疑。毕竟是佣兵团的会长，还一直是跑江湖的，尤小丽可不是寻常女人，对于男人的了解，可能比男人自己还了解。送自己东西，还是价值昂贵的极品装备？这个小弟弟该不会是想勾搭姐姐吧？尤小丽瞳孔微收，目光锐利。你放心。在尤小丽特别暧昧的眸子注视下，林峰连忙正色道：“绝对没有其他目的，正儿八经的。”哦。尤小丽点点头，笑道：“看你也不敢有其他目的，说吧，什么条件？”林峰淡笑，示意尤小丽坐下喝茶。黄掌柜看林峰的架势，神色中闪过一丝醒悟，好像知道林峰要做什么了一样，暗暗点头，心头佩服不已。林峰问道：“安全区外的匪患，你可听过？”尤小丽也不客气，喝了口茶水，问道：“听过啊，怎么了？我们蔷薇佣兵团偶尔做任务也会碰上土匪，只要不是特别厉害的土匪，我是指那种特别离谱的，我们还是可以搞定的。”那就好说了。林峰露出笑容，徐徐道：“蔷薇佣兵团既然是6星佣兵团，人数也就不超过59人，是吧？”对，这59人装备我都包了，但有一个条件。什么？尤小丽大吃一惊，几乎是瞬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条件？押镖。第79章，过于豪爽，初吻没了。林峰说的倒是轻巧，但只有尤小丽知道其中的厉害。别看蔷薇佣兵团人少，不像天豪工会那么人多势众，随便抽掉100-200人不在话下，但事实却是，任何佣兵团的会员或者工会会员养起来都是很费钱的，一般人根本养不起。就好比林峰原本世界中的那些地头蛇老大，假设地头蛇有且仅有100个小弟，每个小弟每天1包烟3顿饭，那么人均最低消费就是50元，100个小弟每天就要花费5000元，一个月就是15万。这还仅仅是小弟跟着老大混的最低消费标准，装备、武器、交通、医药费用不算在内。所以别看蔷薇佣兵团只有59个人，事实上要养活59个人，以及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装备，培养他们不断变强，难度之大，绝非一般人理解的抱团取暖那么简单。抱团取暖的不是强者，是牲口，而再多的牲口，论战斗力永远比不上一头老虎，除非把老虎撑死。也因此，要培养强大的佣兵团出来，一般人养不起，也消费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天豪工会听起来只有几百人，却可以成为第9安全区前10强的原因。很简单的道理，人多不是力量，强大才是实力。现在林峰口出狂言，要养活整个蔷薇佣兵团，这样的话可不是一般人说得出口的。就这，你确定？有小丽的语气依然不太确信林峰是不是开玩笑。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部分特别离谱的土匪，以你们的实力还处理不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当然是上装备，上战斗力啊！简而言之，就是充钱。林峰可不是傻子，从其他安全区给第9安全区运送物资，中途肯定是有很多风险的。表面上他是给蔷薇佣兵团送装备，事实上也是为了完成运镖任务不得不做的事情。如果蔷薇佣兵团能够顺利把东西送回来，别说投入这点装备了，单独给尤小丽打造一套顶级装备都没问题。我想想，尤小丽没有急着答应林峰，显然这个女人不是花瓶，她很有脑子，她会冷静下来思考事情的利弊。片刻后，尤小丽似乎想到了什么，望向了林峰，神色中闪过一丝鄙夷：“小弟弟，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看上我们蔷薇佣兵团的妹妹了？你这样挥金如土，到时候所有妹妹都倒贴你，就你这身体，你吃得消吗？”尤小丽还想说，你连姐姐都把握不住，还想把握整个蔷薇佣兵团，什么意思啊？林峰愣住，扭头看向黄掌柜，黄掌柜一脸尴尬，解释道：“林师傅，蔷薇佣兵团的招人标准之一就是只收女人。”啊！林峰摸了摸鼻子，意思就是蔷薇佣兵团的成员清一色妹子。但看有小丽如此挑衅自己的样子，这时候也不能弱了气势，就说吃不吃得消，不试试怎么知道？哈哈！有小丽笑出声来，翻了个白眼，又说：“你就吹吧。”怎么说？干不干？林峰言归正传：“尬啊，干嘛不尬？”有小丽的笑容如遇春风，说道：“你可别反悔。”看有小丽这性感妩媚、充满女人味的样子，林峰忽然觉得这女人其实也不是那么讨厌，各有各的个性而已。谁就规定女人不能大大方方、敢爱敢恨？林峰转头又询问黄掌柜：“
蔷薇佣兵团调过去押镖，够了不？黄掌柜略带思索，计算道：应该是够了。现在运货的线路也不多，如果能给他们都装备上极品装备的话，那就绰绰有余了。极品装备，即便是6星佣兵团的蔷薇佣兵团，也拿不出几件来。大多数冒险者都只是穿戴普通或者精良，而不是极品装备，因为一件极品装备的价格差不多等于半件法宝了。而极品装备不仅本身价格贵，维修起来的价格也非常昂贵，一般人就算有，也不一定穿得起。穿上以后，如果装备不强化、不附魔的话，属性依然乏善可陈，还不如高强化的精良级装备。而且，林峰打造的极品装备属于极品中的极品，属性有种超越极品，但又比传奇装备差一点点的感觉。如果给所有蔷薇佣兵团的妹子们装备上他打造的极品装备，整个蔷薇佣兵团的战斗力提升2倍至少，到时候用来押镖的确是绰绰有余了。这个没事。有小丽笑容满面说道：不够的话，我认识一些朋友可以叫来帮忙，但我们蔷薇佣兵团押镖可以不收钱，其他朋友的镖银我可给不起。林峰盯着有小丽的脸，有小丽撅了撅嘴，嘀咕道：看什么看？你以为59个姐妹好养啊？还不是看在极品装备的份上才给你免了镖银，你就偷着乐吧。林峰说道。哈哈，有小丽笑出了狐狸味道。显然，确定林峰真的要送他们极品装备后，有小丽早已高兴的颅内高潮了。林峰锻造的极品装备至少价值100金币一件，差不多等于100万 RMB 的市场价。一个人至少装备3件极品装备，不算多，59个人消耗的资源轻轻松松上亿了。如此天降横财，有小丽不高兴才怪呢。注意安全。但林峰却脸色平淡，对钱失去了兴趣，装备倒是小问题，活着回来把东西带回来才是要紧事。有小丽听林峰这么一说，舔了舔嘴唇，馋道：姐姐发现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林峰第80章商战激烈，炼金之争。和蔷薇佣兵团的合作聊了接近1个小时才聊完，最后商议的结果是，林峰初步给蔷薇佣兵团提供155件极品装备，主要就3个部位：武器、甲和鞋，分别代表着攻击、防御和速度，这是大部分战斗场景中最重要的3个属性。除此之外，装备类型还有头盔、防爆、防控、护腕手套、攻速、命中、格挡、项链、戒指、手镯、回蓝、回体、回金、腰带、防御、格挡、免伤、背包、负重、速度等等部位的装备，但只是对于基本属性的一种补充，谈不上特别重要。要做装备或者更换装备，都是先从武器、甲和鞋开始的。蔷薇佣兵团有59个成员，包括有小丽本人，本来算下来是177件极品装备，但有小丽还算有诚意，统计了一下已经装备过的这3个部位的极品装备，清点完成后核算出来还差155件，这也让林峰节省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工作量。但随着店铺的不断扩大，其实林峰的锻造效率一直在提升，现在每天已经可以锻造出500多件极品装备了。除了正常的售卖，要供应蔷薇佣兵团的装备，可能也就2至3天时间。不仅是武器、甲和鞋，连其他部位的装备也可以一起搞定。这也让林峰意识到，接下来他可能不仅要锻造武器，发挥神级炼金、神级缝纫技能的时候也到了。那个丽姐，你就别穿极品了。林峰取下了墙壁上挂着的玄冰剑，送给了有小丽。这个你试试趁手不？玄冰剑，传奇装备。林峰当场收获了一个有小丽的香吻。吻完了，还不忘调侃林峰：不好意思，有点小激动，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下次可以不擦口红。林峰，完了，出吻沫了，赶紧擦了，要是被徐菲菲看到，今晚的课就不用上了。当然，这不代表林峰和徐菲菲之间有什么暧昧不清的关系，仅仅是林峰本能觉得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想到徐菲菲，林峰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问有小丽：丽姐，上次说的法宝你还有吗？有小丽一愣，看向了林峰，摇摇头：没了，法宝每次只能兑换1件，而且这几年来迷雾沼泽不大太平，我们也很久没派人去迷雾沼泽了，上次你兑换的就是最后1件。林峰微微皱眉，其实这也不能怪有小丽，法宝兑换的必备条件是血滴子，没有血滴子的话，想兑换也兑换不了，而血滴子价格昂贵，来之不易，在血滴子不多的情况下，有小丽那边也不是经常冒险去迷雾沼泽，这很容易理解。好吧，你需要吗？要不我再去弄1件，以后再说。林峰选择了暂时放弃送徐菲菲法宝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试试，当务之急还是运送其他原料进来，而且现在距离离开安全区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送走了有小丽，林峰没有去锻造台了，而是问黄掌柜：上次让你采购的炼金原料都买回来了吗？基本的都买了，林少侠可以核实一下，
如果有其他需要，可以再单独采购。黄掌柜回答。拿给我看看。林峰说着，又补充道：拿到首饰店去，不要放这里。首饰店是专门售卖饰品的店铺，和铁匠铺的功能并不相同。铁匠铺主要卖武器、战甲，还有铁制的头盔、护腕、镜甲、盾牌等，而首饰店主要卖手镯、项链和戒指，也包括耳饰、玉佩、发簪等小型饰品。首饰体积小，增加的属性不如武器、战甲等部位的装备，但却增加一些特殊的属性，比如体力、精力、魔力和生命恢复，还有非常罕见的暴击率、暴击伤害等。实际战斗中，首饰的用途并不比武器、战甲等其他部位差，而且首饰的爆率极低，是爆率最低的一个部位。首饰也不是铁匠铺里面的铁匠锻造出来的，而是炼金术师制作出来的。简单的首饰工艺制作难度并不大，难就难在要给首饰附魔，这需要炼金术师制造炼金试剂才能完成。经过炼金试剂的浸泡后，首饰才可以激活属性，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来。所以决定首饰成败的核心不是锻造技术，而是炼金水平。对了，最近首饰店的生意如何？林峰又问道。黄掌柜还没回答，华天豪正好从外面走来。这几天华天豪没有拉风箱了，因为林峰的目的不是把华天豪当苦力培养，而是当铁匠铺的接班人培养。拉风箱属于最累也最枯燥的工作，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之所以让华天豪拉风箱，其实是林峰担心华天豪原本只是一个20组，心性不稳，没有吃苦耐劳的心境。现在看来，华天豪的确对打铁情有独钟，也可以说是对打铁打出来的至少8块腹肌的大鸡巴情有独钟。慢慢的，林峰也在让华天豪尝试熔炼、锻造和开刃，全方面培养华天豪的技术水平。这会儿，华天豪刚打完铁，换其他人顶上后，进小屋来喝口水。听到林峰的话后，不等黄掌柜说话，抢先一步吐槽道：别提了。端起桌上的茶水，咕噜噜狠狠灌了几口，身上还残留着滚滚淌下的汗水。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那两头畜生知道我们天豪公会炼金水平不怎么样，虽然没有公开和我们作对，但他们竟然特意招募了安全区内最好的炼金术士，还有缝纫师。霸王公会主打炼金，一品公会主打缝纫。这条小巷里面，抛开咱们一枝独秀的锻造实力不说，其他炼金、缝纫现在都是神仙打架，以咱们目前的实力都插不进去手。华天豪吐槽万分，一脸愤愤。哦，林峰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饶有兴致的表情来。神仙打架？是啊，你看看外面，要不是你让我们动作快点，都没有我们开店的位置了。顺着华天豪手指的方向朝外面一看，不得不说，原本门可罗雀的巷子，现在繁华的像是学校附近的商业街一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两边的店铺早就开满了，其中最显眼的是正对小巷入口，位于小巷尽头的位置，也就是可可铁匠铺的位置。两边就是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连夜抢下来的店铺。再往前面，有林峰迅速让华天豪买下来的几间铺子，包括首饰店、衣服店、药品店、宠物店和道具店等。这就完了吗？没有，除了这几家位置最好的店铺，其他地方的店铺也早就被大大小小的公会占满了。整整一条小巷，两边全部是店铺。正所谓夺人钱财就是杀人父母，现在小巷里面的商战激烈的可以用头破血流来形容。用华天豪的话说，的确是神仙打架了。说着说着，华天豪一脸苦涩，无奈道：师傅，要说打铁的话，没有任何人是我们的对手，这点毋庸置疑。但要说开首饰店还有缝纫店，我看还是算了吧。第81章，生意惨淡，门可罗雀。外面的生意争夺有多激烈，现在的华天豪就有多心灰意冷。难，太难了。或者说，因为林峰的突然出现，整个第9安全区卷起来了。本来几大顶级公会在生意上的竞争还是比较良性的，但林峰的出现让霸王公会、一品公会不认为林峰的出现是偶然的，反而觉得林峰可能是天豪公会默默扶持的第一个顶级铁匠。林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把原本属于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的生意都抢光了。而公会几百张嘴，不是刀尖舔血、杀怪爆装备，就是靠着店铺吃饭。现在武器卖不出去了，还能怎么办？只能发了疯似的去卷缝纫、卷炼金，以至于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不惜成本全力投入，一个主打炼金，一个主打缝纫，成犄角之势，夹击可可铁匠铺。如今的可可铁匠铺虽然一骑绝尘，如日中天，但大部分冒险者在购买了武器后，总不能拿着一把武器就去冒险吧？首饰要买吧，衣服、鞋子要买吧。于是，在可可铁匠铺生意火爆的同时，霸王公会的霸王首饰店和一品公会的一品裁缝店也抢走了不少客人。是小巷中除了可可铁匠铺之外，
生意最好的店铺了。连林峰让华天豪紧急开设出来的首饰店和缝纫店，比起霸王首饰店和一品裁缝店，都只能望其项背，生意还不如前面2个店铺的1/10。也因此，现在林峰再次提起首饰店和裁缝店的时候，华天豪一个劲唉声叹气。再等2天的话，可能都想关门大吉了。急什么？林峰笑看着这个鲁莽的徒弟，你就一定觉得首饰店和裁缝店，我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华天豪一愣，师傅，没听你说你还会炼金和缝纫啊？是啊，我没说我会。林峰笑了笑。这时候，黄掌柜走了进来，给林峰说：“林少侠，我已经叫人把东西送过去了。”林峰点点头，回道：“辛苦了。”迈步朝着店外走去，走到一半，仿佛想到了什么，对华天豪笑道：“但我也没说不会啊。”说完，林峰就离开了。正在店铺里面算账的陈梦、彩蝶和晚霞3女纷纷一愣，看林峰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崇拜，还有仰慕之色。3女窃窃私语：“林峰少爷好神秘啊！”“是啊，长得还帅，好喜欢少爷。”“别激动，听说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现在坐拥全城最好的炼金术士和缝纫大师，林师傅能不能击败他们，还说不定呢。”“林峰少爷加油！加油！嘻嘻嘻！”走出可可铁匠铺，左右两边的10步开外，各自摆放着一个工作台，分别是霸王公会的炼金术士工作台，坐镇工作台的是第9安全区的高级炼金术师，又有炼金大师之称的歌德大师，以及一品公会的缝纫工作台，由安全区内最负盛名的高级裁缝薛雅琴坐镇。一左一右夹击可可铁匠铺，和可可铁匠铺摆放在外面的锻造台用意一致，都是为了吸引顾客，展示店铺的实力。林峰刚走出来，就听到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的店铺门口，客人们惊呼四起，赞美连连。金良戒指，又出金良戒指了，歌德大师的炼金水平真让人叹为观止。哇，金良法袍，百花羽衣，太漂亮了，爱了爱了，雅琴大师心灵手巧，佩服佩服啊！2位大师出金良的概率也太高了吧，都快赶上隔壁可可铁匠铺出极品的概率了。小子，话不能这么说，林峰大师只是锻造武器的，锻造武器再厉害，也不能和雅琴大师还有歌德大师比啊。是啊，让林峰来做个戒指，没准垃圾戒指都做不出来。对，要买买，不买滚，踢场子是吧？草！3个店铺并列做生意，彼此都能听到对方客人的声音。对于正在专心致志做首饰和做衣服的歌德还有薛雅琴而言，偶尔听到客人把他们的实力和林峰的实力拿来对比，心里多多少少是不太舒服的。一个只会打铁的毛头小子而已，凭什么做首饰？哼，就大猪蹄子的审美水平，还能做衣服？笑话！其实歌德和薛雅琴之所以加入霸王公会还有一品公会，不仅有待遇丰厚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到了高级职业等级这一步，早已经经济自由了，并不缺钱。突然在林峰的旁边摆上了摊位，还有逞强暗暗较劲的心理在作祟。林峰会打铁，但是会缝纫，会炼金吗？肯定不会啊。既然第9安全区内第1铁匠是林峰，那么第1裁缝是我薛雅琴，第1炼金术士是我歌德，很合理吧？现在的小项表面上只是生意竞争，暗里却是各大生活职业大师的实力竞争，谁的手艺好，谁的客人就多。当林峰走出来的时候，明显看到左边的一个老头子和右边的一个古装阿姨都偷偷摸摸用眼睛在瞄自己，明里暗里的不服气可见一斑。没事，林峰微微勾唇，待会儿你们就服气了。说着，林峰脚步也不停下，径直朝着可可首饰店的位置走去。名字依然用可可命名，但店名换成了首饰店。不得不说，可可首饰店的生意那是真惨，店外只有零零星星的客人在转悠，还是因为林峰的名字慕名而来。进店以后转悠一圈，什么也没买，就失望离开了。因为天豪公会并没有提前招募厉害的炼金术士，等到准备开首饰店的时候，城内知名的炼金术士早就被各大公会抢光了，剩下的炼金术士全部是半罐水，响叮当，做出来的东西惨不忍睹。能做出来1、2件正常的，也就是普通的首饰，就算不错了。要像歌德还有薛雅琴保持较高的精良级别装备产出概率，几乎不可能。也因此，店铺内声音惨淡，门可罗雀。但是林峰现在是大红人啊！他出来后，外面的人群瞬间热闹起来，不少人都在喊他的名字，给他打招呼。林大师，今天不打铁吗？林大师，幸会幸会，百闻不如一见，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林大师这手艺，我做梦都不敢想啊！是啊，咱们这么低级的安全区，林大师都可以做出来传奇装备，要是进入高级安全区，还不是做仙器、做神器了？等等，林大师怎么朝着首饰店走去了？我瞎猜一个，林大师今天难道要给我们制作首饰？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第82章退后，我要装杯了。霸王公会内，
几个男子正在商量首饰店最近的收益问题。因为沾了可可铁匠铺的光，现在店铺的生意极其红火，客单价也高。很多买了极品武器的客人都会不惜重金再给自己买上高档的首饰。现在高档首饰供不应求，稍微差一点的首饰也很好卖，价格还不错，卖的那叫一个好啊！而且首饰不像武器，只能装备一件。首饰不分男女，耳饰、吊坠、戒指，还有发簪、玉佩5个部分的装备，只要想佩戴都可以佩戴。虽然品质稍微差一点，但客人买的多，整体的销量和营业额自然就上去了。因此，几个负责人现在都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礼仪小姐慌慌张张闯了进来。大事不好了！什么大事？小丽，昨晚不是说了吗？不要随便打扰我们开会，你这么不听话，晚上可要加大力度啊！正位上的男子盯着小丽旗袍下方开口处的那一抹雪白，眼神暧昧地说道。哈哈！其他几个男人哄笑出声。小丽脸色绯红，咬着红唇，忙道：几位堂主随便责罚，但刚才外面传来消息，林峰好像要做首饰了，我特意来给堂主们汇报一下。什么？笑声戛然而止，其他几个男子全部吃了一惊。林峰要做首饰了？不会吧，他还会炼金？不要慌，相信我，他绝对做不出来首饰。没错，他才多大啊，怎么可能同时掌握超越高级水平的锻造术，还有炼金术？对，他就算做，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但领头的男子脸色微微严肃，心头暗叫不妙。虽说不相信林峰可以做出首饰来，但最近对林峰的观察却让所有人都觉得林峰这小子就是一个外挂选手，俗称挂壁。试问，一开始有人敢相信新手历练第1天就击杀5级 BOSS 的吗？没有。或者第3天就击杀20级虎王？也没有。林峰毕业不到1个月，连续2次触发帝国公告，他所做的事情恰好就是别人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要是其他人想超越歌德大师，还没有什么可信度，但要是林峰的话，走，看看去。男子沉着脸，抓起桌子上的武器，飞速出门了。一行人风风火火，直奔可可首饰店。而另一边，仅仅1店之隔的一品裁缝店内，一个20岁左右、年轻漂亮、看起来刚成年的女子坐在办公桌内，眉目清秀，耐心专注地清点着店铺的账目。突然，门外传来仓促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侍女模样的小丫头把着门，探出半个脑袋，敲了2下房门后，伸长脖子道：小姐，出事了。怎么了，小翠？林峰朝着首饰店去了，看样子要制作首饰了，也不知道他行不行。女子清秀的眉毛微微下压，疑惑道：制作首饰？炼金术士？他不是铁匠吗？是啊，他要是铁匠的话倒无所谓，但要是不是的话，咱们这生意恐怕不好做了呀。那倒未必。女子小嘴微微上撅，柳眉微蹙，泛起了嘀咕：不可能吧，这么好的打铁技术还能做首饰？那要是会做首饰的话，我让父亲连夜开设的裁缝店岂不是也在他的掌控之中？不好，可能是女人过于敏锐的第6感。她迅速抬起头来，神色紧张，她可能真的会炼金。说完，女子放下手里的账目，离开了办公桌，急忙朝外面走去。小翠一路小跑着跟上了女子的脚步，又问：小姐，你别急啊，我看那林峰不比我大几岁，能做首饰才怪，更别提做裁缝了。你不懂了，小翠，高手有一个能力叫做融会贯通，如果他真的会做首饰的话，我们这生意恐怕也黄了。哎，可可首饰店门口，林峰走向了炼金工作台。那是一张3米长度、宽度 1.5 米的巨大桌子，横在店铺的左边，右边就是进入小店的入口。桌子由坚硬的梨花木制作，可以减震，在切割金属的时候更容易拿捏尺度还有轻重。桌子最左边放置了制作戒指、项链、发簪、玉佩需要用到的模具、钳子、镊子、锉子等，中间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这是制作高级装备的核心道具，用来熔炼炼金试剂，是提升首饰属性的关键。工作台内站着2个满脸愁容的中年男人，应该是天豪工会招募的炼金术士了。但因为生意并不好的缘故，2个炼金术士一边做首饰，一边唉声叹气。还是做玉佩吧，玉佩简单。简单个屁，倒进去就裂开了。擦！什么？那还不赶紧扔了，要是被华少爷发现了，非得扒了我们的皮。嘘，小声点，我已经扔了。2人聊得正嗨，却见一道黑影靠近，盖住了他们的工作。你好，买东西请右转，店铺里面有人接待。男子头也不抬地说道。见来人没有走动的意思，男子抬起头来，表情瞬间一愣，惊呼道：林大师！林峰笑看着2个浑水摸鱼的炼金术士，摇摇头说道：你们站一边去，待会给我帮忙就行了。啊！2人没有反应过来。我说站一边去，
不要影响我发挥了。林峰重复了一遍。这一下，两个男人才反应过来，但是表情愣着，一脸蒙圈。林大师，你还会炼金？退后！在两个炼金术士面面相觑的表情中，林峰懒得多说，径直走到了工作台前，拿起瓶瓶罐罐，严肃的表情上浮现出了一丝认真。自动进入神级炼金状态，开始炼金。第83章，传奇首饰爆裂指环。神级炼金和普通炼金的最大区别，不是制作工艺不同，而是对熔炼剂的配置、尺度拿捏的不同。配置熔炼剂需要用到烧杯、量筒、玻璃棒等工具。熔炼材料的核心是浓硫酸、硝酸、石灰等化学液体，还有一种这个世界特有的液体，也是最基本的熔炼试剂原料——史莱姆唾液。把这些材料按照一定比例搭配起来，就可以形成一种魔法溶液。将首饰放入魔法溶液中，首饰就会激活相应的属性。魔法溶液的质量越好，首饰的属性就越好。对制作首饰的工艺反而没有太大的要求。愣着干什么？看两个初级炼金术士望着自己发呆，林峰一脸无语，催促道：“干活啊！我做熔炼剂，你们做装备，先从戒指开始。”好的，好的，这就办。两个男人一脸懵逼，但不敢怠慢林峰的要求。一阵手忙脚乱后，开始制作戒指了。纯银戒指就行，别那么复杂。考虑到初级炼金术士水平可能不怎么样，何况林峰也只是对外售卖的产品，不是自己用的，也没想做多么复杂，马马虎虎，能用就行。好的，林大师。两个炼金术士开始用高温熔炼纯银了。把纯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很快一枚枚普通的银戒指就出来了。但这时候的戒指还是未成品，没有任何属性，就是一件银质饰品而已。取决于戒指强弱的关键因素在于炼金，也就是林峰制作魔法溶液的水平。林峰不再耽搁时间，拿起烧杯，把烧杯固定在支架上，然后开始往里面勾兑史莱姆溶液。所有炼金材料黄掌柜早就准备好了。史莱姆溶液5毫升，浓盐酸1毫升，硝酸1毫升，提升试剂的浓度，再加硫磺10克。这时候要再来3毫升的清水，趁现在温度高，再来一枚提升攻击力的狼牙。不过分吧？我靠，融化了，非常完美啊！林峰嘴里念念有词，随着他不断往烧杯里面导入液体，整个工作台发出了砰砰砰砰砰砰的爆炸声来。每一次加入液体，烧杯中都冒起5颜6色的烟雾，时而白，时而绿，时而黄，像是一朵朵小小的蘑菇云。反观另一边生意火爆的歌德大师，勾兑试剂的时候云淡风轻，有条不紊。对比起来，林峰不像是在勾兑试剂，倒像是来制造炸弹的。为了防止被勾兑出来的烈性烟雾熏到了眼睛，还有被飞溅而出来的液体灼烧了皮肤，林峰穿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防护服、护目头盔和护目镜，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俨如末日世界中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生化士兵。周围人直接看傻了，持续不断的爆炸声，还有袅袅升起的烟雾，还有到处飞溅的魔法液体，看得人心惊肉跳。我靠，林大师到底会不会啊？哪有给浓硫酸加水的？高手啊！我看别人炼金是要钱，林大师炼金是要命。大家退后点，不要被林大师误伤了。要不是他是林大师，我怀疑他是来搞笑的。小声点，不要被林大师听到了。不远处，刚走出来围观林峰的一品工会的千金望着林峰的方向，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这个林峰真是胆大，这哪里是炼金，这分明就是乱搞。旁边的丫鬟捂嘴直笑，咯咯喽，小姐，我就说了吧，林峰根本不会炼金。另一边，霸王公会的门口，几个霸王公会的堂主眉头紧锁，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新的炼金方式吗？玩我呢？这要是能勾兑出魔法溶液，我觉得我也行。一样。就在这时候，林峰搓了搓手，看样子是搞定了。抬头一看，却见两个助手消失不见了。再一看，终于在店门后面找到了他们。此时的两个助手衣衫褴褛，衣服上到处都是破破烂烂了的坑洞，头发焦黄，脸颊红肿。他们头顶的血条已经掉了1/3了，也不知道是被什么魔物所伤。两人正目光恐惧地看着工作台上面的魔法溶液，瑟瑟发抖。本来跟着自己来看热闹的观众们，也一个个离工作台远远的，犹如见鬼一样，生怕被殃及池鱼。但看支架上的烧杯，里面不停地冒着泡泡，嘟嘟作响，瓶子摇摇晃晃，随时都要爆炸可能除了林峰，谁也不敢站在他制作的魔法溶液前了。不好意思，第一次制作，让大家受惊了。林峰尴尬一笑，摸了摸头，对两个助手说：“戒指拿来。”大师，我们不配。助手指了指林峰旁边的桌子上，示意戒指
就在上面，要拿自己拿，小命要紧。看着两个助手灰头土脸的样子，林峰也就不勉强了，心里寻思着，下次要不也给助手整一套防护服？就他目前的炼金水平，没点化学抗性的人也顶不住啊！用镊子夹起一枚银戒指，轻轻放入了魔法溶液中。下一秒，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瓶口处炸裂出一朵2米直径的巨大棉花糖。本来就心胆欲裂的观众们，还有2个助手，一个个吓得转头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我的妈呀！我怀疑林大师想谋害我，但我没有证据。大师，我要是犯了罪，你可以惩罚我，但你不用炼金的，真的不用。我不干了，工资不要了，以后我再炼金，我就是猪。等等我也不干了。人心惶惶，夺路而走，整条街道的人都转头逃跑。而就在这时候，一道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叮！帝国公告，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制造出传奇首饰爆裂指环，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1000，低级炼金宝箱加3，中级炼金宝箱加1，高级炼金图纸加1。消息一出，全部人集体回头，目瞪口呆看向了林峰的工作台。传奇首饰第84章，大师，我不会表啊，开门红啊！林峰喜滋滋拿出制作出来的首饰，首饰褪去了白色的荧光，泛起了一抹火山石一样的古红色，有种异样的美感。查看属性，名称：爆裂指环，品阶：传奇，属性：物理伤害加120，魔法伤害加120，物理暴击加20，魔法暴击加20，最低佩戴等级10，技能：爆裂，获得100%魔法暴击和物理暴击概率，持续10秒，冷却10分钟。好东西！林峰两眼发亮。戒指和其他装备不一样，因为小巧的缘故，每个人可以同时佩戴3枚戒指，而他现在佩戴的戒指也是传奇戒指哥布林指环，再加上爆裂指环的话，对自己的实力提升依然非常管用。这么高的产出率，再把材料优化一下，应该可以做出传说装备来。林峰还在思索中，周围人群已经轰动了。传奇戒指怎么卖？100金币出吗？100金币？你怎么不去抢？我出110金币，120金币不够可以商量。林大师，我是老客户，就咱们这关系，130金币怎么样？强啊！起手就是传奇，林大师居然真的会炼金。霸王公会和一品公会那边看到林峰再次打造出传奇戒指，所有人全部惊呆了。几个霸王公会的堂主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完了，全完了！华天豪带着陈梦、涂凤丹、彩蝶、晚霞几人飞奔来，一路嗷嗷乱叫：师傅，师傅，你真的会炼金啊 ！Oh my god！ 传奇戒指太强了吧！林师傅好帅啊，比心！少爷厉害，少爷太棒了！一枚传奇戒指，不需要过多的赞誉，仅仅是系统提供的帝国奖励，就足以证明传奇戒指的难得可贵了。多见少怪。林峰把戒指扔给了陈梦，说道：裱起来。啊！陈梦一愣，俏脸微红，我不会啊。这一下轮到林峰尴尬了。我说表，装裱的表，不是让你表，算了。林峰摆摆手。陈梦回过神来，一把夺过林峰手里的戒指，俏脸通红。知道了。拿着戒指进店铺去了。很快，陈梦从店铺中拿出了一个装戒指的精美礼盒，把戒指放入了礼盒中。华天豪问：师傅，这戒指这么吊，你咋不用啊？这问题问得好。从戒指的属性来说，魔武双修，还加双暴击。而且华天豪也看得出来，林峰手指上只佩戴了1枚戒指，还可以再佩戴2枚。现在林峰也不缺钱了，没必要为了赚钱把戒指又卖出去。这么做的话，显然舍本逐末了。我自有打算。林峰笑了笑。也许几天前，传奇装备在他眼中还是极品中的极品，现在吧，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等有小丽的蔷薇佣兵团发挥作用，把高级材料运回了安全区，那才是林峰真正开始发挥出神级锻造术威力的时候。好吧，师傅安排的肯定没错。华天豪咧嘴直笑，脸上洋溢着骄傲之情。对于拥有林峰这样牛皮的师傅，华天豪自己都觉得走大运了。正在这时候，一道陌生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林师傅！声音衰老苍劲，带着几分难掩的激动。抬头一看，竟然是隔壁店铺闻风而来的高级炼金术士歌德。歌德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头子，看年龄比曾汉还要大，满脸皱纹，步履蹒跚，手里握着一根拐杖。林师傅，老朽可以看看这枚戒指吗？歌德指着爆裂指环，瘦弱露骨的手臂微微发颤。陈梦看向了林峰。歌德现在给霸王公会当首席炼金术士，属于竞争对手，要不要给竞争对手展示产品，还得林峰做主。林峰想到了曾汉，
1周前做出玄冰剑的时候，曾汉也是这番模样。显然，对于年老的工匠师傅而言，武器、饰品这种他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东西，就和他们的梦中情人一样，仅仅是看一眼就会幸福感爆棚。没事，给他。林峰示意陈梦道。陈梦这才把装着爆裂指环的红色礼盒递给了歌德。歌德把拐杖放在地上，双手捧起了礼盒，手臂颤抖得更厉害了，把戒指捧到了眼前，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流露出一缕无比满足的笑容，情不自禁的喃喃道：好，好，太好了。看了半分钟左右，歌德如梦初醒一般，念念不舍地把盒子还给了陈梦，对林峰低声道谢：多谢林大师，老朽受教了。我一个晚辈，哪里谈得上大师？真正的大师永远怀着一颗学徒的心，我看歌德大师才是真正的大师啊。林峰客气道：真正的大师永远怀着一颗学徒的心。歌德愣住了，嘴里念叨着这句话，像是在咀嚼其中的深意一般，一时间竟然吃了。周围人也笑道：歌德大师不要客气，林大师很好说话的。是呀是呀，我们少爷脾气可好了，一点也没架子，要不是我还小，我都要嫁给少爷呢。林峰看了一眼彩蝶和晚霞2个活泼的小妮子，一脸无语。歌德回过神来，满眼期待看着林峰，说道：林大师，既然你这么说了，老朽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林大师成全。什么？老朽想拜大师为师，或者给大师当助手，都是可以的。这……林峰愕然，歌德大师是什么人？那是在他之前第9安全区内的最强炼金术士啊！炼金等级是高级，在材料完备的情况下，可以制造出精良级别的首饰，各大工会势力求之不得。如今主动屈身给他当徒弟，这绝对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林峰还没回答，原本给他当助手的2个初级炼金术士瞬间就激动起来。好好，这个好，我赞成，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华天豪冲过去，一人给了一脚，骂道：废物东西，还有脸避避。2个初级炼金术士一脸委屈，解释道：华少爷，不是我们不想给林大师当助手，你也不是没看见林大师炼金那阵仗，别人炼金是废材料，他炼金那是废人啊。第85章，天价赔款，麻烦上门。既然大师看得起晚辈，晚辈只有却之不恭了。林峰客客气气，心里却乐开了花，有歌德给自己当帮手，不仅仅是现在炼金起来会很顺利，炼出来的首饰也会更有质量保证。等他离开了安全区，由歌德亲自坐镇可可首饰店，那首饰店的生意怎么也不会差了呀。对于他而言，歌德加入等同于是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自己的口袋。好事一桩，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林大师不要客气，叫我哥老就好。歌德还是很懂礼貌的，也可以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道颇为不满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哥老人家，我霸王公会，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怕是不妥吧？迎面走来几个衣着打扮不同常人的男子，有5个人，年龄30岁左右。领头的男子体型健硕，身着一套淡金色的战士铠甲，背上背着一把巨剑，看装备质感，等级至少50级，不是一般人物。林峰一眼瞟过去，能看到几人的头顶飘过一个统一的工会名字：霸王公会。几位有何指教？林峰微微皱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直觉告诉林峰，麻烦应该找上门来了。刚说完，华天豪气势陡然飙升，大踏步走到了林峰跟前，和林峰站在一起，望着来人，冷笑道：哟，邵阳会长，好久不见啊，怎么有时间来我们天豪公会的地盘溜溜？会长，林峰思绪电转，听华天豪的语气，有种自报家门警告对方的意思。但现在歌德突然跳槽，等于说当场挖了对方霸王首饰店的墙角，对方不作为也是不可能的。听到天豪公会的名字，叫邵阳的领头人脸色微微一变，眼角抽搐，没有妄动，冷声道：我就说谁连我们霸王公会的墙角也敢挖，原来是华少爷啊，失敬失敬。嘴上说着失敬，但身体却很诚实，一点也没有失敬的意思。霸王首饰店的店铺里面陆陆续续有人朝着这边走来，很快邵阳的身后就站着10多个人了。华天豪低声给涂凤丹说道：去叫人。说完又抬头看向了邵阳一行人，挖墙脚，阁下怕是有什么误会吧？我刚明明听到是歌德大师主动要加入我们的，这能算是挖墙脚？邵阳脸色一变，其他几个男人作势开骂：笑话，挖墙脚就是挖墙脚，没听过还分个主动和被动的呢。彩蝶和晚霞2个小姑娘挺身而出，一人一嘴，火力全开。明明就是歌德大师要给林少爷当学徒的，不信你们可以问周围人。是啊，大伙儿都看着呢。再说了，就我们林少爷的炼金水平还不稀罕呢。说话间，可可铁匠铺的方向
赵生带着一群护卫急吼吼地走来，边走边骂：“妈的，谁挑事？不怕工会战就来！”周围看热闹的人见机不对，纷纷后退，让出了一大片空地。一边是霸王工会，一边是天豪工会，这都是第9安全区内有头有脸的势力，普通人可招惹不起。一旦打起来，还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林峰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但安全区内他也不是没杀过人。别看他彬彬有礼，人畜无害，那只是因为他刚进入这个世界没多久，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才显得很低调而已。真正动起手来，他是一点不含糊的。在安全区内，他也不是没杀过人。两位大人，稍安勿躁。这时候，歌德说话了。歌德身为安全区内等级最高的高级炼金术士之一，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威信的。他望向了邵阳，微微躬身，客气道：“林大师技艺高超，是老朽主动投奔林大师的没错，和林大师没有关系。”歌德一开口，周围人也开始窸窸窣窣说话了。林大师出手就是传奇戒指，还需要挖你们霸王工会的墙角？要脸不要脸啊？是啊，想找茬也没必要找这么拙劣的借口吧？我看他们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故意挑事呢。反正我不管，和林大师作对，就是和我赵日天作对，干他娘的！算我一个草！邵阳一看气氛不太对了，但辛辛苦苦开了好几天的首饰店，本来就已经渐入佳境了，这突如其来的绝杀，谁遇到也不好受。一旦林峰把生意做起来了，歌德又走了，那么他们的店铺就算是彻底完蛋了。呵，邵阳冷笑一声，硬着脖子倔强道：“想走也不是不可以，违约费总得有吧？歌德大师到我们工会当首席炼金师，我们是开了工资的，现在店铺开好了，生意也做好了，说走就走，收个违约费，不过分吧？”这一下，华天豪无话可说了。要是换其他人，华天豪肯定直接带人对上去了。但现在的华天豪不再是过去那个光脚不怕穿鞋的莽夫了。可铁匠铺有那么大的产业，要是一时冲动把生意搞砸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多少？华天豪咬牙道：“既然是违约金，当然是10倍赔偿了，不多也就1000金币。”邵阳傲慢道：“妈的，你怎么不去抢？”华天豪当场爆了粗口。林峰脸色也不太好了，但这里人多，绝对不能动手。做生意这种事情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动手倒是小事情，但要是被有心人利用，搞出个暴力对待客人的大新闻来，那损失就大了。歌德听到这么高的违约金，神色也泛难了。正在这时候，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苏小姐，苏小姐来了！”人群再次散开，走进来一个穿着蓝色长裙、身材曼妙、衣着典雅的漂亮女人，身边跟着一个鬼里鬼气的丫头。人还没到，声音先到了，钱我来出。第86章金枝玉叶，苏家千金。林峰望向来人，这个妹子皮肤白皙，脸色温婉，体型偏瘦，但身材很好，成一条性感的弧线，双手自然垂落在两肩旁，脸上自带一丝生意人的和蔼可亲，身高在 1.70 左右，穿一条浅蓝色的丝滑长裙，亭亭玉立，有种大家闺秀的感觉。透析之眼一扫而过去，名字叫苏晴，一品工会的千金小姐，和华天豪、邵阳等人一样，在安全区内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金枝玉叶了。苏晴一走出来，事情变得热闹起来。邵阳看向了苏晴，神色犹豫不决，说道：“这事情和苏小姐没有关系。”显然，要是苏晴也帮林峰的话，等于说霸王工会同时挑战天豪工会和一品工会。表面上大家还是和和气气的，但背地里以一敌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苏晴笑容温柔，频频侧目打量着邵阳，说道：“邵会长不像是愚笨之人，为什么非得纠结一点小小的违约金呢？”不等邵阳变脸，苏晴继续道：“真要是缺钱，我给你们付了就好。但你可要想清楚了，林峰大师现在如日中天，他能在小小安全区内锻造出传奇装备来，一旦材料足够的话，恐怕连传说级别以上的装备也可以制作。这么快就和林峰大师作对，可能不是明智之举吧？还有，你不过是一品工会的副会长罢了，要是让你们会长知道你得罪了林大师，后果你担得起吗？”苏晴笑脸盈盈，但一言一语听得邵阳心惊肉跳。可能是这几日和礼仪小姐交流过于深入，得意忘形，差点分不清轻重了。被苏晴一点醒，邵阳几乎是一瞬间满头大汗，整个人都清醒了。好险，差点犯下大错。生意垮了倒是小事情，但苏晴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得罪林峰。林峰现在的潜力极其恐怖，正常做生意，对方不主动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还敢找林峰的麻烦，这绝对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多谢苏小姐提醒。邵阳给苏晴抱了抱拳，有点做贼心虚的看了一眼林峰，客气道：“打扰了，林大师，刚才只是谈论生意而已，绝非对林大师有所偏见，我们这就走。”说完，带着一行人灰溜溜的撤了。不是苏晴这么一说，林峰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现在都红成这样子了，几句话的问题就被苏晴把邵阳吓退了。这个苏晴很聪明啊。这个林峰看向了苏晴，神色中有几分敬佩，沉吟道：谢谢了。苏晴笑得很温柔，眼睛清澈，欠了欠身，给林峰施礼道：林大师不用客气，我只是来看看而已。现在看来，既然林大师可以制作出传奇级别的首饰，看样子我们一品缝纫店距离倒闭也不远了。林峰忍不住笑了，这妹子还挺机灵啊。但要不是他这么一说，其实周围人也不确定自己到底会不会缝纫。而对于聪明伶俐的苏晴而言，已经看出了背后玄机。既然林峰从头到尾没有理会周围顺势开起来的首饰店和缝纫店，但又让天豪工会单独开设了首饰店和缝纫店，很明显，林峰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有准备。林峰迅速布局首饰店，那么下一步肯定就是缝纫店了。一想到这里，苏晴心里就不由得感慨，这个林峰真是太强了。刚才邵阳居然还想找回场子，以林峰这样的潜力看来，最多1年半载的时间，整个安全区内恐怕再无一人是他的对手了。你这是在试探我？林峰笑问道。那倒不敢。苏晴笑得眯起了眼睛，但聪明的脑子让他也没有放弃机会，又说：如果林大师愿意告诉我的话，我也不介意听一听，这样我也能早点关门，给林大师腾出位置来。哈哈，林峰坦然说道：那就是你说的这样子。苏晴身边丫鬟惊呆了，愕然道：小姐，不会吧，真让你猜中了，林大师真的还会缝纫？这丫头和彩蝶、晚霞一般年龄。彩蝶连忙就骄傲道：那是当然啊，我们少爷会的可多了。苏晴长叹一声：那我就不打扰林大师了，今天我们就收拾收拾东西，给林大师腾出位置来。和邵阳比起来，明显苏晴聪明多了。虽然是生意上的竞争，但在明显不可能战胜的对手面前，主动投降还能卖一个人情，这才是利益最大化的正确操作姿势。说着，苏晴就要带人走了。等等！林峰突然叫住了苏晴。苏晴回头望来，眼睛明亮：怎么，林大师还有什么事情不成？林峰想了想，苏晴是一品工会的千金，地位不比华天豪差，但从心术和谋略来讲，比华天豪这个铁憨憨厉害多了。现在对方主动示好，这明显是一个机会。目前的可可铁匠铺只有陈梦在主持大局，而陈梦还是涂凤丹找来的朋友，很大程度上店铺的管理人还得是他本人。而华天豪虽然也有话语权，但和他一样，大多数时间都在锻造上面，并没有时间管理店铺。本来店铺还有彩蝶和晚霞帮衬，可两丫头年龄终究是小了，林峰不太放心。而以苏晴的智慧，要是能加入进来的话，苏小姐金枝玉叶，还长得这么漂亮，来也来了，不做一下就走了，岂不是失礼？林峰连忙说道。华天豪一愣，站在林峰后面大呼小叫起来：我靠，师傅，你这眼光可以啊！彩蝶和晚霞一脸嫉妒，转过头去。彩蝶，我就说吧，少爷嫌我们小，你还不信？晚霞低头看了看自己一马平川的胸口，又看了看苏晴的傲然，自卑起来。我觉得你说的对。苏晴也被林峰的邀请惊到了，尤其是林峰说的话，长得漂亮，这不是赤裸裸夸她美吗？其他人的夸奖，苏晴只会觉得是拍马屁，但林峰的夸奖却有种无法抑制的心花怒放的感觉。既然林大师这么说了，小女子哪有拒绝的道理？苏晴笑道。旁边的小丫头忙说：小姐，她肯定想睡你。全场皆惊。苏晴一个钢镚敲在了丫头的脑门上，俏脸瞬间一片通红。谁教你的？别胡说！连忙又对林峰说：丫鬟不懂事，林大师不要。林峰打断了苏晴的话：叫我林峰就行，走吧，进去聊。虽然表面上假装没听见，其实他把彩蝶、晚霞等人的话每一句都听在耳中，心里却默默吐槽：这些小丫头一天天都想的啥啊？第87章宠辱不惊，大家闺秀。可可首饰店的雅间里面，林峰带着彩蝶和晚霞两个小丫头，和苏晴还有他的丫鬟简单聊了一会儿。公子的意思是说让我帮你看店？是的，林峰坦然。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初级冒险者，马上就要离开安全区了。按照高等院校的规定，没有3-5年是回不来了。现在几个店铺生意红火，就这么丢了，着实可惜。林峰娓娓道来。苏晴却说：不是有华少爷给你帮忙？他？林峰端起茶水抿了一口，他还要跟我学锻造、炼金还有缝纫，哪里还有时间管理店铺？内心里林峰没想过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后勤那边有蔷薇佣兵团负责，采购那边有黄掌柜，安保方面有赵生，日常精英有陈梦和涂凤丹。其实彩蝶和晚霞两个小丫头天资聪明，以后也能独当一面，但现在还得从头学起，不到挑担子的时候。即便如此，整体的产业格局还有人力搭配已经成型了。
因为他的离开就放弃这些产业，那就太可惜了。而且林峰还觉得，以他的实力，就算离开了第9安全区，也可以想其他办法，把大量优质的装备、道具等东西运回安全区。听黄掌柜说，安全区升到3级后，可以建设一种传送人员和物资的传送设施，叫做传送阵。现在第9安全区已经是2级安全区了，一旦达到3级，第9安全区就可以和其他中级以上的安全区相互连接，等于说物流通道一下子就打通了。到时候无论是外面的冒险者进入第9安全区，还是他自己返回安全区，都会方便很多。如果可以的话，林峰还想着把自己的产业开到其他更大的安全区去，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情。既然在末日游戏世界中重生了，他也想让自己的人生潇潇洒洒、风风光光一回。苏晴听了他的话后，捂嘴笑道：“林公子就这么相信我？不怕我水平太差，没让你赚钱不说，还让你血本无归？”哈哈。林峰笑道：“你是准备让我赔多少钱？”苏晴没说话，旁边的丫鬟嚷嚷起来：“咱家小姐冰雪聪明，又精通术士，才不会赔钱呢。”苏晴止住了丫鬟的多嘴，眼眸闪烁，自得其乐地说：“万一赔了个千800的，小女子可不好给公子交代啊。”调皮。林峰明显感觉苏晴在开玩笑，这妹子很机灵，也很有女人味，看起来知书达理，实则还是一个乐观阳光的奇女子。这样，我给你预留1万金币，赔了算我的，赚了的你再分红，如何？1万金币，按照物价衡量的话，等于1个亿了。而苏晴所说的千800，那也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投资风险。谁知林峰不但没有放在眼里，开口1个亿，其中的豪气可以说是啪啪打脸了。苏晴直起身来，吃了一惊，估计没想到林峰这么大方，犹豫半天不说话了。怎么不够？林峰看了看自己的账户，最近几天生意红火，原本5000多金币已经变成3万多金币了，相当于1周时间赚了3个亿。再给你加1万金币，够了不？林峰乘胜追击。旁边的丫鬟惊得捂住了小嘴，拉扯着苏晴的胳膊：“小姐，他好有钱啊！”彩蝶和晚霞直吐小舌头：“少爷真是财大气粗啊！”苏晴收敛了笑容，神色严肃起来。仔细看的话，却发现苏晴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感动之色。忽然站起身来，给林峰施了一礼，感激道：“公子厚爱，小女子不胜荣幸。但事情太突然了，还请公子给我一点时间，容我酌情思虑，也请公子深思熟虑。此事重大，不宜儿戏。”林峰微微点头，看苏晴的眼神充满了赞赏。什么叫宠辱不惊？这就叫宠辱不惊。如果苏晴满口答应，恰好说明苏晴冲动莽撞，经不起考验，这种人反而不能交往。就好比借钱的时候，满口答应借钱的，往往不会借，说自己考虑一下的，才是真正会给出答案的朋友。不急，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可以随时来找我。林峰点头道，随后又让苏晴坐，和苏晴寒暄了几句。而苏晴也突然发现，这个林峰不仅实力强，心智远超常人，为人处事有礼有节，谈话尺度拿捏得非常舒服，言谈举止也真诚坦率，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林峰才18岁，刚成年啊，这么年轻却如此成熟理智，哪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也不知道我在林公子心中是什么样子的，早知道今天就化妆再出来了。天哪，我在想什么？我怎么会对林公子有想法？好羞耻！林峰发现苏晴聊着聊着，俏脸竟然开始发红。苏小姐，有什么不舒服的吗？没，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林公子还有事要忙，就不打扰公子了。哦，好的，我送送你。不再多说什么，林峰带着苏晴出去了。至于苏晴会不会来接手陈梦经营他的店铺，林峰心里有90%把握。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苏晴不答应，以他的实力，一品工会的店铺早晚也要凉凉。不仅小巷中的店铺会完蛋，整个安全区的生意最后都会成为林峰的产业，其他店铺全部会完蛋。所以只要苏晴不傻，一定不会放弃林峰主动抛过去的橄榄枝。至于那一成的不确定性，那就是苏晴脑子疯了。摇摇头，林峰不再多想，送走苏晴后，返回了工作台前。歌德已经就位了，开始给可可首饰店制作首饰了。工作台外面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看他一出来，人群瞬间轰动起来。林大师出来了，林大师出来了！麻烦林大师快一点，传奇首饰我买不起，来个极品的就行了。真惨，别人制作首饰都巴不得工匠做好的，我们是巴不得林大师做差点啊。林大师出手，哪有差的？哈哈，坐等林大师表演。第88章，天上掉下个苏妹妹。比起锻造，首饰制作的活计要轻松很多。为了提升效率，林峰一次性操作15个烧杯，强大的实力把所有人再次看傻眼了。15个，妈呀！歌德大师一次性只能勾兑1个，
林大师直接上15个，这还是人吗？一次性15个极品首饰，大师牛逼，大师666，强虽强，但林峰的炼金气势也是独门一绝。砰砰砰，工作台上浓烟滚滚，爆炸声此起彼伏，烟雾散尽。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林峰毫发无损，哥德手里还拿着称量化学原料的小称，全身被浓烟烤烂，脸色黢黑，嘴里吐出一个黑烟圈。林大师，你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不好意思。林峰赶紧让黄掌柜又去采购了一套防护服，这才没有要了哥德的老命。其他客户也躲得远远的，等到烟雾散尽才一拥而上。这枚戒指我的，这个项链好漂亮，大师给我，大师么么哒。谁要是把林大师制作的耳环买来送我，让我做什么我也愿意。林大师，你有对象吗？没有的话介意有一个吗？有的话介意多一个吗？林大师，小女子今晚有时间，方便一起吃个饭吗？因为是首饰店的缘故，客人几乎全部是妹子，但林峰的店从来不做低端生意，所以能够在他的店面前等待买东西的，要么是风韵犹存的富婆，要么是花枝招展的千金。一旦出货了，尖叫声、惊喜声、卖萌声声声入耳，耳边莺莺燕燕、叽叽喳喳的，听得林峰再次对女人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念头，好烦人啊！一天忙完，有哥德帮忙，再加上2个坑货初级炼金师，效率不错，总共制造了首饰681件，包括极品首饰642件，传奇首饰9件，还有极少数的精良和普通首饰，总计30件。天色渐晚的时候，林峰返回了小店里面的休息室，脱掉了防护服，换回自己的衣服，透过休息室的窗户朝外面望去，可以看到小店中各个柜台上摆满了密密麻麻一件又一件的精美首饰，搭配上提前采购的礼盒，每一件首饰都看起来美轮美奂，赏心悦目。店铺内挤满了人，妹子们的惊叫声不绝于耳，这个好漂亮，好漂亮啊！这个才是，哇塞，可爱死了！我都要被萌化了好吧，林大师太帅了。呼，林峰长吁一口气，今天处理了炼金，明天就该缝纫了。到时候3家店铺一起做，距离统治整个安全区内的商业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另外，除了缝纫、炼金和锻造，还有炼药也可以做，因为他现在也是神级的炼药师了。不过宠物店和道具店就不能单靠自己做了，这需要以后有实力了去冒险区里面狩猎或者杀怪。本来以为1个月时间挺长的，现在来看好像也不长啊。一想到还有那么多店铺可以开，林峰忽然感觉时间不够用了，时间得抓紧了，还有23天就要走了。林峰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坚韧，正想着，消息来了，是徐菲菲，还不过来？还没回复。最近被他逼得有些癫狂的徐菲菲直接开始对了，警告你，今天给我洗干净了再来，不然不让你进屋。都说上辈子养猪，下辈子教书，教你，我感觉比教猪还累。看着发狂的徐菲菲，林峰淡淡一笑，洗澡？洗澡是不可能洗澡的，不但不洗，还给徐菲菲回了一句，帮我把浴巾放进去，省得到处找。徐菲菲，我弄死你！林峰不再多说，关闭了对话框，从后门离开店铺，召唤出小红，骑着小红又飞快朝着徐菲菲家里赶去了。第二天，苏晴很早就来了，还带着一个人过来，一品缝纫店的首席缝纫师，也是高级缝纫师薛雅琴。薛雅琴是一个35岁出头，气质优雅的花裙女人，年龄不小了，但脸庞清秀，皮肤白皙，眼睛黑亮有神，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行动举止中透露出一股自信与从容。想好了？林峰问苏晴。苏晴认真施礼，承蒙公子厚爱，小女子没有拒绝的理由。又指着薛雅琴介绍道：雅琴姐是我请来的缝纫老师，给公子当帮手，再适合不过了。见过林大师。薛雅琴笑容满面。林峰点头，让薛雅琴先回去看店了，随后带着苏晴返回雅间，详细交流一下合作模式，也没有带其他丫鬟。在林峰心中，要让苏晴安安心心给他干活，肯定不能白嫖对方，给多少工资和利润是一个问题。结果刚开口，苏晴站起身来，谦虚道：公子无需顾虑这个问题，我和父亲交代过了，能为公子贡献绵薄之力，是我苏晴，也是我们一品工会的荣幸。父亲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就是，不用谈什么钱的问题。林峰，什么意思？把女儿送我了？一时间，林峰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不妥。林峰连忙拒绝。公子，如果你一定要纠结这个问题，那就是对小女子有所偏见了。眼看苏晴一股脑倒贴上来了，林峰慌了，这尼玛不是送人头，这是来以身相许的呀！好一个老丈人，高，实在是高。这样我也不亏待你，你帮我掌管所有店铺，
没有回报肯定不行的，30%利润分红，可好？小女子不要。苏晴抿着唇，平静地摇了摇头。不要也得要。林峰虎目一瞪，强势道：那……苏晴有点退缩了。如果公子觉得不妥，给我10个金币1个月就好，已经很多了。10个金币，林峰有种天上掉下个苏妹妹的感觉。他随便一件装备就要卖100金币，现在买苏晴给他打工，1个月10金币，1年才120个金币。这意味着他1个小时的工作量可以买苏晴给他当牛当马一辈子了。算了，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带我缝纫店吧，今天做缝纫。林峰放弃了深究下去。好的，林公子。苏晴抬起头来，甜甜一笑，有种百花绽放的感觉。第89章，恭喜公子巧手天工。裁缝店的门口，看着林峰的到来，周围人已经从震惊变得有几分麻木了。这到底是什么旷世奇才啊？锻造、炼金、裁缝，样样精通。是啊，林峰才多大，掌握一门是生活技能就已经难如登天了，何况是3门。3门又怎么了？人家林峰锻造传奇装备的时候，不也没有人相信吗？是啊，昨天有人还说他不会炼金来着，脸都被打肿了。哈哈，坐等林大师开始缝纫，我钱都准备好啊。林大师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吧？店铺两边围满了人。随着林峰进入工作台，可以用万众瞩目来形容了。唯有林峰一脸淡漠，以他目前掌握的技能，可以把任何一个冒险者武装到牙齿，从武器、衣服到首饰等等部件，连药品、宠物、道具都在他的规划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有他提供装备和道具的第9安全区，整体实力可以提升几10倍。当然，这种提供不是无偿的，不是说林峰不够善良，不够舍己为公，这和他无偿奉献没有关系。就算他真的无偿奉献，事实就是以人性的卑劣，也不会有人真正感谢他的。工作台前，林峰坐在了中心位置上，左边坐着薛雅琴，右边坐着一个正在织布的女孩子，是一个中级裁缝，叫做萧娟，也是给他安排的帮手。坐定后，他拿起了一卷布匹，用剪刀开始裁剪衣物，又吩咐薛雅琴道：天蚕丝3尺，冰蚕丝2尺，马草5两，金丝雀羽毛3根，低级宝石2颗。薛雅琴动作很熟练，出于对林峰的敬仰，也没有质疑他的要求，林峰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林峰的速度很快，把特制丝纺的布料逐一裁剪成合适的身体部位，还有袖子部位，然后穿针引线，把所有部位连接在一起。在他独特的思路之下，一件衣服同时缝制了3种布料。这还没完，他站起身来，把缝制好的衣服摊开在工作台前，朝前一展，衣服轻轻又均匀落下，用碾子压碎宝石，把宝石粉末撒在布料上，再在布料上铺上了玛草，用火石点燃金丝雀羽毛，把余烬撒了上去。草莓果给我。草莓果，一种特有的燃料，不仅可以给衣服上色，还能吸收上面的杂质。薛雅琴虽然没有说话，但还是被林峰的博学强志震惊了。小小年纪所展现出来的裁缝技术，比其他这个老阿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随着草莓果的汁液涂抹在衣服上，衣服被染成了深蓝的亮晶晶色彩。林峰又吩咐身后的一个助手，用草莓果给我做一缸燃料。好的，林大师。助手匆匆走了，林峰的动作也不见丝毫停滞，拿起一个熨斗，在衣服上来回摩擦了几圈。他的动作熟练又老道，看得外面的妹子们眼里直冒星星。说时迟，那时快，围观的妹子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林峰大手一挥，把衣服抓了起来，犹如彩旗招展一般，一道闪着淡蓝色幽光的衣服从所有人眼前一晃而过。好东西！人群惊呼。能发光的衣服，稍微有一点眼力劲的都可以看出来，这不是普通货色。果然，系统的提示瞬间到来。叮！帝国公告：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制造出传奇衣服金丝鸾衣，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1000，低级缝纫宝箱加3，中级缝纫宝箱加1，高级缝纫图纸加1。出货了！林峰眼睛一亮，打开衣服属性一看，名称金丝鸾衣，品阶传奇，属性生命加300，法力加300，防御加50，幸运属性魔法免伤加20，最低佩戴等级10，技能浑然天成，额外获得20%属性加成，只对该装备有效。又是传奇！林峰面露喜色，身后传来了苏晴悦耳动听的赞美声：恭喜林公子巧手天工。林峰拿起衣服，回头看向了苏晴，打开透析之眼，苏晴身上的衣服属性一览无遗，可惜没有透视功能。名称水蓝裙，品阶精良，属性生命加50，法力加20，防御加15，隐藏属性魅力加3。以苏晴的身份，
其实不可能只穿得起精良级别的衣服。但问题是，水蓝裙增加魅力，这种魅力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因为衣服很漂亮，颜值高。而苏晴也不是战斗职业，所以相比起追求属性，她搭配的服饰就是以美观为主了。不过，水蓝裙虽然漂亮，但林峰制作的衣服不但颜值高，属性还强。略作思索后，林峰给苏晴招了招手，然后把衣服递了上去，下巴抬了抬，面带笑意。苏晴一愣，送我？林峰点头。啊！苏晴吃了一惊，慌慌张张，双手握着也不对，背着也不对，没地方放了，脸颊刷一下红了，不太好吧？迅速低下头去，像是被表白的小女生一样，不知所措起来，一点心意。但是什么？我还没准备好。苏晴羞得都要抬不起头来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林峰只是觉得苏晴要那么低的工资送他一件衣服不过分吧？结果周围人似乎看出来了什么端倪，不等林峰反应过来，答应他。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下一秒尖叫四起，看热闹不嫌事大。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林峰，我操，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我就随便送你一件衣服而已，没有其他意思。林峰赶紧解释。哦，苏晴恍然，几个小丫头长吁一口气，我就说吧，林少爷什么时候这么会了？人群嘘声一片，林大师，咱们都帮你到这份上了。是啊，这可是一品公会的千金小姐啊，纯着呢。林大师还小，慌了，哈哈哈。苏晴微微抬头看了一眼林峰，心情无法抑制的失落起来，接过了衣服，说道：“那就谢谢林公子了。”显然，从一开始苏晴就想多了，还以为林峰那么大的阵仗，专门给他做衣服来了呢。嗨嗨，林峰干咳两声，掩盖了一下内心的尴尬。这时候，刚才被叫去做染料的女孩子回来了，说道：“林大师，染缸做好了。”好的，知道了。林峰这才岔开话题，重新返回工作台，继续制作衣服了。第90章开始躺平，神明之术。时间过得很快，半个月的时间疏忽过去了。林峰的日子变得3点一线起来，规律万分。白天就锻造、炼金、缝纫，还开发了一个新姿势——炼药。他炼制出来的药品，就算是随便炼制的，都是恢复效果惊人的特级药水，每秒恢复生命值300点，持续10秒。大多数20级左右的玩家，平均生命值也才1000点左右而已。这意味着吃了林峰炼制的药，只要不是被一刀秒了，那就是想死都难。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炼出来资质丹，也就是体魄丹、大力丹、固元丹、灵动丹4种丹药。这4种丹药可以固定增加属性，属于药品中的顶级丹药了，相当于装备中的传奇装备。也因此，小巷中林峰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在苏晴的管理下，店铺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每天的收益都是天文数字，可以用日入斗金来形容。林峰估算过，他一天的收入差不多有10万金币，约等于10亿。但因为很快就要离开安全区了，林峰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天豪的学习进度，因为等他一走，店铺生意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关门弟子了。在教了华天豪锻造后，林峰又加班加点教华天豪炼金、裁缝和炼药。可能是感受到了跟着他学习的强大压力，华天豪现在除了睡觉，就是在学习中。据涂凤丹说，不仅是白天学习，晚上睡觉的时候，华天豪都在念叨着各种材料、技巧和流程。每天累的涂凤丹连续换10套情趣内内，都已经毫无波澜了。但付出总是值得的，因为林峰的职业等级过高的缘故，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华天豪的水平已经从学徒升级为高级工匠了。王铁匠从中级铁匠升级为了高级铁匠，歌德和薛雅琴2个高级铁匠的水平也在林峰的耳濡目染之下有了突破的征兆。很快应该就要晋升为大师级工匠了，而大师级工匠在整个神龙帝国也是罕见的，相当于很多年前的国家级院士。一切都在变得美好起来。原本对他颇有微词的霸王公会，生意没了后主动把店赚了，整个过程悄无声息的，可能是怕得罪了他，不敢再造次了。以林峰目前的经济实力，已经是具备超能力的超人了，仅仅是用钱就可以把霸王公会打成王八公会，再来找他的麻烦就纯粹是不长眼了。白天工作后，林峰又去徐菲菲那里学习理论知识，争取早日摘掉学渣的帽子。虽然经常惹徐菲菲生气，但他的学习进度的确很快。徐菲菲拿他的无理没办法，一怒之下故意在家里穿起了真空睡袍，偶尔弯下腰讲课，一对白晃晃的旺仔大馒头看得林峰眼睛都直了，差点把持不住失血而亡。要不是徐菲菲好几次捂嘴偷笑，林峰都不知道原来徐菲菲是故意的。小样，别让我抓住机会！呼！
也是这时候，林峰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四大皆空的圣人，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在徐菲菲这样的美女面前，要装作圣人还是非常难的。晚上，林峰一如既往修炼法宝，在睡梦中就去找女帝要好处，而女帝在给了他所有的神级生活职业后，停止了继续给他投喂神级技能，而是说：“你现在一天天只顾着赚钱，不提升实力也是不行的。这个技能你拿着，对你有所帮助。还有，你有什么不懂的，尽快问我，在我还有时间给你解答之前。”自从给女帝道歉后，林峰才意识到了，女帝那是真的好啊，跟个知心大姐姐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温柔的让人骨销魂断。什么选择不选择的，只要女帝开心，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甚至林峰怀疑自己要是憋不住了，女帝会不会请把你嘴角的口水擦了。女帝姐姐的声音让林峰回过神来，刚才说到哪里了？拿了技能滚吧。叮，你获得 SSSSS 技能神明术。神明术非战斗状态下持续增加经验值，每秒获得1点经验值，非战斗状态越久增加经验值越多，最高100倍增幅。每秒1点，1小时就是3600点，一天就是86400点。如果长时间不战斗，提升幅度可以翻倍，最高每天可以获得864万经验值。这尼玛妥妥的躺平神技啊！果然没有一个神级技能是多余的。兴奋之下，林峰都没注意到女帝话中的弦外之音，高高兴兴离开了洞穴，躺平赚经验值去了。算算时间，距离离开安全区也只有1周时间了。这一天，林峰早早抵达了铁匠铺外，但没有再忙着去打铁了，而是叫了声华天豪，说道：“徒儿，过来。”师傅在。华天豪现在对他尊敬的五体投地，说一不二，言听计从，整个人在林峰面前深深低着头，那种谦卑和敬重，哪怕是刚认识华天豪的外人也可以感同身受。不是华天豪长大了，懂事了，只能说林峰实在是太变态了，越是接触林峰，越能感觉到他的恐怖和神秘。饶是林峰现在只有25的等级，在整个安全区内却没有任何人敢招惹他。现在第9安区内的 99% 大佬，一身极品装备全部出自林峰之手，没有例外，连后续装备的维修也只有林峰才可以处理。招惹林峰等同于是和所有人作对。但今天林峰要做的事情不再是给其他大佬们打造装备了，蔷薇佣兵团送来的东西都到货了。到了，师傅。林峰点点头，他扫视了一圈忙碌的店铺，身着漂亮旗袍的礼仪小姐从身边路过，忙不迭给他打招呼，他只是淡淡一笑，算是回应，然后进入雅间给自己换上了打铁的衣服。出来后，华天豪还老老实实在门外等他，把其他几个铁匠都叫过来。林峰手握2把铁锤，认真道：“好的，师傅，要帮忙吗？”“不用。”林峰笑了笑，又说：“今天你们什么都不做，只负责看。”第91章，逆天神作，无双之杖。连日的锻造让林峰的肤色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古铜色。他把铁锤放在了工作台上，等待了片刻。很快，王铁匠、王大锤等人摩肩接踵的来了，总共有12个铁匠。没错，因为产业的急剧扩张，现在的可可铁匠铺人丁兴旺，安全区内很多有名的铁匠大师慕名而来，包括第一铁匠等级为高级铁匠的谭家铁匠谭麒麟。12个铁匠中，高级铁匠4人，分别是谭麒麟、周世坤、吴明、华天豪；中级铁匠6人，低级铁匠2人。正常情况下，招募高级铁匠的费用都是极其昂贵的，一般工会甚至养不起高级铁匠的花销。但慕名而来的高级铁匠还有中级铁匠们，不但不要求一分待遇，还把自己多年的存货都免费带来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跟着林峰学习锻造技术，别人愿意来，林峰自然也不会拒绝。何况可可铁匠铺现在非常缺人，有这么多名门宝匠加入进来，以后就算他暂时离开了，可可铁匠铺也不会倒闭，生意还会继续做下去。而他作为老大，也有必要在离开前给这些小弟们好好上一课。都到齐了，林峰淡淡道，面色中流露出一丝身居高位的成熟和自信。都到了，林师傅。那你们看好了，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们自己的悟性了。林峰不再多说什么。2个帮工扛着一口箱子走来，把箱子放在了林峰脚下。箱子深黑色，质感森冷，落地后发出沉闷响声。林峰打开箱子，里面光芒四射，露出了5颜6色的矿石来：孔雀石、鸡血石、锋芒石、方解石、水晶石，清一色的高级矿石，还夹杂着几颗泛着流光的珍宝级矿石。比起低级的铁矿、铜矿，中级的寒冰石、烈焰石等等，
这些矿石才是最适合林峰锻造的矿石了，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出神级铁匠应有的实力。林峰没有说话，默默取出了一枚孔雀石、一枚机械石、一枚玄龟石、一枚水晶石，还有一枚雄黄石，将5颗矿石一起放入熔炉中。帮工开始往火炉低下送炭。林峰操起风箱，把拉风箱的皮带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奋力拉扯，风箱哗啦啦转动起来。他的大腿隆起了结实的肌肉，每一次拉扯，巨大的风力就喷射进熔炉中，大量的火星子飞溅出来，打在他坚硬如铁的皮肤上，他却感受不到丝毫疼痛一般。继续拉扯，用力吹风，炉火越来越大，矿石飞速融化起来。习惯了看林峰打铁的客人们一个个探头探脑，好奇望着拉扯风箱的林峰。今天怎么回事啊？林大师亲自动手。是啊，其他师傅是傻逼了吗？林大师日理万机，怎么能让林大师拉风箱？小子，别说话，没看到谭麒麟大师一脸严肃吗？我猜今天有大事要发生。林大师很久没打铁了，突然打铁，恐怕不简单啊。好帅啊，林大师好帅啊，好想摸摸林大师的肌肉。熊熊炉火之下，5块矿石融合在了一起。林峰停止了继续拉扯风箱，从箱子中取出一个水晶瓶子，瓶子上贴着标签无根之泉。无根之泉，高级水源，取自彩虹潭，纯净无杂质，有净化万物的功效。将无根之泉导入熔炉中，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与此同时，林峰又从矿石箱子里面选出了3枚珍宝级矿石，也是整个矿箱中唯一的3枚珍宝级矿石。珍宝级矿石的稀有程度堪比传奇级别的装备，在第9安全区这种低级的安全区内，能够一次性找到3枚珍宝级矿石已经是奇迹了。将3枚珍宝级矿石全部投入到熔炉之中，平静的熔炉中扬起一阵火光来，好气魄！一众铁匠徒弟们看得菊花忍不住一紧。这要是林峰成功了，那倒无所谓；要是失败了，或者锻造出来了垃圾货色，那就是损失惨重了。但是林峰的脸上却不见任何表情，继续拉扯风箱，加大火力，把3枚矿石全部熔炼。宝石模具给我，林峰淡淡道。华天豪连忙拿出来一个宝石模具。宝石模具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球形模具，模具分为2半，上面开了孔，专门制作圆形的宝石。而通常使用宝石模具，意味着林峰并不是在制作武器，而是在制作魔杖。魔杖的核心不是杆子，而是能够增强魔力的魔法石，往往镶嵌在魔杖的头部。华天豪把模具拿出来后，又将模具固定在一个凹槽上，方便灌入熔炼好的矿石之水。林峰走进熔炉，用铁钳夹起熔炉，把矿石之水导入凹槽中。矿石之水顺着凹槽流入了球形模具中。夹子倒满的一瞬间，华天豪急忙把夹子递给了林峰。林峰夹起球形模具，扔进了水槽之中。水槽中水汽蒸腾，滋滋作响。随后，林峰把熔炉放回了火炉上，再次拿起一堆高级矿石，投入到了熔炉中。魔法石制作完毕后，现在要做的就是魔法棒了。可以用石质材料做，也可以用木料做，但既然是高级魔法棒，又是男士自用的，林峰还是选择了用石料制作。华天豪主动拿来了一个制作魔法棒的模具，林峰略作考量，把模具上面的镶嵌孔拉大了一点。随后往模具中倒入矿石之水，在矿石之水凝固的过程中，又在模具中心轻轻放入了一根柳木，这样可以减轻魔法棒的重量。坚硬的柳木和矿石之水很快融为一体，周围的所有铁匠全部默不作声，脸色肃穆。魔法石给我。不等矿石之水完全融化，这时候的矿石之水还具有很强的粘性。林峰把冷却差不多的魔法石要了过来。此时的魔法石经过低温冷却后，晶莹剔透，犹如一颗拳头大小的珍珠。表面上看是乳白色的，但中心却时不时闪过一抹七彩光芒来，一看就威力不凡。用手套拿起魔法石，小心翼翼放入了魔法棒头部的凹槽之中。静待10分钟，魔法石和魔法棒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整体。矿石的汁水从火红色慢慢变成了银灰色。到了这一步，魔杖的胚子就算成型了。夹出胚子，用支架固定，然后拿出无根之泉，揭开瓶盖，林峰将无根之泉从魔杖的顶部一点点浇灌下去。随着清澈的水珠落下，魔杖上的杂质自动脱落，露出了光滑洁白的真容来。这个过程中，魔杖的温度也在急速下降，袅袅白烟从魔杖上冒了出来，但缕缕白烟中却有七彩光华频频闪过。外面的客人们似乎有所察觉，纷纷侧目。这是什么魔杖？怎么会有七彩之光？我靠，林大师这一次锻造的是什么？好恐怖的样子！所有过程全部亲手制作，感觉林大师认真了，有点紧张了。这是传说装备问世的前兆，有可能，我感觉林大师不是在做传奇装备，很可能是传说。第92章，
全套无双，实力飙升。一瓶无根之泉不够，林峰又拿出2瓶无根之泉。对于魔杖的本体，要保证质感的纯粹，普通的水源已经不达标了。在无根之泉的清洗下，法杖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晶莹剔透，感觉差不多了。林峰拿出一块抹布来，将法杖上的水珠一一擦干净，从支架上取下法杖，放在阳光下，对着阳光一扫，一股无形的冲击波竟然从法杖上扩散开去，化作一道疾风气流，扫向了周围的人群。哗啦啦，人群前仰后合，险些跌倒。前排的菜鸡们连血条都掉落了1/3左右，这仅仅是装备问世的气势而已。所有人惊慌抬头，满眼震惊。只见法杖上爆发出璀璨的七彩之光来，和天穹上的阳光交相呼应，犹如神迹一般。好强的光！与此同时，系统提示瞬间到来。叮！帝国公告：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制造出无双法杖，荣耀之光，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5000，高级矿石宝箱加3，随机珍宝级矿石加10。消息一出，整个帝国一片哗然，不是安全区，而是整个帝国都轰动了。这林峰谁啊？疯了是吧？前面还在做传奇，现在都可以锻造无双了。上一次出无双应该是10年前的多龙大师了吧？好家伙，又出无双了！难以置信，我们人族之中还有人可以做出无双级别的装备。是啊，听说除了矮人、地精这种拥有锻造天赋的种族，人族的极限就是无双装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拜访拜访。年纪轻轻，前途无量，有这种大师级铁匠坐镇，我人族再延续30年有望了。铁匠铺外，一众吃瓜群众全部石化了。无双，我的妈呀，林大师哪里还是人，天神下凡是吧？无双装备那至少是宗师级别的铁匠了，神龙帝国除了多龙大师还没听过其他宗师级铁匠啊。小牛逼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吃惊！装备的等级分为劣质、普通、精良、极品、传奇、传说。中低级的安全区极限装备就是传说了，只有在高级安全区，也就是6级以上可以抵挡5星级巨兽进攻的安全区内，可以听到比传说更高一级的装备，那就是史诗。史诗过后才是无双。等于说这一次林峰的锻造不仅跨越了传说级别，还1跃2级达到了无双级别。这样的装备在7到8级的安全区内都是大海捞针，稀世罕有。当然，如果其他人知道林峰身上还藏着一把不敢拿出来的神器，可能就不会这么惊讶了。林峰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甚至连喜悦都是多余。习惯了，拿起荣耀之光，查看属性。名称：荣耀之光，品阶：无双。基础属性：魔攻加800，魔法穿透加100，魔法命中加100，魔法暴击加100，施法冷却正20%。隐藏属性：体质加100，力量加100，智慧加100，敏捷加10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法师。技能：荣耀之光，击杀目标获得一个额外的隐藏属性点，可以用来提升隐藏属性，最高提升10倍隐藏属性。如果要用2个字来形容这件装备，那就是完美。如果要再增加2个字，那就是非常完美。没有任何多余的属性加成，装备技能也是简单粗暴的增加全属性。生命、力量、魔法还有速度，全方位增强。就算不施展魔法技能，操起棍子也可以打掉对方的门牙，感觉很顺手。林峰满意的看着这件为自己锻造的武器，他辛辛苦苦1个月，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攒材料。现在就是使用这些材料给自己提升实力的时候了。正看着，身后传来了哆哆嗦嗦的声音：“师傅，林师傅！”回头一看，是谭麒麟。谭麒麟神色激动，双手颤抖，表情有种近乎癫狂的喜悦。林峰眉头微微一皱，透析之眼一扫而过，脸上瞬间露出一道赞许的笑容，说道：“不错，提升了。”谭麒麟激动的差点跪下，但林峰反应很快，一把扶住了谭麒麟。这可是50、60岁的老铁匠了，这要是给他跪下了，不折寿才怪。一时间，谭麒麟满脸泪痕，喜极而泣，多谢林师傅栽培，老朽能在林师傅的教诲下成长为大师级铁匠，此生无悔，此生无悔了呀！此话一出，其他人全部震惊的看向了谭麒麟。谭师傅，大师了！哇，恭喜恭喜！谭师傅喜进大师，明儿整个安全区的长老都要来给谭师傅祝贺了。名师出高徒啊！是啊，我们第9安全区终于有大师级工匠了。老王，你484傻，你忘了林大师了？哼，林师傅哪里是大师？林师傅，我看是神人也！哈哈！一群人喜悦万分。林峰把谭麒麟扶了起来，客气道：“
有所收获就好，我很快就要远道求学了，到时候铁匠铺还得麻烦诸位师傅。林师傅放心，老朽今日成就，全凭林师傅点化，以后被林师傅当牛当马，在所不辞。谭麒麟赤胆忠心，脸色坚定。好了，别客气了。林峰面带笑容，又安慰了一会儿谭麒麟，转眼看向华天豪等人。通过透析之眼，可以清楚看到华天豪、王大锤等人的锻造经验值情况。这次观摩，他制造无双装备，每个人都获得了1万点锻造经验值。除了一次性升级为大师级铁匠的谭麒麟、华天豪等人的锻造水平也提升了很多，可能要不了多久，第2个大师级铁匠就要问世了。继续，没有耽搁时间，林峰再次走向熔炉。在华天豪等人激动万分的眼神中，林峰淡淡道：“魔杖搞定了，接下来是腰带。”第93章，大型社死，难逃一死。法师的特点主要是轻便、群伤和爆发高。装备包括法袍、腰带、头饰、鞋子，还有戒指、项链、玉佩、手镯等首饰。这也取决于冒险者的投入。如果经济实力足够，还可以佩戴上护腕、手套、镜甲、头盔、披风等属于战士的装备。但镜甲、护腕等装备的主要加成属性是力量，格挡的伤害也是物理攻击，并不适合法师，除非钱没地方花了，否则没必要多此一举。而对于林峰而言，他的确就属于钱多的没地方花了。他的斗战圣王属于隐藏职业，全属性加成，不分魔武，也就意味着是魔武双修。战士的装备，林峰佩戴了就佩戴了。法师的装备，因为复制技能的原因，也是多多益善。锻造法杖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喜欢玩法师，因为金箍棒的特点明显侧重于物理攻击，现在单独做一把法杖，不仅可以淘汰掉清风法杖，还可以用来补充金箍棒的薄弱点。不是危急时刻，不需要拿出金箍棒，荣耀之光就足够用了。但是，仅仅一把无双级别的魔杖，还不是他的目的。接下来几个小时，林峰用帝国赠送的珍宝级矿石，又制作出了一件无双腰带，外加1对无双护腕、1对无双镜甲，都是给自己量身定制的。每一件装备问世，无不光芒四射，震惊全场。3件装备分别叫做巨力腰带、血红护腕，还有狂战士镜甲，属性也都是极品。名称：巨力腰带，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加1200，伤害减免加80，镇定加50，韧性加50。隐藏属性：体质加60，力量加60，智慧加60，敏捷加6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巨力，提升携带者 20% 额外属性。腰带增加镇定和韧性，这2个属性属于稀有属性。镇定减少被控制的概率，韧性减少被控制的时间，在高端局中生死一念，这2个属性可能会决定生死。然后是血红护腕，名称：血红护腕，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加1000，物理防御加150，魔法防御加50，格挡加50。隐藏属性：体质加50，力量加50，智慧加50，敏捷加5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可血，获得 10% 全能吸血。最后是狂战士镜甲，名称：狂战士镜甲，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加800，物理防御加100，魔法防御加80，爆免加50。隐藏属性：体质加50，力量加50，智慧加50，敏捷加5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狂暴，获得 10% 全能暴击率。这比升级带来的属性强大多了。每一件无双装备的问世，都意味着林峰的实力突飞猛进，而这对于他而言还只是开始。明天继续。细细一算，今天总共打造了4件无双装备，这进度不算慢了。接下来还有衣服、披风、头饰和首饰，距离离开安全区还有1周时间，时间上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不再多想，林峰收拾了东西，正常下班，离开了店铺，朝着徐菲菲家里赶去。现在他已经习惯每晚到徐菲菲家里打卡了，当然，在徐菲菲家里蹭洗澡水也是习以为常的。但今天有些奇怪，骑着小红到了徐菲菲家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人呢？虽然没看到有人，但门却开着。林峰拍了拍小红的背，让小红在院子里面自己玩耍去，然后径直进入了徐菲菲家里。算了，先洗澡吧。没有多想，心里估计徐菲菲应该在楼上还没下来。徐菲菲住的是2层别墅，一个人住。虽然徐菲菲有提到石安，2人是爷孙关系，但这半个月来，林峰从没见石安来过。看样子，石安和徐菲菲并不住在一起，而且石安身为安全区的长老，平日里日理万机，肯定也没有多少闲工夫照看徐菲菲。
进入浴室后，里面有一条单独给她准备的浴巾，这是徐菲菲忍无可忍后的妥协产物。相比起让林峰胡乱使用浴巾，拿一条没有用过的给林峰，便是徐菲菲最后的倔强了。哗啦啦，打开淋浴喷头，哼着小曲儿，林峰愉快脱下了衣服，洗澡起来，连头发也一起清洗一遍。洗得差不多了，用浴巾把头发擦干净，又顺势擦了身上的水，把浴巾裹在了下半身上。就在这时候，林峰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道陌生的声音：“雨菲姐，我用一下厕所哦。”安全区寸土寸金，即便是徐菲菲的别墅家里，浴室和厕所也是连在一起的。声音刚落，同时响起了2声尖叫。不要！第一声是徐菲菲的，卧槽！第二声是林峰的。因为习惯了的缘故，林峰刚开始还会关门，后来徐菲菲也知道他的陋习了，无所谓他洗不洗澡，也不会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更不会主动去开他的浴室门。慢慢的，林峰也不太注意关门了。门不是没关，但是没有反锁。吱呀，一推，浴室门就开了。接下来就是第3声尖叫。啊，这是什么东西？辣眼睛！林峰回头一看，并不紧凑的白色浴巾哗啦一下就掉下去了。一个容貌熟悉的少女一把捂住眼睛，一蹦3尺高跳到了身后的墙壁上，整个人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这不是尹小婉吗？彩色的迷你短裙，马尾辫，白色丝袜，头发上扎着大大的蝴蝶结，身材苗条，婀娜细嫩。不是尹小婉是谁？反应过来的一瞬间，林峰也一把捂住自己的要害。这尼玛！林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就他和徐菲菲的关系，绝对不至于主动冒犯对方，毕竟都快1个月了，对对方的习惯很理解了。但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尹小婉啊！不好意思。徐菲菲急急忙忙走来，挡住了尹小婉的脸，本来还想安慰一下尹小婉，顺便怒斥一下林峰，结果扭头一看，林峰正弯腰去捡地上的浴巾。啊！徐菲菲惨叫。大型社死现场终于还是来了。第94章队友求情，顺施援手。10分钟后，林峰穿戴整齐，坐在了沙发上。徐菲菲坐在对面，单手扶额，也顺便挡着自己的脸。尹小婉一脸茫然看着林峰，又看了看徐菲菲，半天憋出一句话来：你们都发展这么快的吗？回过神来，又赶紧给徐菲菲道歉：菲菲姐，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我要是早知道你们这样了，我绝对不会那么冲动的。说着拉扯了一下徐菲菲的胳膊：菲菲姐别生我气，我什么都没看到，不会和你抢林峰的。想什么呢？徐菲菲一下坐直身来，我和他还是……望向林峰要说话，又突然卡住了，扭头问尹小婉：我说他只是来我家里学习的，你信吗？信。尹小婉满脸都写着不信。行吧。徐菲菲狠狠瞪了一眼林峰，像是在说：瞧你干的好事。说道：你不自己去解释，还等着我去解释不成？林峰哭笑不得，说了半天，搞得你们很亏似的，亏的难道不是我吗？嘻嘻。尹小婉笑出声来，眼睛一眨一眨，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活该。徐菲菲抱起了胳膊，扭头看向别处，嘀咕道：难道你还想看回来不成？那也不是不可以。林峰厚着脸皮说道。但看徐菲菲抄起沙发上的玩具要扔过来了。得，开个玩笑。林峰阻止了逐渐暴躁的徐菲菲，转过头放缓了语气，对尹小婉解释道：纯粹一场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我在学校里一直是出了名的学渣，你也知道，应该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不要外出闯荡了，不能吃了没文化的亏啊。多亏菲菲女神好心，每晚花时间给我补课，但是吧，我白天比较忙，没时间收拾，上课时间也长，所以只有见缝插针，借个浴室洗个澡了。说到最后，林峰特意强调：放心，我们是清白的，主要是菲菲小姐是清白，我无所谓。林峰耸了耸肩，这世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不是很在意感情什么的。出于对女同胞的尊重，还是帮徐菲菲解释一下。徐菲菲脸色稍霁，点头道：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今天小婉来找你，就是你白天忙的事情。徐菲菲说得很正式，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她让林峰解释清楚的，可当林峰真的解释他俩关系的时候，他又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失去了什么。什么事情？林峰好奇道。尹小婉看了一眼徐菲菲，目光警觉，似乎想从徐菲菲的脸上捕捉到什么额外的信息。等林峰问后，才转向了林峰，吃惊道：不会吧，林峰，你现在的锻造水平，整个安全区内都人尽皆知了，你觉得我找你还能有什么事情？锻造？林峰眉头微皱，有点明白了。你想让我帮你锻造东西？是呀，如果只是极品装备，肯定不至于麻烦你，我们多的是。停顿一下，尹小婉也放松了心情，把刚才的事情抛到了脑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苹果啃了起来。
灵动的眸子咕噜噜转着圈，打量着林峰，又说：“就算是传奇装备，我们也拿得出来。但好家伙，你是真的神啊，都开始锻造无双装备了。我就想问问，现在找你帮忙打造一件装备，还来得及吗？”林峰懂了，感情尹小婉就是来找自己要装备的。尹小婉是安全区内的前10名新人，本身有背景有底蕴，东拼西凑一下，应该可以凑出一件传奇装备自用。但林峰现在锻造出来的东西不是传奇，甚至不是传说或者史诗，而是无双，比传奇足足高了4级。普通的冒险者能够有一件极品装备就谢天谢地了，只有顶级的大佬才可能装备上传奇装备。如果有传说或者史诗，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了。看林峰没有接话，尹小婉又说：“我可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莫冷、吕雪他们急得抓耳挠腮，都想找你，但和你没有什么交集，不好开口，这才让我来探探口风。”哈哈哈！啃了一口苹果，尹小婉没心没肺笑道：“我脸皮厚，不怕你不答应。再说了，你真要是不答应，我就缠到你答应为止。”徐菲菲苦笑道：“小婉性子倔，林峰他说到做到，至于吗？”林峰愕然：“当然。”尹小婉一脸认真说道：“你不知道找你多麻烦，你那些店铺，什么可可铁匠铺，还有什么来着，人山人海，挤都挤不进去。要不是菲菲姐说她能找到你，我怕是见你一面都难呢。”林峰挠头，帮其他人锻造装备。其实现在他材料有了，只要是他一件一件锻造的装备，等级都不会差。就算做不出无双，做传奇或者传说没有一点问题。问题是为什么要帮呢？现在想单独找他做装备的人，没有10万也有8万，根本不缺客户，做还是不做，完全看他的心情。林峰看向了徐菲菲，随口问道：“你觉得呢？”徐菲菲愣了愣，面色尴尬，心里慌乱，说道：“小婉说要找你，我也不知道。要是林峰看在他的面子上做了，这是人情，得还；要是林峰不做，那也是林峰的决定，他也不能干涉。”徐菲菲这么聪明，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人情世故。尹小婉见状不对，哎呀一声抓住了徐菲菲的胳膊，使劲摇晃起来：“菲菲姐，帮忙了，就你和林峰这关系，帮我求个情呗。”徐菲菲脸色微变，尹小婉连忙住嘴，改口道：“我是说，看在你们同班同学的份上，你劝劝他呗。再说了，马上就要离开安全区了，到时候我们就是队友，如果我们实力太弱，跟不上林峰的水平，到时候拖累的人还不是林峰自己吗？”徐菲菲柳眉微蹙，思索道：“林峰，其实小婉说的对，你们是队友，到时候要一起前往超神学院，帮他们一把，也是帮你自己，这是实话。当然，如果你忙不过来，也不用为难自己。”第95章，长老围观，震慑全区。这个道理，其实林峰自己也明白，但在林峰心里，他唯一想给对方锻造一套装备的人，仅仅只有徐菲菲一个人。这是看在徐菲菲每晚辛勤给他补课的份上，应有的回报。至于其他人，他不在乎，也无所谓。如果徐菲菲让他帮一把的话，他还是可以考虑的。林峰不说话了。这时候尹小婉也能感受到徐菲菲对林峰的约束力有限，或者说徐菲菲并不想麻烦林峰，更不想约束林峰。能不能让林峰帮忙锻造一套装备，这完全看林峰的意愿。尹小婉又说：“林峰，你别担心材料的问题，我们都会给你准备好，连图纸都会提供给你，要求也不高，只要武器就行了，其他装备就不麻烦你了。”武器，这是所有部位的装备中最重要的一件装备，没有之一。因为武器加攻击加伤害，而且增加的攻击和伤害是所有装备部位中最高的。杀怪的时候可以防御差，速度慢，但没有攻击，一切都是白搭。如果可以给几个队友搭配上比较优质的武器，遇到麻烦的时候，对于林峰自己而言，帮助就更大了。报酬也好说，林峰什么都不要你出，每件装备1万金币。看林峰依然不说话，尹小婉为难起来，走到了林峰身边的沙发上坐下，一只小手扯住林峰的法袍袖子，轻轻拉扯，撒娇起来：“求求你了，林峰哥哥，帮一次就一次了，别那么小气嘛，小气的男孩子不好，找不到老婆的。”看尹小婉卖萌起来，可能是说的话太逗了，徐菲菲捂住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跟着说道：“林峰，你就帮帮他们吧，到时候我们可不能帮你了。”我们就是指徐菲菲自己，还有杨金宇、曹武、柳宁成几人了。虽然几人都是班里的学霸，但在整个安全区的强者面前，终究是银辉映月，黯然失色。这一次外出求学，林峰一旦遇到危险，能依靠的队友只有尹小婉、莫冷、吕雪等人。林峰沉着脸，眼睛往下瞄了瞄，看到了尹小婉可爱的白丝小腿，低声道：“可以是可以，但是刚才的事。”“什么事？”尹小婉一愣，徐菲菲也愣住了。“就是刚才的事。”啊！尹小婉一惊，慌了神，噔噔噔，连续后退了3步，一脸恐惧地看着林峰。
你要做什么？说话间，迅速抬起手臂抱住了自己的正在发育中的青涩。林峰，别人只是无意看到的，你要看回来的话，那就过分了啊。徐菲菲正色道。是啊，菲菲姐还看到的呢，要看回来的话，也不能我一个人啊。尹小婉欲哭无泪。跟我什么关系？徐菲菲红脸争吵。那我不管，菲菲姐，刚才你也看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林峰去求学，身边一个厉害的队友都没有吧？这不可能。别害羞了，菲菲姐，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绝无可能。那我还不愿意呢。啊，眼看两个妹子渐渐入戏，林峰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说道：不看就算了。本来只是字面意思，林峰想说的只是刚才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不是一定要看回来。但此话一出，尹小婉慌了，徐菲菲也慌乱了。尹小婉哭哭啼啼起来，你欺负我。说完以后认怂道，真要看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林峰噗，看是不可能看的，虽然很亏，但林峰连女帝那样的角色尤物尚且可以免疫，何况只是两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妹，给其他几个十强新人锻造武器的事情就算答应了，但材料由对方完全提供，能提供什么，做出来什么品质，就看他们自己了。为了防止人数太多影响自己平时的工作，林峰让徐菲菲帮忙把尹小婉等人提供的材料还有对装备制作的要求收集起来，每晚他来上课自然会把东西带走，等他做完了也会通知他们，这样就有条不紊，不会混乱了。交代完毕后，尹小婉开开心心离开了。林峰也继续和徐菲菲学习课程，现在的课程已经不多了，因为徐菲菲担心他时间紧张，前面的课程时间安排的就很紧凑，很多内容都学完了，现在只有零零星星的课程，按照正常的学习进度慢慢学也可以学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林峰再次返回了铁匠铺，昨天制作了武器、腰带、护腕和镜甲，今天就是制作首饰了，没有再叫谭麒麟、王大锤等人，而是叫上了所有的炼金大师，包括歌德，还有新加入的高级炼金术、中级炼金术10多人。什么都不做，今天你们只负责看。店铺之外密密麻麻全部是人。刚开始林峰锻造出传奇装备只是轰动一时，而昨天的他锻造出了无双装备，那就只能用奇迹来形容了。还好，类似的无双装备制作完成的提示系统只会提示一次，也只会奖励一次，只要制造的装备不超过无双，系统就不会提示第二次。其他人知道他锻造出了无双，但也仅仅是意识到了他恐怖的锻造实力，并不知道其实如今的林峰已经一口气锻造出了4件无双装备了。在高级材料的支持下，他的锻造成功率不是幸运或者偶然，而是100%，但仅仅是一件无双装备也足以让他的威望轰动整个安全区了。在他的店铺外，不仅有慕名而来的各路英雄豪杰，连安全区的几大长老都来了。石安，好小子，藏得挺深啊。黄海，我黄海傲慢了一辈子，现在看到林峰，终于算是服气了。方明，哈哈，难怪这小子不让我们指点，这不明显另有高人在吗？赵子修，他的背后肯定另有高人，这孩子怕是奇遇啊。纪伯长，不管怎么说，有林峰在的安全区，咱们很快就可以升级为3级安全区了。林峰看到了石安等人，想去打个招呼，但石安连忙制止，说道：不用，林峰，早听说你在这里干得风生水起了，就是怕打扰你，才一直没来看看，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本来还想招待一下10位长老，但长老们谦逊近人，不等他招待，竟然找了个借口，很快又离开了。第96章极品首饰无双5连。一天的时间结束，林峰用系统奖励还有黄掌柜采购而来的极品材料，精打细磨，再次以100%的成功率做出了5件无双级别的首饰：2戒指、1玉佩、1手镯和1项链。戒指品质一样，都叫做神佑之戒，名称神佑之戒，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300，魔法攻击加300，物理暴击加100，魔法暴击加100。隐藏属性：体质加30，力量加30，智慧加30，敏捷加3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神佑，每隔10秒免疫3级以下魔法1次。2个神佑之戒一起佩戴后，林峰可以10秒内免疫2次3级以下魔法的攻击，比如火球术、爆裂火球、火云术之类的1到3级魔法。单对单的话，对方施法速度可能还没有他免疫的速度快，对他将不再构成一丝威胁。一个人最多可以同时佩戴3枚戒指。除了神佑之戒，林峰还有1枚哥布林指环。哥布林指环可以召唤哥布林，现在他的等级超过20级，可以同时召唤2只哥布林。
考虑到哥布林可以无限成长，林峰还是没有换掉哥布林指环。等下一次出去历练，可以好好培养一下哥布林小弟。等哥布林成长起来了，发挥出来的战斗力不会比无双级别的神佑之戒差。玉佩叫做冰霜之心，名称冰霜之心，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值加1000，魔力值加1000，物攻加100，魔攻加100。隐藏属性悟性加5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冰霜，降低3米范围内敌人25%的攻击速度。手镯叫做妖野之镯，名称妖野之镯，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物攻加150，魔攻加150，攻速加100，命中加100。隐藏属性幸运加30，暴击率正5%。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妖野，普通攻击叠加攻速和命中率，每层叠加5%，持续10秒，最高10层。项链叫做回春之链，名称月牙，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物攻加120，魔攻加120，生命恢复加40，魔力恢复加40。隐藏属性魅力加3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回春，非战斗状态下每秒恢复1%最大生命值，几近完美。林峰对5件首饰非常满意。首饰一般不加生命值，主要加攻击力、暴击还有恢复，这些都是极其稀有的属性，还包括可以提升装备爆率的幸运属性，提升触发隐藏任务概率的魅力属性，以及提升领悟技能概率的悟性属性。这些都是只有首饰才能赋予的属性，珍惜程度不言而喻。5件首饰制造完成后，围观的歌德还有另外一个高级炼金术士凯恩同时晋升，从高级炼金术士升级为了大师级炼金术士。恭喜！林峰给2位老者道贺，林师傅对老夫有再造之恩，请受老夫一拜。2个老头子感激涕零，忙不迭要下跪。这种心情林峰完全理解，赶紧给老者搀扶起来，客气的话就不说了，以后首饰店就靠你们了。林师傅放心，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定当为可可首饰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色也渐晚了，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林峰简单收拾一遍，把事情交代给华天豪后，就返回了徐菲菲家里。进入徐菲菲家，尹小婉也在，但林峰没有理会，径直进入浴室。老规矩，先洗澡。洗完后才舒舒服服走了出来。今天比较正常，尹小婉学会了，没有再开他的门了。要是再开，林峰说什么也要看回来了。言归正传，尹小婉只是把其他几个10强新人委托的武器、材料和锻造要求送来了，加上尹小婉自己希望林峰帮他锻造的魔杖，总共有9件装备。所有锻造材料都放在9口金光闪闪的箱子里面。林峰，你看看，我们一定不及你。尹小婉热情道。其他人没来？林峰问。没有，他们……尹小婉吐了吐舌头，他们不好意思。林峰笑了笑，也许在其他莫冷、吕雪等人的眼中，林峰就是神人，能帮他们锻造装备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现在尹小婉能够把事情摆平，他们再来掺和的话，属实有点画蛇添足。林峰走上前去查看箱子，从箱子的质量来看，几个最强新人的确是家底雄厚的安全区富二代。打开一看，里面清一色全部是珍宝级矿石，这可把林峰吓到了。要知道，黄掌柜采购了半个月才找来3块珍宝级矿石，而在莫冷等人送来的矿石中，每口箱子100块矿石，所有矿石全部是珍宝级。有问题吗？看林峰变了脸色，尹小婉担忧起来，小声问道。没，哪里有什么问题？林峰只能说，妈呀，这贫富差距也太大了吧。或者说，安全区内的这些富二代真是家大业大，这可能是莫冷、吕雪等人家族中几百年的存货了。但为了下一代的安全，全部拿出来交给林峰了。当然，不交给林峰也不行，因为安全区内现在最强的铁匠就是林峰，无论他们把珍宝级矿石存多少枚，没有合适的铁匠，他们也用不出去，所以才导致给林峰送来的矿石箱子中全部是珍宝级矿石，足足900枚。除此之外，林峰还发现了比珍宝级矿石更高一级的矿石——灵级矿石，只有1枚，叫做魂髓石。魂髓石给装备随机铸魂，产生一个气灵，每件装备只能使用1次。好家伙，连魂髓石都有！第97章豪门世家压轴宝贝。林峰吓了一跳，他其实早就知道安全区内的土豪们很强，也因为这个原因，他虽然有女帝帮助他，但他一直很努力，从来不敢懈怠。现在看来，他猜的没错，这个世界太大了，历史也太悠久了，强者无数，高手如云，傲慢一定是死得最快的。现在
仅仅是9个最强新人就可以拿出来900块珍宝级矿石，还有1块0级矿石。谁知道其他顶级强者身上又藏着什么宝贝呢？哦，对了，林峰，我们怕你带不了太多东西，所以只送来了9口箱子，其他的低级矿石我们会连夜给你送过去，方便你使用。尹小婉生怕林峰反悔，又补充道，在实际锻造中，除了使用高级矿石，更多时候还是低级矿石和高级矿石搭配，单纯高级矿石肯定是不行的。你有什么其他需要，也可以随时通知我，或者告诉菲菲，都是可以的。尹小婉又说，没有。林峰不动声色地把箱子全部收起来了。现在来看，给几个最强新人锻造武器的决定是明智的，这些矿石很多都是花钱买不到的，要不是有这种合作关系，对方或者说对方的家族也不会把这些好东西全部拿出来。还有这些，尹小婉拿出一个粉红色的盒子，打开盒子，里面装满了厚厚一盒子的羊皮纸，这是装备图纸，可以制造传奇以上的装备，你看看够用不？怕你不够用，大家都多准备了一些。还有，尹小婉又打开了交易申请，我把报酬也先转给你，这是昨天约定好的。林峰接受交易请求后，尹小婉无比爽快地划了9万金币过来，差不多等于他所有店铺9天的营业额，堪称一笔巨款。还有林峰以为差不多得了，炫富也不用这么过分，但尹小婉看他收钱后长吁了一口气，又说，这边来。林峰一头雾水跟上去，徐菲菲早就知道了什么，嘴角窃笑不已，跟着尹小婉来到了徐菲菲家里底楼角落处的一间杂物间。打开门，里面摆满了一口沉重的宝箱，细细一数，依然有9口箱子。尹小婉走上前去，打开一个箱子，露出了里面的宝贝来。那是一个玩偶模样的道具，30公分左右，有手有脚，土黄色，身体看起来软绵绵的。打开透析之眼，替身人偶，稀有道具，可以格挡1次致命伤害，使用后自动消失，每次只能携带1个。硕大的宝箱中只放着这个人偶，人偶的珍惜程度可见一斑。听说你愿意帮忙，对方家族长辈让我捎一些礼物给你，请你不要拒绝，还说离开安全区后，希望你能多多照顾一下其他晚辈。尹小婉又逐一打开其他8口宝箱，除了替身人偶，其他8口宝箱分别是虚空之石、飞行卷轴、元素之心碎片1/8、契约之书、上古楠木、大力金丹、精灵圣水、炼魂珠。虚空之石获得3次瞬间移动的机会，可以用来逃离致命伤害。飞行卷轴随机传送到10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地点，可以在战斗状态下使用。元素之心碎片1/8，合成完整的元素之心后，大幅度提升魔法伤害和魔法防御。契约之书获得额外的1个宠物空间。上古楠木使用后直接提升1倍的储物空间。大力金丹0级丹药，使用后获得100点力量。精灵圣水获得30点额外的体质、力量、智慧、魅力、悟性、幸运、魅力，只能使用1次。炼魂珠收集1个魂魄，可以召唤魂魄帮忙战斗，但该魂魄无法恢复生命值，并且免疫一切恢复技能或者能力。8件道具无一例外全部是极品，林峰直接看傻眼了。还有这种好事？这比砍了10头顶级 BOSS 还给力啊！但他严肃的脸色却让尹小婉再次紧张起来。不喜欢吗？还行。林峰点点头，又补充道，马马虎虎吧。那就好。尹小婉有几分尴尬，要是其他人说这话，他一定臭骂对方不识抬举。但眼前的人可是林峰大师啊，能够锻造出无双装备的逆天神人。这8件道具已经是其他豪门世家可以拿出来讨好林峰的最顶级的压轴宝贝了，连他们自己家族内的后生都舍不得使用。如果还不能博得林峰的好感，和林峰拉扯上一些关系，那只能望洋兴叹了。等两头，你再来找菲菲，我打造好以后，自然会让他通知你们。林峰又说，那就麻烦你啦，嘻嘻嘻。尹小婉甜甜笑道，没再多说什么。尹小婉懂事的告辞了。林峰继续跟着徐菲菲上课学习知识。中途，徐菲菲心事重重道，林峰，你不要因为我就答应对方，要是麻烦的话，我让人把东西退回去就是了。退回去？那怎么行？没事，菲菲小姐对我这么好，现在有机会给菲菲小姐做点什么了，怎么能拒绝？林峰回答。啊？徐菲菲俏脸微红，又说，那倒不用，我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林峰想了想，笑道，对了，你有什么喜欢的颜色、款式或者风格吗？我是说衣服。你干嘛？徐菲菲何其聪明，马上就说，你要送我衣服。说到这里，马上就傲娇道，警告你哦，别想泡我，我才不会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轻易迷倒。哦，林峰点头，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不喜欢男人呢。你打死你！徐菲菲抓起沙发上的玩具，朝着林峰砸去。哈哈！一阵欢声笑语，缓解了课程的无聊。等闹够了，才又继续学习。至于徐菲菲说的别想泡我，林峰倒真的没想过。可是徐菲菲为什么又要这么说呢？第98章御风侠侣全套无双。第二天，林峰要锻造的装备已经不多了。现在完成的装备部位包括武器、护腕、镜甲、腰带，还有5件首饰。接下来就是鞋子、衣服还有头饰了。叫上薛雅琴还有其他一众裁缝大师，林峰依然让其他人围观，而他则亲手操作，开始缝纫衣物。2个小时左右，一件飘逸的男士长袍成型了。长袍呈酒红色和藏红色的搭配，中间颜色较深，两边要浅一些，从颜色来看比较骚气。但实际上在林峰的眼中，这种颜色不是骚气那么简单，而是杀气。在正常的交际环境中，酒红色给人的感觉只是诡谲和深沉，捉摸不透。但在战斗环境下，这种颜色会给人无形的压力，甚至是压迫感。至于其他颜色，比如白色，太小鲜肉了，很智障；黑色太暗了，不喜欢；其他蓝色、青色等也不是林峰的菜，终究还是酒红色，让人颇为满意。长袍质感丝滑，摸起来像是细滑的果冻一般，经过各种顶级材料的缝合，它的属性也惊为天人。名称：极品男爵，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加1800，防御加200，魔法免伤加100，物理免伤加50，元素抗性正 20%。隐藏属性：体质加100，力量加100，智慧加100，敏捷加10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法师。技能：伤害降解，承受的伤害在10秒内持续扣除，伤害扣除期间获得 20% 全能吸血，加上护腕提供的 10% 全能吸血，林峰的吸血能力就高达 30% 了。再配合伤害降解这个变态技能，伤害降解的意思就是如果承受了100点伤害值，那么实际只需要承受10点伤害值，在接下来9秒内会缓慢扣除90点伤害值。对于爆发性技能可谓是毁灭性打击，而法师害怕的就是被秒。有了伤害降解这个技能，再加上 30% 的吸血，这一套无双装备的组合下，可以说只要秒不掉林峰，那林峰几乎就死不了了。接下来做什么呢？帽子、鞋子，不再多想。收起衣服后，林峰又拿出其他材料，开始制作鞋子。法师的鞋子主要以布料为主，轻便、迅捷、魔抗高。又过了2个小时，鞋子搞定了。名称：御风侠侣，品阶：无双。基础属性：魔力值加800，魔法抗性加120，移送速度加240，闪避加80。隐藏属性：魔攻加200，元素抗性加50，魔力恢复加2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法师。技能：御风，战斗状态下每5秒获得 1% 额外速度，可以叠加30层。最后是头饰，轻轻松松，依然做得很顺利。品阶和前面的装备如出一辙，依然是无双。名称：命运束带，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加500，魔力加500，镇定加100，韧性加100。隐藏属性：生命回复加20，魔力恢复加2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法师。技能：命运审判，每6秒进行一次命运审判，对目标造成 100% 至 1000% 随机伤害，概率从 100% 至 1% 规律递减。命运审判，最高判定10倍伤害，平均下来那也是5倍伤害增幅啊！这不妥妥的拼运气吗？林峰笑出声来，因为他不喜欢戴帽子的缘故，影响发型，所以头饰的制作只是一条简单的发带。整体属性加成比不上其他部位的装备，但效果很明显，尤其是搭配的技能堪称神来之笔了。我想想还有什么？打开背包，林峰把所有的装备部位逐一核实了一遍，嘴角喃喃自语：武器有了，衣服有了，鞋子有了，首饰也齐了，还有，对了，披风。林峰一醒，还差最后一件了，那就是逼格十足、酷炫拉风的披风了。说做就做，林峰一头扎进了披风的制作中，选材、缝纫、覆膜、染洗，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终于在2个小时后，一件无双级别的顶级披风诞生了。恭喜林大师又制作出了极品装备。因为他没有打开装备属性的缘故，薛雅琴等人也不太确定他制作出了什么级别的装备。但是仅仅看装备的质量，还有林峰脸上满意的表情，就知道不是一般货色了。打开装备属性，名称：幽灵披风，品阶：无双。基础属性：
伤害加100，防御加100，元素抗性加100，速度加100。隐藏属性：体质加30，力量加30，智慧加30，敏捷加3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幽灵，10秒内免疫一切控制，冷却30分钟。完成披风后，林峰手里拿着披风，哈哈哈哈大笑起来。薛雅琴等人连声道贺：“恭喜林师傅！”其实林峰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又制作出来了一件无双装备，仅仅是因为完成了，所有的装备部位全部搞定了，总共花费了3天的时间。但是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制造装备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强化装备。但在此之前，林峰准备先把其他几个队友的装备制作了，对方材料都准备充分了，还提供了装备图纸。装备图纸的作用是提供锻造的方式，以及提升锻造的成功率。在熔炉中按照装备图纸提供的材料比例进行锻造，将图纸、材料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制造出相应的装备来。当然，能否成功也和铁匠本身的实力有关系。只不过对于林峰而言，对方什么都提供了，他只是做个顺水人情而已，锻造起来也不太费时间。何况他也不可能像给自己制作装备那样费心费力，9件武器，预计1天时间就可以搞定。但今天时间不早了，林峰只是稍微把材料整理了一下，让华天豪多准备几口熔炉，然后就离开铁匠铺找徐菲菲去了。第99章装备强化，2度起飞。一夜无事。第二天，林峰返回铁匠铺后正式动工，9口熔炉同时操作，其他2个大师及铁匠谭麒麟和周世坤一起帮忙，帮他分拣矿石、熔炼矿石。值得一提的是，上次连续锻造后，不仅谭麒麟成长为了大师级铁匠，周世坤也晋升了。现在可可铁匠铺的大师级铁匠不是1个，而是2个，有2个大师级铁匠帮忙。其实林峰不动手，锻造成功率也不低。他动手的话，因为他神级锻造的技能在，那么锻造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就更大了。一上午时间，林峰就把9件装备做完了。没错，一上午，速度之快，匪夷所思，等于说是给银小婉等人打了个批发。要是银小婉等人知道林峰仅用了1上午就把所有人装备做了，估计会吓得当场晕过去。但是做归做，给归给，为了给银小婉等人营造出一种他制作的很辛苦的感觉，林峰把制造出来的装备全部收起来了，准备等2天再交给他们。总共9件装备，品质都是传说级别的，毕竟是批发制造，品质实在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仅仅是传说装备就已经是银小婉等人做梦都梦不到的顶级神装了。给银小婉等人锻造结束后，事情还没完，林峰又单独给徐菲菲做了一套装备。这个计划他早就有了，对方给他补课了1个月，原本计划送给徐菲菲的法宝也没落实到位，补偿一套装备也是理所应当的。给徐菲菲制作的装备，林峰基本都是亲自动手，做了1套衣服、1根法杖、1双鞋子，这是基本的装备套装雏形。首饰的话，林峰就没时间做了。3件应该够了吧？林峰查看装备属性，比给银小婉等人做的装备等级还高，清一色史诗级装备，比他的无双级别装备低了一点，但绝对是整个安全区内除了他的装备之外最好的装备了。搞定一切。天色渐晚，林峰抬头望着外面阴暗的天空，喃喃道：还有3天就要离开安全区了，最后3天也不知道还能提升多少。接下来3天，林峰什么多余的事情都没做，只做了一件事情，强化装备。装备锻造只是第一步，只是决定了装备刚开始的初始属性，能不能把装备强化上去，才是决定一件装备强弱的关键所在。林峰的工作台前依然围满了人，看到林峰拿出来的强化材料，人群一下子就惊呼起来。强化装备，林大师要强化装备了。是啊，这么久了，终于看到林大师动真格啊！我感觉林大师根本就不是来赚咱们钱的，他好像是在给自己锻造装备，顺便给我们送点福利啊。郑姐，以林大师的实力，还会缺钱？有道理。装备的强化标准和规律很简单，强化需要用到强化石，一种普通的强化道具，分为低级强化石、中级强化石、高级强化石和顶级强化石。强化石可以给装备提供 1% 至 99% 的额外成功率，装备每次强化的成功率都会下降，每强化1次，成功率下降 20%， 但装备的基础属性也会增加 20%。 这种下降和增加都是几何倍增加的，所以往往强化10次后，装备的强化成功率就很低了，而10次后，装备的强化成功率大概只剩下 10%， 而装备的基础属性却会提升6倍，足足6倍。对于大部分装备而言，能够强化10次就是奇迹了。在强化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强化失败，可以使用2种道具，第一种是强化灵石，另一种是免爆石。
前者可以避免装备强化失败后爆掉，但是强化等级全部清零；后者不仅可以避免装备强化失败后爆掉，强化等级不会清零，但会后退一级。只不过免爆石更加昂贵，属于高级矿石，不是一般的家底或者不是顶级的装备，还没有必要上免爆石。神级铁匠拥有的强化神技是巧手天弓，强化装备时最高触发5倍暴击，但单就强化成功率而言，好像没有什么卵用，还是得看运气。不过既然有5倍的暴击概率，那还是挺省材料的，也算是变相提升强化成功率了。简单梳理清楚思路后，强化开始了。林峰让华天豪帮忙把强化石倒入熔炼中，开始熔炼。强化过程就是将熔炼好的强化石汁水倒在装备上，然后锻造一下就可以了。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第一次强化，林峰凭借神级能力，强化过程得心应手，一锤子下去，系统提示就来了。叮，强化成功，血红护腕等级加4，牛逼！4倍暴击。林峰拿起正在强化的血红护腕看了看，装备的隐藏属性没有变化，但基础属性翻倍了。原本的基础属性是生命加1000，物理防御加150，魔法防御加50，格挡加50，现在变成了生命加2073，物理防御加310，魔法防御加103，格挡加103，好强！林峰吃了一惊。强化加4后，血红护腕的基础属性都要赶上神器金箍棒了。当然，这只是基础属性的差别，实际比起金箍棒还是差远了。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来强化带来的装备属性有多么恐怖。可以说是胚子越好，装备的基础属性越高，那么最后强化出来的东西就越变态。继续，林峰再次给血红护腕倒上了强化石之液，锤子还没落下去。叮！当前强化成功率 40%， 是否继续？第100章天降华彩，神器问世。死！林峰还没落下的锤子硬生生定格在了空中，好险，差点就下去了。这要是强化失败了，不仅前面的强化等级没了，连装备都会损毁，等于说还要白白赔一件无双装备进去。徒弟，熔炼一块强化灵石。好的，师傅。将熔炼好的强化灵石和强化石混合后，林峰这才落下了锤子。叮！强化成功，血红护腕等级加3，气极了。查询成功率，加8的成功率只剩下 20% 了。这意味着如果不想办法的话，那装备加8几乎是不可能的，风险极大。林峰脑海中浮现出各种提升强化成功率的方法，主要有3种。第一种就是增加强化石，低级强化石提升 5% 成功率，可以叠加，最多 99%。只要熔炼20颗低级强化石，那么原本 20% 的成功率就会翻倍变成 40%。这依然不够啊！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使用特级强化石。特级强化石固定提升 10% 的强化成功率，每次只能使用1颗。但特级强化石需要100颗低级强化石才能熔炼出来，还必须是大师级铁匠才能熔炼，这难不倒林峰。这样凑一凑的话，强化率可以提升为 50%。最后一种办法就是增加一些特殊的道具，包括矿石、卷轴等，部分特殊矿石和道具都可以增加成功率，但已经是剑走偏锋了，不是主流玩法。而且林峰现在也没有这些特殊道具，那就试试前面的。说干就干，林峰停止了继续强化，招呼华天豪，让华天豪倒腾强化石过来。一箱一箱的强化石在林峰的示意下倒入了熔炉中，开始进行熔炼合成。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熔炼了50块特级强化石出来，也消耗了50箱强化石。搞定后，林峰才继续强化，给熔炉中放入20颗低级强化石，再加入1块特级强化石，还有1块免爆石。熔炼后的火红汁水再次倒在了血红护腕之上，汁水渗进了装备之中。强化石特有的附着性让血红护腕自动开始吸收矿石溶液。叮！当前强化成功率 50%， 是否继续？赌了。林峰可没工夫细想了，一锤子敲下去。叮！强化成功，血红护腕等级加3，搞定。林峰眉开眼笑，这 50% 的成功率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真要是倒了血霉也可能会失败，但一旦成功的话，在他的暴击强化之下，那就很给力了呀。再次查看血红护腕，强化等级已经10级了，装备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名称：血红护腕，加10，品阶：无双。基础属性：生命加6220，物理防御加928，魔法防御加309，格挡加3099。隐藏属性：体质加50，力量加50，智慧加50，敏捷加50。最低携带等级30，携带职业无。技能：
可血获得10%全能吸血，一件装备增加6000生命值。林峰感到了一阵眩晕，这比30级的冒险者还牛啊！但看这件装备如此恐怖的属性，就算穿在一头驴身上，驴也能跳起来和30级的冒险者大战300回合。而这仅仅是一件装备强化后的结果。神级锻造果然强，达到10级强化后，再次查看强化条件，成功率只剩下10%了。加上其他增加强化成功率的材料，最多只有30%的成功率。这还是小事情，关键是继续强化需要增加一种特殊的矿石——仙灵石，名称血红护腕，加10，品阶无双，强化查询，高级强化10+1，仙灵石+1，成功率10%。这下没得强化了。林峰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也不行了。之前他查询金箍棒强化条件的时候，就看到了仙灵石，这是一种0级矿石，和浑水石一个等级，作用就一个，用于特殊装备或者顶级装备的强化。问题是林峰一颗没有，只有等以后再说了。想想也可以理解，加10的无双护腕，仅仅是生命就增加了6000点，要是再继续强化下去，那不是逆天了？摇摇头，林峰不再多想，加10已经很强了，知足者常乐。何况真要是加15、加20的话，成本就太大了。越往后，很大程度上不是成功率的问题了，而是投入的问题。要是有1颗强化石，还有免爆石，别说加20了，加100可能都没问题。但这明显不现实，以目前林峰囤积的资源，加10的话绰绰有余，继续加下去，他也吃不消。收起血红护腕，抬头一看，才发现外面的客人早已轰动了。强化加10，好强！林大师666，我刚才看到林大师只打了3锤，3锤就加10了。林大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铁匠啊？好恐怖！是啊，其他铁匠加5都够呛，林大师加10跟喝白开水一样轻松。我感觉咱们安全区根本不配让林大师打铁，就算林大师愿意，可安全区等级低了，也没有那么多资源给林大师提升自己啊。哎，别说，听说林大师快要走了，舍不得呀。林峰这才意识到，刚才好像有帝国提示出现过，太激动没注意。查看系统提示面板，往下一翻就找到了一条新鲜热乎的系统公告。定，帝国公告，天降华彩，神器问世，冒险者林峰第9安全区装备成功强化加10，获得帝国奖励声望加1000，低级强化石宝箱加3，中级强化石宝箱加1，特级强化石加1。难怪外面这么热闹。林峰笑了笑，感情是系统又在偷偷摸摸说他帅。哎，搞定了血红护腕后，其他的装备强化也就水到渠成了。因为强化暴击的缘故，强化效率比锻造效率更高。仅仅1个小时，林峰就把武器、镜甲和腰带也强化到了加10。但也不是一直那么顺利，武器爆了2次，差点没上去。但上去后出了个暴击加4，一口气从加8变成了加12，基础属性提升了接近9倍。原本800点的魔法伤害，现在变成了7000多点的魔法伤害。林峰看了装备属性后，忍不住叹道：以后还是用神器吧，这破强化搞出来的奇葩装备比神器都还要猛了。第101章临行前夕，料理后事。金箍棒会随着等级提升获得全属性加成。现在林峰的等级是28级，28级。原本是25级，但获得了躺平神技神明术后，短短1周的时间内也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等级就这么不明不白提升了3级，堪称2个字：白嫖。而且神明术比较变态的一点是，躺平的时间越久，获得的经验值越多，最高可以获得100倍的经验值。刚开始，林峰每1秒钟只能获得1点白嫖的经验值，现在已经过去7天了，每秒获得的经验值已经从1点变成了7点。推算一下，就是时间每增加1天，获得的经验值就提升1点，最高可以每秒获得100点经验值，相当于什么也不做，但1秒钟却击杀了100只史莱姆。神级技能的变态可见一斑。28级后，金箍棒的隐藏属性加成也从原本的每项属性100点变成了每项属性2800点。除了基础的生命、攻击、防御各加1000万，体质、力量、智慧和敏捷各加2800点。但从伤害而言，仔细一算，金箍棒也才增加3800的攻击而已。反观加10后的荣耀之光，却加了7000多的魔攻，打脸啊！林峰苦笑，仔细计算了一番，才发现没有强化的金箍棒，居然都还没有一把无双级别的法杖能打。算了，继续吧。强化了武器、镜甲和腰带后，林峰又开始强化首饰。首饰的强化和装备的强化使用的材料差不多，规则也差不多，只不过因为首饰的体积比较小，所以需要用到熔炼剂。
在装有溶液剂的瓶子里面倒入需要用到的强化材料，熔炼剂会自动分解矿石还有强化石，最后再把首饰放在里面淌一遍水，浸泡一会儿，就算强化完成了。仔细数了数，现在的首饰总共有6件。林峰就拿出了6个大型号的杯子，分别在杯子里面倒入熔炼剂，然后开始向里面添加强化材料。半个小时左右，第一回合的强化就开始了。叮，强化成功。神佑之戒等级+3。叮，强化成功。哥布林指环等级+2。叮，强化成功。冰霜之心等级+3。系统滴滴答答的提示声音响个不停。在首饰自动强化的过程中，林峰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继续勾兑熔炼剂，添加强化材料，把强化好的首饰拿出来，再次投入其中。叮，强化成功。妖冶之镯等级+3。叮，强化成功。月牙等级+4。没有强化成功就回炉重造。2个小时左右，所有首饰全部强化完毕。手镯、项链和玉佩清一色的+10，戒指运气好，2个+12，一个+11，全部首饰的基础属性提高了6至9倍。搞定首饰以后，又是衣服的强化、鞋子的强化，还有头饰的强化，没有遗漏。林峰把所有的自用装备全部强化了一遍，整个强化过程甚至都有一点麻木了。忙碌了3天，不仅把自己的装备强化了，顺便把银小婉等人的武器也强化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银小婉等人的武器全部只是强化了2遍，到了第3遍就很容易强化失败，回炉重造的话就会显得很麻烦。最终，银小婉等人的武器强化等级停留在5到8级之间，没有林峰的武器等级高，但基础属性也有3至5倍的提升，不容小觑了。这天下午，林峰很早就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可可铁匠铺内，刚进去却发现华天豪、苏晴、涂凤丹、曾汉、歌德、薛雅琴等人全部都在，连尤小丽也在。稀拉拉一屋子的人站成2排，目光肃穆又尊敬地望着他。哟，怎么都在？我还没开口叫你们呢。林峰笑道。但是林峰心里明白，他们是来给自己送别的。明天就是1个月的截止日，10个最强新人就要踏上求学之路了，也包括他自己。去往超神学院的求学之路，但凡了解超神学院的都知道，不但凶险万分，而且任重道远，很可能这一去至少都是3年5载的才能回来。铁匠铺怎么办？首饰店又怎么办？林峰辛辛苦苦1个月做出来的产业，不可能就这么弃之不理。现在就是他这个老大交代后事的时候了。华天豪作为众人中的领头人，先给林峰端了一杯茶水过来，态度恭敬，双手奉上，说道：“师傅，喝茶。”在众人的前方只放了一张桌子，还有一副椅子，连德高望重的歌德、谭麒麟等人也没有座位。不是不让他们坐，而是他们主动要求站着，聊表对林峰的敬意。那我就直说了。林峰接过了茶杯，放到了桌子上，顺势坐在了位置上。这时候是没必要客气或者谦让的了，不然的话，整个团队就失去了主心骨。虽然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以来，大家的进步有目共睹。众人连忙回答：“全靠林师傅的栽培。”林峰点点头，继续道：“我们的装备价格一直没有降低过，能买得起的继续买，买不起的就当作是存货，不用降价。以大家目前的水平，传奇级别的装备可能还锻造不了，但是极品装备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我走后，大家该干嘛干嘛，一切照旧。日常经营的话，就由苏晴负责，陈梦负责辅佐。技术那边生产加工的事情就由华天豪负责。后勤方面，我希望小丽姐能够站出来独当一面，没问题吧？”尤小丽笑道：“我倒没发现，什么时候上了贼船呢？”哈哈，众人都笑了。尤小丽媚眼如丝，瞪了一眼林峰，方说：“行吧，便宜你了，姐姐等你回来。”那丝滑的眼神，嗲嗲的声音，林峰毫不怀疑尤小丽话中有话，毕竟自己的初吻都被有美女给强行霸占了。他真要是活着回来了，没准尤小丽一激动又搞出什么伤风败德的事情来。第102章 VIP 待遇，舔狗小弟。摇摇头，抛开了脑海中的杂念。林峰又说：“目前咱们的店铺中，宠物店还有道具店的东西比较稀缺。我虽然这一趟走得很远，但中途要是遇到其他佣兵团，也可能会让佣兵团把部分物料带回来。到时候该怎么经营，就麻烦苏小姐了。”林峰的想法是，宠物蛋和道具店比较依赖杀怪。他出去以后，虽然锻造方面不做了，但杀怪方面肯定增加了。到时候如果有储物装备，又有人愿意把东西带回第9安全区的话，他依然可以让人把东西带回来。只是本人的话，很难说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守着自己的产业了。林公子放心，我会打点周全。苏晴优雅回答，其他也没什么了。林峰站起身来，走到华天豪身边，拍了拍华天豪的肩膀：“徒儿，等师傅回来，
可别丢了为师的脸啊！师傅，华天豪声音哽咽，虽然没有太多的话，但事实上这1个月，因为林峰的存在，华天豪早已换了个人了。过去，华天豪只是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对生活的追求也只是快餐式的奶头乐。但现在学会了打铁和锻造后，整个人的阳刚之气一下子就回来了，精神俊朗刚健，不少迷妹们都为之侧目。但这一切对于华天豪而言都不重要，他脑海中死死记住的只有对林峰的崇拜，还有无法磨灭的仰慕。一定要活着回来，华天豪说道。此话一出，整个店铺内笑声全部收敛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严肃。安全区外，天灾人祸随时都在发生，即便是安全区都有可能遭到巨兽的攻击，也不是100%的安全，又何况是安全区外。无论是什么级别的高手，只要是人不是神，那就一定会死。在这个游戏世界中，人族属于低端种族，在所有的种族食物链中都是站在低端的。人族不断提升实力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称霸天下，为的仅仅是活下去。可见其他种族的强大，还有人族的虚弱。离开安全区求学，也只是为了天下太平，为了百姓安康，为了人族的生存罢了。少爷，要不你不要走了，你在安全区内也一定会过得好好的。彩蝶和晚霞泪眼婆娑，两个小姑娘知道林峰要走了，这2天一直心事重重，眼睛周围是浓浓的黑眼圈。苏晴欲言又止，只有小丽坦然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丈夫志在四方，贪生怕死可不是男子汉哦。苏晴叹道：小丽说的对，林公子，我也送你一句话，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雨变成龙。虽然我们不能陪你远行，但我们一定会为你守好第9安全区，等你回来。会的。林峰深吸一口气，又突然摆摆手，笑道：好了好了，别搞得这么伤感，我这不还好好活着吗？怕什么？华天豪！林峰喊了一声徒弟，把妹子们都给我照顾好，少了一个，到时候拿你试问。华天豪一脸猥琐，师傅，要不你选一个，我帮你打听打听。华天豪，你又在带坏林峰，给老娘去死！乱拳打死老师傅！苏晴、有小丽、陈梦几个妹子一窝蜂扑向华天豪，乱拳砸去。是夜。林峰照旧前往了徐菲菲家里，但徐菲菲家门外等待他的不再是徐菲菲一个人了。徐菲菲、尹小婉、莫冷、吕雪、敬胜、雷浩然等人全部都在。一看到他来了，除了比较熟悉他的徐菲菲和尹小婉，其他人脸上全部挂着舔狗般的笑容，客气道：老大，你回来了。林峰面无表情，朝着房间里面走去。莫冷、敬胜几人对视一眼，心中暗道不妙。莫冷，老大，渴吗？喝什么口味的茶？吕雪，老大，累了吗？要不要给你揉揉肩膀？我很温柔的哦。敬胜，老大，别见外，喜欢听歌吗？你随便点，我唱不出来，算我输。雷浩然，老大，一口一个老大，热情万分，生怕让人知道，其实大多数人和林峰才第一次聊天。当然，聊天是第一次聊天，但林峰的锻造水平、炼金手艺，还有缝纫境界，这1个月来，他的名字在安全区内早已是家喻户晓了。他可以不认识别人，但其他人要是不认识他，那就有问题了。现在莫冷、吕雪等人一致尊称他为老大，对他实力的认可已是不言而喻了。但前面几天几个人不敢露面，今天全部都到了，可不是来给他拍马屁的。言外之意就是，老大，装备呢？你给我们做的装备呢？千万别放鸽子啊！酷酷。林峰坐在了沙发上，吕雪在背后给他揉肩，另外一个妹子叫做向诗诗，和吕雪站在一起，再给他捶背。雷浩然把他的腿放在了一根凳子上，给他捶腿。7个人全部围着他，嘘寒问暖，关心万分。哎，舒服。林峰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享受了半个小时的 VIP 待遇。终于，吕雪忍不住了，看了一眼莫冷，莫冷也急得抓耳挠腮。这就跟借钱一样，有求于人，开不了口啊。对方要是情商高，主动问一嘴，那事情就好办了。但林峰明显没有主动开口的意思，这就麻烦了。这个老大，吕雪声音细腻，小声开口，还用手戳了戳林峰的肩膀，担心林峰没注意听。林峰微微偏头，吕雪菊花一紧，紧张道：前面让你帮忙那个就是那个。所有人全部停止了动作，9双热切的眼神齐刷刷看向了林峰。哪个？林峰愣道：哎呀，就是那个嘛。吕雪紧张得手都要出汗了。那个。林峰皱眉，噗嗤。徐菲菲笑出声来。对于林峰的捣蛋性格，其他人不清楚，但徐菲菲还是很了解的。别看林峰实力强劲，万人敬仰，
但学渣终究是学渣，该捣乱的时候一样不会少。别逗大家了，林峰就是让你帮大伙儿锻造装备的事情。徐菲菲直言道。第103章，给你说个事，他喜欢你。哦，林峰一拍脑袋，耸耸肩，两手一摊，糟了，忘了啊，忘了，满座皆惊。尹小婉几乎是倒抽一口凉气，忘了，下巴几乎掉到地上去，全部人都变了脸色。为了让林峰帮忙，每个人背后的家族都是倾家荡产，但求他略微出手。结果忘了。林峰眼珠子一转，看莫冷、吕雪脸都黑了，心里乐开了花，但开玩笑而已，适可而止。眼看气氛差不多了，哈哈，大笑出声，逗你们的。林峰笑道。呼，所有人提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掉了下去。老大，你不怕吓死人的呀？这要是忘了，我都没地方哭去。哈哈，老大幽默幽默。林峰站起身来，大手一挥，洒脱道：自个儿选吧。9件传说级别的装备一一出现在了桌子上，魔杖、长剑、匕首、弓箭不一而足。看外观，每一件装备都造型典雅，精美绝伦。因为品质高端的缘故，装备上自动散发着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芒来，仅仅看光芒就知道武器的水准已是登峰造极了。每一件装备的品级都是传说级别，还有5-8的强化等级。徐菲菲走近一看，所有装备都打开了属性，看向一把弓箭，名称爆裂魔弓加7，品阶传说。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1840，穿透伤害加240，物理暴击加200，物理命中加180。隐藏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20，暴击率正 1%。 最低携带等级24，携带职业弓箭手。技能爆裂之箭，攻击产生爆炸效果，对3米范围内造成 120% 爆炸伤害。啊！徐菲菲大叫一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把捂住自己的小嘴，满眼难以置信。1840的攻击力，好恐怖！尹小婉拿起一根魔杖，眼珠子几乎瞪出来了。名称白玉魔杖加6，品阶传说。基础属性魔力值加3000，魔法攻击加1500，法术穿透加200，施法冷却正 10%。隐藏属性智慧加20，精神加20。最低携带等级23，携带职业法师。技能死亡宣判，魔法攻击降低目标 50% 治疗效果，可叠加3层，持续10秒。这是什么神仙魔杖？尹小婉呆呆说道。这些10强高手实力都是顶尖水平了，装备也是家族精挑细选的，但即便如此，所使用的装备也主要是极品装备。只有莫冷和吕雪用的是传奇装备，其他全部是极品级别的装备。大部分极品装备的属性伤害加成只有2位数，装备强化等级一般在3至5之间，属性增幅也就1倍多点，攻击力增加有且仅有200点左右。哪怕是莫冷和吕雪使用的传奇装备，强化等级加5，装备的伤害也才500点左右而已。而林峰拿出手的装备比莫冷、吕雪2人在用的装备还要强上3至4倍，和尹小婉等人在用的极品装备比起来，那就不是3、4倍的问题了，可能是7、8倍。值了！莫冷心服口服，给林峰抱了抱拳，正色道：老大，以后我莫冷就跟你混了，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一样，老大，你就算让我减肥造我也。你别羞辱老大，是吕雪不漂亮，小婉不可爱，还是诗诗妹妹不够萌？哈哈！众人大笑。行了，林峰赶紧打住，就怕兄弟们玩得太嗨，到时候雌雄不分了。你们的装备都是根据你们送来的图纸做的，谁的装备是谁的，你们心里有数，自己拿去吧。其实林峰并不敢说，这些装备都是他打批发做的，全程用了半天不到。要是说了，估计一群小弟的反应就不是这样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批装备后，对于整个队伍的实力提升而言，还是非常巨大的，也可以说就是一个见面礼。如果以后相处的好，小弟们也听话，林峰倒不介意再给他们做一些好点的装备。多谢老大，老大霸气，老大威武！这把魔杖我很喜欢，老大么么哒。哎呀，吕雪女神怎么不害羞了呀？哈哈，大恩不言谢，我就先收下了。每个人各自拿上各自的装备，满脸喜色，爱不释手。但所有人都拿了以后，却有一个人卑微的低下头去，这个人是徐菲菲。在班里，徐菲菲是班花，眉清目秀，清纯可爱，但在硕大的安全区内却显得有些黯然无光。这一次外出求学，徐菲菲是没有资格的，比起莫冷、吕雪等人，终究是差了一点。看到莫冷、吕雪、尹小婉等人都拿到了林峰亲手制作的装备，徐菲菲心里的落寞可想而知。
你们先聊啊，我去弄点水果。徐菲菲挤出一丝笑容，转身就走了。沉浸在喜悦中的莫冷、吕雪等人并没有发现徐菲菲的异样，一行人还在把玩着心爱的武器，给林峰拍虚溜马。但徐菲菲的反应却被林峰看在眼里。东西也拿了，赶紧滚吧。林峰淡淡道。哈哈，一行人也不觉得林峰说的话有什么不对。9个队友中，男多女少，只有3个女孩子。男孩子相处起来自然没有那么多顾虑。敬盛月喝道：好好好，老大说了就是，我们这就滚。那就不打扰老大和嫂子的私生活了，我先滚为敬。同滚，同滚。对了，老大，明上午9点，不见不散。一行人很快就道了别，离开了。尹小婉有点察觉到不对劲，走在最后，偷偷摸摸说：喂，林峰，给你说个事。此时徐菲菲还没有回来，但其实林峰知道，徐菲菲根本就不是弄水果去了，只是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抚慰无处安放的心事去了。尹小婉回头一看，确定徐菲菲没出来后，拱了拱她的肩膀，贼兮兮道：菲菲姐肯定喜欢你。林峰一脸错愕，就这？是啊，难道你不惊讶吗？尹小婉愕然，我这么帅，喜欢我不是很正常？林峰反问。其实林峰并不严重，他现在就是第9安全区的偶像，妹子们趋之若鹜的那种。有妹子对他好奇、仰慕，或者就是赤裸裸的爱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去，臭美！尹小婉一脸嫌弃，做了个鬼脸后又眉开眼笑起来，说道：你还是安慰菲菲去吧，明天就要走了，没准等你回来都是为人父的人了。说完，尹小婉给莫冷等人挥手：等等我，等等我！一溜烟似的跑了。第104章，今天晚上留着陪我。房间内冷清下来，硕大的别墅里面又变成了林峰和徐菲菲的2人世界。林峰走上了3楼，在楼顶找到了徐菲菲的身影。楼顶是个小花园，两边有美轮美奂的花架，上面长满了盛放的花朵。晚风吹来，花香四溢。今天学什么啊？林峰双手插兜，晃晃悠悠朝着徐菲菲靠近。徐菲菲坐在楼边的长条木凳上，双腿悬挂在空中，双手放在膝盖上，仰头望着夜空发呆。夜色下，她的脸色白皙如玉，长长的睫毛下，眼眸如同夏夜的星辰，发着黑色的明亮的光。这个世界的夜空其实并不清朗，黑黢黢的，据说天上有其他种族居住，除非战胜对方，否则连星空也难得一见。林峰吊儿郎当的话并没有得到徐菲菲的回答，但以林峰的厚颜无耻，这都不是问题。他走到了徐菲菲边上坐下了，笑道：让我猜猜，是不是有人生气了？他单手转圈，笑道：指着谁，谁就是生气了啊！轻轻一点，指住了徐菲菲的脸。才没有！徐菲菲打掉了他的手，朝着另一边转了过去。那我再猜猜，菲菲美女为什么生气？林峰又走到徐菲菲的正面坐下，嘿嘿笑道：是不是看到别人都有礼物，自己却没有，所以别和我说话。徐菲菲又转到了另一边，白皙的小美腿可灵活了。哈哈！林峰乐了，在这无聊的1个月晚间辅导中，无聊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取乐徐菲菲的。偶尔看徐菲菲生气，那可爱的样子挺开心的。别生气了，瞧瞧这是什么？林峰再次走到了徐菲菲跟前，轻轻一照，一把精美的法杖出现在了手掌上。法杖长度在 1.2 米左右，比较小巧，颜色是白玉色的，一看就不是男士法杖，而是女士法杖。徐菲菲眼睛一亮，但又扭头向外冷哼道：谁知道你送谁的，想骗我没门儿。说完还不解气地说：窗户也没有。是啊，怎么可能是送给菲菲美女的呢？林峰又拿出一件衣服，粉红色的，背后有长长的蝴蝶结，捧着衣服走向楼边，感慨道：可惜一件史诗级别的衣服，前面还听人说谁喜欢粉红色校园风款式，还要加一条白色的丝袜，算了，看样子也没人要了，不如扔了吧。林峰做事要扔，突然一道人影飞一般冲来，一把夺过了手里的衣服。徐菲菲俏脸发红，小手激动的无处安放，拿起衣服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还在身上比划了几下，和她的身材几乎完美契合。回过神来，有几分不敢相信的看着林峰：真给我的？假的？林峰正色道。徐菲菲恶狠狠瞪住林峰，看林峰还是没有改口，气得又一把夺过了林峰手里的魔杖。你这个坏胚，傻瓜才信你，我就当是送我的了，就当是。可能有一点慌乱，很想要，但又怕林峰收回去，于是找了个理由，这1个月以来的学费。林峰笑而不语，又拿出一双白色的靴子，耸了耸肩，说道：今天来的路上还捡了双鞋子，要不你也试试，看看合脚不？捡的？徐菲菲看住了林峰手里的精美女士短筒靴。当然啊，捡的。林峰说道。哼，谁信你？眼疾手快，赶紧抢了过去。
爱不释手看了一会儿，突然脸蛋上掠过一道红晕。等等，啊，怎么哪里不对吗？你刚才不是说还有我的丝袜吗？哦，林峰恍然从背包里取出一条白色的丝袜，摸了摸鼻子，怕被打，没敢拿出来，但也给你留了一条。臭流氓！骂归骂，徐菲菲一把夺过了丝袜，抱着衣服、法杖还有靴子，对林峰说：“你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说完，飞一般进屋里去了。楼梯之中传来了哒哒哒哒的下楼脚步声。林峰以为徐菲菲回去放东西了，结果等了半个小时，徐菲菲又回来了，换上了她制作的长袍、魔杖，还有靴子，像是一朵粉红色的桃花，又像是随风舞蹈的公主一般，脸上神采奕奕，目光兴奋又明亮，跑到林峰跟前转了一圈，惊喜道：“怎么样，好看吗？”这种情况下，就算林峰是个智障，也知道说：“当然啊，必须好看，眼睛都要给我亮瞎了。”嘻嘻嘻，徐菲菲喜不自胜，忽然扭头盯住了林峰，脚步有些犹豫，但还是鼓起勇气，踩着碎步走来，在他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谢谢，犹如蜻蜓点水一般，转瞬即逝。这算什么？林峰摸了摸脸，占我便宜？你！徐菲菲抬起手来，气呼呼指着林峰，哼，甩手下去，气死我了！哈哈！林峰心情很好，这才言归正传，笑道：“合身就好，也没什么送你，这要走了，一点心意，意思一下。”哼！徐菲菲故作生气，心里却美滋滋的。听林峰亲口说给她准备了礼物，那感觉像是瞬间干了一口蜂蜜一样，很甜。林峰又说：“对了，上次答应你的法宝一直兑换不到，等我兑换到了，再给你补上。”那还是不破费了。徐菲菲露出了笑容来，走到了凳子上坐了上去，又回头来望着林峰，拍了拍身边的座位，给林峰示意过来坐，模样可爱。怎么，今晚不上课？林峰笑道：“还上什么？我有那么不懂事？最后一天了，还给你加课？”徐菲菲摇摇头，又说：“再说了，你都学完了，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哦，那倒是好事，今晚可以放个假。林峰伸了个懒腰，气氛突然沉默了一会儿。不上课以后，忽然不知道怎么聊天了。一男一女聊天的方式只有一种，要么进步，要么就是死机。沉默许久，徐菲菲把脚放在了凳子的另一边，抱着膝盖说道：“我想看星星，虽然不多，那就看呗。”林峰感觉不太舒服，也把脚放到了凳子上，和徐菲菲背靠背。“那今晚你就在这里，不走行吗？”徐菲菲小声说：“看一晚上星星，不可以吗？”“也不是不可以。”第105章仙丹灵药，长老的馈赠。翌日，晨曦的微光像是蜗牛的脚步，轻轻爬上青石板的街道。沿街的商铺很早就开门了，街道两边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在10大长老的带领下，林峰、莫冷、吕雪、尹小婉等10个最强新人正朝着安全区城门的方向缓步走去。安全区有4个城门，东南西北各有一个，除了西边的城门是单独留给新人冒险者的新手试炼之地，其他城门就是普通的城门，城门不大，可供进出的冒险者外出狩猎，置办不及。林峰的身边，莫冷、敬胜、雷浩然几个人窃窃私语。敬胜、雷浩然，好大的规格啊，感情比咱们活着回来还有面子呢。尹小婉，看来这才是10强新人的待遇啊，以前也没听人说过。雷浩然，这只会坚定我活着回来，守护安全区的决心。然而，莫冷却苦笑道：“你们不会以为这些人都是来欢送我们的吧？”啊！众人皆惊，每年都有10强新人外出求学，哪年像今年这样兴师动众？还不是民众的呼声，非得要送一送老大。哎，莫冷叹道：“实话实说，刚开始我对老大的实力还是不服气的，但昨天看了他锻造的装备后，我才发现我这点水平，可能还玩不过老大的生活技能水平。”哈哈，小弟们笑出声来，我就说吧，我们没那么大的脸，原来是来送老大的呀！正聊着，队伍已经进入了长达100米的欢送街道。刚一进去，山呼海啸的声音就从两边的人群中传出来，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也是惊人统一：“林大师，林大师，林大师！”还有妹子们身着白色小短裙，美腿如木，组成的啦啦队：“林大师，我们在安全区等你回来。”感情这是 KTV 里面的公主等林峰回来挑一样。在人群中，林峰也看到了华天豪、苏晴等人，几人站在城门边上，也是最显眼的位置。队伍前方走着石安、黄海等10大长老，几个长老也面带苦笑。其实他们本来只想低调处理，毕竟10大最强新人去超神学院求学的规矩并不是台面上的事情。但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知道林峰要走了。
然后东南西北各个出口都被激动的民众围满了，全部是来送别林峰的。这1个月来，林峰在安全区内如日中天的威望可见一斑了。很快，一行人走到了城门口，城门已开，再往外就是离开安全区了。石大长老停下了脚步，石安走在前头，回头望着林峰一行人，声音沉稳，说道：“就送你们到这里了，不用远送，我们自己走就行。”林峰作为领头老大，主动站了出来。林峰这孩子，女长老赵子修触景生情，心中浮现出一抹难舍，但也没有说什么伤感的话，只说：“可一定不能让大伙失望啊！谁让我们失望我都能理解，但林峰不行。”黄海固执道：“哈哈！”其他几个长老笑了出来，但石安却严肃着脸色，双手叠放在腹部，眉头微锁，目光从林峰等人的脸上一一扫过。超神学院，马遥路远，务必记住一句话：世事犹如临敌人，星星常似过桥心，望你们一切小心。最后，石安的视线定格在了林峰的脸上。还有，林峰在。石长老。石安点点头，严肃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无法掩盖的器重，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来，淡淡道：“咱们10个老家伙一直没什么给你好表示的，这是我们这1个月来用特殊卷轴炼制的一枚10面玲珑丹，他日有难，也许能救你一命。”小盒子呈锦红色，方方正正，精致典雅。盒子轻轻打开了，里面浮现出一枚金黄色的丹药来。查看属性：10面玲珑丹，特殊仙丹，生死人，肉白骨，恢复所有伤势，并且在接下来1小时内提升全部属性10倍，该力量会持续衰减。仙丹，林峰精神一振，这绝对是他见过的仅次于金箍棒的最强道具了。一旦遇到危险，只要没有死，几乎就死不掉。10倍啊！以他的实力，那得是什么级别的对手，才可以在拥有10面玲珑丹的情况下击杀他？但拥有透视之眼的林峰，不仅看到了丹药的基本属性，还看到了丹药的炼制要求。10面玲珑丹炼制要求：10面玲珑丹药方加1，药引若干，10个80级冒险者持续注入魔力值，以魔力值炼制，每日12小时，持续30天。难怪这么强，这枚丹药不是靠炼药师炼制出来的，是用魔力值堆出来的。对魔力值的要求也高得离谱，要求10个80级冒险者同时炼制，每天还得炼制12小时以上。这就是仙级丹药的制造难度。林峰感到了一丝胆战心惊，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深深的感动。他没有接受10大长老的单独指导，这1个月来，他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甚至都忘了10大长老的存在了。但10大长老却没有忘了他，每天固定抽12个小时给他炼制仙丹，这几乎等同于10大长老每天晚上都没睡觉，都在给他炼制丹药了。石长老，这太贵重了。林峰欲言又止。哈哈！石长老露出了笑容，用逼音呈现的方式给林峰传了一道声音：“你小子，泡我孙女的事情我也没找你算账，还跟我客气。”擦！林峰一把夺过了10面玲珑丹，正色道：“多谢石长老。”其他长老满意点头。莫冷、吕雪等人则看着林峰手里的丹药，眼里尽是羡慕之色。有这枚丹药在，约等于林峰死不了了。至少要一次击杀林峰很难。石长老抚须笑道：“好处给你了，也不是让你白拿。”啊！林峰愣住，还有什么需要晚辈做的吗？有条件。听林峰这么一问，石安叹了一口气，其他几个长老也纷纷叹气，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石长老有话直说，只要是晚辈能做的，晚辈义不容辞。林峰提醒道。石安抬头望向了灰败的天空，还有残破的高楼大厦，喟叹道：“咱们第9安全区，自从升到2级安全区后，就再也没有进步了。2级安全区连一星的巨兽也难以抵挡，还好咱们安全区周围都是低级冒险区，少有巨兽光顾，所以才能苟延残喘到现在。但巨兽的到来，那是早晚的事情。林峰，你们外出的时候，我希望能寻找一样东西，如果找到，一定要送回来，可能做到。”第106章，新的任务：妖兽内丹。石安还没说完，林峰已经知道是什么了。他现在不是学渣了，经过徐菲菲的调教，教育，对于安全区的升级条件，他还是很清楚的。安全区分为1到10级，1级最低，10级最高。当然，也可能存在传说中的11级乃至于12级的安全区，可能有，但那已经超出了目前人族的实力范畴。神龙帝国最高强度的安全区是神龙帝国的首都龙城，8星级安全区可以抵挡6星甚至7星巨兽的进攻。该级别的巨兽在整个神龙大陆上也不多，要么隐居山林，要么避世不出，很少出来闲逛。除非主动去找上他们，几乎不存在被这种级别巨兽一巴掌毁灭一座城市的可能。而升级安全区的条件主要是2个，第一个是声望，安全区内所有人只要在安全区内获得了声望，都会计算到安全区的头上。
这1个月来，林峰连续触发帝国公告，林峰估计很可能第9安全区升级所需要的声望已经够用了。但声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升级水晶。升级水晶又叫做能量水晶，分为3种形态，分别是妖兽内丹、巨兽结晶和异兽晶核。在妖兽、巨兽、异兽身上可以爆出来。妖兽等级在80级以上，普遍在100级左右；巨兽是100级以上，不动如山，动则山崩地裂的上古怪物。异兽就更加恐怖了，据说来自异世界，拥有撕裂时空、毁天灭地的力量。2级安全区升级为3级安全区，除了声望，还需要3枚妖兽内丹，等于说要击杀3头100级左右的 BOSS。这种级别的怪物，姑且说能不能找到在哪里？就算找到了，安全区的长老等级也才80级左右，运气好的话，遇到80级左右的妖兽，没准儿还能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爆出来妖兽内丹。运气不好的话，就算找到了妖兽，那也杀不死啊。石长老，我们才20来级，现在就去挑战妖兽的话，林峰不是不想答应这个条件，但是明摆着以他现在的等级要去挑战100级左右的妖兽，那和送死应该也没什么区别吧。莫冷、吕雪等人一个个面面相觑，显然他们也听懂了石安等人的托付是什么，但是这个托付已经超出所有人的能力范畴了。石安笑道：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但是我也没有说要大家现在就完成任务啊。这不是给林峰一个人的任务，是给大家所有人的任务。你们可能小看了超神学院的强大，等大家真的加入了超神学院，能够成为猎魔人的话，别说妖兽了，就是巨兽也不在话下。说到这里，莫冷等人有了几分信心。石安又说：别紧张，也不是非得把妖兽内丹拿回来不可。你们是我们第9安全区送出去的人，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如果你们不愿意承担这一份责任，我们也不会怪你们的。林峰仿佛想到了什么，回头一看，街道两边还有身后密密麻麻的人群，都眼神热烈地望着他，期待、嘱托还有认可。忽然之间，林峰明白了，每年送出去的10个最强新人，那都是安全区的希望啊！要么成为猎魔人拯救安全区，要么和安全区内的人一样，等待巨兽降临后全部 GG， 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在这个生存残酷的世界，他、莫冷还有吕雪等人，对于安全区内的其他普通黎民百姓而言，就是未来的守护神。林峰默然良久，认真道：长老放心，我一定会把内丹拿回来，安全区每高1级，危险就少1分，一定会的。石安笑了，其他几个长老全部笑了。赵子修说：傻孩子，出去以后注意安全，没有什么比你们的生命更重要。至于内丹，你们有这份心意，我们就满足了。语音刚落，叮，你接受了 S 级任务，妖兽内丹。任务时间3年，任务奖励：声望加10000，金钱加10000，传奇装备加1，城主令牌加1，失败惩罚声望5000。来任务了！林峰精神一振，声望、金钱和装备林峰都不缺，但最后一个城主令牌是否意味着一旦他完成了任务，以后就是第9安全区的领头羊了？因为安全区人多势杂的原因，家族、工会、佣兵团、战队等等各大势力盘根错节，纷繁复杂。在安全区的管理上，权力是分散的，于是就出现了长老制的管理模式。强大的家族、工会都可以推举长老，通过10大长老共同决策的模式对安全区进行管理。但是如果林峰可以拿出3枚妖兽内丹的话，权力的天平就朝着他完全倾斜了。到时候他要当城主，打破安全区内目前的管理规则，那也是众望所归的。不过对于林峰而言，寻找妖兽内丹不仅是为了10大长老，或者为了安全区内的100万人类，因为他自己的产业就在第9安全区，安全区升到3级后可以开启传送阵，对于他自己而言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时间差不多了，出发吧。石安的话唤醒了浮想联翩的林峰。城门之外，雾蒙蒙的，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林峰点头，给石安、黄海等长老逐一抱拳，那晚辈就告辞了。迈开脚步，刚要向前，身后响起了情不自禁的呼声：师傅保重！少爷一定要保重哦！林大师一路顺风！华天豪等人情真意切，彩蝶和晚霞2个小丫头泪眼婆娑。林峰，等等！突然人群中传出了徐菲菲的声音。昨晚和徐菲菲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林峰都以为今天徐菲菲不会来了，结果有点意外。徐菲菲穿着昨天她送的那套粉色裙子，白色丝袜，小跑而来，香汗淋漓。抓起她的手，把一串玛瑙手链放在了她的手心，说道：早点回来陪我看星星。大眼睛扑扑闪烁，热烈又明亮地望着她。擦，这妞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林峰脑海中闪过昨晚尹小婉说的话，但不敢问出来，笑道：“我还以为你睡懒觉去了呢。”你……徐菲菲愣住，哈哈，放心，下次回来一定陪你把星星看够。林峰洒脱大笑，收了徐菲菲的手链，带着莫冷、吕雪一行人大步朝着城门外远去。第107章，放弃地图，杀出血路。冒险区爷又回来了。出了城门，林峰心情大好，有种被关了1个月终于自由了的感觉。在安全区内，他心里想着的只是锻造再锻造，都忘了杀怪升级是什么感觉了。作为男人，有一说一，不去冒险的感觉真的不爽，但没办法呀。自从女帝送给他躺平神技以后，他就算不杀怪，经验值也刷刷上涨。一旦杀怪，经验值增加的进度会打断，反而得不偿失。对于他而言，就属于要么杀怪，要么躺平。杀怪就好好杀，躺平就好好躺，否则就会得不偿失。老大，怎么走？刚走出安全区，莫冷、吕雪等人朝着他望来，等待他的安排。从第9安全区到超神学院有接近1个月的路程，这个路程可以说是非常遥远了。但超神学院招生的时间要在1个月后才开启，开启后还会给四面八方前来报名的学员留下1个月的挑战时间。对于林峰等人而言，他们是提前2个月赶往超神学院，时间上是绰绰有余的。怎么走？林峰翻了个白眼，当然是用脚走啊！几个妹子忍俊不禁，队长真逗。不是，我说咱们先去哪里？莫冷苦笑。林峰看了看远处，这个城门正对着超神学院的方向，越过一个又一个冒险区，就可以抵达超神学院的位置。心里估算了一下距离，哪怕正常赶路，也要1个月才可以赶到。这意味着，其实根本不用着急，慢慢晃悠过去就行。谁带地图了？给我看看。林峰说道。吕雪拿出一份地图，说道：“长老给的，让我保管。长老说，按照上面的坐标走，就可以抵达超神学院。”林峰拿起地图研究了起来，地图上仔细标准了前往超神学院的详细地形，还有冒险区。沿途要经过的安全区，对于队伍而言就是补给点，也标清楚了。歪歪扭扭的路线图看起来挺漫长的。红色的导航路线上，每隔一段距离都点亮了红点，红点恰好处于安全区的位置。看一眼就知道，这是长老们建议的需要停下来休整的地点。按照地图上的路线，可以保证1个月内所有人安全抵达超神学院的外围，也就是考验区域。看着林峰在研究地图，吕雪补充道：“地图上第一个落脚点是第45号安全区，一星安全区，3天后就可以抵达。”又说，沿途要经过8个低级冒险地图，但都是低级冒险地图，怪物等级不超过30级，问题不大。吕雪说话的时候，其他人都召唤出了各自的坐骑，等待林峰的安排。只要林峰一声令下，大伙儿都会爬上坐骑，朝着目的地加速前进。林峰也是有坐骑的，那就是1个月前驯服的胡子。本来徐菲菲要把小红送给他，但林峰拒绝了，坐骑空间只有1个，放了胡子就不能放小红，到时候小红无法放进坐骑空间，反而徒增麻烦。而胡子现在等级才8级，没达到10级，不能乘骑。这也不影响，因为林峰还会飞行术，不但可以飞，还没有魔力消耗，全速前进下并不比莫冷等人的坐骑速度慢。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赶路的问题。林峰看着地图上的标识，久久没有说话。老大，有什么问题吗？吕雪问道。话说，林峰沉吟了一下，忽然问道：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咱们安全区每年的10强新人都抵达超神学院了吗？都抵达了。吕雪肯定道。那都进去学校了吗？林峰又问。吕雪愣住了。莫冷眉头一皱，似乎感受到了其中的 bug， 迟疑道：听长老说2级安全区的入学率很低，不到1/10，虽然没有直接说我们安全区的入学率，但我估计也差不多。抵达超神学院和进入超神学院是2个不同的概念。抵达了意味着进入了超神学院的外围，有资格参加挑战了，而进入超神学院却需要通过考核才行。超神学院的考核很简单，就是活着踏入学校的大门，但超神学院之外的冒险区域到底隐藏着什么凶险，无人能知。听了莫冷的话，林峰笑道：抵达了，进不去，那有什么用？抬头看向莫冷、吕雪、尹小婉等人，举起手里的地图，又问：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什么？一群人错愕。这意味着这份地图就是擦屁股的草纸，不要也罢。说完，林峰把地图顺手就扔了，伸出手臂，指着遥远的一湖山脉，说道：就是这个方向，给我一直走，别跟我说什么走不走得过去，这都走不过去，还有什么资格进入超神学院？出发！不再废话，林峰施展飞行术，
朝着山脉的方向腾空而去。其他人再次愣住，不是因为林峰会飞行术被愣到了，而是被林峰艺高胆大的决策惊到了。莫冷看了一眼吕雪，脸色上还有几分震惊，回味道：“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能够抵达超神学院，却不能进入超神学院了。一旦我们寻找捷径，那么最后麻烦一定会找上我们。只有我们不怕麻烦，麻烦才会远离我们。老大太强了，我感觉他的方式才是进入超神学院最正确的方式啊！帅呆了，这是准备带我们一路杀过去？别废话，赶紧跟上！能有这样的老大带路，我们都走狗屎运了！快快快！没发现老大原来会飞？会飞的可能不是天使，也不是鸟人，而是我们老大！哈哈哈！10个人。除了在天上飞的林峰，其他人全部骑着各自的坐骑，野马、野狼，还有野猪、黑熊、花豹等等，追着林峰飞速远去。第108章，新的融合技能飙升。旅途是新鲜的、刺激的，但这种新鲜和刺激只持续了半个钟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无聊。要是可以一边飞一边睡觉就好了，可惜翅膀没长脑子啊！林峰无奈道。从高空俯瞰下去，可以看到莫冷、吕雪、尹小婉等人骑着花花绿绿的坐骑，正追着他跑。别看坐骑有4条腿，但地上跑的终究比不过天上飞的。林峰只要稍微一用力，耳边就风声大作，速度风驰电掣，像是一只掠过苍穹的鹰。每飞一段距离，林峰还得停下来，等一会儿莫冷他们。数个小时后，林峰一个不留神，莫冷等人已经不见人影，也不知道被甩到哪里去了。哎，有装备的感觉就是好。林峰嘿嘿一笑，找到一棵生长在道路中极的面包树，把树上的猴子全部赶走后，自己坐在了树杈顶上休息一会儿，顺便等一下莫冷他们。有这闲工夫，林峰也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装备。离开安全区后，他把这1个月来辛辛苦苦给自己打造出来的无双装备全部穿上了，所有部位无一遗漏。穿上装备之后，属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起过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查看属性：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29，职业斗战圣王，经验156638260000，生命64900，伤害13240，防御7200，速度3650，潜力点1140，声望12550，战力白银1星，根骨10品，天赋一线生机。装备荣耀之光，无双加12，极品男爵，无双加10，御风侠侣，无双加10，巨力腰带，无双加11，命运束带，无双加10，血红护腕，无双加11，狂战士镜甲，无双加10，月牙，无双加10，妖野之镯，加10，神佑之戒，无双加11，神佑之戒，无双加12，哥布林指环，加10。技能一级魔法火球术、水球术、风刃术、雷球术、地刺术。2级魔法落雷术、爆裂火球。3级魔法连锁闪电、融合魔法、盐水术、风波刃、炎风斩、风雷破、霹雳火、天苍炎、地苍炎、炎雷杀、水星雷、其他斗技、烈风击、急速、伪装、狂化。特殊无限血轮眼、透析之眼、无限提取、无限融合、神明术。生活职业锻造神级、炼金神级、缝纫神级、挖矿神级、伐木神级。法宝玉如意6级，宠物果果13级，坐骑胡子8级，仆人哥布林01 8级，法师哥布林02 1级。在详细的属性面板中还能看到林峰的其他属性，比如力量、智慧、体质等，但这些属性最后都会反映到生命、伤害、防御和速度上面。在不特意打开详细属性的情况下，仅仅看前面4个属性就可以对实力有大致了解了。白银1了，努力了1个月，从青铜15干到了白银1，不错不错。林峰盯着自己的属性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越看越顺眼，越看越赏心悦目。白银过后就是黄金了，但其实到了白银阶段，已经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中立足了，至少不再是黑铁阶段和青铜阶段的菜鸟了。值得一提的是，这1个月来，在林峰努力之下，法宝修炼也搞定了。现在玉如意的状态不再是普通法宝，而是本命法宝了。法宝分为普通法宝、后天法宝、先天法宝、混沌法宝和鸿蒙法宝。本命法宝就是后天法宝，是经过炼制后的法宝。到了这一阶段，法宝会跟着主人一起升级。主人获得经验值的时候，法宝也会获得经验值。如果不是本命法宝，只是普通法宝的话，使用者只可以使用法宝的技能，但无法获得法宝的属性。
只有本命法宝才具有这样的威力，相当于是给冒险者开了一个小号了。现在经验值也不缺了，要不继续融合魔法，反正也没事。林峰想到了继续融合魔法。前面因为经验值不够的问题，只融合了一部分魔法，因为魔法融合越是高级魔法，融合起来需要的经验值就越多。本来还可以融合更多技能出来，奈何经验值不够，被迫搁浅了。现在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了。回头看了看来处，莫冷、吕雪等人还没来，林峰只有合理分配时间了。系统融合连锁闪电和火球术。系统沉默了3秒，大概又是进入技能的模拟环节了，正在严密计算一个3级的闪电魔法和一个1级的火焰魔法融合后会得到什么结果。很快，系统的声音姗姗来迟。叮！正在融合连锁闪电和火球术，你将获得新技能漫天雷火。漫天雷火制造一片雷火领域，在5×5×5米的巨大范围内，每秒造成 80% 魔法伤害，并附加100点魔法穿透效果，持续5秒，消耗 MP120， 冷却120秒。本次融合消耗经验值5000，是否融合？融合。定，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漫天雷火。又是喜提一个变态技能的时候。魔法技能的伤害很高，但加成的话，其实并不比物理伤害高多少。普通魔法技能往往只能打出 120% 至 150% 的魔法伤害来，高级魔法技能可以打出更多的基础伤害，但魔法增幅一般不超过 200%。之所以魔法的威力强，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多数目标的魔抗很低，比起物理抗性，魔抗可能只有后者的一半不到。像漫天雷火这样的超大范围魔法技能，不仅范围广，产生的魔法加成伤害累计达到了 400%， 这样的魔法收益堪称恐怖。林峰估计自己目前的融合魔法最高可能打出5倍的魔法伤害来。和同级魔法师拼刺刀的时候，对方的魔法伤害如果是100，那么他的魔法砸下去就是500。而他目前只掌握了3级魔法，如果后面复制了更多高级魔法的话，融合后的魔法可能威力更加恐怖。第109章后知后觉，逆天白银。融合了漫天雷火后，林峰又开始融合其他魔法。在高达15万的剩余经验值下，3级魔法的融合已经没有任何难度了。系统提示滴滴答答在耳边不时传来。定，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爆裂水雷。定，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风卷残云。定，融合成功，你获得新技能天雷地火。融合一时爽，一直融合一直爽。等林峰把所有技能全部融合的差不多了，莫冷、吕雪、尹小丸等人才姗姗来迟。老大，久等了。这一番路遥马急下来，莫冷、吕雪等人的坐骑体力值都要跌空了。坐在坐骑上的莫冷等人只是略感疲惫，但一头头坐骑却气喘吁吁，吐出了长长的舌头来，看样子是跑不动了。没事，林峰笑着起身，又说也不能一整天都赶路，人受得了，马也受不了，先给坐骑们补充一下体力吧。好的，老大。莫冷等人纷纷翻身下来，给坐骑投喂食物。吕雪、尹小婉和向诗诗3个妹子席地而坐，一边喂马一边拿出东西吃起来，还问林峰：老大，吃点水果，天气挺热的，得补补啊。一个捣蛋的队友说道：我们老大又不虚，补什么补？我们说的是补水。哈哈。虽然远离了安全区，但大家都挺放松的，毕竟从实力上讲，最强新人的实力几乎都过硬，而且10个人的小团队人数也不少了，一般的魔兽很难对这样的团队产生威胁。林峰对众人笑了笑，抬起头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忽然想到了自己的战力评分，白银1星，一时兴起，回头问莫冷等人：你们现在是什么战力？莫冷查看了一下属性面板，方才说道：黑铁14星，应该很快就要15了。啊！林峰一惊，以为听错了，打开透析之眼查看莫冷的属性，在战力一栏竟然真的发现了莫冷的战力评分，黑铁14星，这是怎么回事啊？要知道战力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再往后还有星耀、王者，每个段位又有50星组成。在林峰看来，努力干个白银、黄金应该不难吧？但听莫冷一说后，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莫冷是除了他之外最强的新人了，等级现在还是23级，不算低了，但战力竟然只有黑铁14，这还是在装备了他锻造的武器后的战力。如果不是他的武器足够给力，可能连黑铁10都没上。林峰又看向了吕雪，吕雪有点不好意思，低声道：我比莫冷差点，13星。那也比我好啊，我才12。尹小婉嘻嘻笑道，神色中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段位低。我也12，
等这次升了级，应该就13了。哎，莫冷大哥也牛逼啊，居然都黑铁14星了。听着众人的感慨，林峰觉得自己对战力段位好像有什么误解。仔细一想，自己有一个5S 级的隐藏职业，一把神器，全套无双，还有5个5S 级的被动技能，以及数不清的神级生活技能，也才白银1星而已。反观其他人黑铁14星，不是很合理吗？对了，老大，你战力呢？莫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其他人纷纷看向了林峰。是啊，老大，你什么战力？应该青铜了吧？也不一定，一般都要50级才能上青铜，但我猜老大至少黑铁40了。不可能吧？老大装备这么好，肯定青铜战力了。老大，你说句话啊！林峰如梦初醒一般回过神来，摇摇头说道：先别考虑这个问题了，按照过去进入超神学院的经验，没有黑铁20星，估计根本进不去超神学院。林峰这么一说，莫冷、吕雪等人神色全部担忧起来。那怎么办？老大，深呼吸一口气，林峰眉头微皱，抬头看向了近处的草原，周围是一片稀树草原，名字叫做野牛草原，游荡的怪物是变异野牛，还有火猴子。变异野牛20级，身高超过3米，体重在3吨以上，说是野牛，其实比犀牛还要强壮。火猴子22级，身法灵巧，擅长走位，会释放爆裂火球，弹道快，防不胜防。刚才林峰的面包树就是从火猴子手里抢下来的。回过头，林峰又看向了莫冷、吕雪等人，除了莫冷23级，其他人还是22级。这1个月来，几人都在接受长老们的指导，但主要学习的还是理论、技能，而不是实战。等级没有提升，实力上还略微有点虚弱，正是加速升级、爆一波战力的时候。林峰面色严肃起来，认真道：别问我怎么办，命都是自己的。要是过不去超神学院的考核，那不是求学的问题，是送命的问题。这1个月来，你们学到的东西肯定不少，但战力提升有限，现在正是你们冲战力的时候。就现在这黑铁12、黑铁13的水平，想进入超神学院绝对不可能。所以林峰指向了远处的野牛群，开始吧，骚年们。1个月内要是不能提升到黑铁20，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也别指望我会出手帮你们，那不可能。如此严厉的要求，让坐在地上的吕雪、尹小婉3人连忙站起身来，不敢怠慢。要不是林峰这么说，可能几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会让林峰嫌弃到这个程度。那么林峰到底是什么段位呢？不得而知。知道了，老大。莫冷将2口水灌入腹中，翻身又跳上了马去，没有一句废话，朝着远处的野牛群杀了过去。晋胜和雷浩然对视一眼，跟着道：明白了，老大，这就去。别偷懒了，赶紧升级，老大都是为了我们好。其他人纷纷整理装备，追上莫冷几人杀怪去了。尹小婉还没有休息2分钟，又得去杀怪，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谁刚才说要一路杀到超神学院去的啊？还真准啊！林峰淡笑，速度点，还有3-4个小时天黑，天黑前至少升1级，不多吧？说完，林峰也不管3个妹子了，自顾自找了个地方带宝宝去了。第110章集体冲击，等级飙升。一直用飞行术赶路还是挺磨人的，现在出了安全区，又可以继续带宝宝了。林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果果、胡子、呆呆3兄弟的等级升上去。胡子10级后，他又有极品安配，到时候给胡子套上，就可以像莫冷等人一样骑着宝宝赶路了。出来了，孩儿们！走到一片空地上，林峰轻轻挥手，果果、胡子还有呆呆的身影缓缓浮现出来，但出来的不是一只哥布林，而是2只。哦，差点忘了，哥布林只还每10级增加1只召唤物，现在可以召唤2只，很快就是3只了。新召唤出来的哥布林和原本的哥布林模样并不一样，外貌倒是看不出来区别，都是半米左右的身高，墨绿色，4肢纤细修长，但查看属性的时候却完全是2个不同的生物一般。召唤物：哥布林，种族：兽，等级1，经验值0-100，生命10，伤害1，防御1，速度1，潜力点0，战力黑铁1星，品级 G， 天赋魔之心 S 级，使用法杖作为武器的时候，每消耗1点装备耐久，获得1个永久潜力点。技能元素弹，普通攻击，造成100%魔法伤害。魔之心，林峰眉头思索，前面的宝宝天赋是物剑，现在的宝宝是魔之心，一个剑客，一个法师，每个宝宝的职业都不一样。如果按照每10级开启一个新宝宝来看的话，是不是后面还会有御兽师、盗贼、骑士之类的哥布林？完全有这个可能。低下头，抬起手来打量着戒指，林峰沉凝道：
这枚戒指不简单啊！虽说只是传奇装备，但如果培养得好，每个哥布林都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王者。摇摇头，林峰不再多想，再次看向眼前的哥布林，说道：“都是一个呆逼啊，不如就叫你呆呆2号了。”又看向原本的呆呆，补充道：“看我做什么，你就叫1号。”呆呆1号被林峰一顿训斥，连忙表演了一个立正少息，生怕有所怠慢。随后，林峰又从背包里面找到一把法杖，极品级别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把法杖扔给了呆呆2号：“拿着，给我好好干，只要功夫深，法杖磨成针。你的任务就是把法杖耐久给我打光，别给我省耐久，怎么消耗快就怎么给我打。极品级别的法杖，耐久有100点。呆呆2号把法杖耐久打得爆掉的话，等于说可以获得100点潜力点，这相当于一个普通3星天赋的冒险者提升33级才能获得的潜力点了。对于林峰而言，呆呆2兄弟未来都可能碾压其他初级冒险者，成为顶级 BOSS 也有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有点浪费装备，不过因为他身怀神级锻造术的缘故，这点装备消耗他给得起。好了，跟我来，干活去。此时，莫冷等人已经在杀怪了。砰砰砰，远远的可以听到魔法的爆炸声此起彼伏。9个人刚好可以组队，组队状态下，人数每提升1人，获得的经验值提升 10%。外出冒险，更好的选择是组队冒险，而不是单人冒险。因此，莫冷等人为了提升效率，都在组队杀怪。击杀20级的变异野牛还有火猴子，对于莫冷等人来说并不难。但是，林峰要带宝宝，现在果果、胡子几个宝宝的等级平均不到10级，击杀20的怪物的话，等级不匹配。他自己倒是可以通过击杀20级的怪物升级，可是宝宝因为等级低，一方面击杀难度大，另一方面获得的经验值也会大幅度降低。林峰朝着四处一望后，目光落到了一潭湖水边上，几条大鳄鱼吸引了他的视线。怪物透析：铁甲鳄，种族兽，等级12，经验35，属性透析：生命1150，伤害45，防御220，速度35。技能透析：肩甲，被动，提升100%防御，降低50攻击。暴力透析：金钱+5，弱点透析：肚皮。怪物评语：别打扰我睡觉，我有起床气的。啊哈，迪亚罗，好东西。林峰眼睛一亮，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来。防御高，攻击弱，正好给几个宝宝练手啊。拿出自己的法杖来，林峰对准呆呆1号、呆呆2号、胡子、果果的脑袋，一个敲了一个。走，杀鳄鱼去！带着几个宝宝杀向了水潭边的大鳄鱼，在靠近大鳄鱼10米外的地方停下脚步来。大鳄鱼的体长在3米左右，虽说在林峰眼里只是一盘菜，但毕竟是怪物，等级也有12级，不容小视。果果，你等级高，打前排。胡子，你跑得快，打偷袭。呆子，你俩负责在后面狠揍。在林峰的安排下，果果一发气炮弹下去，拉了一头鳄鱼过来。不错，还挺聪明啊。林峰笑着夸了一句果果。他注意到果果攻击的目标是一头偏离鳄鱼群的落单鳄鱼，这意味着果果是有安全意识的，不会一次性拉一堆怪物来，最后手忙脚乱，鸡飞蛋打。鳄鱼被攻击后扭头望来，气急败坏追杀果果去了。3米的体长，还有浑身长满疙瘩的鳞甲，跑起来像是一辆小轿车似的。但在13级的果果面前，连果果毛都没追上。嗷呜！胡子扑了上去，一爪子拍向了鳄鱼的脑袋。终究是猫科动物，养成了打人专打脸的陋习。29，呆呆2兄弟的攻击也到了，一个拿着破剑砍杀鳄鱼，一个用法杖释放元素弹。13，林峰笑出声来，看来叫你们呆子还不对，应该叫你们刮痧师傅啊。呆呆2兄弟终究是这个世界最低层的哥布林生物，仅次于史莱姆。潜力虽大，但有一个成长周期，如果不能高频率使用武器的话，也很难成长起来。甚至可以说，要不是他是队伍的老大，莫冷、吕雪等人甚至都会怀疑，为什么老大的宝宝竟然是一群菜如史莱姆的史莱姆，还有菜如哥布林低哥布林。林峰淡淡一笑，在旁边观察了10分钟，在果果和胡子的带头作用下，宝宝小分队终于击杀了铁甲鳄，也没什么难度。叮，你的宝宝击杀了铁甲鳄，获得经验值35。铁甲鳄的尸体上，一团淡蓝色的能量分别飞向了果果、胡子几个宝宝。可以，你们就在这里杀怪了。林峰满意点头，又从背包里拿出2把极品长剑、2个法杖，扔给了呆呆2兄弟。这个你们放自己的背包，用完了我自然会再给你们。安顿好宝宝后，林峰张开翅膀，朝着变异牛群飞去。好了，到我升级了。他嘴角带着一抹残忍的笑意。
刚学了那么多技能，还全部是各种威力恐怖的合成技能，现在冲一波等级，不过分吧？第111章齐心协力，共御外辱。在距离林峰500米外的草原上，莫冷、吕雪等人杀怪正酣。突然，轰！一声巨响从500米外传来，9个人吓了一大跳。只见天空之上，林峰像是俯瞰众生的神一般，飞在天上，扔出了一个堪比禁咒一般的恐怖魔法——天雷地火。一道巨大的火柱从天而降，狠狠砸在地上，落地后剧烈爆炸开来，像是发射了一枚导弹似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变异野牛群瑟瑟发抖。在魔法落地的位置，可以看到滚滚浓烟到处扩散，隐隐约约的惨叫声在浓烟中声声悲鸣着。这是几级魔法？吕雪呆住了。同为法师，吕雪只感觉自己的信仰崩塌了。林峰不是才25级吗？最多施展3级魔法啊！这就是3级魔法的威力。尹小婉也一脸懵逼。这么说吧，你就算把我的头端了，我也不相信这是3级魔法。一样，我可以用我2弟的头担保。离谱，离大谱！笑容逐渐消失，一群人都忘记杀怪了，愣愣看着林峰的方向。在林峰一个魔法攻击结束后，浓烟散尽，地上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野牛尸体。秒杀！吕雪、尹小婉一行人全部干巴巴咽了一口唾沫下去。一个技能秒杀一群，这可是4000血量的变异野牛啊！我想知道老大的魔功到底有多少？你问老大，但我觉得老大为了保护你弱小的自尊心，肯定不会告诉你。哎，别说了，杀怪吧。努力，也许能赶上老大1成的实力。1成？我要求不高，有老大1%的实力就满足了。是的，我们也要加油了，至少不要给老大拖后腿。不好说啊，超神学院藏龙卧虎，谁知道还有没有像老大这么厉害的怪胎？有道理。一群叽里咕噜了好一会儿，刚开始还很震惊林峰的魔法威力，后面就麻木了。因为林峰在扔出了第一个古怪的雷火魔法后，又连续扔出水雷、土雷、水火、水风等等奇奇怪怪的魔法。在林峰周围100米的直径范围内，风火雷电土5系魔法像是不要钱似的，对着野牛群狂轰滥炸。莫冷等人杀怪，魔力值跟不上，而林峰杀怪，那是怪物的刷新跟不上。没一会儿，就看到林峰越飞越远，也不知道杀到什么地方去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差不多了。林峰看了看自己的等级，31级，刚好过31级一点，仅仅1下午时间就升了2级，这样的效率比之前还要快，而且是快多了。也可以说，在林峰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前，他的等级都会像现在这样的升级速度突飞猛进，因为他现在的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超过等级所能够代表的实力境界了。至于能升到多少级，林峰也不清楚，但这1个月都是升级的好时候，正如在安全区内可以安安心心锻造装备一样，同样的好机会不能浪费了。回头看了看方向，林峰转身朝着原路返回，飞了半个小时，找到了还在水潭边刷怪的果果、胡子等宝宝。不错，10级了。虎父无犬子，8级的胡子终于升到了10级，在技能一栏中多出了一个坐骑的技能，意味着可以骑了。果果等级提升了1级，14级了。呆呆两兄弟表现不错，等级也提升了不少，分别是10级和4级。走了，回去了。林峰放低了飞行高度，降落在地上，召唤几个宝宝下班了，正准备又去找莫冷等人，突然一道急促的呼救声从远处传来：救命！老大，救命！好大的牛！好大的牛！好大的牛！林峰心头一惊，难道是 BOSS？ 连忙飞上天去，朝着声音发出的地点一看，只见一头体壮如小山的巨型野牛正在追着几道人影横冲直撞。天空中不时有火球数落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莫冷等人狼狈不堪，四散逃命。不对啊， BOSS 的等级最高提升10级，以莫冷等人的实力怎么会拿不下 BOSS？ 变异野牛只有20级，莫冷等人单对单也不难。就算遇到了 BOSS，9个人围攻一头 BOSS， 难度是大了点，但这可是安全区的精英啊，杀一头25级的牛魔王不至于屁滚尿流吧？等等，那是……正想着，巨型野牛身后竟然杀出一头浑身通红的巨型人猿来。怪物透析，火猿王 BOSS， 种族兽，等级30，经验15000，属性透析，生命28000，伤害1500，防御460，速度250。技能透析，爆裂火球，火云术，火强术。爆率透析，火源头盔，极品，火源战甲，极品，3级技能卷轴加1，其他若干。怪物评语：
入侵者该当死罪。火元王，我靠，两头 BOSS 一起！林峰恍然大悟，难怪莫冷等人尿了，这不是一头 BOSS 的问题，而是两头 BOSS 同时出现了。但问题是，两头 BOSS 怎么会同仇敌忾攻击人类呢？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正常情况下 ，BOSS 都是单打独斗的，不可能和其他 BOSS 一起合作。真要是选择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遇到了更加强大的敌人，比如林峰，这是被我杀崩了，开始齐心协力，共御外辱了。第112章一击毙命 ，BOSS 杀手。林峰笑了，他杀了一下午的怪，从20级的变异野牛到22级的火猴子，再到25级的火猿，方圆10公里的怪物都要被他杀成濒危物种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一下午可以连升2级的原因。但到了这个份上 ，BOSS 再不出手的话，就有一点不合情理了。不过 BOSS 也不傻，明知道林峰的实力就是一个变态，这时候去找林峰的麻烦无益，于是送死。于是 BOSS 们的选择也很简单，那就是找软茄子捏。2个 BOSS 联手杀向了莫冷等人，言外之意就是，你杀我的小弟，那么不好意思了，我也只有去弄死你的小弟了。此时的莫冷等人可以说是倒霉透顶了。他们虽然是安全区里面的精英，但是等级终归只有才23级左右。在林峰的包装之下，现在装备的质量是上去了，攻击力基本都在2000左右。但是单纯有攻击力没有防御力也不行啊。火元王的伤害值高达1500点，随随便便一个技能下去，可能就是好几大千的伤害。以莫冷等人现在有且仅有2000来点的生命值来看，搞不好是可能被火元王秒杀的。这时候能做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跑。正愁没找到 BOSS 呢，来得正好。林峰加快速度朝着莫冷等人的方向飞去，人还没到，攻击先至。风雷破，风的速度还有雷的速度加在一起，这个技能的速度之快，在5级魔法之下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9个小弟中，法师的移动速度最慢，吕雪和尹小婉落在了后面。两人花颜失色，惊慌失措，眼看就要被牛魔王给顶了屁股，终于看到了林峰的身影。老大，救命啊！林峰，救我，快救我！妹子们吓得要崩溃了。当了这么久的10强新人，但终归是一路欺负小怪，在长辈的指点下，开着挂刷了一路等级。现在远离安全区，第一次远走高飞，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温室的花朵开始接受大自然狂风暴雨的洗礼。何曾遇到过这样的危险？25级还有30级的 BOSS 已经远远超出了几个小弟的能力范畴，也可以说跟着林峰混了一路。小弟们都有点飘了，不清楚自己的水平了。同等级的怪物实力本来就比冒险者要高出一点点，何况是等级远超莫冷等人的 BOSS。对于莫冷、吕雪等人而言，唯一可以抗衡 BOSS 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队长林峰，这也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了。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众人惊得魂飞魄散。林峰的攻击到了，速度很快，快的所有人还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有什么魔法从头顶飞过去了。然后砰一声巨响，声音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叮，你参与了击杀变异野牛王，获得经验值500。这小弟们全部呆住。林峰秒杀小怪就秒杀小怪吧，也不是不可以接受，问题是还能秒 BOSS， 拥有几万血量的 BOSS， 说没就没了。莫冷难以置信回过头，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牛魔王的尸体。死了，一击毙命，轻松加愉快。抬起头来，看到林峰大气都没喘一口气，又飞向了火元王。在火元王的头顶，法杖一挥，魔法的光芒笼罩住了火元王，一股恐怖的死亡的气息也随之笼罩住了火元王。在法杖顶端的宝石中，可以看到一片倒影，那是火元王临死前绝望又不敢的眼神。风卷残云，面对疾风吧！一道狂风和雨水混合的魔法，像是倾盆大雨，狠狠砸向了火元王。在风力的加持下，雨水后的犹如惊涛骇浪一般，把火元王的一切战斗意志瞬间摧毁。轰！暴击！3万！血条消失术！火元王的血条瞬间消失不见了，没了，眼眶中渐渐失去了光芒，庞大的身体失去了全部力量，轰然倒下了。砰！叮！你参与了击杀火元王，获得经验值500。在林峰的耳中，系统提示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叮！你击杀了火元王，获得经验值15000。哗啦啦！随着火元王倒下，大量的物资爆了个天女散花，包括2件极品装备，还有若干卷轴、道具、药水、材料等。好险！林峰摇摇头，没有关心火元王掉落了什么，而是看向了惊魂未定的吕雪、尹小婉、向诗诗等人。
你们没事吧？结果3个妹子全部傻乎乎看着他，像是丢了魂儿一样。喂，问你们话呢。林峰吆喝了一声，妹子才回过神来，俏脸纷纷泛红，吐了吐舌头。老大真厉害。哦，没事就好。林峰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的攻击力有多么恐怖，正如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莫冷、吕雪等人这么优秀了，战力值也才一个个黑铁13或者黑铁14的水平。天色也不早了，那就早点休息，明天要早起赶路。说完，林峰走向了 BOSS 的尸体，看着 BOSS 迟迟没有消失的尸体，林峰眉头微微一皱，尸体没有消失？咦，奇怪了，他不是去拾取装备的，因为这种级别的 BOSS 掉落的东西已经很难入他的法眼了。在他多重神级技能的加持下，他已经不缺装备，不缺药水，也不缺钱了。而且有徐菲菲的指导，他也知道了很多这个世界的实力提升法则。刚开始就是杀小怪，提升等级，然后击杀 BOSS， 开宝箱，获得精良极品级别的装备。有高级装备后，就可以刷秘境，在秘境中爆传奇装备了。传奇装备有了后，等级基本都是60级左右了。这时候的冒险者就要开始探索深渊了。在深渊地图中，可以产出更加高级的道具，包括史诗道具，还有无双图纸，还有血滴子。经过1个月的学习，林峰已经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境界可能已经在60级以上了。因为就算是深渊中掉落的道具，他也大差不差的有了。所以30级的 BOSS 在林峰眼里也就是一个2个字：垃圾，没什么挑战性。但 BOSS 死亡后都是会慢慢消失的，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则。除非有什么特殊技能触发了 BOSS 不消失的规则，比如有采集术，可以在尸体上采集材料，或者死灵术，可以控制尸体。难道是采集术？林峰看向了自己的技能面板，忽然一个特殊的技能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无限提取。咦，是不是可以提取尸体呢？一瞬间，林峰抖了个机灵。第113章女帝的愤怒。林峰目光当中闪过一抹喜悦，想到能够将 BOSS 力量转为己用，脚步也快了不少。来到火元王尸体面前，心中直接默念提取。尸体上果然泛出淡红色的光晕，迅速汇聚，形成能量光柱以后，直接涌入他的体内。叮，提取成功，你的攻击加500。叮，提取成功，你的速度加50。直到再也感受不到能量的波动，林峰才开始查看属性。姓名林峰，种族人，等级31，职业斗战圣王，经验12000310000，生命83900，伤害20240，防御8190，速度4500，潜力点1240，声望12550，战力白银1星，根骨10品，天赋一线生机，装备荣耀之光，无双加12，极品男爵，无双加10，御风侠侣，无双加10，巨力腰带，无双加11，命运束带，无双加10，血红护腕，无双加11，狂战士镜甲，无双加10，月牙，无双加10，妖野之镯加10，神佑之戒，无双加11，神佑之戒，无双加12，哥布林指环加10。技能1级魔法火球术、水球术、风刃术、雷球术、地刺术；2级魔法落雷术、爆裂火球；3级魔法连锁闪电、融合魔法、盐水术、风波刃、炎风斩、风雷破、霹雳火、天苍炎、地苍炎、炎雷沙、水星雷，其他斗技烈风击、急速、伪装、狂化。特殊无限血轮眼、透析之眼、无限提取、无限融合、神明术。法宝玉如意6级，宠物果果14级，坐骑胡子10级，仆人哥布林灵妖10级，法师哥布林02 4级。果然有变化，攻击属性直接增加500，这属性增加的也太快了。透析的结果让林峰喜出望外，这也算今天打 BOSS 的意外收获了。面前 BOSS 的尸体也有了明显变化，庞然大物缩小了1/3，毛发变得灰暗粗糙，这力量果然厉害。林峰走向变异野牛王，用同样方法提取属性。叮，提取成功，你的攻击1420。叮，提取成功，你的防御15%。1分钟过后，2具 BOSS 的尸体慢慢消失。深吸一口气，林峰又把地上散落的装备收拾完，随后迅速离开。这里并非安全区，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好。同时遇到2个 BOSS 的追杀，别说吕营几个妹子会下崩溃，估计就连莫冷那几个大男人也会惊慌失措。想想他们几个被火元王追着跑的情形，林峰无奈摇摇头，眉宇之间露出一丝凝重。等级还是太低了。按道理说他们的提升速度并不弱，可面对突发状况依然是弱爆了。
如果刚才不是自己及时出现，他们几个人都会挂在这里。施展飞行术，林峰迅速找到莫冷等人。众人脸上的恐惧之色还没有消散，看到林峰落地，全都跑过来，一下子把林峰围住。老大，你回来了。队长，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谢谢队长出手相救，不然我们小命都没了。那倾盆大雨可真是厉害，就像漫天瀑布砸下来一样，太牛了吧！谢谢队长救命之恩。几个男队员对林峰佩服得五体投地，目光中满是钦佩。而尹小丸等3个女孩子显然还没有缓过神，除了一脸感激地望着林峰，嘴里也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林峰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出了安全区，什么状况都会遇到，眼下除了赶紧提升，没有其他的办法。众人从林峰话语当中感觉到了明显的压迫感和危机感，跟着点起头来。明白了，队长。好，赶紧去休息，明天一早赶路。今晚我值班。莫冷看了眼天色，主动说道。林峰也没有拒绝，了一声，便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如果没有2个 BOSS 的出现，这一天下来，莫冷他们虽然有些疲惫，但迅速升级足以让这几个人开心很久。只可惜好心情全被变异野牛王和火猿王给搅乱了。林峰摇摇头，迅速整理思绪。休息的时间并不多，一会儿自己还要去见女帝，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想没意义的事情。想着想着，林峰闭上了眼睛。片刻功夫过后，进入山洞，微凉的气息扑面而来。女帝3000发丝随意散落于肩头，一袭白衣恰到好处的将胸前傲人遮住，相间半露，样子有些慵懒，目光当中流入的尽是温柔。周围是淡淡雪莲香味，无比清新。而这位斜卧在石床倾国倾城的女帝，对于林峰来讲就像是哥们一样，毕竟自己很多技能都是从他这里获取的，说是哥们也不足为过。但想到之前吃的那些亏，林峰刻意收敛态度，不然眼前这个女人刻意较起真来，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有没有强大的防御天赋？林峰问道。女帝柳眉微蹙，一张脸立刻沉下去。忘记怎么说了。林峰咬了一下后牙槽，不情愿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请问有没有强大的防御天赋？话语有些生涩，总算能够听得过去。女帝缓缓站起身，赤足坐于石凳之上，声音无比甜美。有，不过现在不能给你。林峰眉头一皱，什么意思啊？没有就算了，有居然不给，你玩我呢？对面女帝仿佛知道林峰心中所想，微微扬起头，目光当中充满挑衅，意思非常明显，有本事你再豁我一个耳刮子。擦！林峰脑子一抽，也没多想，上前一甩手，一个大耳刮子再次落在了女帝的脸上。啪！做梦而已，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你。然而下一秒，林峰愣住了。叮！你触发女帝愤怒，你受到1万万亿的致死伤害，你已死亡，无法复活。林峰脑袋一懵，刚想说只是开个玩笑，身体化作无数齑粉，消失不见了。